小小的孤坟前，满头白发的黑衣男人靠坐在墓碑前，他的长发是极致的白，衣裳是一贯的黑，两者相应，更衬得男人面容俊逸非凡。他脚边是七零八落的10来个空空的酒坛子，怀中还抱着一个。他此时双眸紧闭，似乎是睡着了。4名黑衣人从4个方向手握长剑，悄然间闪电般袭来，男人却毫无反应，连眼睫都未颤动一下。4把长剑未遇到丝毫阻碍，从不同方向贯穿了他。不要，傅九离！王妃，你怎么了？可是做噩梦了？吵闹的小跑噔噔声夹杂着陌生又熟悉的关切声。女子猛地睁开了双眼，目之所及是大片大片的红。傅九离的死了吗？他亲眼看到他抱着酒坛子靠在他的坟前睡着了，4名黑衣男人偷袭他，他却毫无反应，然后4把剑同时刺穿了他。他扑过去挡在他身上，可4把剑径直穿过他，狠狠地刺穿了他的身体。他没有实体，任由他张开双臂将他护得再严，也根本挡不了1分1毫。他一定是死了。王妃，你别哭呀！你哭，小桃也想哭啊。小桃知道您委屈，可王爷昨夜不是说了吗？他有很重要的公务要处理。王爷那样喜欢您，绝对不是故意在新婚之夜让您独守空房的。今晚他定会来您房里。女子哭声一顿，慢慢的将头扭向一旁，又缓缓睁开眼。小桃，你还……王妃，您怎么睡了一觉像不认识奴婢了似的？沈南星一顿，缓缓撑着身体坐了起来，便往四下看了看。他睡的床榻以及床幔都是大红色，原来他方才乍一睁眼看见那大片的红并不是血，而是床顶的红幔。昨日与我成亲的可是靖王。王妃您高兴傻了，与您成亲的当然是您心心念念的靖王呀。时辰已经不早了，奴婢伺候您起身吧，您今日还要与王爷进宫面圣呢。沈南星再也忍不住，眼泪簌簌落下。他重生了，他竟重生了。算算线下这时候，祖父还身体健朗，娘也还活着，小桃他们也都还活着，外祖家也还未被灭门。傅九离也……对了，傅九离！沈南星急切地翻身下床，连鞋也顾不上穿，就往外跑。王妃，你要去哪里？哎呦，您衣服还没换呢！王妃您慢些，好得把鞋子穿上。小桃急急忙忙，一手拎着鞋，一手抱着衣裳在后面追，只是没多久就把人给跟丢了。沈南星一身素白中衣，光着脚，顶着一头凌乱的发髻，以生平最快的速度冲向了王府后院的一处角门，随手捡起2颗石子，素手弹出。守着角门的2个侍卫甚至都来不及反应，就倒了下去。他一刻也未耽误，立刻就往外冲。出了角门，又绕着王府外墙跑了一截，气喘吁吁之际，一抹黑色的身影乍然出现在了他的视线里。他鼻子一酸，刚刚好不容易已经收起的泪立刻就跌了出来。是他，原来他曾在他坟前说与他听的竟是真的。他大婚当日，他当真就在王府外，离他最近的地方守了一夜。他独自一人静静地立在那儿，像一座孤岛。他靠着那面墙内，正是他与靖王大婚的洞房。昨夜他该有多难过？沈南星心里一痛，再也忍不住，抬手捂着嘴，小声呜咽。他放慢了脚步，一步一步慢慢地靠近他。真好，他的发还是黑的。沈南星吸了吸鼻子，抬手将眼泪拭去，这才抬手轻碰了一下他的胳膊。男人蓦然回首，随即瞳孔巨震，嘴巴张了张，像要说什么，却又什么也没说出来，难得的一副呆呆傻傻的模样。沈南星破涕而笑，一眨眼又涌出了几滴泪。靖王妃昨日大婚，今日这大清早的，怎的还有力气出现在这里？那9千岁呢？大清早的，怎会出现在这里？散步，正好路过而已。是吗？自是如此。怎么了？疼。
只见一双白嫩的小脚踩在地上，被脚踩着的那一圈隐隐露出了殷红的血迹。你怎么不穿鞋？男人一双浓眉倒竖，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却又不知如何是好。你婢女呢？沈南星低着头装可怜，没带。胡闹！堂堂靖王妃，出门怎可不带婢女？可女子只顾低着头，一副委屈极了的模样，就是不答话。你气了半晌，男人抬手打了个响指：“主子有何吩咐？”将靖王妃送回去，别叫人看见。是。黑衣女子站起身，就走到沈南星旁边，准备携着他离开，却被沈南星挣开。傅九离，你方才把我的脚看光了，你得对我负责。你说什么？我娘说了，女子的脚只能给自己的夫君看。9000岁，莫不是想逃避责任？沈南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昨日才嫁给了靖王，你现在是靖王妃，而且我与他并无夫妻之实。昨日是你们洞房花烛夜，他竟……我要与他和离，我想嫁给你。靖王妃真是好谋算，这是与靖王闹了矛盾，想拿本王切他，想拿本王当冤大头，也得看看自己配不配。啊，我不是。冷月。随着男人一声令下，黑衣女子再次飞身而下，径直携着沈南星飞速离开，眨眼间便已消失不见。冷月，你放我下来！9000岁误会我了，我要去跟他解释清楚。可冷月不仅未搭理他，甚至还加快了速度，很快就将他送回了房中。算了，回头再慢慢跟他解释吧，所幸一切都还来得及。这一世他绝不会再错过他。他准备下床，可脚才刚挨着地，完了，他今日还得和谢廷玉那渣男进宫面圣呢。现下脚伤成这样，这可如何是好？怎么就偏偏重生在大婚后一日了呢？若是早一天多好，他还能想法子毁了这婚约。可现下已经拜堂，再要分开便只能和离了。王妃，您怎么了？一道焦急的声音从屋外传了进来。王妃，您去做什么了？怎能伤得这般重？小桃呢？奴婢就去大厨房端个早膳的功夫，您怎么就伤成这样了？您一会儿还得进宫呢，可您脚伤成这样，王妃您忍忍，奴婢去给您拿药。小丫鬟擦着眼泪站起来，却见自家王妃也在拭泪。王妃，可是疼得厉害了。沈南星坐在床边，趁着小丫鬟站起身，便一把抱住了她。春香，我好想你。上一世他遭内鬼陷害，被东来国所擒，将他绑住双手吊在城楼之上，设下天罗地网，想要引靖王前来。他足足被吊了5日，日日惨遭鞭打，未进1粒米1口水，实在渴得厉害了，就将嘴唇咬破，靠喝自己的血活着。他就死死撑着一股念头，谢廷玉一定会来救他。可最终直到他咽气，也没等来他的夫君，来的是祖父，还有春杏这丫头。他扮作男装，藏在祖父带的人手里，他一眼就认出了他，也亲眼看见他在哭着朝他奔过来时被一剑穿心。这傻丫头明明就不会功夫。我才嫁进靖王府1日，你和小桃怎么改口那么快就开始喊我王妃了？我还是喜欢你们住在侯府那般叫我小姐。不是您昨日交代的，说您已与靖王拜堂，叫我们以后都叫您王妃的吗？您这么快就忘了？前世的他真是个十足的蠢蛋。王妃啊，您回来了，小桃差点就找不到您了。人未到，声先至。啊，这是什么？小桃手里捏着个白色的小瓷瓶进来。王妃，奴婢在门口捡到了个这个，这是什么？啊，王妃，您的脚怎么了？啊！我没事。哎呀，本小姐怎么就成了你们2个哭包做贴身丫鬟呢？小桃，你手里拿的什么啊？王妃，这是奴婢方才在门口的地上捡到的。春杏，你怎么把药扔地上呀？没有啊，不是我扔的。不是你是谁？难不成还是王妃扔的呀？沈南星伸手接过瓷瓶，握在手里，他唇角扬起一抹小小的弧度。小姐，您的脚伤得这般厉害，如何能进宫面圣？
可若不去的话，便是不遵礼数。轿子是不能进宫的，只能走进去。可那么远的路程，小姐就是能坚持下来，这一双脚怕是要废了。沈南星垂眸想了想，忽然想起什么，有法子了。陈星，把我背到新兰院门口。可小姐，您昨夜不是说任何人都不得靠近新兰院？去，现在就去。上一世他简直被猪油蒙了心。谢廷玉那渣男说新兰院里曾住着他的乳娘，后来他乳娘离世，他便将新兰院封了起来。他一直记着他的话，竟真的从未靠近过那院子一步，直到他死都不知道那新兰院里住的哪里是什么劳什子的乳娘，分明是他金屋藏娇。昨日洞房花烛夜，他未来他房里，他只派人告知了他一声，说临时有紧急的公务要处理，希望他体谅。他不仅一点怨言都没有，还心疼他竟忙成这般模样。现在想来当真可笑。小姐，您若是去了新兰院，王爷会不会生您的气啊？是啊，小姐，毕竟那是王爷乳娘的故居，若咱们未经允许就这么去了，王爷定会不高兴的。沈南星知晓，现在跟他们解释再多，也不如等会儿让他们亲眼所见来得可信，来得震撼。本小姐说话，你们都不听了是不是？见小姐生气，两个小丫鬟终是不敢再说什么。小姐，奴婢伺候您换身衣服再去吧。不换，就这样去。沈南星被春杏背着来到新兰院门口时，守门的两个侍卫还打着盹儿，这就说明里头的人还没起。他冷笑一声，指挥着小桃捡了几颗石子给他，手随意一扬，两颗石子就精准地打在了两个侍卫的穴道上。走。小姐，您何时这般厉害了？是啊，他何时这般厉害了？上一世他自8岁起便跟着祖父学武，因着天资聪颖，学什么都很快。他便总是在祖父让他练习时，趁着无人看管他，偷溜出去玩，导致基本功未打牢，只练成了一身花架子功夫。若不然，上一世也不会轻易就被东来人擒住，最后丧了命。后来死后化作一只阿飘，被迫跟在傅九黎的身边，度过了漫长的几十年的岁月。傅九黎为他报完仇，日日就靠在他的墓碑旁与他说话，闲来无事时也教了他射箭。他总说，若是他当初功夫再扎实些，也不至于被东来给掳走，也就不会丧命。久而久之，即便他碰不到食物，只能凭空练习射箭姿势，也习得了一身好本领。王爷可真是孝顺啊，乳娘走了这么多年了，竟还将她生前住的院子打理得这般好。小姐，王爷对故去奶娘尚且如此，日后定会对您更好的。沈南星没答话，他的耳力极好，还未靠近时，便已听得厢房内粗重的喘息声，夹杂着女子的娇吟，竟是在白日宣言。沈南星狠了狠心，用力掐了自己大腿一下，眼里便立刻涌出了泪花。小姐怎么忽然就哭了？好像屋里有动静。手足无措间，就见自家小姐一脚踹开了房门。小姐，您的脚。正要去查看伤势，却被屋内乍然出现的情景惊得呆在了原地。一声女子尖叫声响起，原躺在下方面色迷离的男子如梦初醒般，神色恼怒，却在看见门口那只穿着一身素白中衣、眼中含泪的女子时，那恼怒便滞在了脸上。南希啊，不是你看到的这样，我昨晚确实是有要紧事要处理，后来他便是行婚之夜王爷让妾身独守空房的理由吗？王爷可还记得当初求娶我家小姐的时候，您是怎样答应老侯爷的吗？您说若非我家小姐3年无所出，才会考虑纳妾的事，可你看看您现在在做什么？我家小姐昨日才嫁过来啊！沈南星看着自己两个丫鬟，一个气得哇哇大哭，小脸憋得通红，上气不接下气，一个在不时地抹着眼泪，顿时心疼不已。他是不是装得太过了？南星，你先回去梳妆，一会儿咱们还要进宫，此事算本王对不住你，晚些时候本王再与你解释。走，咱们回家。沈南星却扭头就走，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带起人的脚步声走远，男人一把掀开了被子，就要从床上起来。王爷，
叶儿别闹，本王今日还有正事，晚些时候再来陪你。叶儿知道，玉哥哥，你是要陪那个女人去见你父皇。说着便失落地低下了头，显得落寞极了。玉哥哥，你去吧，叶儿会乖乖等你回来。只是叶儿舍不得你，只一想到你要去陪别的女人，叶儿的心就好痛。是玉哥哥不好，委屈叶儿了。可沈家的兵权还未到手，叶儿你……女人未等男人说完，便撑着男人的手臂跪坐起来，红唇堵住了男人的嘴。玉哥哥，你不用解释，叶儿都明白。随着女人的动作，被褥滑落，男人喉头一紧，两人又双双抱着滚入了柔软的床榻。约莫一盏茶的功夫后，便衣冠楚楚地轻摇着玉扇离开了新兰院。只是刚一出门，一眼就看到了地上的血迹。他皱起眉头，继续往外走了几步，一路上地上都晕染着丝丝缕缕的血迹。他竟赤着脚跑来找他，看来真是爱惨了他了，定是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风言风语，便鞋也来不及穿，便来找他了。谢廷玉笑着摇了摇头，于是他吩咐人清理一路上的血迹，一边独自来到了南院门口。南星啊，你好了吗？可半晌也未听到回应，谢廷玉径直走进了房里，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他皱起眉头走出来，随手招了一个正在院子里打理花草的粗使婢女。王妃呢？回王爷的话，王妃说她回南阳侯府了，叫您不必挂念。今日要进宫面圣，她不知道吗？这时候回侯府做什么？王妃说她自会进宫面圣，您既有要事处理，就别去了，她会替您向陛下解释。沈南星带着2个丫鬟回到南院之后，并未仔细梳妆，只随意换了一件绿色的衣裙，就带着2个丫鬟回了侯府。南星，你先回去梳妆，一会儿咱们还要进宫，此事算本王对不住你，晚些时候本王再与你解释。走，咱们回家。沈南星却扭头就走，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带起人的脚步声走远，男人一把掀开了被子，就要从床上起来。王爷，叶儿别闹，本王今日还有正事，晚些时候再来陪你。叶儿知道，玉哥哥，你是要陪那个女人去见你父皇。说着便失落地低下了头，显得落寞极了。玉哥哥，你去吧，叶儿会乖乖等你回来。只是叶儿舍不得你，只一想到你要去陪别的女人，叶儿的心就好痛。是玉哥哥不好，委屈叶儿了。可沈家的兵权还未到手，叶儿你……女人未等男人说完，便撑着男人的手臂跪坐起来，红唇堵住了男人的嘴。玉哥哥，你不用解释，叶儿都明白。随着女人的动作，被褥滑落，男人喉头一紧，两人又双双抱着滚入了柔软的床榻。约莫一盏茶的功夫后，便衣冠楚楚地轻摇着玉扇离开了新兰院。只是刚一出门，一眼就看到了地上的血迹。他皱起眉头，继续往外走了几步，一路上地上都晕染着丝丝缕缕的血迹。他竟赤着脚跑来找他，看来真是爱惨了他了，定是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风言风语，便鞋也来不及穿，便来找他了。谢廷玉笑着摇了摇头，于是他吩咐人清理一路上的血迹，一边独自来到了南院门口。南星啊，你好了吗？可半晌也未听到回应，谢廷玉径直走进了房里，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他皱起眉头走出来，随手招了一个正在院子里打理花草的粗使婢女。王妃呢？回王爷的话，王妃说她回南阳侯府了，叫您不必挂念。今日要进宫面圣，她不知道吗？这时候回侯府做什么？王妃说她自会进宫面圣，您既有要事处理，就别去了，她会替您向陛下解释。沈南星带着2个丫鬟回到南院之后，并未仔细梳妆，只随意换了一件绿色的衣裙，就带着2个丫鬟回了侯府。祖父，只喊出这2个字，便已泣不成声，再说不出来旁的话来。老爷子顿时便慌了神。南星，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怎么哭成这样啊？沈南星一把抱住了老爷子，将脑袋埋在他怀里，
真真切切感受到祖父身上的温暖，他再也忍不住，如孩童般嚎啕大哭起来。上一世那一幕，自重生后，他连想都不敢想。祖父，祖父！南星，你说，是不是谢廷玉那个王八蛋欺负了你？老子现在就去剁了他！祖父，谢廷玉他有别人了。谢廷玉赶到南阳侯府时扑了个空，得知沈南星跟着沈老侯爷进宫了。沈老侯爷年轻时救过先皇，身有救急，被先皇特许可以乘坐软轿进宫。谢廷玉面色极黑，心里一边埋怨沈南星那女人不懂事，一边又有些后悔自己早上为了一时泄欲耽搁了时间，这会儿却毫无办法，只得赶着先去上朝。朝堂上，已许久未曾发言的沈老侯爷率先走了出来。老臣要参靖王一本。靖王求娶老臣孙女沈南星时，承诺若非老臣孙女3年无所出，否则绝不会纳谢。可昨日新婚之夜，靖王抛下老臣孙女儿一人独守空房，另宿他处。老臣孙女儿沈南星为南阳侯府嫡女，亦是老臣后代唯一血脉。此番遭靖王如此侮辱，实则将南阳侯府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还请陛下为老臣孙女儿做主，给我侯府一个交代。说完，竟颤颤巍巍跪了下来。哦，竟有此事。爱卿请起，朕必定给你一个交代。靖王，你有什么话说？父皇，绝无此事。儿臣昨夜是有紧急事务处理，绝不是刻意冷落王妃。此事请容儿臣私下向老侯爷解释。哼，靖王这话可敢当着老臣孙女的面说？陛下，老臣孙女沈南星此刻正在殿外候着，可否请她来殿前与靖王当面对质？祖父，此事有误会，咱们回去再说行吗？可沈老侯爷看都不看他一眼，只直视着皇帝。请陛下恩准。皇帝的视线在两人身上转了一圈。准了。臣女叩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沈南星，你既已与靖王成婚，日后便与靖王一同校正父皇便是。此番宣你进殿，是因为沈老侯爷参了靖王一本，说昨日你与靖王大婚，靖王却留你独守空房，宿在了别处，可有此事？回陛下，确有此事。父皇，儿臣昨夜是在部署凉州水患的事宜，绝非有意冷落王妃，请父皇明鉴。且此事为儿臣内宅事务，儿臣未处理好家务，扰乱了朝堂，还请父皇责罚。一切等回府再说，莫要再闹。陛下，靖王新婚之夜与旁的女子同房，乃是臣女亲眼所见，不敢欺瞒陛下。沈南星，这事儿在府里闹一闹也便罢了，怎可拿到朝堂上来说？他竟半分不顾及女子名声了。这沈家嫡女这些年在外抛头露面，果真是比不得世家千金，竟将这等丑事公然拿到朝堂上来说，真是不要脸面了。哎呀，是啊，这等污言秽语，老夫听了都脸皮滚烫。这怎是世家小姐能说得出口的话呀？这沈南星实在是不像话。这沈家嫡女还真是彪悍，这等事竟也能亲眼所见，还拿到陛下面前来说，这真是南阳侯府家门不幸啊！哎呀，我说这新王妃脚怎么受伤了呢？怕是一大早鞋都没穿就去捉奸了吧？朝臣纷纷看好戏般看着大殿上跪着的三人。陛下，老臣孙女受了如此大辱，还请陛下做主。父皇，这根本就是……你闭嘴！南阳侯，你想怎么处理？沈老侯爷身子颤了颤，陛下称呼他爵位，便是代表着陛下生气了。但此事是他孙女受了委屈，属实不能忍。陛下要气，那便气吧。老臣恳请陛下恩准，让老臣孙女与靖王和离。放肆！自北越国建国以来，便只有休妻，从未有和离一说。况且自古以来，王孙贵胄哪个不是三妻四妾？就因为夫君有一个妾室就要和离，那我北越国岂不是要乱套了？训斥几句后，皇帝的语气又软了下来。沈南星，靖王新婚之夜抛下你，是他不对，朕便罚他1年俸禄，如何？沈南星气笑了，
区区罚俸1年就想打发他。南星，父皇罚也罚了，此事到此为止。陛下，冀北越无和离之先例，那么臣女只求一纸休书，求陛下恩准。陛下，老臣孙女儿年幼，方才是胡言乱语，请您莫要理会。昨日才大婚，今日就休妻，岂不是胡闹？若你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朕赐死那女子便是。如此这般，你可满意？还未待沈南星开口，谢廷玉就先急了眼。父皇不可！父皇，所有之事是儿臣一人之错，与旁人并无干系，求父皇不要牵连旁人，要罚就罚儿臣一人吧。可皇帝半晌不作声，只将目光看着堂下跪着的祖孙2人。星儿，这事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求你不要让父皇杀了他。陛下，那女子虽与靖王无媒苟合，但也罪不至死，还请陛下从轻发落。南星，谢谢你，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日后我一定好好待你。却见沈南星接着说：但南星善妒，已犯了女子为人妻的戏书之罪，自请休书一封，还请陛下恩准。沈南星，你别不识好歹，你女扮男装带兄出征多年，早已犯下欺君之罪。朕念在南阳侯府和镇国公府有从容之功，不仅饶你不死，还容许你嫁入皇家。如今你不仅不知感恩，反倒自持清高，就因为朕的儿子临幸了一个女子，就闹着要休书，还容许你嫁入皇家。如今你不仅不知感恩，反倒自持清高，就因为朕的儿子临幸了一个女子，就闹着要休书，成何体统？说到底，靖王也不过是新婚之夜没去你房里，冷落了你，除此之外并无大错。再说，你一个女子被休之后还能嫁给谁？还是说你要削发做姑子？再说，你一个女子被休之后还能嫁给谁？还是说你要削发做姑子？此事到此为止，休要再提。沈南星微微侧过脸，看了一眼那一直保持沉默的黑衣男子。从他进入大殿到现在，他连个眼神都不曾给他，就好像根本不认识他一般。前世得知他的死讯后，他赶来为他收尸，而在他入殓当夜，他一头墨发一夜之间竟全白了。这一世若不是他当真在他与靖王的洞房外头堵到了他，后面他又派人悄悄给他送了上好的外伤药，但他如今这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他都不敢相信这与上一世的那人是同一人，只能说傅九黎这男人太会装了。陛下，臣女嫁给靖王，实则是听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事已至此，臣女也无需再隐瞒了。其实臣女另有心悦之人，若此生无法嫁他，臣女愿青灯古佛一事，了子残生。即靖王对臣女无益，而臣女也另有心悦之人，臣女恳请陛下赐下一封休书，自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哦，你自小与靖王青梅竹马，朕倒是不知你还有旁的心悦之人。说说看，你的心悦之人是谁？若是那人也愿意娶你，朕就着靖王赐你休书一封，并为你与那人赐婚，如何？皇帝的面上满是戏谑。沈家嫡女沈南星爱慕靖王谢廷玉，此事众所周知。沈南星从2、3岁开始就总是跟在谢廷玉身后，一口一个玉哥哥的叫着，自小就四处跟人说她长大了是要嫁给玉哥哥的。说沈南星心悦旁人，这话全京城都没人会信，就连谢廷玉自己都不信。南星，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但别意气用事好吗？我心里是有你的，咱们今晚就将洞房花烛夜补上，我日后也会尽可能多抽时间陪你，如何？哎呀，别闹了，你心里头喜欢谁，祖父还能不知道吗？也是祖父先前一时生气，想差了，竟跟着你一块胡闹。回头祖父说说靖王，往后你们还是好好过日子。先前见孙女那般难过，他也是气坏了，才同意了孙女说想要和离的想法，并在殿前提出。沈南星又瞧了那道站在群臣最前面的黑衣男子一眼，自己说出这番话后，他仍旧没有任何反应，像一尊石像般。沈南星有些生气了，他收回目光，不再看他。陛下，臣女心悦之人是9000岁。此言一出，满朝哗然。
群臣纷纷对他指指点点起来。沈老侯爷也急了：“哎呀，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9000岁早年被陛下封为黎王，掌管偌大的东厂，权力极大，杀人如麻，且性格乖张孤僻，从不与任何人交好，难以相处。这些且不说，就说他身体方面，那都不算是个真正的男人。若是让孙女去给他做对食，这绝对不行！陛下，老臣孙女因伤心太过，这才胡言乱语，求陛下莫要当真。我们不求休书了。今日老臣携孙女儿扰乱了朝堂，请陛下治罪。傅爱卿，你也听到了，靖王妃想要求一封休书，然后嫁与你，你可愿娶她？一时间满朝寂静，众人目光灼灼，都在默默吃着北越建国以来最大的瓜。沈南星自重生醒来那一刻便已决定，这一世要赖在他身边，一为报恩，二为了借他之事报仇。而赖在他身边最好的方法便是嫁给他。他大概是愿意的吧，毕竟上一世他为他做到了那一步。朝堂寂静了半晌，那男人身形未动，连姿势都未动一下，只缓缓吐出了2个字：不娶。下朝后，谢廷玉一脸火急火燎的，看也未看沈南星一眼，便大步朝着宫外走去。沈南星也没空管他，因为他前脚刚走出大殿，后脚就被祖父揪着耳朵：沈南星，你给老子说清楚，为什么要在朝堂上说你要嫁给9000岁？北越过什么有好男人了吗？哎呦，祖父，你小点声嘛，耳朵都要聋了。老爷子吹胡子瞪眼看他，气鼓鼓的不说话。好了，我跟您说实话还不行吗？哼！祖父，靖王的心不在我身上，我也不想下半辈子就耗死在王府了。你也知道我的性子，你什么性子老头子还不知道吗？你长这么大，做什么事都3心2意的，唯独就坚持了一件事，就是喜欢谢廷玉那小子。你小时候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嫁给那小子，只是跟那小子有关的事情你才会上心去做。你小时候瘦得跟猪肝似的，你娘怎么劝你多吃点都没用，还是老头子忽悠你说那小子喜欢胖点的女子，你才开始每顿都吃1大碗。还有，你扮作你哥哥的那8年，你为那小子缝的荷包都有上百来个了吧？本来就不会做女工，把自己手指头扎得跟个筛子似的。您早知道我不是哥哥，您何时？你和北越虽容貌别无二致，但神情、习惯、小动作统统都不一样。老头子亲眼看着你们长大，这事怎么可能瞒得过我老头子？你第1天扮作北越，老头子就看出来了。北越4岁开始跟老头子习武，扎2个时辰马步是不会哭鼻子的，也不会趁老头子不在就偷偷跑出去玩。您既早知道我不是哥哥，那您为何没说呢？还把我当哥哥一样养在身边。这8年来，他一直仔细模仿着哥哥的一举一动，他一直以为这事只有他与娘2人知晓。好了，不说这些了。昨日这事是靖王错了，陛下也罚了他1年俸禄，那女子陛下也以下只打他30大板。如此，这事便让他过去吧，日后好好与靖王过日子。今日已叫人看了笑话去，切不可再提要嫁给9000岁这种混账话了，听见没？祖父，我已经不喜欢靖王了，我心悦9000岁，可9000岁已经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拒绝你了。再说了，你喜欢9000岁什么？他长得好看。谢廷玉一路跑出宫门，一身朝服都被汗水打湿，粘在了身上，他却毫不在意，连坐马车都等不及，解开缰绳就翻身上马，朝着靖王府疾驰而去。只是还未跑出多远，被前方不远处一顶黑色小轿拦住了去路。待看清了黑色轿子的模样，就算心里再急，他也只得勒紧缰绳停了下来。9000岁，本王有要事要回府处理，还请9000岁帮忙挪个道，本王改日定当亲自去府上道谢。可黑色小轿纹丝不动，谢廷玉骑着马儿左右来回了数十次，急得冒火，可4个轿夫仍旧稳稳地站在原地。
看着竟半点没有起轿的打算。9000岁在此等候本王，可是有国事要与本王商议。等了半晌，仍是无人搭理他。9000岁，放肆！我家主子在轿中休息，休得喧哗。谢廷玉脸都黑了，声音却压低了许多。本王确实是有要事急着回府，且路上来往人多，过于嘈杂，可否请9000岁回离王府休息？果真是怪胎，竟选择在路上休息。靖王貌似管得有些宽了，我家主子愿意在哪里休息便在哪里休息，与旁人无关。你……谢廷玉喘了口粗气，胸口剧烈起伏着，却毫无办法。9000岁出门惯爱坐一顶黑色小轿，传闻他那4个轿夫个个都实力强悍，据说但凡出手还从未有过败绩。他们和他们的主子一样，从不与人讲理，朝中对他们有意见的大臣不胜枚举，可却都拿他们无可奈何。只因9000岁除了自己手中权势极大之外，当今圣上也是极其信任他，亦极其惯着他，凡涉及与他的矛盾，那都是对方的错。在下劝靖王殿下不如改道回府，切莫耽误了殿下的正事啊。这条路是回王府最近的一条道了，若是改道，就得原路返回，再绕个大圈，几乎是现在的2倍路程了。若是这样绕路，1、2之8；可若是不绕路，僵持在这里也不是办法。他眸色阴沉，深深吐了一口气之后，策马转身就要离开，就听到轿子里传出了一道清冷淡漠的声音：北越最忌宠妾灭妻，还请靖王时刻谨记自己的身份。本王谢过9000岁提点。话落，便一斗马缰，快速离去了。再忍几年，只需再忍几年。靖王策马走远之后，轿子起轿离开，慢悠悠回到离王府。待主子回府，4个轿夫便凑在了一起。你们说主子为何专程去挡谢廷玉的路啊？还对他说了那么一番话。哎，这还用问吗？主子心系北越天下，犯了北越的忌讳，主子敲打2句不是很正常。不过区区一个靖王，值得主子专门跑一趟？这你们就不懂了吧？听说今日朝堂上，昨日才与靖王大婚的靖王妃沈南星说心悦咱们主子，想嫁给咱们主子呢。主子虽说看不上她，但人家姑娘都说了这种话了，帮一把也合情合理。藏在旁边大鱼树梢的冷月摇了摇头，4个蠢蛋。半路上，祖父被陛下一道口谕叫走，沈南星独自回到了南阳侯府，径直去了梅院。他要先见见他娘，只是才刚走进梅院，就听到一阵噼里啪啦摔东西的声音。沈渊，你还有没有良心？许氏，我今日只是通知你，并非同你商量。若是你敢坏了我的事，休怪我不讲往日情面。男人气冲冲地甩袖离去。沈南星还没进门，就见父亲从院子里出来。你昨日才嫁给靖王，今日就跑回来作甚？父亲也知道我昨日嫁给了靖王，如今我也是皇室命妇，父亲见了我，为何不行礼？你就是嫁给天王老子，你也是我女儿，天底下哪里有父亲给女儿行礼的？笑话！行了，为父还有要事要办，你赶紧回靖王府，别成天给我惹事。说完便不再看这个女儿一眼，头也不回地走了。沈南星自然能猜到他这么火急火燎要去哪里。上一世便是在他大婚之后不久，他这位便宜父亲就将邱姨娘抬了平妻的位分，从此便与他娘平起平坐了。而那邱姨娘的一双儿女便顺理成章成了这南阳侯府的嫡子嫡女。在他与祖父死后，他那庶兄还顺利承袭了南阳侯府的爵位。这也是吗？他们想要的什么也不会得到。沈南星推开门，目之所及是一片狼藉。一个穿着粉色紧身衣裙的女子坐在地上。娘，您学她的装扮，不是作践自己吗？南星，娘该怎么办？娘该怎么办啊？你爹他要抬那贱婢做平妻，今后一切待遇与我同等，还说我身体不好，日后府中钟馗就交给那贱婢来管。他明明说过，这辈子只爱我一人的，他明明说过的，怎么会这样？我以后要怎么活下去？我该怎么活下去啊？南星，
娘失态了，让你看笑话了。娘，南星永远不会看你笑话，南星只是心疼你。您是镇国公府唯一的嫡女，身份贵不可言，自小更是被外祖父一家人捧在手心里长大，现在竟为了一个男人自降身份去学一个妾室曲意逢迎的手段，值得吗？这身衣裙配不上你。可你爹喜欢她那样的女人，他就爱这样穿。娘，可这是勾栏院的继子才会穿的衣裳，全是为了勾引男人。我记忆中的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才华横溢，高贵无比，真没必要为了我爹这种人自降身份。您想想，您这副模样，若是将外祖父和3个舅舅知晓了，该有多难过呀！可娘为了你爹，已16年未与他们联系，他们定不会认我了。是娘不好，娘识人不清，所爱非人，不仅未对爹娘尽孝，还连累你跟着娘一起受苦。是娘错了。8年前你哥哥去世，娘逼着你扮作他，逼着你学武，就是为了不想让这侯府爵位落到他人头上。可现在你女子身份暴露不久，昨日才刚嫁入靖王府，你爹就急着要抬那女人为平妻，就是为了让他那庶子成为嫡子，日后好承袭爵位。娘输了，输得一败涂地，与娘家离心，也留不住丈夫的心，现在连侯府爵位也要拱手让给一个庶子。许氏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忽然想到什么，眼眸亮了下，握住女儿的手。还好南星你如愿嫁给了靖王，你与靖王自小青梅竹马，娘逼你女扮男装多年，险些断了你与靖王的姻缘。好在你与靖王修成了正果，靖王自小便喜欢你，你与靖王日后便好好过日子，这也是娘唯一的慰藉了。南星，你一定要幸福。娘，即使爹那样对你，您还爱着他，对吗？南星，你爹之所以对那女人上心，不过是因为他有儿子，他只是为他儿子打算，他心里是有我的。他当初碰那女人，也是因为那女人与我有3分像，现在只是因为那女人会勾人，他才会暂时被那女人迷了心智。他又对我有气我骗他让你女扮男装的事，我许氏说的语无伦次，却说着说着，在女儿似乎看穿一切的目光下，再也说不下去。沈南星该是生气的，气他娘为了个男人竟如此是非不分。明明他爹从一开始就在骗他娘，现在都要抬妾室做平妻，要夺侯府爵位了，都将他娘欺负成这样了，他娘还是放不下他。但他没资格说他娘什么，因为上一世的他也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管了，先下一剂狠药吧。娘，我昨日一时不察，撞了脑子，想起来了一些事。8年前，我与哥哥在华山寺后山失足落崖，根本不是我们贪玩不小心掉下去的，是有人推我们下去的。你说什么？你们那时才8岁，还是孩子呀，又生得冰雪可爱，怎么会有人对你们下手？而且当时负责照顾你们的2个丫鬟都说是亲眼看见你们贪玩失足掉下去的，怎么可能是被人推下去的呢？南星，你那时年纪尚小，许是记错了。沈南星盯着他娘的视线不闪不避。娘，您在害怕什么？不会的，怎么可能呢？南星，你好好想想，肯定是你们自己贪玩不小心踩空了，所以才……娘，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个黑衣人将我和哥哥推下去的，我慌乱之间抓掉了他的面巾，他是……南星！许氏猛地开口打断了沈南星的话。南星，娘乏了，你快些回靖王府吧，免得靖王等急了。夏荷，扶我去休息。是，夫人。一个小丫鬟走了进来，对沈南星行礼后，便扶着许氏进了内室。罢了，给他些时间吧。被迫接受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对自小便娇宠着长大的娘来说，着实是残忍了。
沈南星轻轻叹了口气，站了一会儿后，终究是迈步离开了。他刚才骗了娘，他其实并没有亲眼看见是谁推了他和哥哥，但死后傅九离清算所有在他生前欺负过他的人时，那个推他和哥哥下崖的人便浮现出了水面，正是邱姨娘的表哥。而这件事，他的亲生父亲竟是主谋，所以后来他父亲被查出与靖王沆瀣一气，因谋逆罪被判凌迟。他跟着傅九离在一旁观刑，他只觉痛快。沈南星离开南阳侯府后，便去了长安大街上最有名的糕点铺子醉心斋，将各色糕点都要了一些，装了满满的2大盒。他又要了2壶甜酒，便独自一人坐在雅间内大快朵颐起来。要知道他已经几10年未吃过东西了，对着他生平最爱的糕点和甜酒完全没有任何抵抗力。沈南星硬是把1盒子糕点和1壶甜酒全塞进肚子后才罢休，眼睛朝着剩下的那1盒糕点和那1壶甜酒看了看，咽了一口口水。哎，不行，不能再吃了，剩下的要留着哄傅九离。他晃晃悠悠站了起来，一手提着1盒子糕点，另一手拎着1壶甜酒，1步3晃的往离王府去了。明明我都快要赢了，怎么一眨眼的功夫我就又输了？黑衣男子伸出手指在棋盘上几处点了几下，便不再作声。离王，你好厉害！是殿下棋艺太差了。才不是呢，宫里教围棋的太傅都说我极有天赋呢。见男人仍是一副神色淡淡的样子，少年转了转眼珠子，憋了一抹坏笑。离王，我听闻今日早朝时沈南星说心悦你，还想嫁给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天色不早了，殿下还是早些回宫吧。离王，你就跟我说说吧，我保证不告诉别人。不过沈南星真的好厉害啊，他8岁就跟着沈老侯爷四处征战，打了好多胜仗呢。他一介女儿身，竟比好多男儿还要厉害，凭自己的本事成了北越国最年轻的将军，真是个女中豪杰。这般好的女子，可惜靖王兄竟不知道珍惜，竟在新婚之夜冷落她，叫她独守空房。若是我娶了她，定不会。殿下慎言。男人冷冷的声音响起，打断了少年未说完的话。离王，你以前便认识沈南星吗？听说你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拒绝了他，你一点也不喜欢他吗？他那么厉害，长得也好看。殿下长大了，明日我便会上奏陛下，请他赐些美人给殿下，以免殿下过于忧思，耽误了学业。傅九离，你若敢跟父皇上这种折子，我便生气了。少年再也待不下去，起身愤然离去。男人独自一人坐于石桌后，复又执起棋子，左手白棋，右手黑棋，一颗又一颗，逐渐摆满了整个棋盘。若仔细看，便可知满盘皆乱。何事喧哗？一道黑影闪电般落于男人跟前。主子，是沈小姐，她打进来了。什么？是沈南星沈小姐，她说要见你，门房不许她进来，她便打进来了。咱们府里的侍卫不是她的对手，不过她的身手……怎么？她的身手很厉害。冷风本想说他的身手很熟悉，但又说不出哪里熟悉，便没提。出去看看。冷风自觉起身，跟在他身后，可才刚要迈步，就听到主子来了一句：别跟着了，有空好好训练一下府中侍卫。狄王府的侍卫武艺真不差呀，全京城就没有哪家能比得上，好吧？但他们既然对上沈小姐败了，主子也发话了，那就加练吧。傅九离走到前院，就见女子还穿着早上上朝时那套绿色衣裙，鞋子倒是换了，鞋面上没有了血迹。拿，给你的。给，醉心楼的糕点和甜酒，你最喜欢的。我专门给你买的，排好长队呢。刚才打架都没有洒哦，我护得好好的。男人垂在一侧的手微抬，却又悄然放了下去。靖王妃来我离王府，所谓何事？跟你送吃的呀，醉心楼的糕点和甜酒，你不是喜欢吗？靖王妃记错了，本王从不爱吃甜食。哦。沈南星毫不在意，见他不要，便将那糕点和甜酒顺手放在了一旁的石桌上。放完之后，转了个身，就垫脚搂住了男人的脖子。我不是靖王妃，你别乱叫。傅九离猝不及防，被沈南星抱了个满怀，
紧接着浑身都僵硬起来，无法动弹。靖王妃还请注意分寸。不放，除非你不叫我靖王妃。男人两只手微微抬起，想将人推开，可却终究又垂了下去。女子靠这样近，他已闻到了她身上的酒香，格外清新好闻。那不叫靖王妃，当叫你什么？你傻呀？你得叫我黎王妃。9000岁好看吧？那是我男人。靖王妃慎言。他有些恼怒了，恼怒于他那般轻浮，又恼怒于方才他的身体竟不听使唤，这一推便用了几分力道。可谁知方才还以一人之力将黎王府众侍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女人，这会儿竟像个小绵羊般，只被他轻轻一推，竟直直地往地上倒去。沈南星，起来。半晌也无人搭理他。男人深呼吸一口气，伸手就准备拽他起来，却在低头看去的那一刻顿住了。他竟睡着了，紫白的脸蛋上一双睫毛像小扇子一样，在夕阳的余晖中投射在脸上两片小小的阴影，显得乖巧极了。他睡得倒是香。冷月，主子，请吩咐。把庆王妃送回去。是。傅九离，送回南阳侯府。冷月脚步一顿，便应了声是，便再不敢耽搁，飞速离去。一溜烟便消失不见了。傅九离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视线落在旁边石桌上沈南星方才拿过来的那一盒糕点和一壶甜酒上。他索性坐了下来，傅九离给自己倒了一小杯甜酒，送到嘴边一口喝了下去，就皱起了眉头。味道不对，一点没有他身上的酒香，有的只是甜腻腻的味道，令人不喜。许是他喝的本就不是这个酒吧。也是，区区甜酒怎会醉成那般模样，胡言乱语的。傅九离摇了摇头，怔了片刻，又抬了抬手，一道黑影落于他跟前。去查一下庆王妃今日都遇上了些什么事，查到后立刻报上来。睁开眼看见头顶熟悉的白色床幔，他揉了揉脑袋，有些恍惚。他明明记得他买了最新楼的糕点和甜酒，去了黎王府，想去找傅九离帮他忙，好叫他爹娶不成平妻。这会儿怎么会在南阳侯府呢？他坐起身，猛然意识到这已经是第2日了，他爹将在今日娶平妻。小姐，您醒了。小姐，靖王在正厅等您好久了。小桃，春杏，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他昨日随祖父进宫时，就让他们2人先回靖王府了呀。我又怎么会在这儿？他明明昨日去了黎王府，然后门房不让他进，他好像在黎王府打架了，再然后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沈南星双手捂脸，这一世他是想跟他好好相处的，可重生醒来第1日，他就将他府里侍卫给打了。我昨日怎么回来的？小姐您昨日独自一人在最新楼吃酒吃醉了，便吩咐掌柜的去靖王府找我们俩，说让我们俩接您回侯府，您不记得了？当真？当然是真的了，昨日奴婢和春杏亲自去最新楼接的您呢。我们见到您的时候，您都在雅间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小姐，昨日靖王实在是太过分了，也难怪您会去最新楼买醉了。不过靖王今日一大早就来侯府接您了，这会正在正厅等着呢。听说您还没醒，老爷说派人来叫您，靖王不许，说他不着急，等您睡好了再去见他就行。靖王应当是吃错了，昨日从宫里一回来就打了新兰院那贱人，听说足30大板呢，那惨叫声整个府里都听到了，可解气了。小姐，靖王都知道错了，又一大早就来接您，心里定是把您看得极重。昨日的事想来也是一时糊涂，现下定是想明白了。您又这样喜欢他，要不您就原谅他吧。小桃喋喋不休地说着，沈南星却是一句也没听进去。所以昨日他压根就没去黎王府，他也没给傅九离送最新摘的糕点和甜酒，更没有打进黎王府里去。这一切都是他酒醉后做的梦。那后来他隐约好像抱了他，必然也是梦里的场景了。沈南星狠狠舒了口气，他就说他怎么会如此梦浪呢？既是梦，那便没什么了。这会儿什么时辰了？小姐，已经快50了。
听醉仙楼的掌柜说，您昨日就吃了些糕点，这会儿饿坏了吧？奴婢给您准备了些吃食，您先垫垫肚子。小姐，你要不先去见靖王吧？靖王都等您2个时辰了，一会儿您正好可以和靖王一起用午饭。小桃，小姐饿了。对不起，小姐，我只是……小桃，我知道你是为我好。这样吧，你去告诉靖王一声，我用完饭就去见他。好的，小姐。小桃顿时眉开眼笑起来，转身就脚步轻快地往外走去。沈南星一边小口吃着瘦肉粥，一边问道：“陈星，您可是有话要与我说？”“小姐，昨日新兰院那位确实挨了30大板，但据奴婢猜测，应当不是翼王的意思。昨日奴婢看到翼王是骑马回来的，只将马骑进了府里，一路就直接去了新兰院，面上很是焦急。奴婢想着，靖王总不会是急着回去打他才是。奴婢猜测，靖王是知晓那女人要挨打，急着回来护她，但又没护住。小姐，奴婢不是有意抹黑靖王，奴婢是担心您被蒙骗。你呀，一贯细心。你猜的没错，那女人的30大板是陛下下令要打的。靖王着急回去，就是为了护着她。若是护不了，至少也能陪着她。沈南星想起了什么，勾起了唇角，眼中有星光闪烁。昨日朝堂上，他因提出要休书，陛下生了他的气，再加上靖王与他都求情了，陛下便不予降罪于那个女人。他之所以求情，当然不是大发善心想要饶过那女人，只是觉得就这么赐死他的话也太便宜他了。毕竟上一世他与祖父的死，他娘的死，南阳侯府忠心耿耿的丫鬟小厮的死，以及外祖家被满门抄斩的舅舅舅母侄儿侄女们，他们的悲惨下场都与他这个好庶妹有脱不开的关系。这一世他会留着她，一点一点的报复她，一点一点的让她失去她想要的一切。可就在大家都以为那女人会不受到任何惩罚时，傅九离说话了：“宠妾灭妻乃本月大忌，靖王一向明事理，如今做出此等丑事，定是受那女子勾引所致，理应降罪。虽罪不致死，但活罪难逃，建议陛下罚30大板。”皇帝一听觉得有道理，便当堂下发了旨意，任靖王再如何说也无用了。沈南星昨日还觉得傅九离只是从北越礼法角度考虑，为维护国家声誉才提出此事，现在细细一分析，他非常怀疑他是在为他出气。30大板也只是死不了而已，身体必受重创，高低得卧床几个月才能下床走路。小姐，您不生奴婢的气？你好好的为我着想，事事为我考虑，我为什么要生你气？可是您不是不许人说靖王的坏话吗？以前我脑子里有水，如今倒出来了。啊，走吧，咱们去见见靖王。上一世就因为春杏说了几次靖王不好，他便将春杏撵回了南阳侯府，再不许他跟在他身边伺候。小姐，您快进去吧，靖王真的已经等了好久好久了。沈南星点了点头，便迈步走了进去。他才刚一走进去，一个茶杯就朝着他的面门砸了过来。逆女，你既已嫁给靖王，不好好待在王府里，偷跑回来做什么？还敢睡懒觉，让靖王等了你足足半日，你好大的脸面！沈南星头一侧，茶杯便从他脸旁边飞过。沙爹会武？南阳侯唯一的儿子是个废柴，文武皆不通，这是全京城都知晓的事，也是京中权贵茶余饭后的笑谈。可就看方才那茶杯擦过脸颊带来的劲风，沈南星便瞧出来，他这爹只怕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这么简单。他不止武功很好，甚至还有内力。难道说沙爹这些年都是在装傻？可他装傻的目的是什么呢？回头还得好好查查才是。爹，您知道靖王来找女儿，女儿来的晚了些，您怎么不问问靖王做了什么？女儿好端端的，为何大婚第2日就跑回娘家？靖王忙站起身来，一脸担忧的来到沈南星的身旁。南星，你没事吧？可伤着了。他伸手便要牵过沈南星的手，却被他不经意间抬手整理头发的动作给避开了。爹，南星既已嫁给本王，便是本王的王妃，您怎么能动手打她呢？靖王殿下教训的是，臣一时还未习惯，方才一生气便疏忽了此事，日后臣断不会如此了。
你瞧靖王多维护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为了一点小事就与靖王闹脾气。爹，您别被他骗了，他昨日，他竟然……好了，靖王已经跟我说了，不过一个女人而已，你都容不下，日后怎么能做好王府的当家主母？靖王堂堂一个王爷，还能一辈子就守着你一人不成？今日靖王都亲自来府上接你了，你耍耍小性子也便罢了，还想一直赖在侯府不成？小桃，现在就给王妃收拾东西，跟靖王回府。我不回去。好了，南星你别生气了，玉哥哥知道错了，日后玉哥哥就守着你一个人，可好？那他呢？你说那女人啊，昨日被陛下下旨打了30大板，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了。昨日本王已经连夜着人将她送到乡下的庄子里，估计活不了几天了。咱们还是别提她了，莫要扫了兴致。夫人，跟玉哥哥回靖王府。听闻那女子是从勾栏院出来的，是吗？昨日我只匆匆看了一眼，还会看真切呢，就觉得这女子媚骨天成，那妖娆的身姿，叫女子看了都心驰神往。想来定是勾栏院的继子，也难怪王爷着了他的算计呢。也是，良家女子怎会如那女子那般不要脸皮子呢？沈南星还兀自点了点头，故意忽略渣爹已经难看至极的脸色。王爷，既是勾栏院的女子，妾身觉得不妨将她送回勾栏院，如何？若是送到庄子上，还要浪费庄子上的米粮；但送回勾栏院的话，凭她的姿色，定能为勾栏院多做许多生意，赚不少银子，也算是有利于北越国的国计民生了。王爷，您觉得如何？谢廷玉死命压住想要一拳砸死眼前这女人的想法，硬生生挤出了一丝笑容。王妃说的是，本王回去就命人将她送回勾栏院去。这话说得极其艰难，笑容几乎就快要维持不住。可义儿说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只要他拿到了他手上的那支军队，必定将今日之辱100倍1000倍奉还于他。沈南星假装看不见男人脸上扭曲的神色，轻笑道：此事也算是靖王府内宅之事，既然妾身已成为靖王妃，那此事就交由妾身负责吧。妾身定会好生将那继子送回勾栏院，毕竟勾栏院还指着他赚银子呢。说着，他主动挽上了靖王的手臂，声音甜腻腻的：玉哥哥，咱们这就回王府吧，别耽误时辰了。妾身还急着回王府处理事情呢，这可是妾身加入靖王府处理的第一件事情，定要好好办妥了，莫叫人小瞧了去。够了！一道怒喝声乍然响起，沈南星抬眼望去，就见渣爹怒火正盛，脸都气红了。气得快爆炸了吧？活该！爹，您怎么了？女儿正与靖王商议处理那勾栏院的继子呢，您是觉得有哪里不妥吗？不是，爹只是觉得这等小事，既然靖王说了会吩咐人去做，你便无需理会了。你堂堂靖王妃，一入府就处理这等不光彩的事，传出去总归是不好听的，你说呢？爹您说的是，那这事女儿就不插手了，相信王爷定会办妥的，对吧，王爷？对，定不叫王妃失望。那咱们这就回去吧。得赶紧将这女人哄回去，今晚就圆房，然后趁着浓情蜜意时，便趁此机会哄她将名为铁骑的兵符给她才是。玉哥哥，既不用我处理那祭死了，我也许久没与母亲说过提起话了，今日想留下来陪陪母亲，可以吗？玉哥哥你知道的，我扮作哥哥的那些年，常年与祖父在外征战，便很少与母亲见面。后来恢复女儿身才几月时间，便又嫁给了你，那几个月的时间也都在忙着准备成亲的事。今日索性已经回来了，我便想再在南阳侯府住一晚。他今日还不能回去，他一会儿还得去找傅九黎帮忙呢，不然若真让渣爹抬了秋姨娘做平妻，他娘定会被欺负得死死的。既然南星有这份孝心，那便在南阳侯府再住上一日吧，明日本王再来接你可好？这男人对沈之意倒是真的爱到了骨子里，把人送到了乡下庄子上，骗鬼吗？
定是找了个宅子金屋藏娇了，指不定离靖王府多近呢。沈南星正盯着谢廷玉的背影发愣，就听到身后渣爹开口了：南星，即使靖王同意你留下来陪你娘，你就好好陪着你娘。想必你娘跟你说了，爹今日会抬你邱姨娘做平妻，你看好她，莫让她出来胡闹，否则别怪我不讲情面。说完甩了甩袖子就往外走。老爷，老爷！哎呀，吵什么？懂不懂规矩？有什么事不能慢慢说吗？老爷，老爷，宫里来人了，带了圣旨。啊？什么？还不快带我过去！沈渊快步来到大门口，就见陛下身边的贵公公笑眯眯地站在那儿。沈大人，大喜呀！您夫人呢？快叫她出来接旨。这圣旨当真是给我夫人的？千真万确呀，沈大人，你这是高兴傻了吧？还不快快派人去请夫人出来接旨？沈渊一时有些云里雾里。要知道，这贵公公可是陛下身边的大红人，平日里惯会踩高捧低，见了3品以上大员还给几分面子。在他这种品级低，连早朝都没资格上的小官面前，那眼睛都是长在天上的。定是秋儿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竟让陛下专程下圣旨来夸他。是了，秋儿平日里最是心善，做了什么好事入了陛下的眼也是正常。请夫人来侯府大门口接旨，要快。他又从怀里拿出一个沉甸甸的钱袋。多谢公公跑这一趟了。这点银子您拿去买些茶水吃，还望公公莫要嫌弃。沈大人客气了。公公，可否方便透露一下，这圣旨里头说的是什么喜事啊？自然是天大的喜事了。这圣旨内容啊，还是等夫人来了，咱家再宣读吧。公公说的是下官心急了。他一直盯着后院的方向，焦急等待着。谁知未等秋儿，却等来了沈南星那个逆女。他本想去离王府找9000岁，结果还未出门，便见渣爹和陛下身边的贵公公站在大门口。贵公公今日怎么有空来侯府了？咱家见过王妃娘娘，咱家今日来侯府是来送圣旨的，只等夫人来了便宣旨。王妃娘娘这是要外出吗？不妨留下来一块儿听旨。好的，公公，那南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贵公公既是要等娘来了宣旨，那这圣旨便是给娘的。可上一世这时候并未听说陛下给侯府下了什么圣旨啊。几人等了没一会儿，就见不远处一女子迈着小碎步，优雅地朝大门口走过来。哎呀，秋儿你怎的才来？贵公公都等急了。夫君，来接陛下圣旨，妾身不得好好打扮一下吗？你看妾身今日好不好看？我的秋儿自是这世间最美的。贵公公，下官的夫人来了，您可以宣旨了。妾身见过公公。两人带着一众丫鬟小厮跪好后，沈渊就发现沈南星与他的婢女还站着。沈南星，还不快跪下！南星，我知道你一贯不喜欢我，但现在贵公公要宣读圣旨了，你总不能因为圣旨是下给我的，便连跪也不跪了吧？从前我与你有诸多误会，我给你道歉便是，但无论如何，你藐视陛下，那可就是大罪了。他一看到沈南星就来气，昨日他派人去打听了一儿的情况，一儿竟被打了足足30大板呢，血肉模糊，整个后背几乎没有一块好肉。若不是靖王用100年老参给他吊着命，怕是早就被打死了。来人，押着沈南星跪下！沈渊吩咐完，猛然想起贵公公还在跟前看着。贵公公，下官家中逆女不懂事，让您见笑了。爹，接旨的人都还没来，您急什么？而且爹您怕是记性不太好，女儿如今已贵为靖王妃，纵使有您的吩咐，侯府的奴仆怕是没人敢压着我跪下吧。沈南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什么接旨的人还没有到？你是瞎了吗？我这么大个人你看不到？还有，就算你是靖王妃，在陛下的圣旨面前你也得跪，否则便是藐视圣上，你要作死可别连累侯府。邱姨娘懂得还挺多嘛。沈南星，
你怕是还不知道吧？今日你父亲便会抬我做平妻，日后我便与你娘是一样的，都是这侯府正经的当家主子。你以后说话给我客气点儿。还有，今日陛下这旨意可是下给我的，这在侯府可是独一份儿。你娘还是国公府嫡女呢，怎么没有这待遇了？你干什么？秋姨娘正说得起劲儿，就感觉到身边的男人不停地拉扯她的袖子，影响她的输出。沈渊的脸色已经黑如锅底。贵公公，父亲妾室不懂事，让您见笑了。咱家也替陛下送过多次圣旨了，让妾室替正宫夫人接旨的，咱家还是头一回见，倒也是新鲜。什么意思啊？这圣旨不是给我的。秋儿，你先起来，你听我说。我不听。沈渊，你专门喊我过来出手的是不是？当众这般羞辱我，你高兴了？他目光所及，就见侯府的丫鬟小厮看他的眼神都不对了，便再也忍不住，捂着脸就跑了。贵公公，实在是抱歉啊，下官不小心弄错了，以为。沈大人不必多解释，咱家明白。不过把正事与妾室都能弄混的，沈大人倒也是独一例了。贵公公，沈渊面色大变，还想解释什么，贵公公却摆了摆手，沈渊顿时便不敢再说什么。贵公公，南星已着人去请母亲了，您要不移步府内稍事休息？王妃娘娘不必客气，许夫人身份尊贵，咱家等一等不妨事。身份尊贵？娘出嫁前是国公府嫡女，自是身份尊贵的，但自从嫁给了渣爹，哪里还有什么尊贵可言？虽是嫁到侯府，但祖父尚在，渣爹一未成爵，二因资质平平，还是前些年因着祖父的关系，才捞了个七品小官做着。女子出嫁从夫，再者娘与国公府也多年不来往，说身份尊贵，实在是无稽之谈。贵公公竟然如此说，难道？约莫等了一炷香的时间，许氏终于带着2个丫鬟来到了侯府大门口。母亲，您来了。啊，夫人，你来了。许氏却并未搭理他，只微笑着对沈南星点了点头，便款款向贵公公行了一礼。多年不见，贵公公安好。许夫人不必多礼，准备接旨吧。于是沈南星扶着许氏跪了下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南阳侯府沈渊之夫人许氏，贤良淑德，持家有度，堪称天下女子表率，着即册封为1品诰命夫人，钦此。什么？怎么会？娘，接旨了。臣妇谢主隆恩，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站起身，梦游般从贵公公手里接过了那卷明黄的圣旨。恭喜许夫人了。沈大人，容咱家多一句嘴，许夫人贤良淑德，现在又贵为1品诰命夫人，望沈大人尊之敬之，万事以夫人为重。哎，对了，咱家出宫前呐，陛下还夸您了。哦，陛下夸臣什么？陛下说您这么多年来后宅都只有许夫人一人，乃北岳之楷模，很是让他欣慰呀。贵公公，贵公公却并未理他想说什么，只向许氏和沈南星行了一礼。许夫人，王妃娘娘，既圣旨已带到，那咱家就回宫复命了。贵公公慢走。沈南星抬手示意春杏给了陈殿殿1包银子，恭敬地把人送走。给我看看。他仔仔细细将圣旨读了一遍又一遍。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会这样？陛下下旨封我娘为诰命夫人，有什么不对吗？还是说父亲觉得这诰命夫人应该封给一个由外室上位的妾室？沈渊顿觉恼羞成怒，将圣旨揉成一团，狠狠举起来。丢！不敬圣旨便是不敬陛下，父亲大人若是想尝尝后果，大可一试。你沈南星，我是你父亲！沈渊面上怒火几乎快要溢出来，却是不敢再扔圣旨了，将圣旨往许氏怀里一丢，便甩袖离开。爹，您今日抬平妻，
可千万要秘密进行啊！若是传出去了，那可是欺君之罪。您自己欺君也便罢了，可莫要连累了侯府。许氏将圣旨小心收好，默默地上前一步，站在了沈南星旁边。南星，他是你父亲。娘，在您眼里，是他重要，还是我与兄长的性命重要？南星，你怎会问出这种问题？娘，您猜到哥哥的死与他有关是不是？南星，护犊不食子，这没有证据的事情你别瞎说。说完这句，眼见女儿又要说些什么。南星，娘不是叫你昨日便回靖王府吗？你怎么今日还在侯府？这与理不合，陛下和端妃娘娘若是知晓了，怕是会不高兴的。你赶紧回去吧。夏荷，扶我回梅院。许是晒太阳久了，我有些头晕。王妃，夫人身体不适，奴婢就带夫人先回去了。沈南星眼睁睁看着母亲狼狈逃走，眸中是掩饰不住的失望。他想逼问他，明明猜出来哥哥的死与父亲脱不了干系，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连多听他说两句都要逃避。可能他只爱那个男人吧。兄长死了，他甚至不愿去了解真相。他大婚次日回了侯府，也未听他问一句可是过得不好，只知道不停地让他回靖王府。8年前一时不顾他的意愿，强行让他扮作哥哥，可曾为他的未来考虑过一分？他是真的不爱他们兄妹。小姐，您不是还要去找9000岁吗？春杏眼里满是担忧。啊，对。沈南星回过神来，想起那个平日里总是冷着一张脸的黑衣男人，眸中多了几分暖色。是他做的吧？什么？没什么。高啊，实在是高。瞧把渣爹给气的，看着就痛快。只是他又怎么知道渣爹要娶平妻的？沈南星想了一会儿，没理出头绪，索性不想了。总归是要去找他的，一会儿当面问他便是。沈南星带着春杏正要离开，就听到身后小桃气喘吁吁的喊声：“小姐，您等等奴婢呀！”一回头就见小桃身后跟着一个侯府的小厮，两人手上都拿满了大包小包的东西。小桃，你怎么拿了这么多东西？这些都是小姐的东西啊！我想着咱们难得回一趟侯府，就趁着这个机会将这些东西带回王府，小姐准用得着。看，这个包里是小姐爱穿的衣裳，这个盒子里是小姐平日最爱戴的首饰头面，这个是包里小姐爱看的书，还有这个是小姐这些年写给王爷的信，还有王爷从小到大送给小姐的礼物，小姐都好好收着呢。沈南星一听有他写给靖王的信，还有靖王从小到大送给他的礼物，顿时脸都黑了。这都是上辈子的他做的蠢事，后果就是在他死后，这些信都落在了傅九黎的手里。那狗男人就在他坟前一封一封读这些信，一边读一边嘲笑他：“你就这么蠢吗？你可知你写这些信的时候，他只是陪着另一个女人，他只是利用你，你知不知道？你还这么喜欢他，你傻不傻呀？”还有那些靖王从小到大送他的礼物，也被那狗男人一个个拿在他坟前挑刺。你倒是好虎，一只这么丑的竹蜻蜓你也看得上，还当宝贝似的留了这么多年，可是值得？他将这竹蜻蜓随手一抛，便手指翻飞，快速给他做了个新的。你瞧，他的手艺可比得上我半分。沈南星嘴角直抽抽，狗男人做的倒确实是比靖王给他做的那只要精巧许多，但那是靖王5岁的时候给他做的呀，狗男人都多大了？他做的别要了，把我做的送你吧。于是那男人便燃起火堆，将他做的竹蜻蜓烧给了他。只是到底是哪里来的传言，说把东西在坟前烧掉就可以送到死去的人手上的，根本就是谣言。还不止这，靖王送他的所有礼物都被他从头到尾嫌弃了个干净。自昨日早朝一别，已有1日未见了，也不知道他此刻在做什么。小桃，把这些东西都送回靖王府吧。这一世他可不要留着这些东西，今晚就烧了，省得留着给那男人看到了，他又得吃醋。小姐，您现在不回王府吗？王爷呢？王爷有事先回府了。小姐，你先前不是说还想在侯府住一晚吗？不了，今日便回王府吧。既然渣爹已经娶不成平妻，娘又
罢了，不若便早些回晋王府，就算拿不到和离书，也要早些想法子拿到休书才是。知静，你和小桃一起先回王府，我晚些自己回去。本想直接去离王府，但想了想，心念一动，他便拐了个弯去了长安大街。昨日本想去找他来着，结果喝多了睡着了，就给耽搁了。今日既去找他，便顺手给他带些去。老板，麻烦给我装一盒糕点，每样来2块，还要1壶甜酒，我一并带走。老板，再给我拿1壶甜酒。一道女子醉醺醺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沈南星下意识看过去，就与那女子的视线对上了。这女子怎么好像有些眼熟？北月哥哥，北月哥哥，我做了个梦，我梦到你变成女人了。还好只是做梦，你要是变成了女人了，我可怎么办呢？女子泪眼朦胧，伸手就要摸沈南星的脸。姑娘，请自重。这时从斜方小跑过来的一个青年男子将那女子拉了过去。双儿，休要胡闹，这是靖王妃。见过靖王妃，在下姓胡，单名一个林字。这是家妹胡双儿，家妹醉酒冒犯了王妃，还请王妃恕罪。无妨，胡公子不必在意。他想起在哪里见过他了。每回他打了胜仗回来，路过长安大街时，都会被京城百姓夹道相迎，百姓们都会热情地喊他北岳将军，其中就属这女子声音最大，惹得他每回都会朝她看上一眼，目光对上时就能看到她兴奋地蹦起来。这般明媚的女子该过着快活恣意的生活，可她为了救自己，最后却……沈南星死死忍住泪意，抬眼看向那醉醺醺的女子。双儿你好，我是沈南星，很高兴认识你。哎呀，什么男什么星啊，你明明就是北岳哥哥。王妃，家妹醉酒无助，恐再冲撞了王妃，在下便先带她回去了，日后定当登门致歉。好，我等着你们。胡林一怔，但见妹妹又在闹腾，来不及多想，赶紧带着妹妹离去。离王府。你是说谢廷玉今日去侯府登门道歉了？是，靖王妃已经原谅了靖王，两人有说有笑。靖王妃还喊靖王，喊他什么？喊他玉哥哥。冷风声音放低了许多，脑袋也越埋越低，只觉得光是说出来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膈应得很。接着说。靖王妃还吩咐婢女将她多年来写给靖王的信件，还有靖王自小时候起送给她的礼物都打包了，说是今日便要带回靖王府，怕是想用这些旧物挽回靖王的心。主子，这种女人她不值得你。退下。冷风话未说完，便被一道冷厉的声音打断。纵使再心有不甘，他也只得闪身离开。沈南星出了醉心斋，一手提着糕点盒子，一手拎着一壶甜酒，便径直来到了离王府。大爷你好，我是沈南星，我找……哎呀，来人呐！快来人呐！有人要闯王府！大爷你怎么样？你别过来！沈南星只觉莫名其妙的，但还是听话的站住了。快来人呐！府里要进贼了！沈南星扭头四处看看，一脸不解。大爷，贼在哪儿呢？没看见啊！大爷您别怕，我跟您说，我功夫可厉害了，一般的小贼我3招内就能制服。侍卫呢？王府侍卫何在？快！老头要坚持不住了！大爷你……沈南星还想说什么，就见2排手持长枪的侍卫从府里鱼贯而出。小姑娘，我告诉你，离王府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你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我便不与你计较了。我撒野？我告诉你，你今日休想溜进去。我没想溜进去啊，我要找9000岁，我就是想请您帮我通报一下。哎呀，走，9000岁没空。您都没通报，怎么就知道他没空了？哎呦，我说他没空就没空，你走不走？大爷得意地看了看围着他一圈的威风凛凛的侍卫，这样都还让他闯进去了的话，这门房岗他也就不用干了。然他得意的神情在脸上还没挂稳，只见那小姑娘往前走了一步，离王府的侍卫们就齐齐往后退了一步。
小姑娘又走一步，侍卫们又退一步，就这样一步一步，几乎逼到了门内。啊！你们上啊！退什么退？快把他给我丢出去！可围着他的侍卫们压根没有一个人上前。哎呀，姑娘，您别再往前走了，行吗？您别逼我们呀！你们退什么？你们可以动手啊！侍卫头领擦了擦汗，脸色难看极了。是他们不想跟他动手吗？是打不过呀，他们可不想再丢一次人了。你走吧，9000岁真不想见你。你这是在最新摘买的糕点和甜酒吧？9000岁从不吃甜食，别摆飞机了。你胡说！沈南星当即怒了。傅九离想不想见他的，这不好说。但这侍卫说他从不吃甜食，忽悠鬼呢。明明傅九离最爱吃的就是这2样，不然上一世也不至于3天2头买了去他坟前吃，勾得他口水直流。你说9000岁不想见我，你叫他自己出来跟我说，你说的我不信。不然的话，那我就只能自己闯进去了。剑拔弩张之际，终于从府中飞出一黑衣劲装男子，他冲着侍卫首领摆了摆手。侍卫首领顿时松了一口气，手一挥，便带着那2队护卫飞速撤下。冷风冷眼看着沈南星，靖王妃这是要硬闯离王府。沈南星一见他身上的配饰，与他已见过几次的冷月差不多，便猜到他也是傅九离的暗卫。你也姓冷对吧？我是找9000岁有事，他们不让我进去。哎，绝对没有硬闯啊！劳烦你帮我通报一下9000岁，我真有事找他。他们说的没错，9000岁确实不想见你。那这是我特意从最新摘买的，排了好久队呢。我来给他送这个。9000岁不喜欢吃甜食，靖王妃带回去吧。9000岁明明不爱吃甜食，所以去把那盒点心和甜酒干完了。9000岁什么都好，就是对眼前这女人太惯着了。可这女人，靖王妃，你应该清楚自己的身份，你不该总是来找9000岁。啊，我才第一次来啊！靖王妃，你既嫁给靖王，好好做你的靖王妃便是。这离王府，你还是别来了。9000岁对你无益。沈南星沉默地往离王府里看了一眼，2只手几乎要将手中物品捏碎。这是他的意思？是。谢谢，麻烦你转告他，靖王妃沈南星不会再来找他。这糕点和甜酒，既然已经买了，还请你帮忙带给他。留下这些话，沈南星放下东西，便毫不犹豫转身大步离去。冷风，你越界了。主子与沈小姐之间的事儿，不是你一个暗卫该插手的。违背了规则，我自去领罚，但我没错。那你可知，主子在打听凉州水患的事，这事儿本该是靖王负责。若是凭靖王的能力，这一去没有3个月回不来。所以，主子打算自己接了这事儿，你自己想吧。冷风死死攥住拳头，这沈南星到底有什么好？沈南星垂头丧气回了靖王府。那个暗卫说的是对的，他一日未拿到休书，便还是靖王妃，顶着这样的身份去找傅九离，的确会叫他难做。当务之急还是得赶紧让谢廷玉休了自己才是。小姐，方才宫里来人了，说是端妃娘娘要见您，让您即刻入宫，这可怎么办才好啊？端妃娘娘定是知晓了昨日朝堂上的事，您这一去还不知道会怎么欺负您。小姐，这一趟若是您跟王爷一起去就好了，王爷对您这般好，定会护着您。可是府里都找遍了，怎么都找不着王爷。好啦，没事的，他还能把我吃了不成？本小姐厉害着呢，你忘了？对哦，小姐，您随便扔一颗石子就能把侍卫给砸晕了，肯定没事的。你当端妃娘娘是侍卫啊？小姐还能随意用石头砸不成？她本就胆子小，你吓她做什么？待我换身衣裳，便出发去宫里吧。一行人缓步而出，到了靖王府大门口，沈南星踩着脚凳上了马车。只是未曾想，才刚端坐好，就听到外面传来了参见王爷的声音。紧接着，谢廷玉也上了马车。南星，本王与你同去，正好父皇找本王有。话音还未落，抬眼间就被惊艳了双眸。是，星儿，你今日真好看。你刚才去哪儿了？怎么找你都找不到。星儿，本王方才是去同僚家中了，与同僚共同商议凉州水患的解决办法。你也知道，凉州水患关系北越民生，
凉州百姓遭受水患流离失所，本王是急得夜不能寐啊。这会儿父皇召见本王，想来也是为了此事。看在本王是去处理公事的份上，星儿就原谅本王可好？沈南星心底冷笑着，这男人绝对是去见沈之意了，连脖子上的红痕都未遮住，竟睁着眼睛说瞎话，当他是瞎的不成？真的啊？当然是真的了，玉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女子巴掌大的小脸做着撒娇的表情，竟让他的心跳加速，就连小腹都涌起一股燥热，某处竟起了反应。本来只想略略勾引下他，叫他对他态度温和些，如此引起他与沈之意之间的矛盾，可没想到他还没做什么，他就已然如此急不可耐。调皮。沈南星只觉一阵反胃，他用力将自己的手缩回，不着痕迹地将手掌在身侧的衣摆上反复擦拭。星儿你怎么了？可是有哪里不舒服？沈南星装不下去了，索性面无表情，皱着眉，有些头晕。定是马车太颠簸了，好好驾车，走平稳些。沈南星无意与他周旋，索性闭上眼睛假寐。星儿难受，想休息一会儿。玉哥哥别吵我。好，星儿睡吧，玉哥哥不吵你。马车中的两人都未曾注意到，马车后面不远处不远不近的跟着一顶黑色小轿，一路跟在马车后面往宫门而去。九儿，你看到前面的马车了吗？那是靖王府的马车。我又不瞎，上面那么大镜子我看不到啊。嘿嘿，那你知道马车里坐着谁吗？哎，乔大，你莫要把我当傻子，轿子里当然坐的是靖王和靖王妃了。那你还记不记得靖王妃想嫁给咱们主子的？看来咱们主子不要她，她又跟靖王和好了。两个轿夫嘀嘀咕咕的声音很小，却也一字不落的落到了轿中人的耳朵里。到了宫门口，沈南星便睁开了眼，与靖王一道下了马车。星儿，玉哥哥陪你一起去见母妃。王爷还是先去见陛下吧，陛下找王爷要谈正事，莫要让陛下等急了。没事，时间还早，本王先陪你去见母妃。说完，他便不顾女子的拒绝，用了些力气将女子的手攥在了手里。母妃今日召见你，必然是听说了昨天朝堂上的事，肯定正在气头上。本王不放心你一个人去见她。依着他这位母妃的性子，既已知晓昨日南星在朝堂上做的事，必会刁难他。而他母妃最擅长的刁难人的法子，便是将无数绣花针藏于软垫之下。若是在其他时候便也罢了，今日绝对不行。若是南星今日伤了膝盖和腿，那今晚的洞房花烛夜定会大打折扣。星儿，等会儿到了母妃宫里，你便什么也不要说，知道吗？一切有我。也好，有这男人出马，他便不用自己再去费那个心思了，累得很。正在他温柔小意看着谢霆玉时，一顶黑色小轿从他身边经过，路过他时，小轿窗帘被掀开，猝不及防的沈南星余光便与那轿中男子的双眸对上。那是假的，假的！王妃，你怎么了？方才眼前的女子突然间将手从他手中抽出，脸上突然的惊慌失色尽数落入他的眼中。而刚才除了9000岁的轿子路过之外，并未发生其他任何事。你还真惦记上了那个太监？沈南星猛地抬眼，眼中闪过凌厉，但很快便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盈盈笑意。玉哥哥，你胡说什么呢？你怎么能拿自己跟他比呢？你也配跟他比？那你刚刚……我害羞。这就害羞了？等到今晚洞房花烛夜，他还不知得羞成什么样呢。你呀，咱们走吧。御书房，皇帝坐在书案后批阅着奏折，可是提起的笔迟迟没有落下。案前站着一个身着暗纹黑衣的男子，皇帝不说话，他便也不说话，只默默地站着。哎呀，傅爱卿，你又在闹什么？你说靖王大婚当日另宿别处，与那女子脱不了干系，理应打30大板以儆效尤。兵部侍郎石磊最是正直，此事既与亲王有关，让他去执行最合适。朕听你的，打了，也如你所说，让石磊去行的行。你又说沈南星女扮男装为北越国征战多年，立下汗马功劳，如今恢复女装，既取消了她的将军封号，便该在别的地方弥补她。
便该封沈南星的母亲做一品诰命夫人。朕听你的，疯了！你今日又自行要去凉州平水患，这又是要做什么？你掌管偌大的东城，全京城乃至整个北越国的稳定运行都要靠你。你说你去了凉州，朕还能倚仗谁？况且凉州水患的事情，朕已经交给靖王了，他也已经筹备了许久，现在不让他去了，这如何说得过去？靖王无能。据臣所知，靖王与他的幕僚商议多日，给出的解决办法便是修河堤、堵水，并广修蓄水池、储水。此法耗费人力物力极大不说，我北越本就河流湖泊极多，并不需要储存大量河水，偶遇干旱之地倒是有之，但距离凉州极远，若是将水运输过去，又是一笔极大的成本。臣认为此法不通。那依爱卿所见，该用何方法？臣需到凉州亲自看过之后，方能下定论。派别人去不行？不行。谢廷玉一路牵着沈南星来到了西月宫，门口除了几个洒扫的丫鬟小厮之外，并无旁人。端妃近身伺候的丫鬟是一个都没看见。母妃如今定是有事在忙，王爷就先去见陛下吧，我在这等一会儿，母妃忙完了自会见我。谢廷玉抽了抽嘴角，父皇现在沉迷于政务，常常忙晚了就宿在御书房东边的厢房，一月都难得来一次母妃这里。母妃能有什么事？此刻把大丫鬟都支走，分明是为了磨搓他的王妃。谢廷玉无奈地摇了摇头，牵着沈南星就往大殿里走。没事的，别担心，有我在。那个贱女人来了吗？娘娘，奴婢方才收到消息，靖王妃1刻钟前就已经进宫了，这会儿应当差不多已经到了西月宫门口了。哼，你们所有人都不许出去迎接她，我看她当如何应对。是。锦心，软垫准备好了吗？回娘娘，软垫已备好。里面的芯子可放得扎实。娘娘，这次奴婢按照您的吩咐，比以往多放了1倍有余，看着当时够扎实了。不错。那贱女人还以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吗？身为女子却从容多年，与将士们日夜厮混在一起，也不知身子还是不是干净。且因这女扮男装耽搁了亲事，都已经是老姑娘了。玉儿不仅没嫌弃她，还愿意娶她做正妃，已然是天大的恩赐。她却还不知感恩，为了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竟闹到陛下面前。这性子若是不敲打敲打，假以时日，还不得翻了靖王府的天去。端妃光是想想便气得不行，正巧听到殿外传来的脚步声，她当即坐起，厉喝一声：放肆！沈南星，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擅闯我西月宫！母妃，是儿臣，儿臣携王妃来看你了。玉儿，母妃只是想见见儿媳妇儿，你怎么也一起来了？沈南星，母妃想单独见你一面都不成了是吧？你还专门把靖王也叫来了，怎么，是怕母妃欺负于你？都怪你啊，妾身就说了自己来嘛，你看母妃都误会妾身了。母妃，南星本来是要自己来的，是儿臣非要跟着，您若是要怪便怪儿臣吧。儿子都这样说了，端妃纵然心中对沈南星再不喜，也只得暂时作罢。母妃一贯最是大度通透，怎么会欺负儿臣的王妃呢？儿臣不过是想着有些时日没见母妃了，正巧父皇召见儿臣，儿臣见时间来得及，便借此机会来看看母妃。算你有良心，还知道想着母妃。你父皇今日召见你，可是为了凉州水患的事？正是，儿臣经过多日思量，现下已与幕僚制定出良策，定能快速平息凉州这场祸患。今日儿臣便会向父皇禀报此良策，如无意外，3日后儿臣就该出发前往凉州了。你父皇将治理凉州水患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是对你的莫大信任，你可千万要好好干，可别辜负了你父皇的一番期待呀。放心吧，儿臣定不辱使命。好，母妃等着你的庆功宴，待此番事成，你父皇定会对你刮目相看。谢廷玉口中所说的良策，便是修高高的河堤，将汹涌的河水拦截，再在凉州各处修建许多的蓄水池，将过多的水靠人工转移到蓄水池内。这个法子可谓是最笨的法子了，
是个人便能想到，还需要多日思量，也值得骄傲的宣扬出来。而且这法子费时费劳力不说，还尤其费银子。南星，南星，南星，你在想什么呢？怎么叫你都不答应的？南星，可是站得累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看到靖王妃站着，不知道搬把椅子吗？南星，你可别怪母妃呀，是母妃考虑不周了。母妃许久未见靖王，与他说话说得高兴，便疏忽了你。沈南星一脸懵，怎么回事？刚刚不是还想拿针扎他吗？怎么忽然这般热情了？很快，丫鬟就把椅子搬了过来。放本宫旁边吧，本宫与王妃婆媳俩说几句梯级话。南星，快过来与母妃坐一起，咱们婆媳俩还没好好坐一块说过话呢。沈南星皱眉，看着端妃笑眯眯的脸，只觉得浑身不自在。星儿，你还愣着干嘛？母妃叫你呢，快过来。母妃，您是有什么话要与儿媳说吗？南星，玉儿大婚那日让你独守空房的事，母妃已经知道了。这事确实是玉儿不对，母妃已经教训过她了。她日后断然不敢再做惹你伤心的事。你自己说，知道错了没有？以后还敢不敢欺负南星了？娘子，为父错了，求娘子再给为父一次机会，为父定会好好表现，绝不会再惹你伤心。娘子，你愿意原谅为父吗？夫君日后若能真心待我，我便原谅了夫君这一回。原谅你？你害死我祖父，害死我娘，害死春信张伯，还有南阳侯府那么多忠心的丫鬟小厮，害我外祖家满门抄斩。今生凡有机会，必将你千刀万剐。好啊，真好，看到你们夫妻和好如初，我也就放心了。你夫妇二人日后定要同心协力呀。放心吧，母妃，儿臣与王妃定会臂力同心，白首到老。南星，玉儿这回解决凉州水患之事，乃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于靖王府的名声有极大益处。此事若是处理好了，陛下也会对玉儿刮目相看，于玉儿的前程有极大益处。你是个聪明孩子，有些话母妃不便挑明了说，但相信你是能够理解的。这个中利益，你定是能想得清楚的，对吧？母妃，您说的这些，儿媳理解。好孩子，母妃就知道你是个明事理的。唉，只是凉州水患一事兹事体大，因这工程量极大，所以要耗费的银子也是极多。来了来了，不要脸的母子俩骗银子来了。沈南星心中冷笑，就知道这母子俩在这儿等着他呢。母妃，您别担心，这些年北越国富民强，国库充裕着呢。凉州水患的事情既如此重要，陛下定不会短了银子去。国库充裕归充裕，但国计民生处处都要用到银子。咱们处理凉州水患，少用些银子，北越国其他地方便可多用些银子，给百姓更好的生活。南星，你说对吗？母妃，您说的有道理。可若是不用国库的银子，那咱们去哪儿弄这么多银子呢？南星，你也别着急，凉州水患的事，陛下肯定会拨些银两的，但肯定不够。咱们只需要想办法补上这部分缺口就行了。那缺口大概有多少呢？方才母妃与玉儿商议了下，预计统共需要15万两白银。玉儿会向陛下提出要10万两白银，那咱们需要补的便是5万两。果真竟是5万两。沈南星心中冷笑，上一世此事是谢廷玉回王府单独与他说的，却原来这是母子俩的计谋。端妃见他不说话，便假意抬手抹泪。南星呀，母妃知道这5万两确实很多，叫你为难了，但是这不是没办法吗？你放心，母妃断然不会让你一个人出了这些银子。南星，你也知道母妃娘家势弱，给母妃的傍身银子不多。母妃这些年在后宫打点各项事宜，也花了不少银子。如今统共还剩下1000两白银，
全都给你吧。还有母妃的首饰头面，除了母妃身上戴的这一套，旁的你也都拿去换银子，约莫能再换个800两。你们父皇虽不常来，偶尔也会过来看看。母妃总不好在你们父皇面前太寒酸，所以首饰还是得留一套。母妃，儿臣怎能用您的傍身银子？您这是让儿臣被戳脊梁骨啊！母妃，您在宫里还要生活，若没了银子，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您的银子您收回去，儿臣便是饿死，也绝不能拿您的银子。拿都还没拿出来呢，收什么回去？星儿，咱们刚刚成亲，王府并不缺银子，这5万两，咱们自己出行吗？待此事了了，玉哥哥以后挣了银子，一定好好待你，绝不会让你吃苦。眼下，咱们先把这个难关过了，行吗？沈南星简直被这男人的无耻刷新了下限。什么叫刚成亲，王府不缺银子？是他沈南星不缺银子吧？王府公库里有多少银子，这男人心里没点数？还咱们自己出，分明是叫他沈南星出。母妃的银子自然是不能拿的。这句话一出，室内的端妃动作一顿。星儿，你同意了？南星，谢谢你。南星，你是个好孩子，玉儿娶了你，真是他今生最大的福分。母后，王爷，我方才还没说完呢。母妃的银子当然是不能动的，但我盘算了一下，5万两白银确实太多了。王爷，你看能不能向陛下多要2万两白银，余下的3万两咱们再从王府里出。不行，星儿，1年前林王凭借继承文艺，也才花了11万两白银。本王这次去凉州平水患，若是花12万两白银，岂不是向满朝文武承认本王不及林王吗？星儿，你忍心让玉哥哥遭人嘲笑，说玉哥哥能力不及旁人吗？这男人，既然谢廷玉执意要从王府拿5万两白银嘛，那便拿吧。新兰院可还有不少值钱的东西，谢廷玉用来养沈之意的院子，还有私下送给沈之意的宝贝，也都能卖些银子呢。本来还想给沈之意留个容身之处的，既然谢廷玉不许，那便不留了。左右他是没什么意见的。星儿怎会忍心让玉哥哥遭人嘲笑呢？星儿今日回去便去筹银子，5万两白银虽多，努力也还是筹得到的。谢廷玉只当他是要去变卖嫁妆，便没在意，只当事情谈妥了，兴奋的双眼放光，与端妃对视一眼，两人眼底都尽是得意之色。母妃，时辰差不多了，儿臣便先去见父皇了。去吧，莫让你父皇等急了。南星就留在母妃这儿陪母妃说说话，如何？母妃陪着儿媳说了这么久的话，想必也乏了，儿媳就不打扰母妃了。儿媳听说御花园的风景极美，儿媳还从未亲眼见识过呢，正好今日进宫，便想着去瞧瞧。那可巧了，玉儿从本宫这里去御书房，便要经过御花园。你与玉儿一同去吧，去逛逛御花园，也能长长见识。是，母妃。哎，林王，你怎么在这里啊？傅九离离开御书房后，索性无事要忙，便在宫中信步慢走。臣见过六皇子殿下。林王，我不是跟你说了好多次吗？无人时你不用向我行礼啊，也不用叫我殿下，你叫我名字就行，就叫我谢恒，听到没？少年自己说了半天，对方丝毫未搭理他，他也不在意，只是忽然想起什么，然后踮起脚凑近离王耳边。你心悦是南星。傅九离瞳孔猛地一缩，很快又淡定下来。这是莫须有的事情，还请殿下莫要胡说。靖王妃是殿下的皇嫂，名字已入皇室玉牒，若因殿下胡说，引起靖王夫妇离心，便不好了。倒是怪了，我与你相识也有8年了，以前怎的从未见过你如此维护过一个人呢？臣是维护北越皇室名声，并非有意维护哪一个人。今日若殿下说的是您别的皇嫂，臣也会是一样的说辞。谢恒才不信他的鬼话，在他的印象中，离王一贯话极少，就算是父皇与他说话，他也只是问一句便答一句，从不多说。可现在瞧瞧，前头他与他说话，他都爱答不理的，而他刚刚不过才说了一句与那沈南星有关的话，他便一连说了好几句，就好像生怕他会传出去，败坏了那女人的名声似的。李王，我问你啊，沈南星的母亲被封为1品诰命夫人，
是你提议父皇这么做的吧？哎，你先别说话，先听我说。沈南星的脚前些日子受伤，如今才几日功夫便能正常行走了。寻常的药膏绝不可能有如此功效。我记得父皇3个月前赠了你一瓶特效药，倒是能有这般好的效果。你可是拿去给他了？你说什么都没用，除非3日之内你能把父皇赠你的那瓶药膏拿来给我看，我就信你没送给他。你能吗？还有那日在朝堂上，父皇都已经决定不责罚勾引了靖王的那个继子了，你为何要提出将那继子打30大板，还非要让实行去行刑？哎，你别解释，解释我也不信。还有啊，父皇方才都与我说了，你主动揽下了平定凉州水患的事情，可这件事父皇不是早就交给靖王了吗？你为何要这么做？你现在可以说话了。陛下既跟殿下说了这事儿，定然也已告知殿下原因了才是。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都是忽悠父皇的，我才不信。本皇子就要听你说。两人对峙半晌。哎呀，算了，比沉默谁能比得过你啊？你既不愿说，本皇子说就是了。你是不是听说靖王和沈南星今日一同进宫了？见离王还是不理他，只是安静地站在那儿。沈南星不是这种人，你别相信他们说的。我虽与女装的沈南星不熟，但男装的他，就是本皇子还不知道他是女儿身，只知道他是北岳将军的时候有过几面之缘。北岳将军性子豪爽，惯是光明磊落。所以殿下的意思是，靖王妃今日没与靖王一起进宫？你先前问我是不是听说了靖王夫妇今日一同进宫的事，方才你又叫我别信他们的话。离王，本世子不是这个意思，本皇子的意思是，靖王和沈南星虽然是一起进宫的，但肯定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哎，罢了，豁出去了。沈南星既然当众说了想要一封休书，然后嫁给你，他定然是真的不喜欢靖王了，他喜欢你啊。你既也喜欢他，那便是两情相悦。沈南星都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要嫁给你了，父皇甚至也松口了，说若是你愿意娶她，他便命靖王给他休书，再为你与他赐婚。他一个女子都这样勇敢了，你为何一点也不努力啊？谢恒把自己想说的话一股脑都说了出来，便昂着脑袋直视傅九离，一脸的恨铁不成钢。明明就喜欢人家，却既不主动又不努力，连承认都不敢。要不是8年前他救了他的命，他才懒得管他呢。他一个女子都这样勇敢了，你为何一点也不努力？你就是个胆小鬼。殿下还有空胡思乱想，想来是许太傅作业留得太少了。冷风，属下在。去告诉许太傅，日后六皇子课业加倍。是。傅九离，我是关心你，你明明就喜欢沈南星，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接受他呢？殿下多虑了，臣不喜欢靖王妃。你，哼，气死我了！本皇子若是以后再管你的事，本皇子就是猪。傅九离在原地站了片刻，抬脚转了个方向，开始往外走。只是才刚刚走了一段不远的路，一个女子站在小径的尽头，正抿唇冲着他笑。傅九离，沈南星一怔，他明明看见他了，却不仅不理他，反而掉头就走。傅九离，你等等我！他一路小跑着，额角出了一层细汗时，终于追上了他。沈南星喘着气，快跑几步越过他去。臣见过靖王妃。傅九离，方才我喊你，你跑什么？靖王妃该称臣一声皇叔。皇叔？细细想来，好像还真是。他如今还是靖王妃，靖王是陛下的儿子，而傅九离又是陛下亲封的异姓王，与陛下同辈。哼，称呼什么的，现在还说不准呢。谁要叫你皇叔啊？想得到没？靖王妃若是无事，臣便先行回去了。东厂还有许多事务等着臣去处理。傅九离，我娘被陛下下旨封为一品诰命夫人了。那便恭喜靖王妃了。我知道是你帮我的，谢谢你啊。那是陛下的旨意，与臣无关。靖王妃若要道谢，该是向陛下道谢才是。那这个呢，也是陛下送给我的吗？这伤药看着像宫里特供的，应当是陛下赐予靖王妃的。傅九离，靖王妃还有事？靖王妃，东厂还有不少事务等着臣回去处理，臣便不作陪了。可方才一转身，就见女子火速拐了个弯，张开双手又拦在了他面前。靖王妃见谅，臣确实公务繁忙，还请靖王妃借个道。
你能不能不要一口一个靖王妃？你明明知晓我的心意，为何总待我这般疏离？您本就是靖王的王妃，臣不称呼您靖王妃，该作何称呼？傅九离，靖王非我良配，我喜欢的是你。我不奢求和离，一封休书足矣。你愿意帮我吗？傅九离面上无波，心中却已波涛汹涌，惊涛拍岸。众人皆知，靖王妃心悦靖王多年，历经百般波折，好不容易修成正果。怎么，如今才成婚2日，便已经腻了？还是说，靖王妃只是心血来潮，想来调笑臣一番，以此为乐？温和的春日里，沈南星却只觉浑身发冷，心中委屈的不行。他便是这样看待他的吗？并非如此，我是真的心悦于你。先前我与靖王一同入宫，想必你也看见了，但我与他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沈南星想要如实将这一切都向眼前的男人解释清楚，可傅九离却不愿听他辩驳。他不瞎，他曾见过他儿时对他的玉哥哥热烈且毫无保留的爱。那时候他便时常在他面前讲述他与玉哥哥的往来互动，他们之间发生的每一件小事。他每回提起玉哥哥那3个字时，眼中闪动的灿烂的光都让他记忆犹新。他也见过他恢复女儿身后，每每在靖王面前透露出的温柔小意，以及含羞带怯欢喜出嫁的娇羞。那是真挚纯粹的感情，绝不可能掺杂任何水分。是以傅九离未听他说完，便打断了他。靖王在大婚之日的做法固然不妥，但靖王妃也已将此事闹到了朝堂，陛下也给予了靖王和那个继子惩处。如今靖王既已知错，靖王妃不妨与他一次机会。若用臣来气他，纵然靖王吃醋生气，但此事与靖王妃的名声有损，且不利于你们2人夫妻和睦。臣认为属实没有必要。臣告退。他的泪水顿时就盈满了眼眶，张了张口却说不出话来。直到男人已经走出4、5步远，他才哽咽出声：你竟觉得我是在拿你气旁的男人？在你心里，我就是这般卑劣的人吗？男人的脚步终于还是顿住了。若不是想要拿臣气靖王，臣实在不懂靖王妃的意图。我有什么意图？我不过是心悦你，想嫁给你。靖王妃为何认为本王会娶一个被休弃的女人？话落，抬脚，那个高大的黑影大步离开，不过几息时间，便彻底淡出了他的视线。沈南星只觉左胸处痛得厉害，再没了力气，无力地瘫坐在地上。他不要他了，他嫌他嫁过人。沈南星在2人分开的地方坐了许久，不住地流着眼泪，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好半晌没了动静。一旁大榆树上候着的冷月轻轻叹了口气，飞身而下，小心地将他背在背上，送他回府。傅九离的身形隐在一块巨石后，女子在地上坐了多久，他便在这大石后面站了多久。此时见人已离开，他才真的转身离去。方才冷月问他：主子，是否仍将沈小姐送回南阳侯府？他听见自己说：送回靖王府吧。他并没有说错，不是吗？靖王妃理应住在靖王府。沈南星这一觉睡得很沉，再度醒来时，感觉身上突然多了重量，压得他险些喘不过气来。他皱眉，费力地睁开眼，就见一张大脸正眯着眼，一脸迷醉地朝着他的脸压下来。他的瞳孔猛地一缩，抬脚就将身上的男人踹到了床下。沈南星，你干什么？他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已经回到了靖王府。他想起自己的计划，现在还没到撕破脸的时候。于是他刻意做出一副愧疚和懊悔的姿态，忙起身下床。玉哥哥，你怎么样？哪里摔疼了？快给星儿看看。对不起啊，玉哥哥，都是星儿不好。星儿方才一时没认出来是玉哥哥，还以为是哪里来的登徒子，所以才……这样一来，谢廷玉反倒不好意思了。星儿乖，快别哭了，玉哥哥没事。玉哥哥知道星儿不是故意的，都是玉哥哥不好，是玉哥哥太心急了。这等美好的事，玉哥哥应当先等星儿醒过来。等等，这等美好的事？什么美好的事？星儿，你看，
这些都是玉哥哥专门给你布置的，怎么样，喜欢吗？沈南星下意识环顾四周，只见门上及四面的墙上都被贴上了新的红色喜字，这一切皆是按照大婚那日的布置复原的。他这才注意到谢廷玉身上竟穿的是红色的喜服，再一低头就看见自己身上虽只穿着中衣，却也是红色的。我的衣服！星儿这是害羞了，放心吧，你的衣服是小桃给你换的，玉哥哥可没偷看你啊。沈南星一听，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他端起了2只酒杯，将其中一只递给沈南星。来，娘子，与为父喝了这杯交杯酒。沈南星假笑着，顺从地接过酒杯，与他的胳膊相互挽着，喝下了这一小杯酒，心里却在疯狂地想着法子。就算这一世傅九离不要他也绝不能将身子给了旁人。星儿，大婚那日是玉哥哥错了，今夜良辰美景，咱们便将洞房花烛夜补上，如何？说完也不等沈南星回答，就搂着他起身往床榻边走过去。星儿，你真美。说着便双手温柔地捧起女子的脸，一点一点地靠近她，却被一只柔嫩小手将她的脸推向一边。星儿，玉哥哥，星儿还没沐浴呢。没事，为父也没洗，为父不嫌弃娘子啊。玉哥哥，星儿嫌弃自己，星儿想洗。见男人还有几分犹豫，玉哥哥，难道连这点小小的心愿都不愿满足星儿吗？星儿想干干净净的。星儿说的对，是玉哥哥猴急了。那星儿去吧，玉哥哥在床上等你。沈南星泡在浴桶中，脑子却在飞快地转动。上一世直到死，谢廷玉都没有碰过他便以为这男人对沈之意爱之深，爱到愿意为他守身如玉，所以他自重生回来就从未想过他竟会想与他圆房。他不过是在他面前装了一回温柔小意，撒了几回娇，他便一副对自己动了心的模样，竟火急火燎要跟他圆房。这一切显然超出了自己的预料，他似乎高估了谢廷玉对沈之意的爱。他确实是投其所好，看沈之意平日里在谢廷玉跟前的娇弱模样，便不难猜出谢廷玉喜欢的是小鸟依人的柔弱女子。他便刻意在他面前装柔弱，想在谢廷玉心里博取一些好感，然后他便可以凭借这一丝丝的好感，处处激怒沈之意，将靖王府闹得鸡飞狗跳，逼得谢池玉不得不在他与沈之意之间做选择。最后谢廷玉定会选择沈之意，给他休书，但他从没想过要委身给谢廷玉。就算傅九离那方面不行，他也会为他守身如玉，这是他对他最基本的尊重。如果他没猜错的话，应当是冷月送他回来的，否则若是谢廷玉发现自己晕倒在御花园，此刻不可能一句也不提，除非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事。而能做到这般神不知鬼不觉，且将一切隐患都解决掉的，那就只有傅九离了。哼，那男人就是会嘴硬，口是心非。星儿，你好了吗？还没呢。沈南星猛地一惊，迅速从水里站起，甚至来不及擦干身体，就将衣裳穿在了身上。才刚刚穿好衣裳，就见浴室的大门从外面被打开。那我进来了。男人大步走进来，目光径直落在屋内沐浴用的木桶上，却只见木桶中水纹涌动，里面却没了家人。再抬眼一看，就见女人不知何时已穿好了衣裳，站在一旁。星儿，可是不高兴了？谢廷玉走过去，便伸出手，做事要将女人搂进怀里，却在手快要碰到女人的肩膀时，被她后退一步躲了过去。星儿，你……沈南星心里急得要命，他在刚开始沐浴时，便已吩咐小桃将春杏叫了进来，让小桃在门口守着，不要让靖王进来，尽量拖延时间。又让春杏去府里四处散播靖王今晚要与他补上洞房花烛夜的事儿。沈之意现在虽不住在王府里，但谢廷玉在王府附近还有2处宅子，他必定住在其中一间，绝不可能与靖王府隔得太远。只要谢廷玉要与他圆房的消息被他知晓，他定会想法子来破坏。就是不知小桃今日怎么回事，谢廷玉要进来，他竟未出声阻拦，甚至连出声提醒他一下都没有。我星儿可是害怕了。你为何不穿衣裳？你还不快把衣服穿上？星儿莫非以为
男子与女子圆房，还要穿着衣服不成？娘子如今便已不敢看了，等会为夫将这毛毯也取了，娘子又该如何自处啊？你流氓！星儿从未体会过才会害怕，若是经历一回食髓知味，便该知晓这件事是何等享受了。星儿别怕，为夫会很温柔很温柔，定叫星儿体会到那等世间顶级的快乐，如何？再等一等吧，再等一等。若是到最后关头实在是等不了了，他再动手不迟。于是他咬牙强忍着，只盼着男人快些将他放下。好不容易走出了洗浴室，谢廷玉却停住了脚步。为夫不察，娘子竟如此紧张。这女人浑身硬邦邦的，定是想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紧张坏了，定是万分在意他，才会紧张到这个地步。想到这些，他心里一片柔软，径直将女子抱到房间里，温柔地将她放到了床榻上。星儿怎么了？沈南星推开他，撑着身子坐起来，面色带着些许凝重。我是想问王爷，您今日不是去见陛下了吗？凉州水患的事，陛下可同意了您的策略？敏锐地察觉到男人方才还温和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王爷您别生气，星儿是想问问此事的进展，好着手去给您准备那5万两银子。娘子知道关心为夫，为夫很高兴，只是这个时候说这些旁的事，是不是不太合适了？夫君先告诉星儿，你是喜欢星兰院那继子多些，还是喜欢星儿多些？玉哥哥是星儿的夫君，自然心里装的都是星儿了。然话音刚落，门就被一股大力从外面猛地破开，沈南星终于露出了笑意，一直悬着的心才落了下去。只见门口处，沈之意被2个丫鬟一左一右搀着，沈南星刻意对他挑了挑眉，露出一抹得意的笑。本以为沈之意会恼怒，会大闹一场，可没想到他只是站在那里，就那么直直地看着谢廷玉，什么也不说，眼泪却不时地冒出来，簌簌流下，那模样极是惹人怜爱。沈南星心底惊叹，他竟是如此沉得住气。女子只站了一会儿，忽然忍不住般捂着嘴掉头便走。因着2个丫鬟的反应慢了半拍，她便踉跄2步往前一扑，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只发出一声极小声的隐忍的闷哼，便不再作声。沈南星在心底默默数着数，就看这男人能坚持到几时。1、2，果然还未数到3下，身上的男人便利落地翻身而下，大步急速走出，便将摔倒的女子大横抱起。玉哥哥，星儿，我回头再与你解释。抱着怀中的女子大步离去。沈南星收回了脸上伤心难过的表情，也从床上坐了起来，便唤了一句：春杏，小桃。小姐，对不起。好了，我没事。小桃，你可知错？小姐，小桃错了，都是小桃疏忽，就没早早发现二小姐来了，就让她到了门口才发现，都是小桃没用，坏了小姐与靖王的洞房花烛夜。我问你，我去沐浴时交代你的是什么？让奴婢守在门口，不要让靖王进去。那为何靖王进去了？靖王，小桃以为您不是真心想要拦着靖王，小桃你糊涂。我如何糊涂了？小姐自小就心悦靖王，谁人不知？眼下靖王终于愿意与小姐圆房，我难道还要阻拦吗？你怎么会如此啊？我们是小姐的奴婢，三小姐说什么便是什么，你怎么能擅作主张？我是为小姐好。小桃，本小姐身边不需要不听话的奴婢。明日你便回南阳侯府吧。小姐，您是靖王的王妃，您沐浴靖王都不能进吗？还要我说第2次？春杏见小姐怒了，赶紧强行扯着小桃离开。小姐，您早些休息，奴婢明日便将小桃送回侯府。春杏，你放开我又没做错什么。上一世，春杏不过说了几句谢廷玉不好，便被他赶回了南阳侯府，而小桃则是一直留在他身边，只因他一开口说的都是谢廷玉的好。东厂，黑衣黑发的男人坐在书案前，提着笔，
面前摆着一本折子，正认真批阅着。小太监在一旁候着，纳闷极了。爷面前的这本折子只有3行字啊，爷怎的看了半个时辰，连这一本都还没看完呢？平日里爷看折子的速度飞快，往往半个时辰便能把厚厚的一摞折子全部看完批完。半个时辰时间，他得演2回墨。可今日怎么？他想问却又不敢问。终于爷落了笔，可折子还有半人高嘞。傅九离实在看不进去折子，只觉时间过得又快又慢的，让人心烦，索性便放下了笔，走了出去。他在院中站了片刻，忍了又忍，终于换了一句：“冷风，属下在，主子有何吩咐？”冷月呢？回主子，冷月送沈小姐回府了。哪个府？靖王府。明明是主子自己吩咐冷月送沈南星回靖王府的，现在仿若失忆了似的，一会儿问冷月在哪儿，一会儿又问冷月送沈南星回哪儿了。冷月回来了，让他来见我。是。挥手让冷风退下后，傅九离便悄悄竖起了耳朵，关注着东厂周围的动静。他在院中来回踱步，走了约莫100来趟，终于是不耐了。他推开院门走了出去，张嘴就想吩咐轿子，但嘴巴张了张，却在说出第一个字之前又闭上了。深呼吸一口气，他又回到了院中，又来回踱步走了约莫100来趟，他又回到了屋内书案前，却觉这堆折子长这般高，极是碍眼，挥手间就将这些折子全部扫落在地。跪什么跪？起来！甩手又往外走去，把折子整理好。冷风在暗处简直惊呆了，今夜主子怎的如此不正常？他看到爷又去了旁边的练武场练了一会儿枪后，后知后觉的隐隐猜测到了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他毫不犹豫发射了一枚信号器，一盏茶的时间后，冷月匆匆赶了回来。出什么事了？主子呢？冷风用嘴朝练武场的方向努了下，冷月顺着看过去，就见主子正拿着一把半月形的砍刀，一下下的往木头做的假人身上砍。你急着唤我回来，就是让我看这个？是主子急着见你，去吧，主子已经急得不行了。瞬息间，冷月就明白了当下主子的异常是因何而来。他还未接近练武场，主子就走了出来，说：“主子，沈小姐和靖王，他们圆房了。”他是自愿的。是。他本想着在靖王府多待一会儿再回，但收到冷风的紧急召集令，便只得赶了回来。只看到了靖王将沈小姐压在了床榻上。知道了，下去吧。威压尽散，冷月应声离开。黑衣墨发的男人站在月光下，长影寂落，孤寂无华，站了许久许久。谢廷玉一路抱着怀中女子从王府角门出去，又穿过一条短街，便来到了一处宅子门口。即刻请府医过来。自己则是抱着女子走进厢房，将她小心地抱着平放到了床榻上。谢廷玉仔细检查过女子的身体，发觉只有膝盖处2处擦伤，其余皮肤皆是细腻光滑，没有伤痕，便轻轻松了口气。见女子连看都不曾看他一眼，甚至从王府过来田宅的这一路上也一句话都未与他说，他便知晓女子定是伤心了。玉儿可是在生玉哥哥的气？女子未搭理他，但眼角的泪流得更凶了。玉儿，不是你教我与他虚与委蛇的吗？这才过了1晚，你就忘了？还这般折腾自己，真叫玉哥哥心疼死了。可我没叫你与他圆房啊！玉儿别哭啊，我没与他圆房，真的，我可以发誓。见女子仍旧哭得伤心，他果真举起一只手，郑重道：“我谢廷玉发誓，绝对没有欺骗沈之意。若是我说谎了，便罚我天打雷劈，不得。”玉哥哥，你别胡说，叶儿信你就是了。那叶儿，你还生玉哥哥的气吗？沈之意被他搂在怀里，顿时觉得委屈极了，连着先前一直憋着的情绪，一时之间全部涌了出来。叶儿乖，叶儿不哭了啊。玉哥哥的心中从来都只有叶儿一人。真的吗？当然是真的。玉哥哥何时骗过叶儿？
玉哥哥若是骗了一儿，一儿可不依。好，玉哥哥此生都不会骗一儿。若是骗了，当如何？若是骗了，当任凭一儿处置，如何？这还差不多。女子娇嗔了一句，便扬起小脸，主动送上了自己的红唇。唇齿交缠间，玉手也没闲着，悄然解开了男人的腰带。血气方刚的男人方才就没有得到疏解，这会儿自是一触即发，化被动为主动，两人很快便双双滚入了床榻里。酣畅淋漓时，沈之意嫩白的手轻轻捏了捏男子帅气的脸颊。玉哥哥，你说你是喜欢一儿些，还是喜欢那个女人些啊？自然是喜欢一儿些。又假意皱了皱眉，看来是玉哥哥表现不够好，一儿竟未体会到。说着便加大了动作，两人闹作一团。厢房外面，丫鬟带着府医匆匆赶来，却听到屋内男女的笑闹声，两人只得止步。哎呀，老夫看你家小姐这伤势不想好了，即使自己不爱惜身子，老夫再来医多少次都没用。哼！说完，愤然甩了下衣袖，哼了一声，便转身离去，徒留丫鬟一人站在门口，进退不得，只得在房门旁边候着。大战结束，谢廷玉将衣裳复又穿好，安抚女子两句后就要离开。玉哥哥，你别走。哎，过几日我便与王妃商议，娶你做侧妃，如何？玉哥哥，你竟然让一儿做妾！虽同是妾室，但亲王侧妃与寻常人家的妾室也是有很大区别的。吃穿用度，一应都是按照高标准来。待你入府，除了服饰颜色，其他一应待遇都可按照正妃规制来。你我也不必再偷摸见面，可光明正大。谢廷玉，你说过你只爱我一个，日后会想法子娶我为妃，我才不顾女子名节，早早便与你。可你是怎么待我的？如今为了沈南星那个贱人，你便违背当初诺言，要我做妾。你娶她之前明明说了不会真心待她，更不会碰她。等拿到了她手里的……够了，沈之意，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这一声怒喝让沈之意霎时间便清明了许多。一儿，你怎么就不明白本王的苦心呢？你一介孤女，连父母是谁都不甚清楚。若是本王只是个平民百姓，自是可以娶你做正妻，也无人会说什么。可本王是皇室子弟，即便没有他沈南星，也绝对不可能娶你做正妃。便是侧妃，也还要本王想法子多方张罗才有可能实现。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你明白吗？本王知道这对你很残忍，但这世道就是如此，仅凭你我根本无法改变。一儿，你能理解本王吗？可你明明说过，这辈子只要我一个，便是与整个天下作对，也要娶我做正妃。这些你都忘了吗？那时本王年纪尚小，还不懂这天家规矩，天真了，是本王对不住你。沈之意一阵心动，情绪便又慢慢平稳下来，展开双手回抱着眼前的这个男人。即便知晓他是骗他的，又如何？他能将他从沈南星手里抢走一次，便能抢走第二次。玉哥哥是他的。玉哥哥，我知道沈南星与我有几分像，可天底下没有两个一儿，他纵使与一儿再像，那也不是一儿。你若想一儿了，就来找一儿，或是派人来叫我，我一炷香的时间就能出现在你面前，怎么都成，就是别碰他，好吗？玉哥哥，一儿受不了，一儿真的受不了。若是一儿不在意你，定不会如此伤心。可一儿就是因为太过在意你，太爱你，才会一想到你要与别的女人，就如同跟一儿在一块这般亲密，一儿就心痛的恨不得死去。玉哥哥，一儿能做得更好，一儿能让你开心。谢廷玉看到女子这副模样，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下意识偏头躲开了她的亲吻，可这个动作却像是打开了某个开关的闸门，让女子彻底疯狂了起来。沈之意，你冷静一点。沈之意，你起来。玉哥哥，你能忍住不要一儿吗？玉哥哥，你还要一儿吗？
若是你不要我了，那我……一边说着，一边手一撑，就要从他身上起来，一只大手猛地将他拽了回去，重重地摔趴在了男人身上。旭哥哥，你……话才说了半句，便被男人用唇堵住了他未说完的话。下一刻，男人反客为主，开始了疯狂的肆虐。情到浓时，女子眼中泪一点点。旭哥哥，你爱我吗？爱。旭哥哥，一儿不做侧妃。好。这一觉踏踏实实睡到了大天亮，醒过来时只觉神清气爽。来人！唤了一声，就见春杏带着6个丫鬟鱼贯而入。小姐，今日回门就穿您素来最爱的红色如何？这套衣裙是夫人托素锦阁给您做的，足足做了1个半月时间呢，今儿早晨刚送来。好，就穿这套。再去把我那套红宝石头面找出来，我今日要带上。好的，小姐，奴婢这就去。见小姐脸色好，心情好，还主动提出要带那漂亮的红宝石头面，自是高兴得不得了。在春杏和6个丫鬟的伺候下，半个时辰后，沈南星从头到脚装扮好了，从屋内走了出来。马车已在靖王府大门口等候多时了。沈南星唤来管家，又指了几个丫鬟小厮，让春杏跟着他们一块去王府库房挑些好东西，作为今日回门带回娘家的礼物。管家带着10多个丫鬟小厮往库房走，额头冷汗直冒。真不怪他紧张，实在是王府库房里就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在王爷还未与王妃成亲时，他便与王爷提了这事，担心王妃回门时没有拿得出手的礼物。可王爷说让他不用担心，新王妃嫁妆多，回门时从嫁妆里头挑些不值钱的带回侯府就好。可王爷不在，他一个管家，总不能跟王妃说库房没东西，让他从他自个儿的嫁妆里头拿吧。1刻钟后，一行人垂着头，哭丧着脸，灰头土脸的抬着几口破箱子来到了南院。小姐，他们欺人太甚。王妃，与小的无关呢，我府库里确实没银子了。此话一出，见一伙人目光齐刷刷落在他身上。啊，你们别看我呀，银子都是王爷花的。王妃，天地良心呐，小的连1文银子都没从库房多拿过。好，王爷把银子都花哪儿去了？花在……王妃，小的不知道啊。哼，你不说，本王妃也知道，是花在新兰院那继子身上了。哎呀，王妃，小的真的不知道啊，银子都是王爷自个儿花的呀。行了，起来吧，本王妃知道银子不是你花的。啊，王妃明察秋毫，举世无双，小的多谢王妃体谅。既然银子都花在新兰院了，想来新兰院有不少好东西。春杏，带人去新兰院挑，看得上的都带走。是，小姐。啊，王妃，使不得呀。新兰院那可都是王爷这半年来在各国各地搜罗的珍贵好物，为了买下这些东西，几乎把府库都搬空了。若是都被王妃拿走带回娘家了，王爷非打死他不可。可没人理他，春杏带上人转身就走。管家急吼吼的正要跟上，我要是你，我就假装不知道。谢廷玉又不是个讲道理的，指不定还以为是你带本王妃去的。小的多谢王妃指点。回门里满满当当装了3辆马车，沈南星带着春杏风风光光的往南阳侯府而去。快看，那是靖王府的马车吧？今日当是新王妃回门的日子。哇，靖王带新王妃可真好啊！回门里装了满满3大马车呢。刚才风把帘子吹开，我都看到了，好多奇珍异宝啊，差点把我的眼睛都闪瞎了。哎呀，是谁说靖王不喜王妃，喜欢外面的女子的？纯胡说八道嘛！男人的银子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是啊，听说新王妃刚进门，靖王就把之前养的祭司赶出府了呢。看来玩物就算再得宠，也不过是玩物，怎可能比得过正经的侯府嫡小姐？小姐，您听听他们怎么说那个不要脸的淑女的。放着堂堂正正的侯府淑女不做，上赶着给人当外室，旁人可不就以为她是继子吗？不过也不稀奇，给人做外室，他家可是专业的。呸！小姐，今日您回门，王爷连面都不露，您怕是要被人说闲话了。他会因你担忧，
就陪我一块回门吗？不会。急担忧无用，索性随他去。然而，在再拐个弯就能到南阳侯府时，马车突然被勒停。为父来晚了，还请娘子责罚。沈之意这么没用，他跟他那外室娘学的那些狐媚手段不管用了，连个男人都留不住了。男人刚一坐定，目光触及眼前红衣烈焰的女子，眼中闪过了一抹毫不掩饰的惊艳。娘子今日极美。可见他上来，女子却不仅不理他，反而将小脸偏向一侧不看他。心儿可是还在生玉哥哥的气。哼，心儿可是吃醋了。你来做什么？啊，今日是娘子回门的日子，为父自是理应陪同。昨日那等光景你都走的，今日自然也可以不来，你陪着那继子就好。唉，此事确实玉哥哥对不住心儿，然则其中另有内情。那继子他曾救我一命，当初玉哥哥以为心儿不在了，那些日子难熬得紧，只觉得活着没有了意义，整日醉生梦死。有一日昏死过去，是他救了我，若不是他，玉哥哥这辈子恐怕再也无法见到心儿，更别提与心儿相守。我感激他，故昨夜见他那般模样，一时不忍才……心儿，你能理解我吗？我能理解。如此救命大恩，玉哥哥理应以身相许。我就知道心儿能理解，救命之恩你说什么？心儿，你怎能这般说？我说错了？难道你昨夜报恩报了一整晚，没有报到他榻上？心儿，我那是……这时，随着马儿一声长长的嘶鸣，马车骤然停下。夫君别说了，咱们到了。娘子，夫君扶你下马车。啊，玉哥哥，你干嘛？男人爽朗大笑，抱着女子就往南阳侯府大门而去，一直到了大门口，才将人放下来。老奴参见靖王，靖王妃。奴才参见靖王，靖王妃。张伯，不必多礼。今日我回门是喜事，你怎么还哭了？看到王妃与王爷感情好，老奴高兴啊！王爷上回来侯府，老奴多有怠慢，还请王爷恕罪。张伯，上回是本王的错，你不怪本王就不错了，本王哪能反过来怪您？老奴谢过王爷体谅。张伯，咱们快进去吧，一会儿祖父该等急了。对，快进去！老侯爷一大早就起了，已等候多时了。说着，便与一众丫鬟小厮带着二人往府内走去。待人都走完了，南阳侯府大门前空了，一袭黑衣黑冠的冷面男子才从街角的阴影处走出来。李王，我发誓我真的没骗你啊！谢廷玉昨日明明就丢下了沈南星，去了那继子那里，还与那继子大战了一整夜，他怎么可能陪沈南星回门啊？明明不久前他……六皇子有功夫成日关注这些无聊的事情，倒不如回去多看几页书。我每日的功课都做了，就连你让许太傅给我加倍的课业，我也都完成了。你今日的课业可完成了？今日他醒过来，一听到消息就火急火燎去离王府找他了，哪里就来得及做今日的功课了？眼看着黑衣男人转身上了他那顶黑色的轿子，接着就起轿离开，走的那是一个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傅九龄，本皇子以后再管你的事，本皇子就是猪。小柱子，给本皇子记着，以后他傅九龄就是到本皇子面前哭，本皇子也绝不管他。是。走，回宫去完成今日的课业去。我的课业哪天不是按时完成的？哼，还说我成日关心这些无聊的事情，那他就不关心吗？他要是不关心的话，能我一去喊他，他就丢下一干事务，屁颠屁颠的跟我一同来这儿守着。不是，小主子，您管他全程板着脸，还得您一路哄着才过来的9000岁大人，叫屁颠屁颠。还有啊，我为了给他打探消息，我把父皇赐给我用来保护我安危的暗卫都派出去了，日夜盯着沈南星那个女人，就怕那个女人做出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哼，幸好那继子来得及时，不然我那暗卫就得把谢廷玉给拎出来了。我连自己的安危、自己的名声都不顾了，把我武功高强的暗卫给他用，他竟还不领情。有没有可能，比起武功，我比你的暗卫还要更厉害来着？离王府，冷月因传递消息不实，被主子罚了20鞭，此刻被抬到偏院里。
鲜血早已浸透了背后的黑色劲装。冷风一回来就直奔偏院，一看到他这副模样，他没好气瞪他一眼。都被打成这样了，还笑得出来？是我做错了，没有眼见为实，就妄把推论当事实，还回来汇报给了主子，犯了暗卫的大忌，该罚。冷风从怀里掏出一个药瓶，拿出一颗药放在手里。来，先把药喝了。就算是该罚，这事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吗？你可别跟我说是因为吃一堑长一智，这事跟你长了记性。当然不是，我没看错沈小姐，她心里是真的有主子的。主子这些年一个人熬着，太苦了。他来到主子身边4年了，还从未看到过主子有过面无表情之外的别的表情。但在沈小姐面前，主子是不一样的。虽然表现得不明显，但他有喜怒哀乐，会因为他高兴，因为他难过，还会去练武场砍假人发泄情绪了，就像是从一个行尸走肉般没有活气的人变得有人气儿了。你倒是惯会为主子着想。我们是主子的暗卫，不为主子着想，为主子的敌人着想吗？冷风暗道，他是那个意思吗？唉，但事实证明，你看作沈南星那个女人了。发生何事了？你不是跟主子去找沈小姐了吗？主子眼巴巴地赶过去，本以为那女人会一个人回南阳侯府，可能会受欺负，可结果呢？靖王连路都舍不得让那个女人走，从马车到侯府门口就走几步路，都是抱着她过去的，两人恩爱着呢。他但凡心里有主子，他能跟靖王卿卿我我？他会不会是有什么苦衷啊？哼，肯定没有。靖王抱她时，她脸上的娇羞模样，去的人可都看到了。我看她之前说要嫁给主子，根本就是逗咱们主子玩，解闷呢。也是没看到，主子那面色冷得都快结冰了。这回定能识破他的真面目，以后肯定不会再被他骗了。你前几日不是还闹着要让玉小子把你休了，你好改嫁给那太监吗？你看玉小子对你多好，这回门礼祖父看着可不简单呀，有几件都是珍稀宝贝，价值连城啊。那你现在还要嫁那太监不？嫁。你个好端端的说什么胡话呢？祖父，我都多大了你还打我？多大了？你就是七老八十了，也是老头子的孙女儿，老头子也打的。祖父，我的回门礼可以放在您的司库吗？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可不想便宜了外人去。他朝着秋姨娘那边抬了抬下巴，示意让老爷子看过去。沈老侯爷一眼看过去，就见那女人与自己儿子大庭广众之下行为放浪，且眼睛盯着那一箱箱的回门礼，眼睛都快放绿光了。快将这些东西全部搬到府库里去，好生保管着。慢着！爹，南星的回门礼都抬到我的司库去，这些都是南星的东西，我看谁敢打这些东西的主意。爹，您这是干嘛呀？南星的回门礼哪有放到您司库的道理？当然应该放在府库里，收到您司库里算是怎么回事啊？再说了，府库由许市长管着，许氏又是南星的娘，自会好好保管这些东西。您还担心这些东西落在外人手里不成？哼，家贼难防。爹，您说家贼难防，您看着我做什么呀？我可曾偷拿过侯府任何东西？您仗着年龄大就可以随意侮辱人吗？爹，您身为祖父的儿子，就任由一个妾室这样说祖父？爹，您就是对秋儿有偏见，她从未私自拿过府里任何东西，且她为侯府开枝散叶，诞下一儿一女，您不感激她也就算了，怎么还处处诋毁她呢？祖父，别生气，别生气啊！为我爹这种人生气不值当。您虽然有个不孝子，但你有孝顺孙女啊。您若是气坏了身体，这侯府可就没人给我撑腰了。我若是受了欺负，哭都没地方哭了。你胡说什么？谁敢欺负你？谢廷玉。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祖父没听清。我说要吵架我来，你年纪大了又吵不赢，将这些都搬到老侯爷司库里去。秋姨娘眼看小厮们抬着箱子就换了个方向，急得干脆跑过去。南星，你既已嫁出去了，便已不再是侯府的人，凭什么做我侯府的主？除了嫁的女子还管娘家的事，我可是头一遭见。奴婢管主人家事情的，本王妃也是头一遭见。一个奴婢对王妃直呼其名的，本王妃更是闻所未闻。来人，掌嘴！是。
从沈南星身后闪出2个丫鬟，一个不费吹灰之力将邱姨娘反手压着跪在了地上，另一个丫鬟甩手就是啪啪几个巴掌上去。沈渊快步跑过去，飞踢一脚就将按着邱姨娘的丫鬟踢飞出去。秋儿你没事吧？秋儿你怎么样？爹，儿媳身体不适，先行回去了。靖王，臣妇身体不适，先行告退了。爹，我先带秋儿回去休息。许氏怔怔地看着男人抱着邱姨娘远去的身影，心里属实难过的紧，再也待不下去，便向沈老侯爷和靖王各自行了一礼，由婢女扶着离开了。玉小子，侯府家门不幸，让你见笑了。无碍。张伯，您带祖父回去休息吧，我带靖王四处逛逛。人都走光了，只余沈南星带回来的几个丫鬟候在一旁。南星，你这些回门礼哪里来的？王爷这是说的哪里话？妾身的回门礼自然是从王府里来的。你是从新兰院拿的？是啊，怎么不能拿吗？你怎么能拿新兰院的东西？那都是什么？是本王买来送给奶娘的。明明是送给沈之意的，却偏偏又不好意思说出来。这般虚伪的男人，他上一世真是瞎了眼，怎会看上这种人？玉哥哥，星儿作为靖王妃，回门礼本该由你为星儿准备的，可你那时又不在，星儿只能自己准备。可王府的府库里竟只有区区几箱子的白银，金子就是1块都没有。首饰倒是有几箱，但也都是许多年前过时的款式，连颜色都不亮了，灰扑扑的。妾身想着，若是拿这些东西做回门礼，实在是拿不出手，且让人瞧见了必会说闲话。他们说妾身倒没有关系，就怕他们说靖王府太寒碜，对心腹太苛待，于玉哥哥你名声有害。妾身实在没有法子了，想起新兰院有不少好东西，那继子既被赶走，新兰院无人居住，妾身身为靖王妃，理应掌管府中中馈，府中财物自是有权调动的。所以玉哥哥，你该不是怪星儿吧？你可以用你的嫁妆呀，你那么多嫁妆。可以什么？南星，本王还有要紧事要找同僚商议，便不陪你用膳了。好的，玉哥哥，正事要紧，你去吧。待看到男人生气的大步走远了，沈南星才大笑出声。看他憋屈，他别提有多痛快了。不过嘛，这才只是一道开胃小菜罢了，等着瞧吧。沈南星离开梅院后，便回到了他在侯府的小院子，寻了一把小铲子，他便来到了那棵树旁，蹲下身子一铲一铲的挖土，挖了约莫半尺深，小铲子终于碰到了硬物。他将小铲子放在一旁，改用手挖，小心地将硬物旁边的泥土都扒到一边后，坑里那块白色绢布包着的东西便露了出来。沈南星眸子亮了亮，两只手郑重地将东西捧了出来。他小心翼翼地将白绢布一层一层揭开，里面赫然出现了一块黑色的方形铁块，名为铁旗。沈南星垂下了眸，将兵符藏在了袖中。这一世他定会重振名为铁旗，护好北越百姓，也护好镇国公府上上下下100余人的性命。等出了他的小院子，回到侯府前厅，他才带着春杏和4名丫鬟准备离开侯府。还未走出前厅，斜刺里陡然冲出一个人来。沈南星身后2个丫鬟反应极快，迅速护在了他身前。小姐，小桃知错了，小桃知错了，你别丢下小桃，小桃以后一定听话，小姐说什么，小桃就做什么，绝不会再擅作主张。小姐，你别不要小桃，求你了，小姐，小桃这条命都是小姐救的，若是小姐不要小桃了，小桃还不如一头撞死。他悄悄抬头，见小姐面色没有任何变化，一咬牙，含着泪猛地起身，就往厅中的柱子上撞了过去。小桃不要！沈南星右手伸到头上，拔下一根金钗，素手一弹，金钗飞出，横着飞向小桃前胸，将她正要撞上柱子的身体弹得偏了个方向，摔倒在地。小姐，小桃自小被父母抛弃，
生生饿死在路边，是您让小桃带回府里，救了小桃的病。自那以后，您就是小桃唯一的亲人。小桃那时候就发过誓，这辈子唯一的心愿就是好好照顾小姐。这回小桃做错了事，您怎么打发小桃动身？可您若是不要小桃了，小桃活在这世上也没了指望。春杏看着昔日朝夕相处的姐妹如此，心里也难受得紧，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到小桃身边，也扑通一声跪在了她旁边。小姐，小桃这回确实做错了事，但看在她的本心是想为您好的份上，您能不能再给她一次机会？沈南星顿了片刻，眸中神色晃了晃，终是淡淡道：起来吧，若是再有下次，直接发卖出去。上一世小桃因他而死，他多少欠了他一条命，而春杏因救他而死，他的面子他不想驳。既如此，多给一次机会也不是不行，端看他能否好好把握了。若是自此就改了，皆大欢喜；若是再犯嘛，那便没什么好谈的了。谢谢小姐，谢谢小姐。小桃今日在此立誓，若是日后再发生违背小姐命令的事，就让小桃不得好死。沈南星未作回应，抬步往外走去，几个丫鬟连忙跟上。坐在马车上，沈南星将藏在衣袖中的名为铁骑的兵符取出。外祖父临终给自己兵符给得太急，并未告诉他拿着这兵符该去找谁，是以他只知这兵符有着调动全部名为铁骑兵力的权利，却并不知该去哪里找到名为铁骑。按照外祖父的说法，名为铁骑已因陛下的忌惮解散，骑兵们都投入了各行各业，如今就算手握兵符，又该怎样才能联系得上他们呢？陡然间，他的脑中出现了一个黑衣黑发的冷然身影，或许他会知晓。跪下！两个丫鬟反应极快，几乎在他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便已经整整齐齐跪好了。名字？请王妃为我二人赐名。从何处来？靖王府管家从人牙子那里买来。抬起头来。两个丫鬟大大方方将脸抬了起来。你们看我。两人老实地看向沈南星的脸，但一对上他的黑眸，又很快移开。王妃花容月貌。王妃闭月羞花。你们看我像傻子吗？老实交代，你们到底是谁派来的？两个丫鬟双眸瞪大，正要否认，就听到他又问了下一句：可是傅九离派你们来的？不，我身边从不留撒谎的人，你们只有一次机会，我劝你们想好了再说。两个丫鬟的额头上均冒出了冷汗，他们在沈南星的目光下顶了半刻钟，两人目光无声地交流了3次后，终于两人齐齐叩了个头。参见王妃，我二人确实9000岁派来保护王妃的。哎呀，都是自己人，跪什么跪？快起来！两个丫鬟受宠若惊，起身后连声道谢。沈南星高兴得快找不着北了，叫你嘴硬，若是真的不在乎，还悄悄派人来保护他做甚？王妃，9000岁派我二人来保护您，绝没有监视之意。我们既来了，您就是我们唯一的主子，您可以放心任用我们。您的事情我们也完全不会告知9000岁，您可以放心。放心？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他要监视我也行，我的事情你们都可以告诉他，事无巨细，什么都行。哎，你们帮我约一下他，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他。王妃，我们并没有联系9000岁的方法。你们不是说你们是他派来保护我的吗？是的。那如果我遇上危险，你们保护不了我呢？王妃您放心，我二人的功夫在整个京城都属上乘，寻常人奈何不了我们的。那若是偏偏遇上了不寻常的对手呢？我遇上生命危险了呢？若是真到了生死攸关之际，您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联系上9000岁的，但只有一次机会，用过就没有了。您用这两个丫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之间为难极了。现在谁是你们的主子？王妃。那你们现在该听谁的话？两个丫鬟眸中闪过复杂神色。在安排他俩来靖王府前，9000岁说了要对靖王妃100%的忠心，要保护好靖王妃，一根头发丝都不能少了。唯有一点，他给了他们一枚信号弹，让他们随身携带，务必保管好。说是若靖王妃有生命危险了，他
他二人无法保靖王妃周全的时候，就发射这枚信号弹，它会在最短时间内出现。王妃，这信号弹一旦用了，事后真的需要时，可就没有了。您若是有事要找9000岁，奴婢去离王府替您约见他，您看如何？不如何，拿出来。他朝2个丫鬟伸出了手，2个丫鬟都没有动作。他冷着声音道：若是不能服从命令，你们现在就离开吧。2个丫鬟扑通一声又跪了下来。王妃，就是这个，只要拔下铜帽，铜管里面便会发射出信号，9000岁就会看到了。快起来，你们如果今是我的人，他不敢罚你们的，放心吧。沈南星抿了抿唇，一点没犹豫，伸手就将铜帽拔了出来，将铜管对准天际。一声小小的嗡鸣声后，一股热浪从铜管中喷薄而出，直冲云霄。离王府，黑衣黑发的男人正独自坐于石桌旁，黑子和白子在棋盘中针锋相对。他左手刚放下一枚白子，陡然间心口一阵嗡鸣，他面色一变，猛地站起身来。南星，有危险！男人的身形转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男人身形极快，在火红的星形火焰炸开后不过半刻钟，那黑衣黑发的修长身影就已落在了靖王府南院的小院里。落地后，他目光迅速扫过全场，一眼就看见一身红衣烈焰、眉眼弯弯的女子正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笑。他几大步跨到了女子面前。你没事吧？我没事啊。看着女子好端端地站在他面前，男人既庆幸又生气。沈南星，你骗我！我骗你什么了？你既未遇险，为何发动阴阳铜管？原来这叫阴阳铜管啊！阴阳阴阳，一阴一阳。哎，你那里是不是有个一样的铜管？与我这个是一对的？你肯定也有一个，是也不是？靖王妃若无事，臣便告退了。男人说完这句话，转身就往外走。傅九离，你别走！靖王妃当熟读女诫，既已为人妇，当与外男保持距离才是。那9000岁呢？你一个外男，无端闯入人妇住宅，做什么？若不是靖王妃无端发动阴阳铜管，臣岂会来这靖王府后宅？我发动阴阳铜管，干你何事？就凭阴阳铜管是我的，那为何如今在我手里？臣不知。你就说，这2个人是不是你派来保护我的？靖王妃弄错了，臣不认识这2人。你敢说你不是来救我的？臣是循着阴阳铜管的信号而来，误入靖王府，请靖王妃不要多想。沈南星一口气哽在胸口，简直要被这狗男人气死。知晓再与这男人争执也争不出个所以然，他深深吐了口气，决定与他说正事。傅九离，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想要你帮我保管。靖王妃已嫁为人妇，直呼臣的名字不妥，您还是称臣一声9000岁，或者离王。9000岁，这个东西你能替我保管吗？这是名为铁骑的兵符。想必9000岁知晓这东西的重要性，但如今有人对他虎视眈眈，我担心放在我身边不安全，所以想请9000岁帮我保管一阵子，可以吗？靖王是你的夫君，若是得了名为铁骑，岂不是前途无量？你为何不给他？名为铁骑是我的，至于靖王，我会让他休妻。良久，空气中才传来他低沉又泛着冷意的声音。臣听闻靖王妃自小就扬言长大了要嫁给靖王，中间多有波折，历经磨难才终于得偿所愿，没想到如今才与靖王大婚3日，就闹着要让靖王休了你。臣竟不知靖王妃是如此善变之人。不管你信或不信，我确实不喜欢谢廷玉了，我也绝不会把名为铁骑给他，如果可以，我甚至想杀了他。靖王妃慎言，你这般说皇室亲王，可是灭9族的大罪，你就不怕臣告你一桩？你不会。靖王妃倒是自信，你就说你帮不帮我？你就不怕我将名为铁骑据为己有？若是你想，给你便是。你为何？傅九离，我心悦你，但我想法子拿到休书，你便娶了我，可好？
靖王妃何以认为靖王休了你，本王就会愿意娶你？你愿意？你错了，本王不愿意。你撒谎，你脸都红了。哼，靖王妃若是想让本王帮你这个忙，也不是不行，只是大可不必用如此借口。本王与靖王妃素不相识，谈及这些，未免可笑。傅九离将名为铁骑的兵符往怀里一放，留了一句：靖王妃这个忙，本王帮了。说罢转身欲走。别走，求你！男人霎时间浑身都僵硬起来，女子柔软温热的娇躯紧紧贴在他的后背，他死死捏紧双拳，才能堪堪忍住回身将女人狠狠按入怀中的冲动。他不配呀！早在多年前他进宫的那个夜晚，他就再也不配了。他稍稍使力，想将女人的手从自己腰间拿开，却眼看着她的白皙手腕都快要生出淤青，他都不肯放手，仍旧死死地抱着她的腰。可他却无法做到再多使一分力来。傅九离，放手！不放！他没了法子，一时间只觉一股恼怒直冲头顶。靖王妃是要让本王给你当情夫？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可黑衣黑发的高大男人并未听他说，也未停留，一跃而起，几个起落便已消失在了视线中。沈南星在原地站了许久，目光一直停留在那人消失的方向。小姐，您当真心悦9000岁吗？良久，才听得小姐一声轻轻的嗯字。可9000岁他……我不介意。那您今日回门时为何与靖王？他说了一半，忽然想到什么，瞪大了眼睛。哦，我知道了，小姐您是故意做给老侯爷他们看的吧？好像老侯爷他们放心，对吗？猜对了一半。根据上一世谢廷玉的种种表现，他最在意的东西当然是有2个，一个是皇位，另一个便是沈之意。这也是这几日他刻意讨好他的缘由。只要让他对他好一点，再让沈之意知道，以沈之意的尿性绝对忍不了，必然会大闹，逼着他休了他。叶儿，你怎么了？秋姨娘从外面进来时，就看到房里一片狼藉，乱七八糟，唯有床榻上被子里鼓得高高的。哎呦，叶儿，你可是听说了今日靖王陪沈南星那贱丫头回门之事？娘，我真的不如沈南星吗？无论我如何努力，只要沈南星一回来，便可轻易将我取而代之吗？他丢下玉哥哥8年，是我陪了他8年，呢。他沈南星到底哪里比我好？这几日我忍着伤都竭尽全力伺候他，让他舒服，还要让我怎么做？我还能怎么做？叶儿，让娘看看你的伤。前几日娘便听说你挨了板子，可平日里娘不敢过来看你，就怕坏了你的事。今日时值靖王不在，娘才敢偷偷过来。他一边说着，将沈之意从床上小心地扶着坐起来，慢慢解开他的衣裳，就看到了他背上狰狞交错的伤痕。那伤痕极深，有些地方皮肉甚至还往外翻着，有些地方化了脓。叶儿，你竟伤得这般重，这般贪舍得碰你。娘，这不怪玉哥哥，是我引诱他的。我总不能让他与沈南星圆房，光是想想，我心里就好难过，我绝不能接受。他就不能忍个3、5日吗？好歹等你好些。娘，我愿意的。娘，别说这些了，您上回不是说爹要将您抬平妻了吗？此事可成了？娘，抬平妻之事可是出了岔子？娘，究竟发生了何事？您不是说祖父都已经同意这件事了吗？那到底还有谁能从中作梗？难道是沈南星？是陛下。就在你爹准备抬娘做平妻的当天，陛下下旨封了许氏为一品高明夫人。凭什么？沈南星的娘是为北越国做了什么了不得的贡献吗？凭什么她能封一品高明夫人？这是何等的荣耀，她怎么配呀？她一个连自己丈夫都守不住，与娘家决裂的后宅夫人而已，她凭什么？
凭他有个好女儿。因为沈南星女扮男装，保卫北越国安宁多年，如今被发现是女儿身，既剥夺了他将军身份，便将这份功劳赐给了他娘。可他女扮男装的欺君之罪呢？陛下为何不知？若要算功劳，那也该算他欺君之罪。只记功不记罪，为何对他如此偏心？听闻陛下曾经是要治他罪的，是你祖父亲自进宫求了陛下。你祖父与陛下在御书房待了一下午，自那之后，陛下就再未提过此事。那不是我的祖父，他是沈南星的祖父。那个死老头眼里只有沈南星一个孙女儿，眼里何曾看到过我？他既做得了初一，就别怪我日后做得出15。怡儿，对不起，都是娘对不起你。怡儿，你再等一等，娘一定会让你成为侯府堂堂正正的嫡女，一定会。靖王府南苑，日后你们便叫暖安、暖宁吧。多谢主子赐名。你二人的功夫比之他身边的冷风冷月如何？主子，单论功夫，我二人与他二人当是不相上下。那便好，走，砸场子去。半刻钟后，沈南星带着暖安、暖宁，还有一众靖王府的丫鬟小厮，一脚踹开了田宅的大门。霎时间，里面就鸡飞狗跳起来。你们干什么？瞎了你们的狗眼吗？这些都是王爷买给我家小姐的东西，不能拿，小心把这个屏风搬坏了。哎，别打人呐！要是王爷知道了，定会扒了你们的皮。放下，不能拿走，那是我家小姐的首饰。一阵噼里啪啦摔东西声和一片哭喊声中，一个只穿着礼衣的女子顶着一头乱发，一步步走了出来。沈南星，你在干什么？沈南星，你还想怎么样？你已经把玉哥哥抢走了，你还想怎么样？我也没想怎么样啊。这座宅子是靖王府的资产，我作为靖王妃，掌管靖王府中馈，拿回我的宅子，不过分吧？这是玉哥哥为我置办的，玉哥哥绝不会同意你如此做。啊！你一个勾栏院出来的继子，竟胆敢跟皇室王妃叫板，倒是叫人觉得好笑。真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了，一个勾栏院的继子而已，也就只会凭着一身妩媚本事勾引男人，还敢顶撞王妃，真是叫人笑掉大牙了。就是，勾栏院的祭祀给银子就能起，脏死了。你胡说，我才不是从勾栏院那种肮脏地方出来的，我是什么？我看了一眼屋里众多的丫鬟小厮，他终是不敢说出自己是南阳侯府庶女的话，说是被玉哥哥知道了。沈南星，你得意什么？你就算是靖王妃又怎样？玉哥哥喜欢的是我。啊？是吗？可他怎能跟我说他最爱的是我呢？说你呀，连我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呢。想必那日你躲在我们房门口，也看到听到了吧？今日夫君陪我回门，可是温柔小意的很，连路都舍不得我多走一步呢。你胡说！你胡说！玉哥哥喜欢的是我，他昨夜都还宿在我这里，与我一个玩意儿而已，还不值得我放在心上。我夫君可是王爷，自古以来不说王爷了，就是世家子弟，3妻4妾也属正常，但只有正室才配和夫君站在一起，才受人尊重。你说呢？更何况连妾室都不是，从勾栏院出来的继子，玩玩而已，我不介意。再说了，你说他昨夜宿在你这里，那你怎么没把他留下，还让他陪我回门了呢？这是不是说明在他心里最重要的是我呢？不是，我不是玩意儿，我不是玩意儿，我是玉哥哥最爱的人。对，我是玉哥哥最爱的人。玉哥哥是我的，你得不到他，你永远得不到他。我已经嫁给他了，反倒是你被藏在外面见不得光，除非他休了我，否则你永远都是见不得光的外室，就和你娘一样。原来这女人的娘也是外室啊！难怪他不知羞耻，上赶着给人做外室呢，感情是他娘教的。何止啊，他还比他娘更胜一筹呢。他娘好歹还只是个外室，只服侍一人，他就厉害了。他是勾栏院里出来的继子，可是被许多人上过了。唉，这也不稀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沈南星，我要杀了你！
他双目血红，拔下头上一只金钗，将尖的那头对准沈南星就猛冲了过去。沈之意还未靠近沈南星，便被候在一旁的暖安飞起一脚踹中了心窝，吐了一口血，重重砸在了远处地上。丢出去吧，看着晦气。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才是。当沈之意丢出去后，宅子里一下子便安静下来。沈南星又抿了一口茶水，戏谑地看了一眼正准备趁着众人不注意开溜的某人。管家这是要去哪儿啊？王妃有何吩咐？管家，把这宅子里值钱的物事都拿去卖了，把这宅子也卖了，都换成银票拿来给本王妃。王妃，这不妥吧？管家的意思是，本王妃作为靖王正妃，王府的家产，本王妃处置不得。当然不是，只是小的觉得这宅子是王爷做主买的，若是要卖，好歹同王爷知会一声。卖不得。买得，王府里的资产，王妃想如何处置便如何处置。王妃一个女人，怎么比王爷还吓人？既如此，那便卖了。还有王府新兰院里剩下的值钱的物事，能卖的也都卖了。还有王府名下的铺子、庄子、良田，都卖了吧。管家越听面色越白，王妃这是要把王府的家底卖干净啊，这还得了？管家，王爷私库的钥匙在你这里吧？是在小的手中，可那都是王爷自个儿的东西，没有王爷吩咐，是万万动不得的。你放心吧，王爷要立功需要大笔银钱，正想办法筹银子呢。为这事他夜不能寐，本王妃总不好坐以待毙，总得为他谋划一番。这样，你把王爷私库的东西都换成银票，送到本王妃这里，今日便送来。他还未说完，就见管家已经两眼一翻，眼看着就要晕过去。暖安，看来管家身子不太爽利了，那这些事便由你去做吧。王爷私库钥匙这般重要的东西，管家定是带在身上，你去找找。王妃，小的可以，小的身体尚好，就不麻烦暖安姑娘了，小的现在立刻去办。说罢站起身就要走，必须得立刻马上去通知王爷，出大事了，王妃要翻天了。这般大事，管家一人怕是忙不过来。暖安，你跟着去，看看有哪里需要帮忙的就帮一把。是，王妃。暖安转瞬间就出现在了管家身旁，管家又衰了。这暖安不是他亲自带人去牙行给王妃买的粗使丫鬟吗？怎么功夫这般好了？靖王府里热火朝天的忙了起来，只是这一切，身为靖王的谢廷玉却还什么也不知道。目下正在御书房滔滔不绝，陈述他对治理凉州水患的谋略。不错，有长进。父皇，儿臣计划2日后便出发前去凉州处理水患，费用方面，儿臣预估在8万两白银左右，您看是否妥当？8万两白银，够吗？回父皇，8万两足矣，给臣半年时间，臣定将凉州水患处理妥当，给父皇和凉州百姓一个交代。那怎么朕听说你的王妃在变卖家产给你筹银子呢？父皇，儿臣的王妃不懂事，想必以为儿臣这趟去凉州要花不少银子，所以才变卖家产，以备儿臣不时之需。可朕听说的是你吩咐王妃变卖家产的，说要凑5万两白银，要用于凉州水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朕倒是不知，我北越堂堂4大国之一，竟落魄到处理区水患都需要皇室亲王变卖家产了。这传出去成何体统？让其他3国如何看我北越？父皇，绝对没有这种事，这中间定有误会。按照儿臣方才跟您说的法子，8万两白银绰绰有余，哪里需要儿臣的王妃去变卖家产了？请父皇明察。哦，当真？千真万确。谢廷玉一边大声回答，一边心底恨死了沈南星。蠢货，真是蠢货！他是让他去变卖嫁妆不假，可这是能公然拿出来说的事儿吗？竟还传到了父皇耳朵里。父皇，儿臣已向上人头保证，绝无此事。儿臣2日后去凉州治理水患，您可以派当地官员监督儿臣，儿臣全部花费定能控制在8万两白银以内。空穴不来风，
你回去闭门思过吧，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再来找朕。父皇，2日后儿臣便要出发去凉州了，这2日还有许多事务需要提前准备。行了，此事朕自有安排。父皇，儿臣还不走？谢廷玉气得手背青筋暴起，却不敢发作，在原地跪了半晌后，再生气也只能忍着谢恩离开。蠢货，已经到手的鸭子飞了。陛下息怒，您当多注意身体。无碍，这事总归是朕理亏，朕正愁该如何与他说呢，就收到了折子状告沈南星变卖靖王府家产筹银两，倒是给了朕一个借口了。只是玉儿这孩子太蠢了，与恒儿相比，他除了年龄长恒儿几岁，竟半点比不上恒儿聪慧机敏。也是，他母妃便比不得恒儿的母妃。说到这儿，他的眸中闪过一抹神伤，折子也没心思看了，他站起身来，走，去看看恒儿。六皇子自小便聪慧异常，连许太傅都时常夸他呢。这会儿啊，他当是在练字。恒儿这孩子向来不叫人操心。谢廷玉出了宫门，就坐上马车往靖王府去。一路上他越想越气，世上怎么会有这般蠢的女人，竟将如此隐秘之事宣扬得人尽皆知，还坏了他的大计。一路上便忍不住骂骂咧咧，骂了一路。跟在马车旁边走的幕僚却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听完之后顿时怒气顿消，嘴角又扬了起来。处理凉州水患也不是什么好差事，那地方偏僻，又逢大水，定是吃的住的都很差。若真要在那里待上半年，还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呢。说是他拿到了明威铁骑，谁还敢不将他放在眼里？女人嘛，哄一哄也不算什么，就动动嘴的事儿。他想通了各中关节，便对外头吩咐道：去净月湖订一艘画舫，喝一桌好酒好菜，再多订些烟花。天色已慢慢黑了下来，南院里已经亮起了灯笼。沈南星此刻正悠哉悠哉地坐在院中的贵妃椅上，一边吃着春杏味的水果，一边想着今日忘了跟傅九离说，让他帮他查如何能找到明威铁骑的联络人了。便是在这时，他接到了谢廷玉派人传来的消息，说今夜月色正好，适宜游湖。他已经订好了最大的画舫，在净月湖等他，不见不散。不去，谁要跟他去游湖啊？他当自己是傅九离呀。春杏却想了想，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沈南星就来了精神，立刻从贵妃榻上坐了起来。走，赏月去。星儿，你来了。玉哥哥，你今日怎么有空带星儿来游湖？就最后陪你演一次好了，毕竟你的义儿当时已经在赶过来的路上了。星儿是本王的王妃，本王便是再忙，也该花时间多多陪你才是。星儿，时辰不早了，咱们去画舫上吧。玉哥哥给你准备了惊喜，星儿若是喜欢，以后玉哥哥每月带你来玩。娘，您的脸怎么回事？是谁？谁竟敢打你？秋姨娘一怔，就看到女儿一身中衣，黑发凌乱地披散在肩上，连一向白皙漂亮的脸蛋也是脏兮兮的。叶儿，你怎么了？怎么忽然这般模样就跑回来了？你不怕被王爷发现了？娘，我被沈南星赶出来了。他凭什么赶你出来呀？你又没住在翼王府，他凭什么赶你？此事靖王知道吗？玉哥哥他应当不知道，他若是知晓，怎可能眼睁睁看着沈南星这般折辱于我？他定是瞒着玉哥哥的。您呢？您的脸是怎么回事？您先前去找女儿时都还好好的。沈南星，你欺负我便罢了，但你千不该万不该欺负我女儿，真当我王夏秋是好欺负的不成？娘，您的脸是沈南星打的？不是，是他身边的2个丫鬟，好像功夫很高。话说他哪来的2个那般厉害的丫鬟？是玉哥哥让管家去给他买的。靖王为何要给他买2个功夫那般好的丫鬟？这些年伺候你的丫鬟也没见过这般厉害的。我也不知道。娘，您说他是不是打心底里喜欢的还是沈南星？
他根本就从来没有忘记过沈南星，是不是？哎呀，不会的，不会的，叶儿。靖王这些年怎么对你的，娘看在眼里，他对你呀是真心爱着的。可若是他爱的是我，那这般厉害的丫鬟，他为何不给我，给了沈南星呢？娘还是觉得这里头定有误会，说不好便是沈南星的阴谋。这些年他跟着你祖父混迹在边关，见多了尔虞我诈，定是心机深沉。或者你干脆找个机会问问靖王呢，省得因为一个误会影响了你与靖王的感情。沈之意咬牙点头，是啊，他得亲自去问过玉哥哥，绝不能被沈南星那女人牵着鼻子走。于是他乖乖去洗了澡，在秋堂院好好打扮了下，化了个清纯的妆容，挽了发髻，着一身浅粉色衣裙。看我们叶儿多漂亮呀，这世上怎会有男人不喜欢叶儿呢？这时秋姨娘俯下身子，凑到他耳旁轻声耳语几句。娘，您做的稳妥吗？可会被发现？娘做事你还不放心吗？自是没有后顾之忧，你就只等着做这侯府最最高贵的嫡女吧。日后啊，待娘为你扫清障碍，你便可以风风光光的嫁给靖王了。我的叶儿天生就该室内翱翔9天的凤凰，岂能被一些渣子毁了前程？夫人，靖王府派人来邀请小姐去净月湖游湖。叶儿，你看娘说什么来着？靖王这不就来哄你来了？你的玉哥哥约你去游湖呢。娘，那我便去见玉哥哥了。急什么呀？让他等一等又有何妨？他惹你生气了，便该罚他，让他多等等才是。我怕玉哥哥等急了。怕什么呀？男人生来就是贱的，越是容易得到，越是不知道珍惜。只有若即若离才是最好的，才最是让他心心念念的细寡。你听娘的，准没错。沈之意在秋姨娘的劝说下，终于又坐了下来，高冷地对外面回道：“你去跟靖王府的人说，就是我稍后就来。”天哪，好盛大的烟火呀！好久都没有看过这般漂亮的烟火了，这定是哪家富家公子为心悦的女子所放。简直不敢想，我若是这个女子该有多幸福，太羡慕了。还管他谁放的呢？不用花银子就能看，赶紧欣赏吧。哇，像流星一般，我得许个愿，若是哪位公子为我放这样一场烟花，我一定嫁给他。就在这漫天盛大又美好的烟火中，沈之意坐着马车徐徐到来。他在马车上就已听到了众人的议论，早已羞红了脸。本来还有些埋怨，为何他还没来，玉哥哥就把烟花给提前放了。但此刻听到众人的艳目声，便觉得如此安排也很好。小姐到了。沈之意高昂着脑袋，扬起完美的微笑，缓缓来到了专门乘坐画舫的码头。靖王府的一个小厮早已等候多时。沈小姐，咱们的画舫马上就会靠岸，还请您稍事等待。为何画舫不在岸边等我？玉哥哥呢？沈小姐，王爷已在画舫上，想必为您准备了惊喜，让你流泪的惊喜哦。沈之意一听，唇角便又抿出了笑意。他看了一眼跟在自己身后的丫鬟，喏，赏你的。小厮顿时眉开眼笑起来，他连声道谢，将碎银接过，揣进了兜里。王妃说了，这女人若是给赏银，给多少收多少，不用客气。随着画舫的缓慢靠近，沈之意看到甲板上有2道并肩站在一起的模糊影子，好像一男一女。他抬手揉了揉眼睛，再看过去，就看到甲板上确实站着一男一女。虽是夜晚，他仍是轻易认出了那2道熟悉的身影。为什么？今日不是玉哥哥邀他一起游湖吗？为什么沈南星也在？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靖王妃也在画舫上？我们王爷与王妃在一起，有什么奇怪吗？还有啊，若是再让我听到你对我家王妃不敬，休怪我不客气。王妃今日变卖宅子、商铺、田地等，进了不少银子，给府里所有的下人每人都赏了10两银子，他可不得护着王妃一点儿。画舫上，星儿，此生能娶你做我的王妃，是我最大的福分。你可还记得8年前，你跟你娘要去华山寺祈福之前，你问我的话？记得。我记得，我当时问你，想不想每天都能见到我？你说等我从华山寺祈福回来，便会告诉我答案。后来，星儿，我那时候之所以那样说，是因为想给你准备惊喜。我还当你是不愿意。
那时候你快要过生辰了，我突然买了很多烟花，想要在你生辰那日给你一个惊喜，然后在那日讲明我对你的心意。可我万万没想到，等回来的却是你的灵柩。我曾无数次后悔，为什么不在你去华山寺之前便向你表明我的心意。你知不知道，在得知你还活着时，我心里有多高兴啊！沈南星抽了抽嘴角，偷偷翻了个白眼。谢廷玉一边说着这些话，一只手藏在背后，悄悄打了个手势。漫天烟火齐齐在头顶绽放。星儿，8年前未来得及给你的惊喜，我终于补给你了。今夜月色正好，星儿可愿与玉哥哥对饮一杯？沈南星方才虽低着头，可眼角余光却是透过船舱的小门，看到侍女在倒酒时，分明在酒壶里加了东西。此事定是谢廷玉指使，而他自己既不回避这杯酒，愿与他同饮，足可说明这杯中的酒里面加的是混蛋。他脑袋快速转着，正想着法子，余光忽然注意到了一道熟悉的黑色身影。就见他所在的这艘画舫的临近不远处，有一艘小小的画舫。透过小窗，从他的角度正巧可以看到那人的侧颜。星儿，你真美。说着便将手中一杯酒递到嘴边，一饮而尽。谢廷玉见他将酒喝完，面上尽是收也收不住的笑意。隔壁的小画舫里，小桌对面，工部尚书正一边两手比划着，一边嘴里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说的差不多时，便注意到黑衣男人在一杯接着一杯饮酒，顿觉有些不好意思。九千岁，若不是臣一饮酒就浑身起红疹子，臣定当与您一同畅饮，不醉不归。现因臣身体之故，不能陪您一同饮酒，让您不能尽兴，臣深感愧疚。臣以茶代酒，替凉州百姓敬您一杯。工部尚书的老家便在凉州，对9千岁此次亲赴凉州治理水患，心中感激无比。9千岁。工部尚书轻咳一声，出言提醒。就听见砰的一声响，吓了他一跳。9千岁手中的酒杯竟被他捏碎了。9千岁，若是您非要让臣饮酒，也不是不可以。那杯酒顺着喉咙滑进胃里，整个身子便开始由内而外的燥热起来。沈南星死死掐着自己的手指，才能保持头脑的片刻清醒，却控制不住的眼神迷离起来。谢廷玉见此便知，恐怕是药效发作了。星儿，我记得你曾与我说过，你外祖父将名为铁骑的兵符给了你，对吗？对，外祖父给我了。那个丑丑的黑黑的东西还重。这兵符对我很重要，星儿可愿将它给我？我不是给你了吗？你何时给我了？我亲手给你的呀，你忘了？给我了？何时给我了？在哪儿？傅九离。然随着距离的靠近，沈之意却看得愈发清晰。他的玉哥哥此时一脸深情的要亲吻另一个女人。玉哥哥，谢廷玉！哎呦，小妹妹呀，你是在对着湖中央的画舫喊话吗？哎呦，别喊了，咱们这是在逆风口，他们听不见的。就在这时，却见一道黑影迅即闪过，趁着所有人都未防备，一把掳走了红衣女子。暖安和暖宁守在暗处，两人面色巨变，脚尖一点就飞身追了上去。可那黑衣人的速度比他俩都快了许多，他们纵使使尽浑身力气，用上了最快的速度，竟也追不上。眼看着那黑衣人就要消失在视线中，这时只听轰的一声，又是一道黑影从一艘小画舫中破窗而出，迅即掠过二人，闪电般朝着黑衣人追去。岸边的沈之意当看到关键时刻黑衣人掳走了沈南星时，他第一时间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侍卫去追了，但他们的速度显然比黑衣人慢了不是一点半点。只要沈南星一夜找不回来，便会名声尽毁，看他日后还如何得意。他甚至放肆地大笑起来，可笑了一会儿就笑不出来了。他看到玉哥哥摔倒了，他被画舫上侍女装扮的女子扶了起来，他竟对那女子上下其手，然后两人就进了船舱，再也看不到了。他的视线到处乱转，忽然落在了旁边小码头旁泊着的小船上。大姐，可以将你的小船借给小妹一用吗？小妹可以付银子。
嗨，举手之劳而已，要什么银子呀？快去吧。一上了画舫，他便听到了隐隐的呻吟喘息声，他面色顿时白了几分，直往船舱里冲了过去。船舱厢房内一室凌乱，朦朦胧胧晃荡着的纱帐后，隐约可看到两具交叠的身体。男人的闷哼声和女子的呻吟声夹杂在一起，让沈之意彻底失了理智，轰的便冲了上去，一把拽住女子的头发，就将她从男人身上拉下。女子一阵惊呼声，顾不得摔疼的身体，匆忙逃离。一儿，你怎么来了？沈之意并不说话，眼泪如断线的珠子般一颗颗从眼眶里砸出来。谢廷玉心一痛，张开双臂就将她牢牢禁锢在了怀里。一儿，对不起。沈之意依然不说话，任由他抱着。一儿，我中了药。沈之意心里很痛很痛，毕竟谢廷玉至今为止除了他从未碰过其他女子。玉哥哥，一儿知道。他说着，终是两手回抱住了高大挺拔的男人。这一切都是沈南星的错，是那低阶侍女的错。谢廷玉经过刚刚与画舫侍女的发泄，那股子燥热与冲动本来已降下去几分，可这会儿闻香软玉在怀，他体内本来已经降下去的燥热一股脑的又铺天盖地袭来。一儿帮我。然后就再也忍不住亲上了他的白皙修长的脖颈，整整一夜未曾停歇。黑衣人身形极快，怀中抱着红衣女子依然快如闪电，可才掠出不足100米，听到了身后方向传来的破空声。放下他！你是他什么人？傅九离。随着女子的声音，两个男人都怔了一瞬。傅九离。黑衣黑发的男人眸中氤氲的怒火更甚，抬手就一掌向黑衣人打去，眼看就要打到他，却见黑衣人将女子往前一抛。傅九离面色陡然一变，急忙收力，双手接住了女子，将她抱了个满怀。再一看去，哪里还有黑衣人的影子？你看清楚是谁了吗？你就气。却在低头间，唇角被女子的红唇快速啄了一下，让他的心跳停了一瞬。傅九离，我热。他撅着嘴还想亲她，被他用手掌堵住了嘴。傅九离，帮我。你被下药了，你忍着点，我带你去找大夫。说罢，他抱着女子飞身而起，就急速朝城内掠去。一路上，女子一点都不安分，稍稍不注意就被他亲了脸，亲了脖子，啃咬着，任他如何训斥，硬是不肯松口。男人身体一阵陌生的颤栗，随着小腹处陡然升起的灼热，某处竟竖了起来。男人的脸青一阵白一阵，眼神有一瞬间的迷惘。再看怀中的女人，只见她眼神迷蒙，满脸通红，俨然已是完全失去了理智。他脚步一顿，他中的怕不是一般的药物，城里的大夫怕是也没法子。谢廷玉竟敢给他用如此歹毒的药！可便是再气，当下也没了法子。略一思忖，他抱着女子转身朝幽冥谷的方向掠去。好不容易到了幽冥谷，两人的状态都不太好。哎，看你这模样，老夫还以为你也中了药。少废话，快看看他被人下了那种药。说着，他就越过老人，将女子抱进了屋里小榻上。你小子懂不懂礼貌？现在是你有事求老夫，去给老夫倒杯水来，老夫渴了可诊不了病。傅九离无奈，将女子平稳放在小榻上后，就准备出门去打水。你别走，傅九离。啊，你让开，老夫看看。傅九离不让，他将女子抱在怀中，按住她一只手，又握着她另一只手递给老神医。把脉。老神医没好气地瞪了男人一眼，还是将两指附上了女子的脉搏。片刻后，眉头就紧紧皱起了。如何？他中的是回春香，只是这药早已在100年前就被全面销毁禁用了。这在哪个国家都是禁药，没想到北越竟还能找到这药。能解吗？能，只要与男子阴阳相合，连续数十次之后，便可不药而愈。傅九离的脸又黑了。若是老夫没认错，踏上这女子如今当是靖王妃吧，带她去找靖王不就行了？不用此法，可有别的法子？
他与靖王是夫妻，为何不能用这个法子？若是不能与男子行阴阳之事，他便只能爆体而亡了。你瞧他，已经快撑不住了。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法子吗？没有。回春香的药性太猛了，一般的法子收效甚微。除非什么？幽冥谷后山石洞里有一潭寒池，若在里面泡上12个时辰，应当是可以解毒的。寒池在哪儿？现在就去。等等，你是不是心悦于他？男人浑身一震，沉默了良久。这与解毒有何关系？既然你不愿靖王帮他解毒，老夫看着这女娃娃，恐怕心里是喜欢你的。若你也心悦她，你何不亲自帮她解毒？看你这身强体壮的，数十次，应当问题不大。傅九离，我难受，你帮帮我。女娃娃，你心中所爱到底是谢廷玉还是傅九离？傅九离。傅九离呼吸狠狠制住，他只觉自己的心被什么东西在里面狠狠搅动一般。南星怪，我们去泡寒池。我说小子，明明你就能帮着女娃娃解毒，她也愿意让你帮她，且老夫看你也不像不在意她的样子，为何就非得去泡着寒池呢？哎呦，你可别小瞧了我这寒池，那可是有着天然的地形，日积月累，怕是历经1000年才形成的天然寒池，比一般冬日里的池塘可是要冷上许多。若是泡上12个时辰，虽能解毒，对身子可损害不小，尤其是女子。你当真考虑好了？什么损害？你不能治？若是普通的身体虚弱之症，老夫自然是能治的。但女子若在寒池泡上12个时辰，有极大可能伤了身体本源，导致此生再也无法生育。对此种症结，老夫却不善于此。见男人脸色显然白了几分。哎呀，女娃娃就算是在寒池泡上12个时辰解了毒，一夜未归，名声也保不住了。倒不如你给她解毒，还不至于让她损伤了本源。这女娃娃还未经过人事，你急着动作要放温柔一些。就是今夜过后，她在靖王府怕是无法立足了。不过这就是你与这女娃娃的事了，老夫就管不着了。若是你不喜欢她呢，现在就将她送去找靖王，也当是来得及。总之呢，为这女娃娃着想，尽可能还是别泡寒池了。男人眸中暗云翻滚，铺天盖地。他怔愣了好一会儿。你中了那种药，需要与男子圆房才能解。我送你去找靖王可好？不要靖王，我要傅九离。好，不去。那便快回去吧，老夫那后院里有3间厢房都空着呢，你们便去那儿。老夫保证在你们解完毒出来之前，不让任何一人打扰到你们。走了2步，身后未听到脚步声，老神医回过头，就见男人抱着女子仍然站在原地。走啊，怎么磨磨蹭蹭的？哎呦，你不急，女娃娃都等不及了，快点的呀！带路，去寒池。为何？我不行。你们去吧，不会有人来打扰。傅九离抱着女子进入洞中，入目是幽暗狭长的小道，沿着小道又走了约莫1刻钟。女子双手环着男人的脖子，许是感受到了冷意，稍稍缓解了体内燥热。穿过一道石拱门，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明亮的小空间。这应当就是老神医口中的寒池了。考虑好了吗？女子此时在冷意的浇灌下，体内燥热缓解了一瞬，意识也清醒了几分。什么？你中了那种药，若要解毒，需与男子圆房，或在这寒池泡12个时辰，你选哪个？我选寒池。若是泡了寒池，有很大可能会导致此生无法生育，你可知晓？你可以重新选。若我选了与男子圆房，你会如何做？傅九离沉默了。沈南星等了半晌，未等到他说话，他垂下眸子，掩饰住里头控制不住的浓重欲色，挣扎着从男人怀中下来，便毫不犹豫跳进了寒池。南星，
傅九离心里一沉，眼睛看过去，果然见女子紧紧地皱起了眉头，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整张脸泛白，皱成了一团。他毫不犹豫，迈步踏入了寒池里，顾不得浑身上下席卷而来的刺骨的冷，快速来到女子身边，将她紧紧抱在了怀里。他运行起周身内力，用温热的体温环抱着她。慢慢的，许是不再冷了，女子颤抖的身体终于慢慢平静了下来。可随之而来的是她由内而外散发的火热欲望再次来袭。她面色潮红，再次失了理智。南星，你清醒点儿，你的手别乱动，别拖。可无济于事，紧接着女子白皙的脸蛋便紧紧贴了上去，红唇在那片墙一样厚重的胸膛上亲着啃着，她竟也热起来，与女子肌肤相触之处只觉清凉舒爽，心底并不愿与她分开。就在这犹豫之际，女子不知何时腾出了一只手，在自己面前一扯，浅黄色肚兜便被她解开，随着水飘向了远处。如此，两人便以坦诚相待。沈南星，你……话却没有机会说完，因为女子的红唇摸索着，终于找到了他的唇，便急切地贴了上去。男人再也忍不住，大手扶住她的后脑勺，反客为主，攻城略池，吻，一路向下，不够，还不够。沈南星像缺水的鱼儿般，高高的扬起脖子，拼命与男人挨得更紧更紧。两人都在急切地不断地靠近对方，直到女子的手摸上了男人的腰间，亵裤的边缘，可才往里不足半寸，男人浑身僵住了，脸色煞白，猛地抬手就将怀中女子推远了。女子乍然受力，整个人不受控制往后倒退，最后砰的一声撞在了池子的石壁上，发出痛苦的呻吟。对不起。沈南星被背上突如其来的疼痛和骤然失去热源包裹后寒池水的冰冷刺激，这会儿是彻底清醒了过来。你别用内力了，若是不冷便没效果的。你上去吧，不用陪着我。男人未说话，并未离开池子，却不敢再靠近女子，而是到女子对面的位置，靠着石壁闭上了眼睛。两人遥遥相对，不多时面上都附上了寒霜。不知过了多久，女子哆嗦的颤音响起在这方小空间。傅九离，这一次你会对我负责吗？良久的沉默，久到沈南星都怀疑男人是不是睡着了，根本没听见他的声音时。你当真不喜靖王了？不喜。男人又沉默了。分明几日前他还满心欢喜的要嫁给靖王，可他在重要之际神志不清时，嘴里念着的却又切实是他的名字。若你果真这般想，我会帮你与他和离。今日之事，仅你我知晓，不会传出去。若是你日后遇上心悦的男子，我也会帮你促成姻缘。无论我看上谁，9000岁都有本事将那人娶了我吗？是。我看上了傅九离，凡经9000岁，帮忙从中周旋，将他娶了我，可好？莫要胡说。9000岁方才不是说，任我看上谁，都能叫他娶了我吗？如今才过了片刻，9000岁就已反悔了吗？这你竟不知，9000岁的话，原只能维持片刻。我是无根之人，此生注定不会娶妻，还请沈小姐另择良婿。我不介意，你不是也说了，今夜过后泡完寒池，我便会身体亏损，不能再生育。且与靖王合离之后，我变成了下堂妇。试问有哪家青年才俊愿意娶个不能生育的下堂妇？我明白了，我原也配不上9000岁，是我痴心妄想了。不是妄想，沈小姐很好，是我配不上你。沈小姐请勿妄自菲薄，京中有许多优秀男子都仰慕沈小姐，沈小姐定能遇到属于你的良人。他们真看得上我？看得上。那你呢？你看得上我吗？看得上。那你3年。什么？若是3年后，沈小姐仍未看上任何男子，仍然不愿嫁给我，那我便亲自上侯府求娶。若是在这之前，沈小姐有了心悦之人，
咱们这个约定便作废。沈小姐以为如何？沈南星心底顿时雀跃起来，忽地起身，灵活的像鱼儿一般，转瞬间就游到了他面前。看着男人诧异的眸，他扬起脑袋，伸出双手捧住男人的脸，就快速的在他唇上印下一吻。沈小姐这是做什么？3年也太久了，到时我都成老姑娘了，要不3个月好不好？女子声音娇软，试探着问，却只听到男人粗浅的呼吸，并未听到他回答。就3个月嘛，好不好？听着女子撒娇，男人心中陡然生出一阵麻痒，心一软，险些就忍不住要答应了他。不好，就3年，若是沈小姐不同意，那此事便作罢。我同意，我同意还不行吗？还有，这3年之间，你要与我保持距离，不可再如此动手动脚的。为什么？我自己的未婚夫，我自己还不能碰了，这是何道理？你见过谁家定亲了，还未成亲之前就拉拉扯扯了？何况你我并未定亲，只是口头约定，我们……那等我与靖王一和离，我便叫祖父突然去向你提亲，你动作可要快些。靖王总是想占我便宜，他还给我下药。若是和离太难的话，让他休了我也是可以的，我不在意。我在意，休了你，他也配。我未婚夫说的对，他不配。我的意思是，这3年我与你并无关系，若3年后你未嫁，且仍对我有意，我们才……明白吗？你方才那般对我，你都看了摸了也亲了，现在你说与我并无关系，你见过谁没关系就这般的？傅九离张了张嘴，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便避开了这个话题。你去那边待着，你与我太近了，会影响解毒效果。沈南星面色一僵，他低着头转身便游走了。等到他老老实实去了池子另一边安静的泡着了，傅九离才缓缓吐出了一口气。他亲了他一口，抱了他一下，他的身体竟产生了异样的陌生的反应，让他口干舌燥，小腹灼热发紧，满脑子只想将他狠狠按进怀里欺负他。男人一时间只觉得自己非常的可耻，心底满是对自己的唾弃。8年前挨了那一刀，他如今竟还敢肖想这种事情。傅九离垂下了眸子，眼底再次被无边的黑暗淹没。谢廷玉离开画坊后，第一时间就去了田宅，同时派人去黎王府打听9000岁的下落。未曾想到了田宅之后，来开门的竟是一个陌生男人。你是谁？为何会在此处？哼，这位公子说话倒是好笑啊！这是我家，我不在这里该在哪里啊？你胡说八道什么？这里怎么可能是你的家？沈之一在哪里？叫他出来！这位公子，这里就是我家，你若是敢擅闯，我就去报官。哼，你个姘头还敢报官？他不过就是睡了个侍女，他竟敢给他戴绿帽子！他气得发抖，一个用力就将陌生男人推得摔在了地上，就带着侍卫往里面闯。沈之一，沈之一，你给我出来！啊！杀人啦！有人擅闯民宅，杀人啦！救命啊！杀人啦！京城本就四处都有侍卫巡逻，此时正巧有一队巡逻队就在附近，此刻听到呼喊声，便节节朝着这边跑过来。什么人生事？官爷，有一队不知道哪儿来的人马闯进了草民的家里，他们还将草民打成这样。他们又去卧房了，草民的妻子正在沐浴啊！此时带队巡逻的正是兵部侍郎石磊，一看此等情景，二话不说，手一挥就带着巡逻队冲了进去。谢廷玉暴怒地带人闯进去之后，从侍卫手里拔了一张长剑，就往厢房而去。见厢房门关着，他一脚将门踹开，就听见一阵女子惊呼声。女子坐在浴桶里，双手环胸，惊慌失措地看向门口，见一个陌生男子手持长剑站在那儿，顿时吓得失声尖叫起来。谢廷玉懵了：“你不是伊儿？伊儿呢？你们把伊儿弄到哪儿去了？”女子可听不进他说什么，只是不停地尖叫着：“阿妹，你没事吧？阿妹！”这时，先前开门的男人狠狠推了谢廷玉一把，冲了进来。见此情景，顿时气血上涌，张开双臂拦在浴桶前。还不出去！你们还想怎么样？放肆！
退下。说完，带头转身出了厢房，一抬眼就看到了黑面的兵部侍郎石磊。谢廷玉一时只觉得尴尬。哼，臣倒是不知，靖王还有私闯民宅、偷看良家妇女沐浴的嗜好。石大人，此事有误会，咱们先离开这里，回头本王再单独解释给你听。以我北越国律法，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靖王莫不是想贿赂臣，想让臣徇私枉法？谢廷玉的脸青一阵白一阵，以他对石磊这块臭石头的了解，此时若不将事情当场说清楚了，他说不好还会当场逮捕他。石大人，这其中确有误会，此宅是本王几年前购置，实属靖王府产业。本王的宠妾喜欢这宅子，这段时日便一直住在这里。今日本王如往常一般过来，开门的却是陌生人，本王担心宠妾出了什么事，一时情急，这才闯了进来。还请石大人明察，为何本王的宅子里会住进旁人？此时外面围观的人群中冒出一个声音：啊，这宅子昨日就卖了呀，售价比日常价格低了一半，若不是银子不够，我都想买呢。哼，我倒是银子够，可就回家取了个银子的功夫，这宅子便已经卖掉了，真是便宜了郑家两口子了。本来还挺羡慕他们，可如今靖王府前脚卖了宅子，后脚靖王又带人闯进来，口口声声说宅子是靖王府的，还闯到人家厢房里去。嘿嘿，哎呀，真是不守信用，郑家两口子算是倒了血霉了。卖了？可有凭证？就在这时，郑家男人安慰好妻子，驼着背从厢房走了出来。石大人，草民郑二昨日用了全部身家，还找朋友借了些银两，才堪堪买下了这栋宅子。这是房契，请您过目。今日靖王未经草民与家人允许，擅自闯入草民家中，不仅打伤草民，还侮辱草民的妻子，请石大人为草民做主啊！这不可能！谢廷玉快走两步，趁着石磊去扶那男人，一把从他手中抢走了房契。不可能，不可能！叶儿绝不可能卖了这宅子。他走过去抓住郑二的双肩，神色颇有些癫狂。老实交代，这房契你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偷来的？靖王休得无礼！靖王，先皇遗言，北越国无论君臣都应爱民如子，你竟敢公然对北越百姓动手，是不敬先皇吗？是借民欺骗本王在先。说，你把叶儿弄到哪里去了？还不把他救出来？靖王，这宅子是如何来的，自有官府定论，不得欺辱百姓。请靖王跟本官走一趟。是。两个侍卫来到了谢廷玉两侧，朝外伸手。石磊，你个昏官，分明是这贱民偷了本王的房契，又掳走了本王的女人，你还包庇他？你若是敢动本王的女人一根头发，本王定叫你生不如死。这时人群中突然冒出一道突兀的声音：我昨日看到一个女人被从这宅子里扔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靖王宠妾呢？婶子，你也看到了？我也看到了，是被靖王府的小厮丢出来的。那女人只穿着里衣呢，可惨可惨了。是呀，衣衫不整就这么被丢出来了，灰头土脸的，也不知道有没有地方去。哎，不过你怎么知道丢她出来的是靖王府的小厮？会不会是认错了？嗨，绝对不会认错，我不认识小厮，但是我认识靖王府的管家，他时常到我三舅家的米粮铺子里采购粮食，我见过几回便认得了，我亲眼所见，就是他指使那两个小厮将那女人丢出来的。叶儿被丢出来了，还只穿着礼仪，还是管家指使靖王府的小厮干的。谢廷玉最后是在一座小院子里找到的沈之意。玉哥哥，你怎么来了？谢廷玉心疼的几乎无法呼吸，上前一步，一把拉过女子，就将她按在了怀里，紧紧抱着她。对不起，叶儿，玉哥哥让你受委屈了。沈之意并未说话，只是任由她抱着。谢廷玉一低头，就看到了女人修长脖颈上的点点红痕，让他很容易就联想到了昨夜二人抵死缠绵的疯狂。心念一动，他将她打横抱起，急不可耐地踢开厢房的门，将她轻轻放在了床榻。男人急不可耐地啃咬着她的红唇，得到了女子的热烈回应，而后便是顺理成章地一路向下。2个时辰后，太阳渐渐西斜，床榻上的动作才慢慢地归于平静。男人许是过于劳累，此时已经是呼吸均匀，显然是睡着了。女子慢慢地将自己从他身上抽离，又从地上捡起衣衫穿上，忍着浑身的酸软去了小厨房。
谢廷玉醒过来时，下意识往旁边一看，发觉床榻上只有自己一人时，他忙掀开被子起身，就听到了外面窸窸窣窣的声音，同时闻到了饭菜的香味，慌乱的心便平静了下来。待穿好衣裳来到院中，就见院中的小木桌上已经摆上了精致的4菜1汤，还有1壶酒。一儿，玉哥哥，吃饭了。来了。两人互相给对方夹菜倒酒，说说笑笑，仿佛回到了若干年前。直到木桌上杯盘已空，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玉哥哥，你回王府吧，莫让你的王妃等急了。你跟我一起走。不了，我还是喜欢住在这个小院子里。虽说小是小了些，但我想住多久都可以，不用担心被人赶。玉哥哥今后若是想一儿了，可以随时来这里，一儿永远都在这里等着玉哥哥。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了？若是我一直不来呢，你打算如何做？我不会的，玉哥哥你肯定不会忘了一儿。那我若就是忘了呢？若是玉哥哥真的忘了一儿，那便如何？那一儿便只有青灯古佛，了此一生。一句话说完，女子便捂着嘴，不住地啜泣起来。我的傻一儿。女子在他怀里泣不成声。人生得一儿如此女子，夫复何求？你跟我回王府吧，给我些时间，我会娶你为靖王正妃。可你已经娶了南阳侯府嫡女啊，她身份高贵。她不配。沈之意最终还是跟着谢廷玉回了靖王府，只是在进门时，他怯生生地拉着谢廷玉的衣袖，顿住了脚，并不往里走，身体微微颤抖着。一儿，怎么了？不知姐姐可回来了？姐姐？就是王妃姐姐。我以后都会听姐姐的话，不惹她生气。只要她允许我待在玉哥哥身边，不赶我走，我会好好伺候玉哥哥和姐姐的。谁用你伺候他了？没谁。可若是我不讨好他，他又把我赶走怎么办？我只想跟玉哥哥在一起，只要他愿意让我待在玉哥哥身边，便是为奴为婢都是可以的。玉哥哥你放心，我会跟嬷嬷学习怎么伺候姐姐，只要让姐姐高兴了，她兴许就不会赶我走了。女子说着便抬起头来，抬手拭干眼泪。玉哥哥，我们进去吧。你不用去讨好他，你也用不着伺候他。这个王府是本王的，他还没资格赶走本王的女人。说完便将女子打横抱起，两人径直朝着新兰院而去。可让二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从前金碧辉煌的新兰院如今竟黯然失色，变得灰扑扑的，里面竟像是遭了贼般，一应字画瓷器玉器全都消失不见了，竟连院子里的树也被挖了，还有屋里屋外的花草，屋里的屏风甚至桌椅床榻通通都不见了，就连厢房里那地上铺的玉砖也被撬了。再一抬头，屋顶的琉璃瓦也被掀干净了。这他回头看了一眼谢廷玉。玉哥哥，我们的家没了。沈之意这次是真伤心了，他气血攻心，竟吐出一口血来。一儿，滚叫何在？叫他滚来见本王！没多久，须发皆白的中年管家就战战兢兢地跪在了灰扑扑的新兰院里，瑟瑟发抖。此时见王爷发怒，他颤颤巍巍从怀里摸出了一个盖着四方钱庄大印的银票，递给了他。王爷，这是王妃吩咐小的，要亲自交给您的。谢廷玉沉着脸接过，看了一眼，却是5万两白银的大额银票，心里稍稍舒坦了些。新兰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张银票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回王爷，新兰院的东西也都是王妃吩咐拿去卖银子了。那银子呢？管家又是一愣，难道王爷没仔细看他给他的银票？王爷您看看，您手上拿着的是什么？你的意思是说，这5万两的银票是变卖新兰院的东西得来的？不是，光变卖新兰院的东西哪里够啊？不止新兰院，
还有王府名下的庄子、铺子、良田，还有田宅啊，对，还有王爷您的私库也卖干净了。你说什么？谢廷玉又是恼怒又是不敢相信，他强压着滔天的怒火，与管家确认。这还不够呢，王妃把他住的南院里好些物事也拿去卖了，这才凑够了这5万两呢。谢廷玉仿佛听到了脑中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一时间只觉得天旋地转，头几乎要炸了。合着你们是把王府卖空了，才凑的这5万两白银？王爷，这都是王妃吩咐的，说是您急需这5万两白银，小的不敢不从啊。莫非这都是王妃杜撰的？您其实并不需要这5万两白银。哎呀，王妃说了，您要是有意见，只管找她去，莫要牵连了旁人。王妃何在？啊，昨晚不是您自己要王妃去游湖了吗？您自己都不知道，小的如何知道？王妃昨夜跟您去净月湖游湖了，至今未归。至今未归，至今未归。一想到那女人昨夜中了药，在他怀里意乱情迷时，嘴里竟喊着那阉人的名字，接着又被黑衣人掳走。来人，把管家拖出去杖毙！王爷，小的都是听命行事啊，这一切都是王妃指使小的做的，就因为她是您的王妃，小的才不敢不听她的话呀。而且王妃说，您急着要用这5万两银子，甚至为此夜不能寐，小的也是想着为您分忧啊，王爷啊，您大人有大量啊，就算小的哪里做错了，您就看在小的这么多年为王府尽心尽力的份上，饶了小的这条贱命行吗？王爷，饶了小的这条贱命啊！2个侍卫本已上前，可见王爷未在发话，他们也不敢妄动，便只能等着。老管家见王爷虽不理他，却也未再继续下令，心里知晓自己这条命算是暂时保住了。王爷，是王妃说，她是王府的当家主母，王府的产业，她有权处置。若是您为此事生气，何不等王妃回来，您与她当面说。她不会回来了。管家一脸懵，听不懂王爷说的不会回来是什么意思，一时也不知该作何反应，只愣愣地跪在那儿，双手还抱着王爷的腿。行了，新兰院的东西都卖到哪里去了？能赎回来的通通赎回来，赎不回来的就买更好的。啊！管家又是一愣，昨日才忙前忙后的卖了，今日又要赎回来，这样折腾一趟，恐怕要折进去不少银子，还不快去！管家身体猛地抖了抖，急忙爬起来出门去了。玉哥哥，这些东西卖了也就卖了，叶儿不要这些也没关系的，你筹这些银子定有用处，可别浪费在叶儿身上了。那些都是叶儿喜欢的东西，玉哥哥自然要给叶儿保住。可是银子，沈南星回不来了，他的嫁妆丰厚，日后也算是王府资产。男人眸中闪过一抹阴狠，那女人身中回春香，如今一夜未归，要么便已暴体而亡，要么便是与野男人苟合。无论是哪种情况，她的嫁妆还有明媒铁骑都将名正言顺归她所有。启禀王爷，王妃回来了。幽冥谷，随着在寒池中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女子白皙的小脸上附上了一层寒霜。她先前还与他说几句话，后来便不说了，好歹呼吸还是平稳的，可如今怎么呼吸声听着如此微弱了？只犹豫了片刻，他就动身朝他游了过去。就在快要到他身边，却正好看到他面无血色，毫无生机般朝着寒池中滑了下去。傅九离瞳孔剧烈收缩，箭一般掠了过去，一碰到女子身体，男人便不自觉哆嗦了一下。他怎么冷成这样？怎么比我冷这般多？他一时间什么也无法考虑了，他立刻运行起周身内力，将她紧紧抱在怀里，用暖意包裹着她。冷。听到女子喊冷，男人便将她抱得更紧了些，可她仍在他怀中瑟瑟发抖。好冷。他呢喃着，拼命朝他身上靠，要近一点，再近一点。两人的衣衫实在太过碍事，总是挡着他与他靠近。沈南星有些生气，便没头没脑的在他身上乱蹭乱拉，费了好大力气，总是将他胸前的衣衫蹭开了。傅九离浑身都僵硬了，他的手抬了抬，想将他的脸推开，可看着他那迷离眷恋的模样，最终他只是轻叹了口气，
手又放下了。可谁曾想，他安分了没一会儿，便又不知足了。趁着他未注意，猛地2只手一用力，竟再次将他的衣衫剥掉了。他的中衣早已被他撕碎，本就只剩下一件外衫披在身上，这下被他一脱，上半身便又不着寸缕了。沈南星，你放开！沈南星，傅九离，我好冷啊！傅九离深深叹了口气，拿他毫无办法，只能将头扭向一边不看他。沈南星，你做什么？男人的心跳几乎要停止了，他的触感从未如此清晰，肌肤相触之地处处着火，他的大脑一片空白。沈南星，你放开！可女子紧紧抱着那热源，小脸贴在他精壮的胸膛上，只觉得又舒服又安心。不放！你不知羞！就不知羞！女子嘟囔着，毛茸茸的脑袋还在他胸前蹭了蹭。别动！男人呼吸粗重，身体轻颤，眸底已是一片燎原墨色，他已经快要控制不住了。他用尽自己最后一丝清明，一掌将他劈晕了。主子，你醒了。沈南星皱眉，入目便见自己是在一个陌生的小房间里。神医，我们家主子醒了，您快来看看。哎呀，来了，急什么？丫头，可有哪里不舒服？他呢？哎，老夫问你身体哪里不适，没听到吗？那我问您他在哪里，你没听到吗？老神医瞪了他一眼。你不说名字，老夫怎么知道你说的他是谁呀？沈南星不说话了，一双黑眸就这么安静地看着他。哎呀，我说你这个女娃娃，怎么这脾气秉性跟那小子一个样，都是那样令人讨厌。他走了。见沈南星不理他，他偷瞄了他一眼。他把你一个人扔在我这儿了，他不要你了。主子，为了避免麻烦，9000岁先行离开了。嘿嘿嘿，你看，我就说他不要你了吧，他嫌你麻烦，自己先走了，把你一个人丢我这儿了。沈南星兀自低头喝着水，并不搭理他。他此刻药效当时已经完全解了，神志非常清醒，清醒到他能清晰记得昨夜他在画舫上是如何察觉他在附近，如何故意喝下了那杯酒，如何被黑衣人掳走，又是如何被他救回带到幽冥谷，然后2人在寒池里，他竟羞耻感后知后觉地蔓延了他全身，只觉脸上烫烫的。也幸好他此刻不在这里，说实在的话，当真是没脸见人了。老先生，您快给我家主子看看，好端端的怎么忽然发热了？老神医只瞟了他一眼，也语道：你家主子可不是发热，他是想那小子了。这地方沈南星是半刻也待不下去了。那娘，我们走。主子，暖安去给您煎药了，看这时辰应当是已经快好了。您泡了这么久的寒池水，身体要紧，您好歹把药喝了咱们再走啊。9000岁特意叮嘱了，得让您喝了药才能离开。好。你这女娃娃怎么就听不得别人说实话呢？听2句实话就闹着要走。哎，你既不爱听实话，老夫不说就是了。手伸出来，老夫给你把脉。不必了，我已无事了。你的回春香确实解了，老夫看看你旁的情况。想起那小子临离开前与他说的话，老神医就气不打一处来。九黎曾听说文香夫人极善女子之症，您与她素来交好，若能共同钻研，这小小的不育之症定能轻松治好。轻松治好？轻松治好？他说的倒是轻松啊，还素来交好。他明明知道他与文香那老女人有仇，老死不相往来，还这般说，气死他了，气死他了。嘿，你不让老夫诊脉，就不担心真得了不育之症？左右我此生也不打算怀孕生子，这不育之症得了也便得了吧，不碍事。丫头，你与那小子多大仇啊？你要让他绝后啊？您不知道？啊，老夫不知道什么？您不知晓他是何身份？是他不能生，又不是他不愿意生，如何就成了他狠毒了？啊，他是何身份？他不就是……老神医说了一半就停了下来。是啊，他怎么又忘了？那小子如今可是北越国权倾朝野的9000岁，是太监。若这女娃娃真给他生了孩子，
便是欺君灭族的大罪。倒是老夫疏忽了。只是丫头，你要不回头劝劝那小子，这北越国的9000岁，他是非做不可吗？行吧，我回头帮你问问。这已经是太监能做的最大的官了，还有更好的选择吗？这老头说话颠三倒四的，难不成傅九黎不做9000岁，他就能给他生孩子了？莫名其妙。沈南星还急着离开，便随便敷衍了老头2句。他中了回春香一夜未归，还不知京城得传成什么样了。黎王府，黑衣黑发的男人坐在案前，听着冷风禀报：沈小姐已经平安回到京城了。他果然派袁安去打探了消息，让郑儿收了银子，也已经按照我们的意思改口了。那黑衣人有消息了吗？江湖上的门派，属下都查了一遍了，这人不属于任何门派。主子，请容属下再去打探。去吧。傅九黎垂眸回想着那日黑衣人的一举一动，那人对南星没有恶意，甚至好像认识他，看到他来就将人直接给他了，就像是对他很放心。至于在那个时候掳走南星，应当是不想让他被谢廷玉玷污，但是又放心的把身中回春香的南星抛给他，是因为他是太监所以放心。这人会是谁呢？谢廷玉见到沈南星时，他正斜靠在正厅的主位上，悠闲的小口喝着茶水，2个小丫鬟正在给他按摩小腿。他一瞧见他那样子，怒火便蹭蹭直冒。果真是在军营里待久了，行事举止与那些兵有似一般，粗俗不堪，这哪里还有半点大家闺秀的样子？沈南星，女子本半眯着眸子，不知在想什么，此时似乎被吓了一跳，手中的茶杯一个没拿稳，便飞了出去，正好连着茶水一起直直地砸在了怒气冲冲的男人身上，正中脑门。吴王爷！跟来的小厮惊呼一声，连忙伸出手就要用袖子给他擦干净。滚开！哎呀，这茶杯怎么这般不长眼，竟飞到王爷身上了？沈南星，你还有脸回来？王爷这是哪里话？这里是本王妃的家，本王妃回来有什么问题吗？哎，王爷怎么没带着你那继子一起来呢？莫非那继子是因为自卑自己的低贱身份，不敢来见我这个王妃？哦，也是，本王妃的身份可比一个继子高贵多了。沈南星，你还要不要脸？堂堂南阳侯府嫡女，一口一个继子，也不嫌丢人。王爷都在大婚之夜委身继子了，如今不过几日功夫，又违背自己的诺言，众目睽睽将那继子抱了回来。王爷做的倒是不许人说实话了。一儿不是继子，若你再如此说他，休怪本王不客气。好吧，王爷说不是就不是吧。反正本王妃从未见过哪家好人家的姑娘会无名无分便与男人苟合的。那还不是因为你占了他的位置？那你休了我，我给他让位。你！谢廷玉气得一滞，却又忽然想起了什么，他嘴角扬起一抹笑。我说你怎么急着激怒我呢？是昨夜被贼人玷污了身子吧？你想让本王休了你，如此一来，你这丑事便不会被发现了。告诉你，休想！看来你也没那么爱你那继子嘛。本王妃都愿意让位了，你却舍不得本王妃啊！那继子也是可怜，心心念念想要的东西，本王妃看不上，王爷都不肯给他。他还真是瞎了眼，看上王爷这种忘恩负义之人。沈南星，你少在那里挑拨！你身为靖王妃，如今被贼人玷污，不自杀谢罪，还有脸回来？你说，若是本王将你被玷污、一夜未归的事抖出去，你这条命还能不能保得住？王爷想要什么？名为铁骑，只要你把名为铁骑的兵符给我，我可以当这件事从未发生过，甚至可以帮你隐瞒。王妃觉得如何？不如何？告诉你，不可能。名为铁骑，我死都不会给你。你就不怕本王将你失了清白的事禀报父皇？到时你便只有以死谢罪一条路。谢廷玉，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这是什么？谢廷玉下意识看过去，赫然一粒朱红的手工纱。这怎么可能？你不是中了回春香，你
你既没死，怎么可能还是处子之身？王府里的小厮丫鬟都知道，我被9000岁救下，他送我去了幽冥谷，是老神医救了我。就你这个王爷不知晓，或者说不想知晓，只愿相信自己的王妃已被外人玷污，好达成你不可告人的目的。去啊，你去禀告陛下，好叫陛下知晓你宠妾灭妻，看那继子会是什么下。谢廷玉，你干什么？你放我下来！沈南星正说着话，忽然身体悬空，竟被男人打横抱起，就大步往内室走去。你是本王的王妃，你说本王要干什么？你不是要用你的手工杀威胁本王吗？好叫父皇知晓本王宠妾灭妻吗？你不就是怪本王冷落你，未与你圆房吗？本王现在就满足你。谢廷玉抱着女子，几步就走到了正厅旁边的耳房，将她扔到了床榻上，紧接着就扑了上去。沈南星本想用力将她推开，却发现自己可能是因为泡了一整晚寒池的原因，刚解完毒，身体还虚弱着，根本就使不上力气。男人的胸膛就像铁一样压了下来，他甚至撼动不了半分。看着女子在身下挣扎，谢廷玉冷笑：装什么？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谢廷玉，你放开我，放开！沈南星慌了，暖安被他派去找傅九离了，暖宁去给他打探消息了，春杏去给他煎药了。现在外边的都是靖王府的丫鬟，他们根本不敢插手，也不会插手。不对，还有小桃！沈南星眼睛一亮，大喊起来：小桃，小桃救我！小桃不会武功，但进来捣下乱，拖延下时间也是可以的。暖安、暖宁都已经走了有一阵了，应当快要回来了。小姐，却正好看到王爷将小姐整个人压在身下，他顿时脸色爆红，他何曾见过此等场面？正犹豫着，就看见王爷回头看了他一眼，吓得小桃转身就跑了。小桃，小桃！任小姐在后面如何喊着，小桃也听不见了。她的心砰砰直跳，一口气跑到院子外面，只是才站了一小会儿，气儿都还未平息下来，就见小姐的新丫鬟暖宁飞身进来。小桃，你站在外面做什么？主子呢？暖宁姐姐，小姐和王爷在。说着又跺了跺脚。哎呀，小姐此时不方便，咱们在外面等着就是。可暖宁耳力极好，与小桃说话时便已听到了一丝异样的声音，好像是主子，便飞身朝正厅中闯了进去。耳房内，谢廷玉已经邪笑着扒开了女子胸前的衣襟，露出了女子莹白光滑的肩膀和锁骨。只见白皙的肌肤上布满了斑驳的红痕，眼中的欲火很快就被怒火取代。沈南星，这就是你说的没有背叛我？沈南星本在拼命使力挣扎，此时听到他的话，便也下意识看了过去，脑子里顿时就想起了在那幽冥谷的寒池里，那人对他……是谁干的？你在想谁？说！是谁都好，反正不是你。说着，他索性也不挣扎了。如此这般，说你都还下得去手，那你还真是不挑。是傅九离吧？你说什么？本王说，你身上这些肮脏的印记，是傅九离那阉人干的吧？也只有他那种阉人，就算美人在怀，也只能看吃不着。沈南星凝聚起全身的力气，将右手从男人手下挣脱。我不许你这么说他。沈南星，你竟敢打我！你竟为了一个阉人打我！打的就是你！谢廷玉猛地抬起手就要还他一巴掌，但巴掌都已经到了脸颊边，女子却分毫未躲。怎么，不怕挨打是吗？那这样呢？他大手移到女子腰间，用力一扯。傅九离做不到的，我帮你，如何？谢廷玉，你放开！那阉人能碰，本王不能碰吗？你是本王的王妃。谢廷玉，你滚开！别碰我！男人却无视怒骂，俯身咬上了女子的香肩。沈南星只觉被他碰到的地方就像被野狗啃了一般恶心，气急间抬手就从头上拔下一只钗子，狠狠戳进了他的后肩。谢廷玉抬起头来，双眸血红，抬手就朝着女子脸上狠狠打去。暖宁飞快赶来时，看到的就是这一幕。他飞身过去，握住男人的肩膀，就将他往外一拖，狠狠砸在地上。主子，你没事吧？受伤了，都是属下不好，
后属下再也不离开主子身边了。我没事，这是靖王的血。来人！几个丫鬟立刻冲了进来，冲在第一个的竟是小桃。老娘，你竟敢打王爷！谢廷玉在小桃的搀扶下站起，一只手摸索着将后肩处的钗子拔下。小姐，王爷是您的夫君，您怎么能用叉子扎他呢？您看王爷都流血了。沈南星，本王给你1日时间考虑，若你肯将东西给本王，你刺杀本王和给本王戴绿帽子的事，本王可以当作没发生，你还可以当你的靖王妃。当然你也可以不给，那么你这些事情就别怪本王捅到父皇面前。刺杀亲王，身为靖王妃与其他男人鬼混，企图混淆皇室后代，这2个罪名任何一个都够南阳侯府诛9族吧。走。谢廷玉捂着后肩伤口，带着几个丫鬟离开。主子，咱们现在该怎么办？暖宁一脸担忧看向主子，却发现主子一直盯着门口的方向发呆。主子，您怎么了？我没事。只是小桃自小就跟自己一起长大，如今怎会变成这副模样？想法子把沈之意的身份透露给谢廷玉。是。小桃一路扶着谢廷玉来到了他的寝殿，又扶着他在床榻上躺好，忙前忙后伺候他，待府医给他包扎完离开。谢廷玉挥了挥手，都退下吧。小桃与几个丫鬟一起告退，可还未走出寝殿的门，身后就传来一道声音：小桃留下。小桃身体一震，低着头慢慢的小步挪到床榻边。王爷有何吩咐？坐。奴婢不敢。本王吩咐你做你就做，若不然你是想违抗本王的命令？奴婢不敢。抬起头来。小桃咬着下唇，心里紧张极了。你是沈南星的陪嫁丫鬟？是。谢廷玉见眼前的小丫鬟面若桃花，羞红了脸，一时觉得有趣，便笑着逗她。那你也是本王的女人了？是的。可会侍妾？奴婢会。男人心头一动，本只想逗逗她套几句话，此时见着小丫鬟的纯真模样，倒真叫他起了几分心思。既然会，那你便试试。在男人的注视下，小桃颤抖着手，一层层将自己的衣衫褪去。谢廷玉呼吸一滞，他一把捞过小丫鬟，却扯到了伤口，轻呼一声：王爷身上有伤，您别动，让小桃伺候您。说完，他半跪在床榻上，一点点将男人的衣裳褪去，最后轻轻地趴在他身上，颤抖着吻他的脸，他的喉结，他的胸膛。男人却忽然大手按住小丫鬟的脑袋，将小丫鬟的唇按向自己的，唇齿交缠间，他猛地握住她的纤腰，狠狠往下一按。小丫鬟的眼泪就飙了出来。王爷，小姐因解毒泡了一整夜寒池，已得了不育之症。小桃身体是健康的，小桃给您生个孩子可好？其实谢廷玉并未睡着，只是这几日接连耕耘，属实有些疲累了，便闭目小憩。只是他方才说什么要给他生孩子？笑话，一个低贱的婢子而已，玩玩还行，生下他的子嗣，他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他配吗？王爷，您可是做噩梦了。小桃发觉男人的眉头蹙了起来，伸手轻轻抚摸，轻声唤他。谢廷玉压下心底的厌恶，缓缓睁开眼睛，温柔地看着小丫鬟。乖小桃，你可知名为铁骑的兵符在何处？名为铁骑的兵符，王妃给了9000岁了。你说什么？男人眼中一瞬间迸发出狠意，大手掐上了小丫鬟细嫩的脖颈。你再说一遍！被夺了空气，小桃的圆脸涨得紫红，两只手用力地想将男人的手扒开。就在他绝望地以为自己要死在这里时，那只大手一个用力，将他狠狠地甩在了地上。王爷，名为铁骑的兵符，确实被王妃给9000岁了。奴婢亲眼所见，绝不会有假。那你可知，他为何将名为铁骑的兵符给了那阉人？是因为王妃心悦9000岁，他说兵符只有放在9000岁手里，他才放心。他就不怕那阉人
将名为铁骑据为己有，那阉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王妃说，只要9000岁想要，他就给他。岂有此理！谢廷玉站起身，一脚踹在了小桃心窝上。王爷，你别杀我，奴婢还有用，奴婢可以给您打探消息。王妃向来最信任奴婢，王妃的事情奴婢都知晓。小桃浑身颤抖着跪在地上后退，直到退到了墙角，退无可退。王爷，王妃早就背叛您了。她身边的暖安、暖宁根本不是什么王府的粗使丫鬟，他们是9000岁派到王妃身边保护王妃的。还有王妃这次泡寒池，也是9000岁陪着她一起泡的。王妃她只喜欢9000岁，所以她才把名为铁骑都给了9000岁。你还知道些什么？那日晚上，您要和王妃圆房，是王妃故意派人将消息传给二小姐的，就是为了好叫二小姐来搅了这事。她不想将身子给您。二小姐是谁？是沈之意，先前住在新兰院的那位，是王妃的叔妹。难怪啊！难怪那日义儿来的那般巧，难怪当初他与义儿初识时，他那般了解他，也难怪义儿的容貌与沈南星有几分相似。谢廷玉眉头深深蹙起，心中满是复杂。小桃见男人似乎在想什么，陷入了沉思。他赶忙捞了一件衣裳裹起身体，连滚带爬悄悄溜了。没一会儿，寝殿的门从外面被人推开，沈之意悄声走了进来，瞧见屋内赤裸的男人和床榻上那一抹刺眼的血迹，他来到男人的跟前站定，抬起朦胧的泪眼看他。玉哥哥，你不是说去找沈南星算账了吗？为何又临幸了沈南星的丫鬟？谢廷玉居高临下看着闯进来的女子，眸中尽是冷意。沈之意，你到底是谁？玉哥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义儿啊，是你的义儿啊。本王问你，你当真是一介孤女吗？定是小桃那个贱人告诉了玉哥哥。是，我是南阳侯府庶女，是沈南星的庶妹，行了吧？我身份低贱，是令所有人都看不起的外室的女儿。即便母亲如今已经被接入侯府成为妾室，可所有人都知道她是外室上位，都看不起她。我作为外室的女儿，更是见不得人的存在，是耻辱。我知道我身份低贱，自是配不上高高在上的靖王，可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我从小就喜欢你，很喜欢很喜欢。我知道你喜欢沈南星，所以我一直以来只敢偷偷关注你，只能像个阴暗的影子一样躲在暗处，偷窥你与沈南星亲密，心如刀割。后来好不容易老天有眼，沈南星死了，我终于有机会到你身边。我太爱你了，我怕你也嫌弃我的身份，才骗你说我是孤女，也因为怕你发现，我几年都不敢回家一次。如今被你知晓了也好，我便再也不用瞒得这么累，这么累。既然你如今不要我了，那我倒不如死了算了。说着便存了死志，一头朝床头的柱子上撞了过去。义儿不要！纵使心底再生气，可这时看到那陪伴了自己多年的女人发狠自杀，谢廷玉终究是心软了。义儿别哭，玉哥哥不怪你就是了。可我骗了你，你真的不怪我吗？本来是怪的，但方才看到你要寻死，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一想到可能从此失去你，我心里就慌得没办法，也害怕的没办法。没有任何事情能比你的生命更重要。义儿，以后莫要再做伤害自己的事了，记住了吗？玉哥哥，我爱你。此时被心爱的女人挑逗，又听到他说爱她，顿时便什么也无法去想了，只有体内的欲火被点燃，熊熊燃烧。折腾了一夜，到天色已然蒙蒙亮，两人才互相拥抱着睡过去。第二日天色大亮，他穿上中衣来到外间，感受到阳光炽热，忽然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忘了上早朝了。王爷，宫中来人说有御史弹劾你，陛下劝您立刻上殿呢。谢廷玉匆匆骑马赶到皇宫，终于抹着汗水来到朝堂上时，文武百官们已经等候多时了。跪下！
谢廷玉身子一抖就跪了下去，紧接着他还未来得及抬头，一本折子就从前面飞了过来，折子的一角正中脑门。你自己看看你做的好事。谢廷玉心底暗道不好，伸手将地上的奏折捡了起来，打开刚看了2行字，便面色发白。石磊竟这般不近人情，芝麻大的小事竟然联合御史弹劾他。真看你是翅膀硬了，知法犯法，还敢不上早朝。父皇，儿臣是有要事耽搁了，绝不是故意不上早朝，请父皇明鉴。启禀陛下，老臣要再参靖王一本。靖王耽于女色，懈怠早朝，实在有辱天家颜面，当重重罚之，以儆效尤。皇帝的面色已经难看到极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谢廷玉一时间有些懵，纵使自己来晚了些，刘御史是如何得知自己是因为那个原因才晚到的呢？父皇，昨日夜里，儿臣连夜处理紧急公务，着实是睡晚了，所以才……满口胡言！你有何公务要处理？朕怎么不知道？父皇，是真的，儿臣昨夜……给他一面铜镜。皇帝面色铁青，扭头懒得看他，第一次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生下这么个蠢东西，丢人现眼。这时，久不曾在朝堂上发过言的9000岁向左迈出一步，站了出来。陛下，靖王殿下最近确实是有紧急公务在忙，这一点臣可以作证。谢廷玉一愣，这阉人莫不是吃错药了，竟帮他说话？是啊，父皇，儿臣确实是在忙公务，这才耽搁了早朝。哦，靖王这段时日为了解凉州水患之困，在忙着筹集银两。臣听说当下已经筹了5万两白银了，此乃凉州百姓之幸啊！靖王殿下，待早朝结束，臣便安排人去靖王府取银子，臣便带凉州百姓谢过靖王殿下了。陛下，靖王能有如此心意，乃我本月之福啊！靖王心系天下，忧国忧民，宁愿变卖靖王府的资产，也要为凉州水深火热的灾民筹集银两，乃天下大德呀！靖王年纪轻轻就心怀天下，不愧是谢氏皇族子孙呐！靖王此举确实是凉州百姓之幸，北越百姓之幸啊！靖王殿下高义。北越帝听到群臣如此说，先前的郁气也稍稍散了些。靖王起来吧，此事你做得很好。谢廷玉如今骑虎难下，此情此景，否认的话到了嘴边，却是无论如何也说不下去了。儿臣谢父皇夸奖。父皇，儿臣想起来王府还有重要的事情去办，儿臣请先行告退。陛下，虽然靖王殿下为凉州水患筹集银两一事做得很好，但他擅闯民宅，害死良家妇女之事也是事实，恳请陛下赏罚分明。靖王，你来说，刘御史所言可否属实？谢廷玉面色又是一白，他慌忙又打开了还捏在手上的奏折，接着方才的2行字往下看，越看面色越白。那女人竟因沐浴时被他看了一眼就寻死了。父皇，您替儿臣解释，这宅子本是儿臣的宅子，儿臣并不知晓王妃把它卖了，这才闯进去的，这都是误会啊！若是儿臣早知道王妃卖了这宅子，是绝不会闯进去的。呵，好一个误会！靖王一句误会，便能抵消我北越百姓一条命吗？那宅子的新主人郑二可是说了，您在进门前他就与您说了，这宅子是他的，可您不信，不仅伤了他，还带人直接闯了进去。此事人证物证俱在，你休想否认。靖王，石大人说的可是属实？父皇，那宅子里本来住着儿臣的爱妾，儿臣以为他出事了，一时心急才闯了进去。但不管如何，此事确实是儿臣的错，儿臣认罚。此事你确实有罪，但念在你为凉州水患筹款有功的份上，功过相抵，便从轻处罚吧，就罚你1年俸禄，再打10大板，你可接受？儿臣接受。谢廷玉此番挨板子，又是石磊监刑，在这活阎王跟前，负责打板子的侍卫一点都不敢放水，所以谢廷玉实打实挨了10大板，屁股开了花。前脚回到靖王府，趴在了床榻上，后脚9000岁的人马就到了靖王府大门口，声称奉9000岁之命来取那5万两白银。谢廷玉也顾不得上药了，急忙命人唤来管家。老管家气喘吁吁地来到谢廷玉面前时，脸上蔓延着喜色，不待靖王发话就主动汇报：
王爷，小的与那当铺老板好说歹说，只花了比原来多3成的银子，就将新兰院大部分物事买回来了。前些日子礼部尚书府上的姨娘当了个古董花瓶，第2日赎回都花了2倍还多的银子呢。老管家一脸的骄傲，眉毛胡子都翘起来了，等着王爷夸他。可没想到等了半晌，不仅未等到夸奖，还等来了一个枕头。王爷，小的又做错什么了吗？看着王爷趴在床榻上，一张脸黑得像包公。小的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呀。谢廷玉看着这蠢管家，已心如死灰。府里还剩多少银子？6000两。把东西卖了，把银子混回来。啊？还不快去！啊，是。新兰院刚回来的那些名贵物件，沈之意只来得及看了一眼，便又纷纷被搬出了靖王府，再次入了当铺。当初的那5万两银子也折成了3万两。沈南星惬意地躺在贵妃榻上，眉眼弯弯。傅九离那男人也太对他胃口了，他前脚卖了靖王府产业，这男人后脚就轻易把卖的银子给诓走，还是以如此冠冕堂皇的借口。沈之意的身份靖王已经知晓，但他似乎并不在意。无妨，要的就是他不在意。被欺骗这么多年也能轻易原谅，便说明两人情比金坚。这样一来，谢廷玉为了沈之意休了他，岂不是更容易了？就在这时，门房有人前来通报，离王府有人求见王妃。沈南星噌地从贵妃榻上蹦了起来。傅九离来了，我现在出去见他。王妃，不是。小厮跟在后面想要说什么，可他说话哪有王妃跑得快呀？他的话才刚出口，王妃已经没影了。沈南星兴冲冲地来到靖王府大门，却并未看到他心心念念的那个人，取而代之的是笔直地站成一排的4名黑衣人。属下乔大，属下乔2，属下乔3，属下乔4，参见主子。你们是9000岁派来的，为何叫我主子？主子，9000岁将我等送给主子了，日后我们4个就是主子的人。你们先前在9000岁身边是做什么的？他把你们送给我做什么？求主子收留我们。主子，我们以前是给9000岁抬轿子的，日后也可以给主子抬轿子，保证又快又平稳。主子，我们干活也是一把好手，洗衣做饭、砍柴打猎，样样都行。主子，我们功夫也不错，可以保护您。主子，我们……停！他已经知晓这4人是什么人了。他人呢？9000岁今日出发前往凉州，此刻应当已经在路上了。他就这样走了？临走之前，他都不来见我一面。主子，您现在可还是靖王妃，9000岁临走之前专门来见您，跟您告别，您觉得合适吗？沈南星无语，那他如今还是靖王妃，他把他的4个轿夫送给他就合适了。9000岁此去凉州，你们不跟在他身边保护他吗？去凉州路途遥远，9000岁嫌我们抬轿子走得太慢，他坐马车去。9000岁武功比我们高，他说用不着我们几个。沈南星知晓傅九离是不放心将他一个人留在京城，这才将4个轿夫留给了他。可全京城都知道这4个轿夫是他的人，如此一来，他与他的关系便是剪不断理还乱了，岂有不收之理？既如此，你们就留在我身边吧。这时，乔大从袖中拿出了几卷捆在一起的画像，双手恭敬递给沈南星。主子，这是9000岁为您挑选的夫君人选，您选一选。9000岁说，这几人都是经过考察的，人品家世都合适，您相中谁了，他就给您安排成婚。你们既然是我的人了，是不是以后都要听我的话？主子请吩咐。带我去找他。9000岁坐的马车是2匹上好的汗血宝马拉车，咱们抬轿子跟不上。既然你们什么也做不好，那便回去吧。主子，9000岁还有1匹白马，名为踏血，1日1000里，比汗血宝马只快不慢，属下帮您偷来。那可是9000岁最宝贝的马，连他自己都舍不得骑啊。乔4用胳膊拐了乔3一下，提醒：咱们现在是主子的人，不用考虑旁人。现下离王府里冷子好暗卫都跟9000岁走了，其他人不足为虑，偷匹马还是容易的。去偷。沈南星骑着那匹浑身雪白、毛发油亮、健壮有力的白马，不过半日功夫就追上了9000岁的轻装队伍。远远听到马蹄声，赶马车的2名侍卫顿时警戒。
启禀九千岁，是一个女子骑着马朝咱们来了。本在闭目养神的黑衣男人蓦地睁开眼，可是一红衣女子骑着一匹白马。傅九离唇角轻轻上扬一抹小小弧度，随即便下了马车，立于马车旁等候。一抹火红身影风驰电掣般，转眼间便来到了眼前。踏雪人力嘶鸣，待背上的人下来后，便迫不及待来到他旁边，围着他踏蹄转圈。红衣女子却是来到他面前，伸手将白马推开，扬起脑袋，一双眼亮晶晶地看着他。白马被推开，又挤了回来，女子又伸手推他，他又挤回来。一人一马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抢占他面前的位置。踏雪，退下。白马这才长嘶一声后，喷着热气，似乎不情不愿地退到了一边。红衣女子神气地朝着白马扬了扬下巴，把白马气得在原地转着小圈嗷嗷叫。你跟匹马较什么劲？谁叫他抢我位置啊？这位置可写你名字了。你方圆1丈以内都是我的位置。你惯会胡说八道。沈南星趁他没看他，上前半步就抱住了他的腰，又快速踮起脚，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你放开。不放。你放不放？就不放。你们施家贵女自小不是熟读女诫吗？女诫里面便是这样教你的？不是这样教的。那你还……可我想你了。你站好，我有话与你说。那你说，你为何连个招呼都不打，便撇下我走了？我不是要说这个。那你说，你为何要给我旁的男子的画像，叫我选夫君？他的视线落在别处，不去看他。这几日靖王便会给你和离书，你之后便是自由之身了。纵然南阳侯疼你，但他毕竟年迈，护不了你长久。那些画像上的都是品性良善之人，官职不一定高，但定会待你好。家中长辈也都是好相与的，断然不会为难于你。所以9000岁这时不想要我了，要将我推给旁人了是吗？你与我也有了肌肤之亲，9000岁是不想对我负责吗？别胡说。那你说，这是不是你亲的？青天白日下，你怎能如此举止？被旁人看去了怎么办？那日后黑灯瞎火时，我再给你看。你在胡说什么？哦，你不看啊？那我给旁人看去。你敢？不是你说的将我嫁给旁人吗？说是我未来的夫君要看，我是不能拒绝的。你说是吗？若是沈小姐未来的夫君，自是可以看的。沈小姐回去吧，本王要赶路了。风渐渐大了，卷起了女子火红的裙摆。她仰着头看她的背影。那日在寒池，你与我许下了3年之约，还作数吗？那些男子画像，沈小姐可看了？并未。沈小姐若是看了，便会知晓，里面的男子都是良配，则其中任意一人，沈小姐余生都会舒适愉快。可我唯有与你在一起，才会舒适愉快。本王并非良配。9000岁，当真如此想？是。那便如你所愿。傅九离心头猛地一跳，回过头来就见女子已然掉头离去。她这是哭了？3年之约，自是作数。踏雪，送他。远远的地方，一匹白马马头一甩，扬起马蹄，风驰电掣般朝着红衣女子的方向卷了过去。沈南星并未扬鞭，只是抓着缰绳，就被踏雪带着火速离开。你就不能跑慢点吗？我又没让你跑这么快，你跑这么快做什么？踏雪一双大大的马眼眨了2下，透着茫然无措。你现在慢下来有什么用？他早就看不着我了。踏雪2只马耳竖了起来，怔了片刻，便又加快了速度，火焰般飘过山峦和平地，将他带回了靖王府。小姐，您终于回来了。小姐，方才靖王去南院找过您了，让您一回王府就去新来院找他。奴婢看靖王脸色不太好的样子，这会儿找您定是没什么好事，要不您就别去了吧。晚安，暖宁。傅九离方才告诉我，谢廷玉这几日便要给我和离书，可是他做了什么？此事你们可知晓？主子，属下听冷月说了，9000岁确实找了靖王，给他看了一沓信件，好像是10多年前端妃与外男来往的信件，以此威胁靖王与您和离。有意思。
难道谢廷玉并非当今陛下的儿子，而是端妃与外男通奸所生？可上一世并没有爆出这件事啊。有这般好的把柄在手，他为何不直接将证据呈给陛下呢？属下猜9000岁兴许是怕牵连主子吧。是啊，谢廷玉若真不是皇子，那便是诛九族的大罪，而他一日未与谢廷玉和离，他便在他9族之内。傅九离因顾及他的安危，便不会将证据呈到御前。沈南星未再说什么，一路沉默着回到了南院，将今日乔大给的画像拿给我。主子，咱们不去找靖王吗？不急，现在该着急的是他，不是我。咱们只管等着便是。春杏很快取来了画像，沈南星接过来，他随意抽出了一卷打开。咦，这不是石大人吗？小姐，石大人是个好官啊，他为人正直，不畏强权，维护百姓，才不管犯事之人官职多大，一律秉公处理，连陛下都记他几分。这次靖王私闯民宅的事，就是石大人处理的呢。听说兵部侍郎石磊学识极高，是凭自己的实力从偏远的山村里一步一步考上来的，是3年前的科考状元呢，只差一步就能3元及第。而且他家世简单，府里除了他自己就只有父母，且他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人，唯一的妹妹也已经出嫁到他老家的小县城了。不止如此，石大人还洁身自好，曾经有官员送他美人，他说他这一世只会娶一位妻子，不需要旁的女人，人都送到府邸了，都被强硬退回了。听你们说的，石大人倒是个极好的夫君人选了。小姐，奴婢不是这个意思，奴婢就是说出自己知道的。属下说错话了，请主子责罚。都起来吧，我并未怪你们。只是能让3个丫鬟都如此说，那便足以说明那人在给他挑选夫婿这件事上有多用心了。傅九离啊，傅九离，你当真要将我推给旁人吗？也不知是谁上一世在他坟前因为吃谢廷玉那渣男的醋做了那么多幼稚的事的，这一世他是真的搞不懂他，难道非得等到他死了他才能意识到他对他的爱？他有心了，只是石大人这般好的青年才俊，又怎会看上我这样一个和离过的女子呢？主子切勿妄自菲薄，9000岁既将画像给了您，便足以说明只要您做了选择，无论您选谁，画像上的人都会心甘情愿娶您。沈南星轻笑一声，这倒是他能做出来的事。他抬手就将剩下的4卷画像全部展开，大理寺卿洪绍恩，太傅之子常宁远，礼部尚书之子张定宽，工部尚书之子胡林。约莫是先前对石磊的夸奖惹得他不快了，这会儿3个丫鬟竟没一个开口的。了解他们吗？说说看。他既希望我从里头挑一个，那我便挑一个试试。小姐，这4位公子奴婢都听人说起过，都是做夫君的上等人选呢，无一不是自身优秀，持续努力上进，且家风清正，家中都是连妾室通房都未曾有过的。而且不止他们自己，他们的父母也是十分恩爱，家庭和睦的。这几位公子都是除了皇子和王爷外，京中许多贵女想嫁的对象。沈南星点了点头，对暖安暖宁道：帮我传信给他，就说他给我选的这些人我很满意。是，主子。还有成亲的事就不用他安排了，我会从这些人里面选一个，亲自去追求他。暖安和暖宁又是对视一眼，暖安便很快去传信了。阴阳铜管不是已经用掉了吗？主子，这是冷月转交给属下的，说是找工匠修缮改进过了，如今可以发射3枚信号弹。他也有吗？是，9000岁也有。还给他吧，就说我不要。我若是要了这东西，我未来夫君会不高兴。啊？少主子说的错。哦。正在这边将画像刚刚收好时，南院的门就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了。门口是一脸暴怒的谢廷玉。沈南星，你既回来了，为何不去新兰院找本王？啊，那地方太破了，不想去。新兰院这么破是因为谁？还不是因为你变卖了新兰院的东西？怎么会是我呢？大家伙都看到了，明明是管家卖的，王爷怎么冤枉人呢？你敢说不是你指使的管家？你说是我指使管家卖的，那卖东西的银子可有1文钱给我了？你分明就是你与傅九林的阉狗，里应外合，诓走了本王的银子。暖安暖宁，打！他话音刚落，暖安与暖宁2人身形一动，闪电般来到了谢廷玉旁边，劈头盖脸就将他暴打一顿。
来人，来人，把沈南星给我捆起来，把这2个丫鬟给我杖毙！王府的侍卫何在？还不来救本王？沈南星，你不得好死！可无论谢廷玉怎么喊，直到他被打得满头包，晕死过去，也没等到人来救他。王府侍卫众多，自然听到了王爷的呼喊，也循着声音赶来了。可他们却靠近不了一步，纷纷堵在南院大门外不远处，无法再前进一步，甚至连声音都不敢发出。谢廷玉最后是被装在麻袋里，被乔大扛到了新兰院，又像扔垃圾一样被从围墙上直接扔进了院子里。沈之意脑袋晕晕乎乎的，此刻正坐在亭子里唯一的一张完好的石桌旁，盯着浑浊的湖面发呆。一声重物落地的巨响，惊得他一下子从石凳上跳了起来。玉哥哥，玉哥哥，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你怎么伤成这样了？疼不疼啊？燕儿别怕，玉哥哥没事。玉哥哥，你等着，我去给你找府医。燕儿回来。玉哥哥，你怎么样？你伤得这么重，燕儿得去给你找府医啊。我没事，只是些皮外伤罢了。天色已晚了，别出去。如今这王府已被沈南星那个贱人掌控，不知他使了什么法子，将王府的下人和侍卫都弄到哪里去了。你一人出去，我不放心。有什么事便明日再说吧。玉哥哥，你的伤是不是沈南星叫人打的？玉哥哥，叶儿也不知姐姐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她对叶儿不好也便罢了，毕竟叶儿只是个庶女，比不得她从出生便是侯府嫡女，身娇玉贵。可玉哥哥你可是身份高贵的靖王，又是他的夫君，他怎可这般对你？玉哥哥，姐姐自小就蛮不讲理，如今更是变本加厉，要不你休了她吧。叶儿你放心，沈南星不配做靖王妃，玉哥哥明日便将他赶出府去。傅九离那条阉狗竟拿着母妃年少时与表舅来往的信件来威胁他，限他3日之内与沈南星和离，否则这些信件便会呈给父皇。叶儿，你帮我取来纸笔。傅九离那条阉狗势力庞大，名为铁骑的兵符寄到了他手里，再想拿回来恐怕是很难了。好在他一个太监也不可能造反，日后再想法子吧。既然义儿也是沈老侯爷的孙女，那么无论是沈南星还是义儿，任谁做着靖王妃，沈老侯爷都会站在他这边。更何况沈老侯爷已经老了，而南阳侯府唯一的男丁便是义儿的亲哥哥。他在心里做好计较，便不再犹豫，提笔便在宣纸上写下和离书3个大字。玉哥哥，不是休书吗？沈南星犯了大错，你完全有理由休了他。沈南星可是有着大笔的嫁妆，说是和离，他就可以将嫁妆全部带走。谢廷玉自是不愿说实话，知道他喜欢了我这么多年，看在少时的情谊上，本王便大度些，给他一封和离书也不是什么难事。无论是休书还是和离书，他以后与靖王府都不会再有任何关系，也都不会影响我娶你。可是玉哥哥，沈南星他一夜未归，定然早已失了清白，如今又这般欺辱于你，就给一封和离书，这也太便宜他了。可这些事并无证据，靖王府的家丑也不宜外传，若是无故休他，百姓还不知会说成什么样。此次为了寻你，我本就为御史参了一本，在百姓中名声已然不好，若这时又无故休了沈南星，实在不妥。沈南星在北越百姓心中地位还是很高的。沈之意死死咬着下唇，眼眶发红，眼底尽是不甘。他绝不能让沈南星将那丰厚的嫁妆都带走。玉哥哥，我有一个法子。第2日，凉州府衙里，冷月，主子有何吩咐？京城那边可有传信过来？回主子，京城那边一切如常。他稍稍定了定神，主子问的是京城的事，并未问沈小姐的事，如此回答无甚不妥。可他已经说完，又跪了一会儿后，主子竟还未开口叫他下去。乔大他们换了新主子，适应的如何？冷月心想，现在做9000岁的暗卫愈发艰难了，主子有什么都不直接说了，毕竟主子何时关心过下属的这种小事，向来不都是这点小事都做不好，要他们何用？主子，沈小姐着人寄来了这些。这阴阳铜管如何又送回来了？属下不知，主子可看看纸条，兴许里面有写明原因。知道了，下去吧。看看，
主子方才问几个轿夫换了新主子适应的如何，他根本就没回答这个问题，只说了沈小姐派人寄了东西，主子就让他退下了。所以日后主子问的不一定是他想听的。傅九离手里拿着那张纸条和阴阳铜管，回到了屋子里，关上门，坐在了书案后面，这才打开了那张纸条。只是越看眉头皱得越紧，他对那些男子很满意，他还要从中选一个亲自去追求。傅九离一双眼眸漆黑，继续往下看。这阴阳铜管他花费了几个日夜的时间才亲手改造好的，如今可发射3次信号了，他竟不肯要，就因为他未来夫君会不高兴。沉默半晌后，他又唤来了冷月，将其中一只阴阳铜管递给他。将这只阴阳铜管寄给他，身边的安危。是，主子。冷月伸手接过，正欲离开，就听到主子又补了一句：培养一个安卫不容易，得保护好了。正定定神，就听到身后主子又来了一句：日后京城的事若无危险异动，就不必向本王禀报了。是。当天夜里，傅九离少见的梦魇了。梦中红衣女子巧笑嫣然，两只灵巧的玉手勾着他的脖颈，抬眼看他。九离，吻我。沈南星，你放开。就不放。你既不听话，那我吻你了。话音未落，他温热的唇便已触到了他的耳廓。傅九离心里砰砰直跳，那痒痒的麻麻的感觉竟在一瞬间蔓延了全身，让他整个人都止不住的轻颤起来。是你要着手我的。傅九离猛地睁开了眼睛，浑身冷汗津津，才发觉这是一场梦，他梦魇了。梦里他与他浑身僵硬了，再垂眸看向下身，亵裤那处俨然鼓起了一座小小的帐篷。在梦中，他便是用那处，那感觉甚好。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他脸上顿时青一阵白一阵。原来他骨子里竟是这般阴暗卑劣吗？明知太监不能人道，竟在梦中用那种法子糟践他。这是和离书，我昨夜便已写好。既然你这般想离开我，和离书我给你就是，但你可不可以救救北越？如今东来大军来犯，朝中无剑可用，你虽是女子，可以是善战的将军，在北越危难之际，可以求你再战一回，救救北越吗？沈南星伸手接过信封，将里面的宣纸抽出来，仔细看了一遍。这封和离书并无官府印章，可没有效力。靖王是想蒙骗于我。我即写下和离书，怎会以此事蒙骗你？只是你先前也在大殿上提过和离之事，父皇是不允的。且如今正值东来犯，父皇本就为此忧虑发愁。我是王爷，和离书要该官府印章，定是要经过父皇的。若是在这个时候让父皇得知此事，他定不会同意，说不定还会迁怒于你。但若是你出征为将，将东来人赶出北越，便是大功一件。届时你再将这和离书拿去盖章，父皇便只能同意了。这和离书我已签下名字，就放在你这里，到时你直接拿去官府盖章，不必再经过我。这般你可放心了。沈南星点了点头，将和离书重新装好，放入怀中。东来人为何突然来犯？东来国地处荒漠边塞，既以我北越国肥沃领土已久，一直以来都在打着我北越国的主意。此次不知如何让他们钻了空子。去年北越国才与东来国签下和平条约，如今不过几月时间，他们怎会忽然来犯？还是说有人做了什么？东来人素来贪婪，不讲信用，他们不守合约才是正常吧？你可以考虑下，本王还有要事处理，便不多留了。说罢也不待沈南星说什么，扬长而去。沈南星看着他的背影，黑眸中灰暗不明，掩埋着深深的恨意。上一世东来人大举进犯尚在半年之后，这一世竟提前了许多。若说中间没有阴谋，他自是不信。来人，梳妆。朝堂上气氛一片凝滞，北越地面色黑沉的几乎要滴出墨来，满朝文武皆深深低着头，噤若寒蝉。平日里吵吵闹闹的朝堂，今日却安静的落针可闻。
众爱卿平日里不是很能说吗？今日怎么不说了？如今东来人来势汹汹，夺我边城，屠我百姓，我偌大的北越国竟找不出一人可带兵征讨他们了。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沈老侯爷轻轻叹了口气，迈出一步走了出来。陛下，老臣愿带兵10万，誓将东来人赶出北越，还我北越太平。沈爱卿年岁已高，且多年为国征战，早已元气大伤，如今又身有旧疾，朕如何能派你前去？不行，便只能将吴将军调回来了。父皇，此战让儿臣去吧。不可。父皇，沈南星一介女流，尚能8岁上阵杀敌，儿臣已经13岁了，也想为国分忧，有何不可？虽儿臣未上过战场，但儿臣这些年学了许多兵法技巧，近来武艺也有很大长进，连离王都夸了儿臣呢。儿臣如今13岁，已经是大人了，父皇，您就派儿臣去吗？北越帝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不行，朕还是调吴将军前去。陛下，吴将军镇守山海关，那处是我们与西宁国的重要防线。若吴将军撤出，老臣担心西宁国趁机偷袭呀。老臣知晓陛下体恤老臣身体不好，但再与东兰打一仗，老臣的身子骨还是撑得住的。陛下，臣附议。自从16年前西宁国内乱，他们的2皇子逃入我北越后，遇上饥荒饿死在北越，西宁帝就恨上了北越。这些年来一直对眉山关骚扰不断。虽说签订了和平条约，但违背条约在4国都不是稀奇事，故臣以为为防西宁国偷袭，吴将军不能撤出眉山关。那你们说怎么办？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申请出战的老的老，小的小，我北越国就当真无人可用了吗？要不让9000岁去吧。北越帝未答话，脸色却愈发阴沉。九黎便是能力再强，他也只是个太监，让一个太监去领兵打仗，是要被3国笑死吗？陛下，臣女请求出战。所有人的视线都朝殿门看了过去，就见一个身穿红色戎装的女子大步走了进来，转眼间就来到了大殿中央，跪了下去。陛下不可！东来西宁南疆3国都没有女子带兵杀敌的先例。先前靖王妃上阵杀敌，皆因她有意隐瞒女儿身所致。如今既已知晓她是女儿身，如何能再派她去领兵打仗？这让3国如何看待我们？若真如此这般，我们北越的脸面可就没了呀！陛下，此番正值国家危难之际，能将东来人赶出我国境内，保护我北越百姓免受战乱之苦，才是重中之重。若此番由臣女领兵，一旦胜了，丢脸的难道不是东来国吗？他们连个女子都打不过。好，那朕就命你为骠骑大将军，领10万兵马，将东来人赶出北越。3日后出征，朕亲自为你践行。臣女领命。走出大殿时，沈南星只觉恍如隔世。他上一世也是这般主动领命，就连说的话都与上一世一般无二。而说完之后，他才意识到他2世说的话一样，甚至刘御史的反应也与上一世一模一样。那接下来的结果，沈南星猛地摇了摇头，不会的。这一世他已提前知晓了哪些人是叛贼，可提前预防，应当不会重蹈覆辙才是。南星，此战可有把握？沈南星心头一跳，回过头来就看到祖父正一脸担忧地看着他。他咬住下唇，心里默念：南星不怕，此战祖父与你同去。南星不怕，此战祖父与你同去。祖父，在上一世他主动请战这天，祖父便说了这同样的话，但当天夜里祖父就病倒了，最后自是未与他同去。这一世这天比上一世提前了半年，祖父还会病倒吗？哎呀，你这孩子都多大了，怎么还跟小孩一样哭鼻子呢？祖父，我今晚想去侯府住。好，那祖父派人去跟靖王说一声。现在面临大战，他与谢廷玉和离的事还是先不与祖父说了。沈南星与祖父分析地形，畅谈兵法，到了深夜，见祖父连着打了好几个哈欠，显然是困极了，才扶着他去休息。而祖父几乎是刚一躺到床上就睡着了，见他呼吸平稳，面色如常，这才放心的去隔壁睡了。真好，祖父今晚没有病倒。第2日，沈南星起得很早，心不在焉的用着早膳，
一边想着一会儿该用什么借口让祖父就留在京城呢。此战凶险，祖父本就身有救急，怎能再让他以身犯险？主子，沈老侯爷病倒了。什么？沈南星面色突变，猛然站起，跌跌撞撞就往祖父住的院子里去了。小老头安静地躺在床上，双眸紧闭，脸色苍白又泛着青灰色，半点没有昨日的健朗模样。祖父，祖父，你醒醒！我是南星啊，你看看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昨夜都还好好的。见府医把完脉，收回了手，他便又看向府医。大夫，我祖父如何了？他昨夜睡前都还好好的，如何一夜醒来就这般了？王妃不必担心，老侯爷这是受凉了，老夫开几副药，只要每日按时吃药，只需月余便可好全了。当真？王妃是关心则乱了。老夫祖上是御医，老夫本人在侯府为老侯爷看诊也有10多年了，这点小病断然不会弄错，王妃只管放心便是。可若只是受凉，我祖父为何脸色如此差？沈老侯爷早年作战多有受伤，终究是伤了底子，如今加上年龄也大了，这一受凉自是比寻常人看着要严重些。如此，便谢过大夫了。府医走后，沈南星吩咐人去抓药，心里却仍是不安。若当真只是受凉，为何这般巧合？暖宁看出他的疑虑，主子，要不让属下给老侯爷看看嘛？你还懂医术？属下以前训练时，因着对药材的辨认有天赋，属下的师傅便专门找人教了属下医术。虽远不及幽冥谷的老神医，但比起一般的大夫来也是不差的。那你便给我祖父瞧瞧。暖宁走上前给老侯爷把脉，只是把着把着，神色凝重起来。怎么样？主子，沈老侯爷不是简单的受凉，是被下了药。这种药会让人从脉象看着就与受凉了一般。对身体可有害处？没有。沈南星沉默了。若是对身体无害，那给祖父下药人的目的是什么呢？秋堂院，秋姨娘坐在椅子上，身后是沈之意在给她捏肩膀。来禀报沈老侯爷病倒消息的丫鬟刚刚离开。娘，这下祖父去不了战场了，可就没人能护着那个贱人了。何止去不了战场啊，那老东西可活不了多久了。娘的意思是，刚才丫鬟不是说祖父只是受凉了吗？难道不是？老东西是中毒了，虽症状就与受凉一般，实则五脏六腑受损，身体会一天天虚弱下去，过不了多久便没命了。您给他下毒了？娘，那可是祖父啊，您怎么能……你把他当祖父，他何曾对你有过好脸色？要不是他拦着，你兄长早就成了侯府嫡子了。可叶儿，你记住，小不忍则乱大谋，要想过得好，便不能心慈手软。谁阻了咱们的路，那他便该死。此事父亲知晓吗？您就不怕万一被父亲知晓了，他怪我们吗？这你就别担心了。那宁，我祖父什么时候会醒？主子，老侯爷平日里忧思过重，此次病了，身体也便放松了下来，昏睡个3、5日是要的，对身体也有好处。祖父，孙女还想跟您告个别，现在看来是来不及了。你好好休息，养好身子，孙女这次定会将东来人赶出北岳，也会平安归来。他又在祖父房里守了半个时辰，才站起身来。那宁，你可善毒？主子，属下的毒术比医术要好。好，咱们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此次出征，我会带上4个轿夫。至于你和暖安，就以安慰的身份留在侯府，保护好我祖父和我娘。若是遇上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给9000岁传信。是，帮我给9000岁寄一封信，就说5日后5时，我在离石古亭等他。沈南星做好一应安排后，便离开了南阳侯府。在出征前，他还有一件事要办。凉州府衙，冷月手握信笺，在9000岁的离石书房外面来回踱步。待踱了约莫20个来回后，书房里终于传出了9000岁不耐烦的声音：“有事滚进来说。”主子，京城来信说，可有危险？沈小姐要出征去打东来了，算危险吗？好像算不上，毕竟这也不是她第一次上战场了。
且以往每回都凯旋了。可沈小姐约主子见面呢，这能不说吗？但主子上回又交代了京城的事没危险不禀报，他一时间陷入了两难，实在不知该如何做了。聋了。傅九离捏着毛笔等了半晌，却未等来回答。从方才冷月开始在外面不停地来回走动，他就在看这本折子。他如今都来回走了23个来回了，他还在看这本折子。京城没危险就不必来报，下去。冷月不敢再犹豫，一溜烟飞快出了书房。小姐，您来了。你认识我？除了幼时被掳来见了一回外祖父，他还从未来过镇国公府。这小厮怎会认得自己？当然了，不只是奴才，东门、角门、小门的门房都是的小姐呢。这是为何？嘿嘿，国公爷找来画师画了您的画像，让我们每个门房都要牢记于心。只要看到您来了，就立刻带您进去，万不可懈怠了。这画像啊，每年都会换新的，奴才这里都存了好多张呢。沈南星怔住了，失忆一瞬间就漫上了眼眶。那些画像可以给我看看吗？当然可以了，小姐请随奴才来。沈南星随着小厮走进了一旁的小屋里，看到小厮从一口大箱子里拿出10来卷捆在一起的画像，他颤着手接过。这些画像有的纸张已经泛黄，有的半旧，有的又还很新。小姐，您快随奴才去见国公爷吧。国公爷可交代过，小姐若是来了，定要第一时间带进去见他。好。小厮带着沈南星一路径直来到了国公爷的书房。闲杂人等不得靠近书房重地。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这是闲杂人等吗？这是咱们国公府的大小姐。两个侍卫对视一眼，交换了一下眼神，速速离开。什么国公府的大小姐？这门房一看就是胡说八道。这国公府里可没有什么大小姐。我乃南阳侯府沈南星，今日专程来见小舅舅。原来是沈小姐，奴才失礼了，奴才这就去给您通报。别进来。小舅舅，你怎么了？他方才便听到书房传来异响，小舅舅莫不是摔了？书房内，许慎之试着爬起，费了好大力气才又端坐在了椅子上，又抬起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待呼吸平稳了，才气定神闲地对外面说了一句：南星，进来。沈南星本就等急了，这会儿一听到小舅舅让他进去，飞快的一闪身便进了书房。小舅舅。沈南星一张口，声音就哽咽了。他本未想如此，方才在外面也还好好的，可不知为何一见着小舅舅，心里就无端生了许多的委屈。南星怎么哭了？可是有人欺负了你？告诉小舅舅，小舅舅为你做主。小舅舅别担心，无人欺负我。南星是见了小舅舅高兴的。这些画是小舅舅找人画的吗？这些年你母亲生我们的气，也不许你与我们来往，我们也不敢贸然去找你，怕又惹你母亲生气，也怕你听信了你母亲的那些说辞，不愿搭理我们。但又抱着希望，万一你哪天想起了我们，或者受了委屈，愿意来镇国公府呢？又担心门房不认识你，怠慢了你，就准备了这些画像放在门房。你瞧，你这不是来了吗？南星不孝，来晚了。南星，你这是做什么？来人，将小姐扶起来。门外的两个侍卫听令正要进来，却被一人从他们旁边飞速掠过，抢了先。小厮将人扶起后，便退到了一旁。见所有人都在看他，立刻就红了脸。国公爷，小姐，对不起，方才奴才听到国公爷吩咐，以为是叫的奴才，奴才一向反应极快，就……你叫什么名字？小姐，奴才叫石头，俺娘说叫石头命硬嘞。我过几日就要出征，去与东来人大战，你可愿随我一起？将军，属下领命。小舅舅，南星向您要了这小厮，您可愿放人？南星想要的，只要小舅舅有，岂有不给之理？一会儿便让你小舅母将他的身契给你。奴才谢过国公爷。石头是吧？日后去了战场，一切都要以沈将军为先，要听沈将军的话，知道吗？是。起来吧。南星，你外祖母日日都念着你和你娘，去见见她吧。还有你大舅舅，今日也正好休沐在家，知道你来了，他一定高兴。
小舅舅不一起去吗？小舅舅还有点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你先去，小舅舅一会儿就来。石头，给小姐带路。是。带几人出了书房，许国公的脸顿时皱成了一团，疼死他了。小姐，据属下观察，国公爷受伤了，他刚才一直在忍着，应当是不想让您发现。观察力不错。小姐您知道？知道，但小舅舅不想让我知道，我便当不知道了。沈南星跟着石头一路来到了外祖母住的慈安堂，才刚走到门口，就听到一声清脆的声响。小孔啊，你都多大的人了，怎么还毛手毛脚的？这回又把什么东西打翻了？老夫人，您看谁来了？外祖母，我是南星。南星，我的南星！哎，外祖母，南星在呢。南星！哎，外祖母。老太太一声声喊着，沈南星便一遍遍应着。老夫人，是南星小姐，南星小姐回来看您了。南星，好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沈南星扶着老太太进了屋子。南星，你母亲她还好吗？外祖母放心，我娘她很好。好就好，好就好。这么多年了，他定是还怨着老婆子，才始终不愿来看看我。可那沈渊就不是个好的呀，他怎么就是不肯听话呢？我就是心疼他，也不知沈渊那小子有没有欺负他。外祖母，沈渊才不敢欺负我娘呢，我娘可是陛下亲封的1品诰命夫人，沈渊才7品，比我娘差远了。他现在啊，在我娘面前都小心翼翼的，谈话我娘都来不及呢。那就好，那就好。一大家人一起吃过饭，又说了好一会儿话之后，沈南星才将大舅舅和小舅舅单独叫到了书房里。沈南星将这段时日里南阳侯府发生的事情都说了一遍。听说许氏中毒，2个舅舅都气坏了。这沈渊是干什么吃的？当初可是他求娶小妹，跪在我们面前发誓，说会一辈子对小妹好，一辈子不纳妾，我们才同意把小妹下嫁于他。不然就他那文不成武不就的废物样子，若不是图他对小妹好，小妹又喜欢他，我们如何也不可能将小妹嫁给他。当初看着挺真诚一人，如今竟变成了这般模样，面目全非，竟纵容他那妾室给小妹下毒。若不是你娘护着他，10几年前老子就废了他了。他从头到尾都在骗小妹。我怀疑沈渊不是我爹。一语落下，满是寂静。南星，你娘自小被娇宠着长大，纵是性子骄纵了些，但基本的礼仪廉耻她还是懂得的。她绝技做不出这种事来，你定是误会了什么？沈南星一怔，但略一思索，便想明白了小舅舅这是误会了。小舅舅，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你刚说的，你怀疑沈渊不是你爹吗？哈哈，三弟，南星的意思应当是，现在这个沈渊是假冒的。沈南星脸色凝重，点了点头。这怎么可能呢？沈渊怎么可能是假的呢？若现在的沈渊是假的，那真的沈渊哪里去了？南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沈南星便将发现沈渊会武的事情与2个舅舅说了。除此之外，我总觉得沈渊对娘的态度前后反差过于大了。我虽未见过以前爹是如何待娘的，但我听娘说过许多次，就娘说的那些细节，说与现在的沈渊联系在一起，我总觉得很是违和，总感觉那些事情不像是现在的沈渊能做得出来的。不止如此，虎毒尚且不食子，可沈渊却对兄长的死置若罔闻，这太不正常了，就好像我和兄长根本不是他的孩子。他想了想，还是没说沈渊害死兄长的事，他怕万一说出来，2个舅舅直接去把沈渊给宰了。说是这样的话，娘怕是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舅舅们了，还是得让他自己认清那个男人的真面目才是。大哥，你还记不记得那年沈渊要上门求娶小妹时，他离开后，咱们3兄弟将他堵在巷子里打了一顿。记得那时候我们3兄弟将他打得落花流水，满头是包。那他可会武功？他确实是不会武。他有没有可能是假装不会武？不可能啊！大哥，你怎么这么确定？我倒觉得
南星说的有理，说不定他那时候就是为了求娶小妹，就是假装不会武，故意被我们揍呢。沈渊与小妹在郊外踏行时，我请人试探过，他真不会武。啊，原来那回沈渊被杀手刺伤是你雇的人干的，那日被刺伤之后，他可是休养了足足半年呢。所以后来他拄着拐杖又来求娶小妹时，我同意了。起码可以确定，那时的沈渊是绝对不会武功的。若是会武，哪怕只是一般的水平，躲开那一剑没有任何技巧的刺杀，也是没有丝毫难度的。沈渊当年的确是爱你娘爱到了骨子里，不然我不会同意将你娘嫁给他。但是他们成婚不过1年功夫，你娘就发现他养外室，这很不正常。若是现在的沈渊是假的，那么18年前你娘怀孕发现沈渊养外室时，他就已经是这个假的沈渊了。那我爹他……若我们方才的推测是真的，那真正的沈渊怕是早已凶多吉少了。若不是你今日说起他会武，我还真当沈渊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如今怕是错怪他了。为了保护我娘，连命都不要了的人，怎么可能去养外室呢？难怪我从未在他眼里看到过对我们母子3人哪怕有一丝的疼爱。南星啊，这些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不一定是真的。听小舅舅的，莫要伤心了啊。大舅舅，当年那一剑刺在我爹哪儿了？那么重的伤肯定会留疤的。要知道沈渊是不是我爹，很简单，只需要看看他身上有没有那道疤痕。夜里，沈南星一身夜行衣，熟练避开侯府的侍卫，飞檐走壁来到了一处屋顶上。他静静地趴在屋顶上，侧耳倾听着下面的动静。男人的喘息声和女人的娇吟声许久才停，接着是下榻的声音，脚步声。沈渊要去沐浴了。沈南星咬了咬牙，伸手就要拿开洗浴室上方的一块瓦片，可手才刚碰到瓦片，就被一只大手盖在了手上，阻止了他的动作。回过头来，就见另一黑布蒙面的黑衣人正蹲在他旁边。来不及多想，沈南星另一只手果断一拳挥向黑衣人的面门，却又被黑衣人轻易捉住了拳头。偷看老男人洗澡？放开！你先告诉我，你为何偷看老男人洗澡？你先放开我，我就告诉你。真的？沈南星果断点头，可黑衣人才刚把手放开，沈南星的手就迅速接近了那块瓦片，眼看就要揭开，可黑衣人反应比他更快，已经又快他一步按住了他的手。沈南星一口气差点上不来，就差一点，他就能看见了。说吧，想看什么？或许我可以帮你。不用你帮，我自己能看。不行，你不能看。我就要看。就不行。沈南星脸眸思索着，虽不知道这黑衣人是谁，又是为何阻止他看沈渊洗澡，但他直觉这人没有恶意。既然他打也打不赢，说也说不过，那就只能……那你帮我看看里头那男人右边胸口有没有一道疤痕？黑衣人闻言点了点头，轻声揭开那块瓦片，朝里面看去。沈南星坐在旁边等着，只觉得过了好久，黑衣人才抬起头来，将瓦片轻轻合上。那男人右胸口有一道疤。可是剑伤？是，而且应当有些年头了。沈南星眸中光彻底暗淡了下去。难道这个沈渊就是他亲爹？他先前的猜测都是错的。沈南星只觉得千头万绪全都搅杂在一起，搅得他头痛欲裂。事实证明了沈渊就是他亲爹，可他打心底里不愿相信。见他捂着脑袋神色痛苦的模样，黑衣人手起掌落，一掌劈晕了他，然后将他送回了住处。翌日清晨，沈南星猛地睁开眼，从床榻上弹了起来。主子你醒了，属下伺候你洗漱。暖安，我昨夜是怎么回来的？主子您昨夜出去过吗？昨夜您睡下后，属下不放心老侯爷，又去看了一回老侯爷。回来的时候您还在睡着呀。沈南星拍了拍脑袋，想起来了，昨夜他是深夜起来的，那时估计暖安已经去祖父那儿了。待暖安回来时，他已经先一步回来了。看来他是被那个黑衣人送回来的。不过那个黑衣人究竟是谁呢？能将他送回自己的院子，便说明是认识他的，且那黑衣人看他的眼神总给他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很容易就叫他卸下了心头防备。但细细想来又是毫无头绪。算了，任他是谁吧，索性那人没有恶意便好。
沈南星不再纠结，匆匆洗漱过后，便又只身赶去了镇国公府。所以，沈渊并非旁人假冒。许太傅沉吟片刻，我总觉得里面有蹊跷，不对劲。对，我就是觉得哪里不对，但事实却又是这般。此事恐怕不是那么简单，还需要仔细的探查一番，或能找到真相。但单凭我们的力量，怕是很难。那怎么办？有一个人若是肯帮忙，想必会容易很多。但据我所知，这人一向不爱多管闲事，但他偏偏最近又管了几桩闲事。谁？9000岁。大舅舅说的这几桩闲事，莫非与我有关？正是。东厂人手遍布天下，甚至他国都有涉猎，洞察范围之广，非常人所能想象。若是你能说动9000岁帮你彻查此事，想来很快便能得到真相。我明日便要出征，已与9000岁约了3日后在离石古亭相见，到时我便当面请他帮忙查清此事。此事对他来说不过小事一桩，想来他应当不会拒绝才是。南星，你当真？当真？啊？当真什么？南星，你小舅舅是想问你，可是当真心悦9000岁？是，我心悦他。小舅舅，我已经拿到和离书了，只待得胜归来，便可拿到官府盖上大印。许国公颤抖着手接过那封折好的和离书，展开，待到看到最后一行谢廷玉签下的名字，双眼一眨，一行泪水猝然落了下来。小舅舅，小舅舅，是我不要谢廷玉了，又不是他不要我，您别这样。就算你不喜靖王了，可也不能选9000岁呀。南星听话，你喜欢什么样的，告诉小舅舅，小舅舅给你物色。南星这般好的孩子，定要那顶顶好的儿郎才能相配。三弟呀，不是我说你，你都多大年纪了，怎么还要干坏人姻缘的缺德事呢？啊！可南星他偏偏看上了9000岁呀，那怎么行呢？那怎么不行呢？他不能，你怎知他不能？我看你就是读书读傻了，愚了，蠢了。本官懒得与你说。哼，本太傅还懒得跟你说呢。沈南星哭笑不得，一会儿看看大舅舅，一会儿看看小舅舅，已经不知该说什么好了。谁能想到北越国大名鼎鼎的太傅和国公爷，平日里竟是这般相处的。两位舅舅，我娘现在对沈渊执念极深，但沈渊身份尚且不明，我担心他在侯府有危险。我留了2个暗卫在侯府，若我娘和祖父有危险，或者侯府有异常，他们会第一时间联系2位舅舅。南星这段时日不在京中，还请2位舅舅帮忙照拂一下侯府。国公府与侯府本就是一家人，若沈老侯爷或者你娘有危险，镇国公府自当全力保全他们。京城有舅舅们，你不用担心。倒是你此番出征，东来人向来狡猾，定要仔细应对才是。舅舅又说了许多叮嘱的话，还给了他一个包袱，沈南星都一一应下，又将包袱收好。只是离开之前，他又回头看了一眼2位舅舅，脑中蓦然想到了上一世。上一世镇国公府被满门抄斩，尚在他身死之后，可如今他出征的时间无端提前了半年，镇国公府这场灭门之灾可会也跟着提前。他顿时心惊肉跳，面色煞白，猛地冲回去，就一手一个抱住了2个舅舅。哦，怎么了南星？可是有什么难处？啊，这是要出远门了，舍不得舅舅了？舅舅，我昨夜做了个梦。哎呀，一个梦而已，瞧把你吓的。做了什么梦？说来听听，或许大舅舅可以为你解惑，也未可知。沈南星未有丝毫隐瞒，将上一世的情景以梦为由，事无巨细说了一遍。哎，梦都是假的，怎么还被一个假梦就吓成这副模样了？这般胆小，还骠骑大将军呢！别乱想了啊！小舅舅，这梦太真实了，我实在是不安。小舅舅，您答应我，无论发生任何事，您千万不要去城郊，无论是谁喊您去，您都绝技不要去，行吗？哎呀，我没事去城郊做什么？那里总不能还真的有座铁矿吧？且不说城郊就不可能有什么铁矿了，就算真有，我也不可能去铁矿啊！我一个文官。您答应我。哎，好，小舅舅不去。
小九九，你说话要算话，说是骗人，南星就不认你了。啊？为了个莫须有的梦，连舅舅都不认啦？哎呀！沈南星给2个舅舅交代好后，仍是不放心。仔细考量后，把会医术的暖宁留在了南阳侯府，让暖安去了镇国公府，皆是以暗卫的身份留在2座府邸中。再三交代，如有异样，务必第一时间传信给9000岁。春杏已经将小姐明日要带的行李仔细收拾规整完毕了，正在南园门口等候。此时一见小姐回来，便迎了上去。小姐，方才小桃来过了，她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您禀报。可是，她说事关您的安危，她要亲自跟您说。那便不用说了。小姐，您不要小桃了吗？从你爬了靖王床榻的那一日起，你就已经不再是我的丫鬟了，这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如今，这又是闹得哪般？小姐，小桃知道错了，小桃大错特错。周小姐，刚才奴婢陪伴您一起长大的情分，最后才原谅奴婢一次性吧，求您了。小姐，求您原谅奴婢这最后一次。若是日后奴婢再令小姐失望，您就将奴婢杖毙。我身边是断然不会留你了，我明日便要出征。若是你在这靖王府待不下去，便自行回侯府吧。我不回侯府，舅姨娘会打死我的。沈南星摇了摇头，转身就要进屋。小桃，你不是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小姐说吗？还不快说！对，小姐，奴婢偷听到靖王与2小姐与沈之意密谋，您此次出征是他们设计的一个圈套。他们买通了东来的人，想要让您战死，好吞掉您的嫁妆。还有名为铁骑，他们说等您死了，靖王就可以以您夫君的名义向9000岁要回名为铁骑的兵符，然后再打着为您报仇的旗号，将名为铁符召集起来。到时既可以把东来人赶出去，靖王又能得到名为铁骑。小桃一口气说完这一连串，大口喘着气，眼含希冀地看着小姐。未曾想沈南星却只是淡然地站着，脸上连一丝表情波动都没有。小姐，你一点都不惊讶？这些小姐早就料到了，自是不会惊讶。小姐，您当真不愿再给奴婢一次机会了吗？那你告诉我，靖王是如何得知名为铁骑的兵符在9000岁手里的？若你是我，这样吃里扒外的奴婢，你可愿继续留在身边？小姐，对不起。喏，这些银子是我这段时日攒下的月银，你拿着用吧。日后若是再跟了旁的主子，切记不可再被逐了，知道吗？小桃却伸手推开了那袋银子。谢谢你，春杏。说完便转身跑了。凉州府衙，9000岁的临时书房外，县令大人已经来了第5趟了。9000岁还在忙吗？回大人，是的。县令大人急得额头直冒汗，但也只敢轻手轻脚在门口徘徊了几趟。正在他急得抓耳挠腮之际，正巧看到冷月过来。姑娘，9000岁已经接连忙碌了12个时辰了，这不吃不喝的，也不休息，身体如何受得了啊？要不您进去劝劝？可是出了什么麻烦事？哎呀，没有，这些事务都是9000岁来凉州的第1日便已拟定好的，也没有什么突发情况。按9000岁拟定的节奏来，也就5、6天的时间便能处理完，并没有这般着急呀。9000岁怎么就连觉都不睡了呢？冷月凝眉想了想，能让主子这般异常的，他脑海中闪过了那日匆匆离开主子书房时不慎掉落的有关沈小姐的信件。大人先回去吧，9000岁这儿有我。啊，如此便有劳姑娘了。冷月抬手轻轻敲了敲书房的门。进来。他单膝跪下拱手，先将此次外出办事的事务禀报了一遍。知道了，下去吧。方才县令大人来过，说你已经12个时辰未休息了。所幸无事，便多处理了些事情。那属下便吩咐白善了。去吧，本王过2日有事要出去一趟。是。他就知道本王不在的时候，你与冷风便留在此处，水患的事情就按照我们前几日商议的谋划来。是。翌日，沈南星长发竖起，再一次穿上了那副银白的盔甲，再提起长枪，挥手间斜一刺，霎时间便是一个威风潇洒的年轻将军。
小姐，您当真不带奴婢一起去吗？你见过哪个将军去打仗还带个丫鬟伺候的？你呀，帮我守在京城，有大用呢。是。就在这时，有小厮匆匆来报：王妃，外面来了2个人，一男一女，说是要找您。沈南星眉头微微蹙起，一时想不起来谁会在这个档口来找他，让他们在偏厅等我，我一会儿便来。约莫一盏茶的功夫，沈南星便来到了偏厅。刚一进门，便看到了厅中来回走动的兄妹俩。胡公子、双儿，你们怎么来了？伟月哥哥，双儿，休得无礼。沈将军，上次舍妹在醉心斋醉酒无状，都有得罪，在下今日特地带她来给您赔罪了。南星姐姐，对不起。双儿，这是陛下亲封的骠骑大将军。无妨，我与双儿一见如故，很乐意认她这个妹妹。哼，南星姐姐喜欢我。南星姐姐，你穿的这身盔甲可真好看。沈南星正欲说些什么，胡林走了过来。沈将军，这是在下的一点薄礼，还请沈将军莫要嫌弃。上次说了要登门致歉的，无奈家中发生了一些事情耽搁了，这才来晚了，幸好来得及。礼物就不用了，我原也没怪你们。南星姐姐，你就收下吧。沈将军不妨打开看看。沈南星架不住兄妹2人殷切的眼神，便将盒子接过。只见里面土黄色的锦布上孤零零躺着一封信，直接将信取出打开。所以为了赔罪，工部尚书把你们兄妹俩送给我了。胡公子，你口中的薄礼，说的是你们兄妹2人？这……南星姐姐，双儿的骑射好厉害的，你去打东来人，带上双儿一起去嘛，双儿定能帮上忙的。知道你厉害，但战场上刀剑无眼，若是你受伤了，工部尚书恐怕要哭晕过去。上一世胡双儿为救他而死，原本身子硬朗、精神矍铄的工部尚书，一夜之间竟像苍老了10岁一般，身体陡然垮了，卧病在床。未过不久便去了。双儿乖，待在京城，等我回来找你玩。南星姐姐，你是不是不相信我骑射厉害？怎会？我自是相信的。那你便带我去啊！若是不带我去，那便是不信我。南星姐姐，求你了，你就带我去吧。大不了我每次就躲在后面放冷箭嘛，我不冲上去还不行吗？一有危险我就跑，好不好？沈将军，您此次出征，便带我们兄妹2人同去吧。或能帮到您一二，在下保证，我兄妹2人绝不会给您添麻烦。这也是家父的意思。这么说，胡公子的武艺也很厉害了。沈将军，在下虽……南星姐姐，我兄长武艺可不行，他连我都打不过。胡双儿，南星姐姐，我兄长虽不上武，但他这里好使。在下不才，这些年研究过许多兵书，9000岁也夸过在下谋略过人，或可帮到沈将军。沈南星眸光闪了闪，是他夸过的人呐，他也确实需要一个智囊。既然你2人都愿随我同去东来战场，工部尚书也同意，那你们便随我一同去吧。但要记得，任何时候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明白吗？明白。10万兵马一路疾驰半日后，沈南星与2位副将做好了妥帖安排，约好会合时间与地点，便骑上踏雪，独自远离大军，一路朝着离石古亭的方向疾驰而去。他一刻也舍不得休息，终于在一双眼熬得通红时赶到了离石古亭。大惊，当真没来？再看看日头，又不禁失笑。他与他约的是午时，时日尚早呢。你跑得也太快了，这还未到时辰呢。早知你跑得这般快，我该将时间定早一些才是。踏雪扬起2只前蹄，嘶鸣一声，一双大大的马眼扑闪扑闪的。我与你说这些做什么？你又听不懂。你接连跑了这么久，饿了吧？踏雪又是一阵人力嘶鸣，沈南星又拍了拍他的马头。去吧，自己去找些吃的，吃饱喝足了，回到这里等我。踏雪2只前蹄一跺，一阵人力长嘶后，哒哒的往山上跑了。打了个哈欠，看看时日还早，他索性靠着亭中的柱子打算小憩一会儿，却一靠上去就沉沉的睡着了。他睡着后不久，便有一蓝色锦衣男子骑着一匹红色骏马赶来，到了亭子，见女子睡得正香，便坐在他旁边守着，甚至还抽出了一本书来看。就这般，看会儿书，看会儿他，及至那道黑衣黑发的身影赶到此处时，
映入眼帘的便是此情此景。沈南星这一觉睡得很饱，迷迷糊糊睁开眼时，便感觉自己脑袋靠在一人身上，他瞬间清明了过来。傅九，你醒了。胡公子，你怎么在这里？先前看到你一人离开了大军，担心你有危险，便跟了上来。谁曾想我的扫红马也是急速奔跑，却如何也追不上沈将军。待追上时，沈将军已经在这亭子里睡着了。我原本只是想小憩片刻。在下理解的，接连赶了一夜的路，困倦了属实正常。加上沈将军又是女子，我原以为我的扫红马也是极好的千里马了，未曾想却是远比不上沈将军的白马。沈南星的目光随着胡林的视线看过去，就见一白一红两匹马正在不远处的山坡上悠闲漫步，看着倒是和谐。看来胡公子的马亦是罕见的好马，说不然踏雪可不会跟你的马一块玩。承蒙沈将军的踏雪不弃，在下的马荣幸之至。踏雪可不是我的马，胡公子可有看到什么人过来？未曾。沈南星看看天色，此时已是申时了呀，距离他与他约定的时辰已经过去2个时辰了，他竟真的没来。沈将军是在等什么人吗？回去吧。好。沈小姐留步。沈南星急忙回头，就见一身黑色劲装的冷月立在亭子不远处，那处就他一人，再无旁的人了。你等我一下。然后便大步来到了冷月面前。他呢？主子事务繁忙，今日未得空过来。沈小姐若是有话要与主子说，属下可代为转告。是他让你来的吗？是。这样吧，你稍等我片刻，我写一封信，你帮我带给他。是。沈南星从随身带的包袱里掏出了纸笔，快速写好信后，将信折起递给了冷月。此信涉及隐秘，还请冷月姑娘务必亲手交到他手上。沈小姐放心，此信定会完好无损送到主子手中。沈南星轻轻点了头，就回到胡林身旁。走吧。两人骑上马，一前一后离开了古亭。只是在走到某处，踏雪忽然朝着一个方向人力嘶鸣。踏雪，怎么了？别贪玩了，咱们还要赶路呢。踏雪放下前蹄，又长嘶一声，便哒哒向前跑去。待两人两马彻底不见了踪影，一道黑影才从踏雪先前嘶鸣的那个方向走了出来。主子，你逾矩了，请主子责罚。那个男子是谁？工部尚书之子胡林。原来他已经选好夫君了，这便是已经追到了吧？看来他们感情很好，上战场要带着，来见他也要带着。信给我。是。自己去领罚。是。傅九离独自站在那处，将信缓缓展开，待看清楚里面的内容后，他的眉头逐渐紧蹙，随后抬手打了个响指，一匹雄健的汗血宝马从另一座山头飞奔而来。傅九离策马飞速赶回了凉州府衙，即刻传信给冷夜，让他来见我。主子，可是遇上大事了。冷夜是暗卫之首，常年隐于暗处，帮主子处理一些秘密事务，主子轻易不会动用他。傅九离冷冷瞥了他一眼，是，然后一溜烟就消失了。按上面写的做。是。黑衣人双手接过宣纸，打开看了一眼，随后便将这宣纸扔到空中，手一抬，这片宣纸便已化作了粉末。记住，无论发生任何事，务必保证镇国公府和南阳侯府所有人的安全。属下领命。必要时可用凤令。主子，您终于想通了，你有。可就在这时，一个铁块闪电般直直朝着他飞了过来。是。主子曾说过永远不会启用凤令，如今既已松口，那应当是有希望了。冷夜离开后，黑衣男人在书案后坐了很久很久，一直到天色破晓，晨光透过窗户打进来，男人才站起了身，低唤一声：冷风。冷风迅即出现。我要出去一趟，不必跟着。是。凉州水患的安排已部署完成，你与冷月二人留在此处守卫。主子，那你退下。是。然后他就眼睁睁看着主子开门出去，瞬息间便已消失不见。2日后午时，沈南星带领的大军忙忙碌碌埋锅造饭时，哎，铁蛋儿，你这几日怎么老盯着沈将军看呀？一个瘦削的小兵端着碗来到铁蛋旁边。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沈将军了吧？
见铁蛋不说话，小兵瞪大了眼。哎，该不会是被我说中了吧？铁蛋，沈将军那可是天上的仙女儿，咱们与她相比，那就是地上的泥。哎不，连泥都不如，那可不是咱们能想象的，知道不？铁蛋终于扭头看了他一眼，却没过一会儿，眼睛一转，又去看沈将军了。你还看？别看了！你还记得你为什么从军吗？你从军就是为了娶翠花过门呢，你连这都忘了？你与翠花看对了眼，翠花家找你要20两银子聘礼，你家拿不出来，你这才出来从军挣银子呀。翠花还在村里等你回去娶她呢，你怎么能转眼就看上别人呢？你可千万别犯傻呀！20两银子？对呀，你娘把下蛋的老母鸡还有家里的2头小猪崽都卖了，也只凑了8两银子，可翠花家非要20两银子，少了1文都不行。你娘急得直哭，叫你别娶翠花了，干脆娶了邻村的香菊。香菊屁股大好生养，又只要5两银子的聘礼。结果你个傻大个愣是不干，非要娶翠花，这不从军挣银子来了。翠花可是咱们村里最好看的姑娘了，俺倒是也想娶她，俺家也能拿出20两银子，可她只看得上你。那你又是为何从军？哎，说你个傻大个，不是你说一个人害怕，让俺陪你一起的吗？哎，也不能怪你，你娘怀你是不小心吃了毒蘑菇，后来让郎中治好了，却让你伤了脑子，从小就傻乎乎的。幸好你这张脸长得好看，翠花都不嫌你傻。哎，算了，俺与你计较什么？你都这般可怜了，俺总不能还跟你个傻大个抢媳妇。俺张铁柱虽然说长得没有你好看，但也不差，而且俺家有银子，10里8村的，还不是看上谁就娶谁？铁蛋看了他一眼，陷入了沉默。这还叫长得不差？就尖嘴猴腮的，还聒噪。与沈将军说话的是谁啊？他竟然对着那个男人笑，还笑得那般开心。哦，那个呀，他叫石头啊。俺昨夜去小树林解手的时候遇到了，就聊了几句。听说以前是镇国公府的门房，沈将军一眼就相中了他，就向国公爷爷把他讨来了。长得又瘦又矮的，他相中他什么了？铁蛋，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看上沈将军了？没有。你还不承认？盯着看沈将军对石头好，你吃醋了？你就说是也不是？没有，俺还要回村里娶翠花呢。你还记得你要娶翠花就好，俺真怕你被鬼迷了心窍，不要翠花了。咱们离开村子时，翠花可给咱们送出了50里地呢。你若是不要她了，她定要哭了。你可不许惹她哭，听见没？夜里，大军扎营，原地休整。一道靛蓝色身影进入了中间最大的营帐，那是他住的地方。这么晚了，胡林这时候进他帐篷做什么？不知道男女有别吗？就算是未婚夫，那也还没成婚不是？岂有此理！铁蛋趁着众人不注意，轻易绕过列队巡视的小兵，悄悄来到了那座帐篷附近。可他才刚寻了个隐蔽处，就被发现了。何人在此鬼鬼祟祟？乔二大喝一声，4个乔就从4个方向朝他包抄了过来。铁蛋张嘴就想训斥，但一想到自己此时是铁蛋的模样，只得闭嘴，一个飞身拔地而起。追！铁蛋逃了一半，忽然意识到不对，4个樵夫可是看到了他铁蛋的模样，除非他逃走了不回来了，否则只要一回来就会被抓住。逃走的铁蛋忽然放慢了速度，后面使劲追的4个樵也忽然就刹不住了。扑通扑通，铁蛋砸到了一人身上，乔二又砸到了铁蛋身上，3人滚作一团。乔大、乔三、乔四堪堪站稳，围了过来。你是何人？方才鬼鬼祟祟在将军营帐旁做什么？说，谁派你来的？有什么目的？走错了，我不知道那是将军营帐。你胡说！将军营帐比其他帐篷大了1倍，那么明显你会认不出来？铁柱呲牙咧嘴的站起来，听了这一会儿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哎，你放开他！我跟他一个村的，他脑子有点问题，定然不是故意去将军营帐的。见乔二不为所动，另外3人也是作弊上官。铁柱急得要命，将目光落在石头身上。石头，你快将沈将军的护卫放开他呀！他傻乎乎的，什么也不知道。沈将军的护卫把他弄疼了。4位大哥，这都是误会，这个大个子绝对不是奸细，还请4位大哥高抬贵手。沈将军那里稍后我自去解释。乔大看了乔二一眼，乔二便放了手。4个乔离开后，铁柱顶着一张鼻青脸肿的脸，急忙去查看铁蛋的情况。铁蛋，你没事吧？是你有事儿。哎呀，你这一说还真疼。哎，铁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石头，我好哥们儿。幸好我们今晚出来寻野味儿，正好遇见了你，不然你可就惨了。快谢谢石头啊，他刚刚救了你啊。
多谢。石头，嘿，这是铁蛋，我们一个村的，他还是我最好的兄弟。铁蛋无语，他有点想改名呢。当初随意掳了个身形与他相似的人，怎么就偏偏叫这名字呢？4个樵夫走出一段后，乔大凝眉道：“刚才那个人，咱们得听紧了才是。他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兵，来到主子营帐也绝非如他所说，走错了。那你方才叫我放了他，要我说，就该将他抓起来严刑拷打才是。在咱前主子的800种刑罚面前，定能撬开他的嘴。这里又不是东厂，还严刑拷打呢，要动他得有证据才行。咱们再观察几天看看，是狐狸就一定会露出狐狸尾巴。哎呀，咱们趁人不备将他掳走不就行了，断然不会被发现。他的轻功怕是在我们之上。啊，你在开什么玩笑？明明方才我轻易就抓住他了。乔大无语，怕是只有你看不出来，人家那是故意放慢了速度。我倒是觉得咱保护好主子就行，旁的人只要不伤害主子，咱不用在意。乔四说的对。与石头分开后，铁柱将铁蛋拉到一旁。你不是说不喜欢沈将军吗？怎么偷溜到沈将军营帐去了？你是不是想偷看他？走错了。你骗骗外人也就算了，连俺你也骗。俺看到有男人进了沈将军营帐，俺担心那个男人对沈将军图谋不轨。你说的男人可是穿着蓝色衣裳？铁蛋点头。哎呀，那是咱们的军师，沈将军与军师一起商议事务，那多正常的事啊。好了好了，俺晓得你是想保护沈将军，是好心，但以后别瞎凑了啊。刚才抓你的那4个人，看到没？那是沈将军的贴身护卫，一个个武功高着呢，哪里用得着你？早些休息吧，明日一早还要赶路呢。胡灵是军师，他倒是会给他的未婚夫安位置，这下就能光明正大相处了。夜深，铁柱已经鼾声如雷了，铁蛋一丝睡意也无，一双黑眸死死盯着某个方向不动。1个时辰了，胡林还没出来。忽然他神色一怔，有动静，想起4个轿夫的存在，他隐匿声息，闪电般朝着某个方向掠去。轻微的破空声临近，他一抬手就稳稳截住了一枚箭矢，箭矢上还钉着一张折起的纸条。铁蛋将纸条取下放入怀中，飞身朝着箭矢飞来的方向追了过去。没多久就追上了一个黑衣人，2人一撞上就打了起来。你是何人？来军营做什么？奉命送信。奉何人命？无可奉告。你是那日在新月湖掳走沈小姐的人？2人几乎同时开口，又同时一怔。我不同你打，你把信交给沈小姐。傅九离正欲答话，黑衣人忽然挥手一撒，白烟顿起，视线迷蒙。傅九离眼眸暗沉，却并未继续追踪。他将怀中纸条拿出来看了一眼，眼瞳一缩，便揣着纸条回到了军营。只是在接近将军营帐前，他先将4个轿夫劈晕了。他一把掀开营帐的门帘。沈将军，属下有要事禀报。沈将军，属下有要事禀报。书案后的2人同时看了过来。可是，回将军，此事事关重大，还请无关人员回避。沈南星从书案后站起，缓步来到这个身形高大的陌生小兵面前，仰头看他。这里没有无关人员，有什么事你直说便是。此事乃机密，只能单独说给将军一人听。胡林却走了过来，一把将沈南星拉到身后。南星，别听他的，我是胡林，沈将军的军师，军营里有任何事情，我都有权知晓，你可以直说。可小兵却不说话，仍是低着头，一双眼只落在胡林拉着沈南星手腕的手上。他微微抿唇，眸中笑意几乎要溢出来，费了挺大劲儿才堪堪憋住了。胡林，你先下去吧。南星，可是他，这是军令。是。便是再不愿，胡林也只得离开营帐。现在无关人员回避了，你可以说了。沈将军请过目，这张纸条是钉在箭矢上，射入将军营帐的，属下在外面截获。好，这么说你一直守在本将军营帐外面了？并非如此，属下只是恰好路过。只是路过就能徒手接住飞来箭矢，想必功夫很厉害了。本将军这里还缺一个贴身护卫，你可愿留在本将军身边，保护本将军？属下听闻沈将军已有4个护卫，功夫了得，应当不必再加一个才是。可他们都没有你厉害啊！他们若是厉害，怎会没有截住这张纸条，而被你截住了？侥幸罢了，拦截一支箭矢而已。沈将军的4个护卫定然也能做到。你比他们好看多了。
我就要你。沈将军平日里但凡看到个好看的男人，便会想要留在身边吗？只是贴身护卫而已，你想到哪里去了？寄纸条已送到，属下告辞。说完也不等女子反应，转身就大步出了营帐。看到他气冲冲离开，女子无奈地笑了。还小兵呢？哪个小兵敢像你这般狂妄了？营帐中独留沈南星一人时，他敛了神色，回到书案前，将那张纸条打开看了一眼，瞳孔猛地一缩，立刻愣在了原地。小心张副将，这不是上一世与谢廷玉串通，害他被东来人所擒的内鬼吗？可是在那一日到来之前，张副将一直都是忠心耿耿的，但是后来才被谢廷玉策反的呀。难道这一世他提前叛变了？可这消息又是谁送给他的呢？上一世并没有人提前送这消息给他呀。不一样了，都不一样了。翌日清晨，4个乔迷迷糊糊醒过来，顿时惊恐地蹦了起来。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同时睡死了？很明显，我们昨夜被偷袭了。哎呀，被高手给劈晕了。啊，我们就已经是顶尖的高手了，谁有这般大的本事，竟能神不知鬼不觉将我们都劈晕了？有一个人呢。乔4沉默了，乔大点了点头。乔2咋呼道：哎呀，怎么可能？我们又不是萝卜白菜，随便来个人就能劈。除了……是……其余3个乔看着他，脸色凝重地朝他点了点头。完了！大军正收拾着行装，准备拔营。4个轿夫你挤我，我挤你，扭扭捏捏。可纵是再慢，他们终归也是晃到了铁蛋跟前。乔大、乔3、乔43人对视一眼，略微点了点头，迅即将乔2给推了出去。乔2呲牙咧嘴的张嘴就想骂，可才刚一抬眼，就撞见了一双恐怖的眸子。前主子既然是如今这副打扮，那必然是不愿暴露身份了。虽暂不知缘由，但前主子亲自出马，必定是有大事谋划。他可不能坏了前主子的大计，否则便是罪加一等了。铁蛋儿，何事？我昨夜误以为你是奸细，这才不小心踢了您一脚，你不会怪我吧？会。毕竟我这也是为了保护沈将军的安危啊。自己去领罚。想到那惩罚的力度，乔2如坠冰窟。然而绝望间，他灵机一动。我现在是沈将军的人，旁人不能处罚我。乔4说了，他们现在是主子的人，不用考虑旁人。可当头顶那道视线一横过来，属下这就去领罚。眨眼间消失不见。乔大。铁蛋一声轻呼，乔大耷拉着脑袋，认命地出现在了铁蛋跟前。乔2固然踢了前主子一脚，他也没好到哪里去。既然将你们送给他了，你们日后便只是他的人，保护好他，听命于他，才是你们的职责。告诉乔2，不必罚了，你们做得很好。乔大一愣，所以他们对前主子动手了，不仅没受罚，还被夸了。铁柱刚将帐篷收好，便看到了这边的动静。方才那不是沈将军的护卫吗？他们找你做什么？昨天冤枉我了，道歉来了。那他们还怪有礼貌的嘞。铁蛋儿，你出息了呀！沈将军说你表现神勇，调你去他身边护卫呢。他还真看上铁蛋这张脸了，竟还不择手段要将人弄到身边。千夫长见铁蛋半晌没反应，顿时便有些疑惑。怎么了，铁蛋儿？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你怎么好像还不高兴啊？我不去。你何时在沈将军面前表现神勇了？俺怎么不知道？见铁蛋不说话，铁柱又将目光转向千夫长。千夫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铁蛋就一身蛮力，不会功夫的，还有胆小，是不是哪里弄错了？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但沈将军是点名要铁蛋的，断然不会弄错。铁蛋，这是军令。意思很明显了，既是军令，便只能服从，没有别的选择。何时去报道？这就对了嘛！去沈将军身边多好啊！多少人想要这个机会都没有呢，也就你身在福中不知福。沈将军的意思是越快越好，你现在便过去吧。乔大将前主子的话转达了之后，4个轿夫又聚在一起讨论了当下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到底要不要将9000岁扮作小兵隐匿在军中的事告诉沈南星。几人讨论了半晌，也没有结果，似乎怎么做都不妥当。要不咱们来投票吧，少数服从多数。得到了3人的一致认可。乔大说：“同意告诉主子的举手。”乔4率先举起了手，接着是乔3，然后是乔2。乔大无语，所以他们刚才到底争论了个什么东西？他沉默片刻后，也举起了自己的右手。得，全票通过。无人处，乔大紧蹙眉头，揣着极大的心理负担，独自去见了沈南星。主子，属下有事禀报。说。属下发现9000岁扮作小兵，目前就隐藏在咱们大军中。是他让你告诉我的？主子怎么不好奇？不是。你们倒是忠诚。谢主子夸奖。主子，你早就知道？别告诉他。他上一世死后与他相伴那么多年，对他的气息早已再熟悉不过。莫说他只是换了张脸，他就是化成灰，他也认得。刚一回到队伍，沈南星就看见某人来找他报道了。你来了？我已有未婚妻了。哦。沈南星一双水眸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你说是你的未婚妻好看，还是本将军好看？将军可知自己在说什么？你说嘛，谁好看些？只管说实话便好。本将军不是你罪。在属下心里，自是属下的未婚妻要好看一些。沈将军也好看。你当真这样认为？听说你未婚妻找你要20两银子的聘礼，你拿不出来，所以才来参军的是吗？你要不别娶那个翠花了，本将军嫁给你可好？本将军1两银子聘礼都不要，还可倒贴给你一大笔银子做嫁妆，如何？就因为属下截获了那封密信，沈将军便要以身相许？自然不是。那沈将军是看上了属下这张脸？恰恰相反。这是何意？自己想。还不走？本将军的贴身护卫。见人走远，铁蛋只得提脚跟上，心里却在默默琢磨着，这个恰恰相反是什么意思？给他送去。您为何不自己拿给沈将军？然而回应乔大的只有前主子那利落离开的背影。乔大撇了撇嘴，还瞒着呢。主子早就知道你身份了。乔大知晓事关重大，并未耽误时间，立刻就将丝帕交到了沈南星的手上。主子，这是9000岁让属下转交给您的。沈南星面色一凝，猜测定是京城那边有消息了。他接过丝帕就急急打开，快速看完上面的内容。大体是3件事情。第1件，邱姨娘病了，如今卧榻在床，不能见风。这件事沈南星心里有底，这本就是他离京前吩咐暖宁做的。第2件，成交的铁山已经借六皇子之手进献给陛下了，为此六皇子得了大功一件，被陛下赐封恒王，成为北越国最小的王爷。如此一来，外祖家的谋逆威胁也就没有了。只是这第3件事却让他直皱眉，沈渊失踪了。他这一失踪，对于他究竟是不是他亲爹这件事也就无从查起了。且他在这时候失踪，实在叫人不得不多想，上一世他的惨死，渣爹在里面承担着什么角色，又起了多大的作用。昨日收到了边关急报，东来人已经攻下北越3座城池了，他得提前想好怎么应对才是。昨夜他与胡林才刚刚商议出了点眉目，具体的部署还需仔细探讨一番。于是在入夜大军扎营时，沈南星与胡林又一同坐在将军营帐中仔细谋划着。此时铁蛋正在偏僻处听暗卫禀报消息。你是说昨日那黑衣人是东来人？主子，据属下了解，此人不仅是东来人，且在东来军中担任要职，只是具体是何职，属下还需进一步探查。继续去查。铁蛋挥了挥手，暗卫疏忽间消失不见。此事得告诉南星。铁蛋快步来到了将军营帐，只是还未靠近，就被2个侍卫举着长枪拦在了营帐外面。我找沈将军有事。将军正与军师议事，任何人不得打扰，速速离开。铁蛋一听，面色更是难看。他又与那个胡林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大人，将军确实在议事，您要不晚些再来？晚些再来？或者小的这就给您通报。
通报？我可是沈将军的贴身护卫，见他还需要通报？营帐的门帘被从里面拉开，露出沈南星一张似笑非笑的脸。堂堂9000岁，竟幼稚到下侍卫玩。进来，他是本将军的贴身护卫，可随意进出本将军的营帐，日后不必再拦。是。进得营帐，就见那身穿靛蓝色锦衣的男子正坐于案前。见沈南星进来，男子站起迎了上来。温度正好，可直接入口。谢谢。说着伸出手去就要接过茶杯，却被一只大手抢了先。正好口渴，谢过军师的茶水。胡林稍稍愣了下，便又笑着拱手道：连行之后还要劳烦铁护卫保护，一杯茶水而已，就当在下提前谢过铁护卫了。我是沈将军的贴身护卫，保护沈将军是我的职责所在，无需任何人言谢。还有，胡公子不过一个军师而已，直呼将军归名实为不妥，日后还是称呼沈将军的好。两个男人目光在空中交错，营帐中空气似乎都凝滞了。方才说了那么久，渴了吧？先喝杯水润一润。沈南星回了一笑，正欲伸手接过时，另一个茶杯也递到了他面前。这杯已用内力凉过了，你可以直接喝。用内力凉茶水，倒是生平头一回听说。看着眼前2杯茶水，沈南星顿觉头疼。若是他选了胡林手中的茶水，傅九离那个醋罐子定要生闷气了。他朝着胡林看了一眼，露出一抹歉意的微笑。胡林一眼便看懂了他的意思，回了个了然的微笑，意思是他不在意，让他安心。可这一幕落在铁蛋眼里，就变成了两人当着他的面在眉来眼去，深情对望。霎时间，男人黑眸中暗色凝聚，风雨欲来。男人手腕一转，便将茶水送入了自己口中。他将空茶杯往书案上一放，一句话未说，转身就离开了营帐。铁蛋！沈南星大步追出营帐，但早已不见了那道人影。得，他刚才不该看胡林的。胡林走了出来，立在他旁边，也随着他的视线看向方才那个护卫离开的方向。他不是普通的护卫吗？你看出来了？普通的护卫在将军面前可不敢这般放肆啊。无妨，他功夫极高，傲气些倒也正常了。听闻沈将军在挑选未婚夫，不知在下是否有此荣幸？胡林，你在下家中虽比不上王府显赫，但家中人员简单，只有双亲和一个妹妹，都很好相处。在下也绝非沾花惹草之徒，从未有过侍妾与同房，以后也不会有。若是沈将军愿意嫁给在下，日后就是在下唯一的妻，在下会尽职爱之，绝不会让沈将军受一丝委屈。沈将军可愿给在下一个机会？一股作气将憋在心底许久的心里话全部说出来，男人只觉自己的心跳从未如此快过。胡林，我没。沈将军，你可以先考虑考虑，不用急着答复我，我可以等。天色不早了，沈将军早些歇歇。说完便迈开步子，步伐凌乱，颇有些落荒而逃的意味。胡公子！沈南星快走几步来到他面前。胡公子，实不相瞒，我已心有所属。胡公子自身条件优渥，京城多少世家贵女都挤破了头想要嫁你，其中不乏好姑娘。你那沈将军呢？为何不愿嫁给在下？我对不起。沈将军不必为难，在下只是觉得沈将军聪明大气，适合做我胡家的主母罢了。若是沈将军不愿，也无妨。以在下这长相家世，日后定能遇上合适的女子。沈南星顿时松了口气，拍了拍胡林的肩膀。那是当然，温婉大气，适合做当家主母的女子，本将军就认识几个，等回了京城给你介绍啊。那在下便谢过沈将军了。小事一桩，包在本将军身上。沈将军方才说心有所属，可是刚刚气闷离去的铁护卫啊，是啊，可难哄了。夜深，不远处的树林深处，黑衣人捏着一封密信，面色铁青，眼眶发红。他必须要回去了，这一世有傅九离守在他身边，定然不会有事的。下定决心后，他转身飞掠而起，就要离开，却被一道黑影挡住了去路。丞相这般匆忙，是要去何处啊？既然9000岁已经知晓在下的身份，在下就直言不讳了。在下方才收到消息，东来人自攻下北越3座城池，当下也途经2座城池的百姓，
在下必须尽快赶回去，阻止他们继续屠城。还请9000岁行个方便，在下感激不尽。你说什么？在下并无虚言，相信9000岁很快也会收到消息的。且不说此事真假，就算属实，那不也是丞相谋划的吗？素来听闻丞相才华横溢，颇有气节，如今一见，却竟是胆小怕事的鼠辈。为了脱身，无所不用其极。东来进攻北越，确实在下谋划没错，但在下从来都是严禁屠城，且本意是在半年后才会发起进攻。这段时日在下不在东来，暂未查清为何进攻会突然提前，更不知是谁下令屠城，还请9000岁行个方便，让在下赶回去阻止屠城才是。正是因为有你，这些年东来没少占北越便宜，3言2语就想脱身，丞相未免也太天真了。话音刚落，一道掌风直朝着黑衣人打了过去，黑衣人急忙避开身子躲过。在下所说句句属实，如今情势紧急，只有在下马上赶回东来，才能阻止事情进一步恶化。傅九离动作未停，招式愈发凌厉。少花言巧语，你走不了了。可如上回打斗一般，转眼间两人便已打斗上百个回合，打得酣畅淋漓，却是难分胜负。眼见黑衣人又想说点什么，傅九离抽空抬手打了个响指，眨眼间两人四周出现了4个暗卫。将他拿下！傅九离一声令下，4个暗卫都加入了战斗。不过半晌，傅九离的剑便横在了黑衣人的脖子上，2只手也被2个暗卫反剪在身后。傅九离，你会后悔的。关起来，严加审问。等一下！黑衣人急急出声，此番若是被关，再要脱身便难了。丞相还有什么话说？我要见识南星。关入水牢，严加看管。是。若是让他逃出来，提头来见。是。这人还是与上一世一样，一遇上与沈南星有关的事，便是慎之又慎。9000岁为何不先看看我是谁，以免关错了，将来后悔？你又要耍什么花样？劳烦小兄弟帮我取下面巾。暗卫以眼神征询主子，见主子点头，这才抬手扯下了黑衣人附在脸上的黑色面巾。傅九离抬眼扫了过去，瞳孔猛地一缩，眨眼间便已飞掠到黑衣人面前。退下，不许任何人靠近。是。你是？9000岁不是已经认出我了吗？本王只知道你是东来丞相沈明。我是沈明没错，但我也是沈北岳南星的孪生兄长，或许9000岁也该唤我一声兄长。丞相莫非神志不清了？本王比丞相可是略长几岁。哦，是吗？原来9000岁对我妹妹无意，我还以为……丞相想多了。哦，若不是见过这人上一世为他妹妹痴狂的模样，他说不定还真就信了。丞相还是说说，身为南阳侯府世子，既然活着，为何不回侯府？又为何成了东来国丞相？此事说来话长，成为东来丞相，属是阴差阳错，未回侯府也非我所愿。待时机成熟，我会亲自向你与南星解释。但此刻事情紧急，我必须立刻赶回东来，阻止他们继续屠城。令，此次战事有异，南星恐有危险。我本来是要亲自保护他的，但如今不得不离开，南星的安危便拜托你了，请一定要寸步不离地保护好他。你对本王倒是放心，可你凭什么认为本王会答应你呢？你都扮作小兵，给人当贴身护卫了，还嘴硬呢。但他没有戳穿他，也并未接过这茬。现在大战在即，我的身份先别告诉南星，以免他分析。傅九离抬眼看他，眼眸幽深。丞相站在哪边？我站我妹妹这边。上一世他愧对于他，这一世他只为他而活。翌日清晨，沈南星醒来，像往常一般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又伸了个大大的懒腰，从榻上坐起。可一转眼就对上了一双深邃漂亮的眸子。你怎么在这儿？让属下做您的贴身护卫，沈将军这是后悔了？没有，怎会后悔呢？以前竟不知铁护卫私下里原是这般不庄重的。依属下看，不庄重的是沈将军吧？沈将军就这么喜欢气男人吗？沈南星一愣，
除了他何曾亲过旁的男人？但看到男人眼底翻滚的怒色，忽然就明白了过来，醋罐子又吃醋了，还是自己吃自己的醋。喜欢。沈将军虽为军中将领，可也是闺阁女子，当克制自己。克制不了。属下是沈将军的贴身护卫，日后若是沈将军控制不住自己，话说到这儿便停了。便如何？属下愿为将军分忧。沈南星一怔，他两只手用力按住自己的脸颊，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当场大笑出声。做了极大的心理建设，他才终于能够状似平静地与他说话。那你过来。铁蛋站在原处，身形笔直，一步也不肯往前挪。过来呀，不是你说的愿为本将军分忧吗？本将军现在就克制不住了。铁蛋抿了抿唇，黝黑的眸看向坐在榻边笑意盈盈冲着他招手的明媚女子，鬼使神差的便朝他迈出了一步。而沈南星坐在床榻边，看见狗男人当真朝他走了过来，唇角扬得高高的，根本收不住笑意。可就在这时，营帐外忽然传来胡林的声音：在下有事要见沈将军，还请二位帮忙通报。将军还未醒，军师还是晚些再来。营帐中，铁蛋面色骤然变冷，本已迈出一步的脚又收了回来。既然军师找将军有事，属下告退。昨夜才分开，今早又来，想来感情是极好了。胡林有些纳闷，这两个护卫平日里并非如此不好说话，往日里见他过来，多数时候都会直接放他进去，便是确实不方便，他们至少也会去通报一声。那在下晚些再来。便作势扭头离开，就在两个侍卫松懈退下时，他瞅准机会，猛地回头朝营帐奔了过去。南星。下一刻，胡林只觉眼前一闪，就看到那个散发着强大威压的男人旋风般掠过，将营帐中的女子裹入了怀中。接着便是一道凌厉的掌风袭来，他便飞了出去。只听砰的一声响，烟尘四起，一道人影重重地砸在了地面的草垫上。躲在暗处的乔大心有余悸地拍着胸口：幸好不是我去送信。是啊，要不然这会儿躺在地上的就是你了。我提前垫了草垫的，死不了。不过他只是去给主子送个信而已，你们是怎么猜到他会被丢出来的？哎呀，你没看到谁在里面吗？看到了，9千岁呀！哎呀，看来你排行老二，确实不冤。乔二一脸疑惑，三个乔一脸的难言。营帐里，娇小的女子被高大的男人抱在怀中，也听到了这声巨响。你怎么用那么大力啊？他又不会武功，你心疼他？不是心疼他，是……或者你这副模样，想给他看见？当然不是，我只给你看。别胡说！敌斥一句后，就冷了脸，要将怀中女子放下。沈南星察觉他的意图后，快速用2只手紧紧抱住了他的脖子，双腿也缠上了他的腰身，脑袋更是紧紧贴在他的胸口。沈将军，从属下身上下来。不下来。是他主动抱他的，凭什么他让他下来，他就得下来？他就不。女子柔软的身躯浸在怀中，铁蛋只觉得自己身上凡是被他接触到的位置都在发热，传递着异样的酥麻。他拼命控制，才维持了面上的平静无波。马上大军就要启程了，沈将军还是快些从属下身上下来。我没穿鞋，你抱我过去。男人一低头，便看到了他白皙的2只小脚悬在他的腰间，还一翘一翘的。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男人脸色顿时一黑，3两步就走到了床边，弯着腰将怀中女子轻轻放在了床榻上，然后就要站起。谁知怀中女子抱着他的脖子，双手不仅未松，反而忽然一个用力，身子往后一倒，就带着他一起倒在了床榻上，女下男上。可是压疼你了？压疼了。哪里疼？男人心里更是慌乱了，下意识就想起身检查他是否哪里伤了。被女子抱着一个翻滚，2人在榻上滚了一圈。这样便不疼了。接着并不等男人回应，他毫不犹豫低头就在男人唇上狠狠啄了一下，紧接着又是一下，这般接连亲了4、5下才抬起头来。你方才明明就想亲我，为何又不亲了？沈将军一贯便是如此对待手下的护卫吗？铁护卫，这是吃醋了？属下不敢。别生气了，
我只待你一人如此。你看，我都亲你那么多次了，你是不是也该亲我一回？难不成体护卫一贯喜欢欠别人的？男人看着那近在咫尺的水润红唇，只觉喉头发干发紧，又听到女子的撒娇诱惑，脑中理智终于绷不住，尽数退去了。他大手按住女子的脑袋，倏忽间便带着她的唇压向自己的，同时大手一带，两人的位置顿时又变了个个儿。男人双眸赤红，贪婪地亲着她的唇、她的脖颈、她的锁骨，然后一路向下。胡林昏迷了，大乔握着那封信。哎，真没用，挨了一顿打，信还没送出去。此事紧急，必须立刻告知主子才是。此事的确拖不得。乔二后退一步，满脸惊恐。啊！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啊！你看你上次犯了那么大错，9000岁都没罚你，将来你是我们4人中最受他信任的。若是我们仨去，肯定会挨打；若是你去，就不一样了。你就忍心看着兄弟们挨打吗？啊！9000岁最信任我。3个乔齐刷刷点头。那我便走这一趟吧。他很快就揣着那封信来到了营帐旁，隔着门帘大声道：“主子，9000岁，属下来送信了。”伸手就要掀开帘子进去，一道恐怖的力道隔着帘子突然袭来，他还未及反应就被轰飞了出去，而帘子却是纹丝未动。乔二那一嗓子让铁蛋瞬间清醒过来，他慌忙从女子身上下来，却在慌乱间摔下了床榻。他站起身背对着她，沉默了许久，脑中闪过了无数的话语，最后也只憋出了一句：“对不起。”沈南星此时正沉浸在巨大的震惊中。他不是太监吗？怎会？而且还那么的庞大？难道……他脑中忽然闪过在幽冥谷时老神医对他说的话。老神医与他看起来就很熟，怎会不知道他是太监？后来老神医又让他劝劝他，这北越国的9000岁是非做不可吗？当时他只觉得这老神医说话颠三倒四的，让人听不懂。可现在想来，说他本就不是太监，那老神医说的那些话就全都合情合理了。所以他竟是假太监。沈南星的心里又是惊喜又是害怕。惊喜在于他是个正常的男人，害怕在于他已经做到了9000岁这个位置。若是让人知道了他是假的太监，那可是要诛9族的。沈南星拢着毯子坐起。此时说对不起是何意？穿上衣裳就不认人了？你什么？我不是铁蛋儿。沈南星一怔，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你以为我看上的是铁蛋？难道不是？傅九离，在你眼里，我就是这般水性杨花的女人。若不是因为铁蛋是你扮的，我怎会与他这般亲近？方才乔二才点破我的身份。你以为你自己扮得很像吗？从你第一天来找我，我就认出你了，不然我怎么会留你做我的贴身护卫？我言尽于此，你爱信不信？你什么你？你不就是轻薄了我，又不想负责吗？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我早就习惯了。你走吧。今日之事是我的错。今日可是9000岁主动的，9000岁莫不是又想逃避责任？沈将军都已经有未婚夫了，本王如何负责？本将军何时有未婚夫了？本将军自己都不知道，9000岁倒是知道了。方才被丢出去的那个不就是？9000岁是说乔二？沈将军何必明知故问？本王说的分明就是你的军师，工部尚书之子胡林。9000岁以为胡林是本将军的未婚夫？傅九离不理他。也就是说，9000岁在觉得胡林是我未婚夫的前提下，将我未婚夫打了出去，然后自己留在我的营帐中，与我春宵一刻。9000岁不妨给本将军解释解释，9000岁这般做法究竟是何用意？若胡林不是你的未婚夫，他一个草包，你为何出征都要将他带在身边，还让他做军师？草包？不是你夸他谋略过人的吗？所以我才留他在军中做军师的。本王何时说过这种话？难道是胡林撒谎？可他不像是会撒谎的人啊。那沈将军的意思是，本王像是会撒谎的人了？是。本王何时撒过谎啊？
你应了我的离谷石亭之约，却又没来，不是撒谎是什么？那你也没说你会带旁人同来赴约。你那日来赴约了？那日本王被凉州所事所办，并未空出时间赴约。沈将军，还请勿要多想。那你是如何得知我是与胡林同去？沈将军该知道，冷月身为暗卫，将所有事情事无巨细禀报给本王，是他职责所在。今日之事，是本王逾矩了。日后本王会与沈将军保持距离，像今日这般的事情，绝不会再发生第二次，请沈将军放心。我们约在离石谷亭相见那日，我并未带胡林一起赴约，他是自己后面又跟去的，我事先根本就不知道。沈将军愿意带谁去哪里，是沈将军的自由，与本王无关。好，那既然我的事与你无关，那你说说看，你为何要到军营里冒充小兵？是凉州水患处理完了，还是做9000岁不舒服了，就想来军营体验下普通小兵的滋味？受人所托，护沈将军周全而已。受何人所托？男人转移了话题。乔大他们也在帐外等候多时，当时有紧急军务要向将军禀报。话音落，身形一闪，便消失在了营帐外。乔大，他话音还未落，就听到嗖的一声，乔大已然出现在了他面前。主子，边境传来的密信，东来屠城了。东来人竟屠尽了北越国2成百姓，怎会如此？上一世东来人可是自始至终都没干过屠杀北越无辜百姓的事啊！来不及细想，沈南星迅速出了营帐。众将士听令，立刻拔营，急行军，3日后务必到达东来战场。东来人占了北越3成，却只屠了2成百姓，留下1成，这是什么道理？而且上一世东来人是没有屠城的，这一世是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吗？沈南星眉头紧蹙，在营帐中踱过来踱过去，却始终没有头绪。南星姐姐，我可以进来吗？双儿，进来吧。南星姐姐，吃点东西吧。他笑着接过牛皮袋，将里头的干肉拿出来。军师如何了？可有醒来？南星姐姐，我兄长方才醒了，一醒来便嚷着要找你呢，想来应当是有重要的事儿要与你说。南星姐姐，你若是有空的话，要不去看看我兄长吧。沈南星本就想找人讨论一番，此时胡双儿的提议正中他下怀，便爽快答应了。两人便一同出了营帐，来到了胡林的营帐前。不远处，已恢复了黑衣黑发装束的男人从树后走了出来，眼睛直直地看向某个营帐的方向。营地的另一侧，4个乔凑在一块窃窃私语：“你可把9000岁害惨喽！你真该庆幸，咱们现在是主子的人，不然的话……啊，什么我害他？明明是他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了我1掌。”乔大摇了摇头，恨铁不成钢：“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我哪儿错了？我就说了一句我是去送信的，我都还没进去，信也没送，就被他1掌打飞了。若不是你一句9000岁暴露了他的身份，他至于好好的贴身侍卫不做，只能一个人可怜兮兮的守在外面啊！这都2日了，过得跟咱们似的。”哦，哎呀，原来如此！我说他好端端的打我作甚，原来是我说漏嘴了。不过9000岁为何要在主子面前隐藏身份？如今身份暴露了，也还要暗中跟着主子。况且他凉州水患处理完了吗？还有这闲工夫跑来跟着主子？哎呀，你猜冷风和冷月为何没有跟来？你猜9000岁为何把咱们送给主子？乔三远远瞧了一眼那道孤寂的身影，叹了口气：“唉，若是六皇子在就好了。是啊，六皇子虽说看着蠢了些，这种时候也能顶点用。若是单靠他自己，怕是这辈子都无法得偿所愿了。躲在外面有什么用？主子又看不见呢，你倒是冲进去呀！啊，不是，你们在说什么呀？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乔大、乔三、乔四3双眼齐齐看着他，眼中是毫不掩饰的嫌弃。乔二一脸恼怒，用手指着他们，本想发表内心的愤怒，却忽然瞪大了眼，眼底是巨大的惊恐。几乎是瞬息之间，4个乔软软地倒了下去。与此同时，一道黑影飞掠离开，眨眼间便不见了踪影。
立在树下的黑衣男人闻讯而动，一跃而起，转瞬间便消失在了原地。傅九离已使出了全力追捕，总是看见一个黑点在视线的末端纵跃，却总是无法真的靠近。那个人的速度令他心惊，一路追了许久后，眼见着离军营越来越近，傅九离心头蓦然一慌，顿时便停了下来，转身就往回赶，中计了。而在他转身离开后，黑衣人才泄了力，从空中砸了下来。沈木啊沈木，你这徒弟倒是教得好，定是费了你许多心思吧。本来看在你的面子上，放他一马也未尝不可，可谁叫他非要掺和沈南星的事呢？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沈南星必须死。胡林，双儿，你们醒醒！胡林，双儿。胡林与胡双儿先后醒了过来。南星姐姐，我们被暗算了。南星，双儿，你们没事吧？我没事，但今夜安排了夜袭，我们得尽快出去才是。可我内力比妖武疯了，完全使不出来。南星，看看鬼刃可还在你身上？沈南星眼睛一亮，连忙伸手在小腿上摸索，片刻便抽出了一把青光粼粼的匕首。他举起匕首，快速在铁链上划了几下，手臂粗的铁链竟应声而断，迅速起身又将胡林兄妹身上的铁链砍断，接着便举着匕首对着门锁一劈，门便开了。沈南星举着匕首在前，三人轻手轻脚，紧靠着墙根一步步往外挪。走了一段之后，几位这是要去哪儿啊？傅九离赶回营地时，营地已经乱纷纷的了。胡林的营帐里已然空无一人，而4个乔也都被打晕，歪七扭八倒在地上。他赏了一人1颗石子，4人捂着额头坐起来。清醒过来后，几人都是一脸惊恐。9000岁，属下武艺不精，申请回炉重造。属下也是。在今日以前，他们还觉得自己是1等1的高手，除了比9000岁略逊一筹之外，天下还有谁能与之争锋？可如今他们才知晓，在恐怖的实力面前，自己竟然不堪一击。有此觉悟很好，但在这之前，你们得先替沈将军将军中事务管好了，具体安排跟军中2位副将商议着来。陈副将可以信任，张副将派人盯好。沈将军回来之前，军中不可生乱。是。话音落地，跟前哪里还有9000岁的影子？若是这次主子有什么事，9000岁能把咱们给剐了。有9000岁在，主子定然不会有事。你的意思是，9000岁会动用内置力量？乔斯沉默着点了点头。啊，这不可能！9000岁说过，永远不会动用内置力量的，你们都不记得了？你才不记得！走了，去找2位副将。衡水城城主府内，敢问太子殿下，按照我们原先的计划，进攻北越当在半年之后，为何计划突然提前了半年？哼，自然是有利可图了。丞相一言不发消失几月，孤还没问丞相去哪儿了呢，丞相倒是先来质问孤了。臣不敢，还是丞相先给孤说说，这消失的几个月去北越做什么了？臣去北越处理了一些私事，不便细说，还请殿下恕罪。此次屠城屠得好好的，怎么丞相一回来就不许屠了？莫不是丞相早已与北越勾结，意图谋反？不过是空穴来风之事，殿下若是想要污蔑臣，还请拿出证据来。若是我沈明真想谋反，太子殿下如今还能好好的站在这里？沈明，殿下的所作所为，臣已书信如实告知陛下。若殿下再敢胡作非为，休怪臣行使身为督军大臣的权利。说完便大步离去了。沈明，殿下，沈明就是仗着陛下的看重，才敢如此不将您放在眼里。您且忍忍，待您此次立下大功回去，他还不是只能任由您拿捏了？哼，到时孤要让沈明跪在孤面前求饶。沈明离开城主府后，便坐着马车去了城外30里的绿荫山谷。马车在谷外停下，他下了马车，徒步向谷内走去。
又走了约莫半个时辰，才看到了一座幽静雅致的小庭院。婶婶，您在家吗？明小子来了。木门被从里面拉开，露出一张慈爱的笑脸。你这孩子就是孝顺，知道老身好这一口，回来都不忘给老身买。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来的时候可以直接把马车开到院子门口，你偏不听，又走了半个时辰吧。所又不过几步路而已，不碍事。再说了，您一向喜欢清静，马车进来谷里，岂不是扰您的心情了？那都不合算。就你嘴贫，不过一辆马车而已，怎么就扰到老身了？沈明却只是笑笑，不再答话。若不是你当年买了这糕点和甜酒给老身，老身还不知世间竟有如此美味，只吃了一回便爱上了。哎，我说明小子，你当年怎知老身会喜欢这等甜食的？老身以前可从不吃甜食。那时5一路过醉心斋，看到那么多人排队，想来里头的糕点定是好吃的，便想着买给您尝尝。上一世他不知自己为何对一家糕点铺子竟会有亲近之感，只看到那铺面便心生好感。后来他知道原因了，是因为那是他妹妹最喜欢的吃食，他曾偷偷攒银子给她买过许多回，可那时为时已晚，他身体破碎，没了生机。明小子想什么呢？哦，我想起我这次去北岳京城见到沈南强老神医了。那老东西还活着吗？活着，但情况好像不太好。我就说他离了我就好不了吧，非不信邪。这下好了吧，变成了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孤寡老头，活该！叫他瞧不上我的读书，该他病了没人管。沉默半晌后，呢喃出声：“他病得严重吗？”唉，婶婶既然放心不下，为何不亲自去看看他呢？老身与那老东西约定过，今生今世，永生永世，老死不相往来。那你以前还说绝不与他同处一国之内呢。衡水城虽说是北越边境，但仍是北越的城池啊。胡说，衡水城明明是东来国的地界。是啊，不久前才抢来的。算了，不提那老东西了，扫兴。目光扫到男人脸上的半张面具，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忽然激动起来。哎呦，明小子，你今日来的正是时候。老身前些日子将巨拔膏研制出来了，你若是再不来，老身就打算去东来国找你了。来，快跟我来。10年了，老身终于可以将你的脸治好了。这可不是普通的去拔膏，它有肌肤再生之功效，无论皮肤被损伤成何等模样，这瓶去拔膏都能给你治好。相信老身用了这药膏，不出3个月，你的脸就能恢复如初了。老妇人看着他完好的右半张脸，不由感慨：多逊的孩子呀，就因为半张脸伤了，都18岁了还未娶上媳妇儿。等你的脸好了，婶婶做主，给你娶个最漂亮的媳妇儿，如何？太傅家的小女儿就挺不错的，将军府的嫡女也好看。哦，还有平原侯的侄女，选哪个好呢？老妇人纠结了一会儿，干脆道：要不就都娶了怎么样？你堂堂丞相，3妻4妾也是正常，你说呢？婶婶，我已习惯独处，此生并不打算娶妻。怎么能不娶妻呢？2个人相濡以沫多好啊！那您为何不与沈老神医相濡以沫？长辈的事情，小孩子少管。把药膏拿着，先把脸治好再说。婶婶，不用了。这么多年来，我早已习惯了如今的面容，不想治了。他如今一条残命，长相是和模样又有什么要紧的？况且那张完好的脸应当是干净纯粹的，而他早已烂到了泥里，他不配。你可是嫌老身这药膏研制出来的太晚了。10年前刚将你捡回来时，你是那么渴望能将脸治好。如今老身耗费10年，终于将药膏做了出来，你竟是不需要了。婶婶，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这药膏，老身本就是为你研制，
既然你不需要了，那不若毁了。我收下还不行吗？这还差不多。沈明将药膏收下后，与老妇人又闲聊了许多，又留下用了一顿饭，直到红日已卧在山坡上了，才起身告辞。这里面呀是各种各样的药环，毒药、血药都有，瓶子上也都写明了用法，你带好，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我月月都回来看你，您不用给我准备这么多药，我要是有什么事儿就来找你。若是老身不在了，你找不到又能如何？好好把包袱收着。您不在，你要去哪儿？老身说的是万一老身有什么事出苦去了呢？你备着这些药总是好的。一见男人似乎又要开口问什么，他双手一叉腰，眼一瞪：小孩子家的，别以为长大了做了丞相了就能管老身了。我是担心你。老身可是大名鼎鼎的闻香夫人，若是撞上坏人了，倒霉的自然是那坏蛋，用得着你担心？是，您最厉害了。离开绿荫山谷后，沈明招来亲信，挑10个身手好的侍卫，暗中保护闻香夫人。将一切安顿好之后，本该歇息了，可他总觉得心底隐隐不安，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披上衣裳坐起来。来人，大人，叫程素来见我。是。片刻后，程素匆匆赶来，带进来一阵夜风。大人，您找属下何事？这般晚了，还在忙什么？大人，我们刚得到消息，北越军的主将失踪了，咱们的人正商议着今夜突袭呢，定能一举打挫北越军。你说什么？谁失踪了？本来还坐在床上的男人，闪电般陡然出现在了程素眼前。大人快松手，属下的肩膀要断了。说，谁失踪了？是北越主将沈南星。话音还未落，他眼前又是一闪。怎么了？可屋里哪里还有半点人影，只有敞开的大门在呜呜往屋里灌着冷风。地牢里，沈南星被铁链绑了双手双脚，吊在了空中。他脚下是一个深深的池子，黑不见底。说吧，想怎么死？是想被千刀万剐，还是想被做成人质呢？又或者成为我这些小宝贝儿们的盘中餐？你是谁？为何要杀我？都要死了，还有心思关心我是谁？不过既然你不选，那我可就帮你选了。可真难选呀，这3种死法，无论放弃哪种，都令人不舍呢。让我想想啊，你们既然有3个人，那不如……别动他们！你的目标是我，放了他们。哦，你这般为他们着想，就是不知在生死面前，他们可会为你想上一分呢？你要干什么？来人，把那2个人带过来。你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他们俩是无辜的，你放了他们。可鬼面男人压根不搭理他。很快，随着铁链曳地的当啷声和铁门打开的吱呀声，柏林兄妹被人押了进来。南星，你怎么样？你们将他放下来！南星姐姐，丑八怪，你快把我南星姐姐放下来！你究竟想做什么？我说了，你的目标是我，不要连累旁人，你听不到吗？要我放了他也不是不行，但是你们得有一个人替他死才行呢。我这条命你拿去，放了他们俩。胡林，不可以说。胡林，你听我说，他的目标本就是我，与你们无关，你替不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要杀的人是我，不要伤及无辜。且他们俩是朝廷命官的儿女，你若是伤了他们的性命，朝廷必定与你不死不休，你何必给自己结仇呢？哦，那你呢？你是靖王妃，又是南阳侯府嫡女，杀了你，北越不向我寻仇吗？这你便不用担心了。靖王另有心悦之人，也与我和离，自是不会管我死活。
至于南阳侯府，沈渊心里只有他妾室生的一双儿女，更不会为了我与谁结仇，你大可放心。哦，是吗？可我怎么听说沈青海那老家伙最是疼你呢？我祖父年岁已高，如今又卧病在床，纵是有心为我报仇，又能拿你如何？还是说你害怕我祖父？一个羸弱的糟老头子而已，我会怕他？既然不怕，那便杀了我，放了他们二人，否则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南星姐姐，求你了，你放了南星姐姐吧，我愿意替她死。叔儿别胡说，我胡林堂堂7尺男儿，哪有躲在女人身后的道理？你杀了我吧。哥，你是咱家唯一的儿子，你必须活着。我平日里又不爱听爹娘的话，总是让他们头疼。我是家里最没用的人，丑八怪，别磨蹭了，你要杀就杀我。胡林、胡双儿，你们都给我闭嘴！好好活着，这是军令。你若是不敢杀我，便是怕了我祖父。笑话，我会怕他一个糟老头子？你若是不怕，便证明给我看啊！鬼面男人右手成爪状，将内力凝聚成一团，猛地抬起手来，朝着沈南星便是一掌拍了过去。今日他死在这里，那个男人怕是又要伤心了。一想到他一头黑发可能又要变白，他可能又要守着他的坟墓过许多年，可能又会惨死，他的心里就揪痛的厉害。真的好想再见他一面。对不起啊，傅九龄，即使上天让我重活一回，我还是无法靠近。他已经失踪整整4个时辰了，他已经发动了所有人手，找遍了军营附近所有可以藏人的地方，搜寻范围也已经扩大到了方圆100里。没有，哪里都没有，他找不到他。他独自一人直直地站在那里，在晨光熹微中，宛如一座孤寂的黑塔，散发着幽深的死寂。终于他动了，他抬手放到嘴边，一声尖利的虎啸声划破幽静的长空。又过了一会儿，四周有轻微的沙沙声响起，许多黑点在迅速有序地聚拢。不过片刻功夫，男人身后便列好了一个整齐的黑色方阵。属下修罗参见二皇子。奉为一队参见二皇子。修罗听令。修罗在。8年了，他们等了8年了，二皇子终于愿意启用他们了。二皇子，这些年凤卫从未有一日停止过训练，如今较之以往，实力更是强悍。只要二皇子一声令下，咱们即刻就能杀回西宁。傅九离却只是淡淡的瞟了他一眼。昨日夜里，北岳主将沈南星失踪，我要你们全力搜寻他的下落，不惜一切代价，务必确保他的安全。啊，二皇子，咱们不是……可一对上男人的眼神，修罗立刻低头领命。是。随后修罗一个手势，黑色方阵迅速散去了。他到底在哪里？哥哥！想象中的疼痛并未到来，反而听见了吐血和人倒地的声音。沈南星心中一跳，急忙睁开眼。狐狸，狐狸，你这是做什么？你为何要这般做？他要杀的人是我呀！南星，你没事吧？哥哥，你不要死！哥哥，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行吗？你不要丢下双儿一个人。双儿，别哭，让我听哥，你别说话了，求你别说了，双儿听话，以后爹娘说什么，双儿都听。救他！你还站着干什么？救他呀！他是工部尚书的独子，若他出了什么事，天上地下，陛下绝不会放过你。鬼面男人破天荒的并未反驳，他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瓷瓶，随手朝着胡林兄妹一扔。胡双儿只一抬手，就将小瓷瓶握在了手里。此刻也顾不得许多，
当即将小瓷瓶中的药丸倒出来，塞进了胡林嘴里。待看到胡林果然没再吐血，呼吸也逐渐平稳下来，他才松了口气。放心，死不了。前辈，究竟要如何，你才敢放过沈将军和我妹妹？小公子这一开口，就想让我放了2个人，是否过于贪心了？你想怎么样？只要你愿意放了沈将军和我妹妹，我什么都能答应你。刚才不慎误伤了小公子，我也很自责，便允你放了1人。你想干什么？来人，把他吊起来！一旁立刻走出2个黑衣人，一人一边将胡双儿拖开。很快，胡双儿便与沈南星一样，被吊在了蛇池上方。我说了，他们是无辜的，要杀妖怪冲我来，放了他们。这2个女人，一个是你妹妹，一个是你心爱之人。你别胡说！我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有数。总之呢，这2个女人你只能救一个，至于另一个嘛，就留下为我的小可爱们吧。你瞧，我的小可爱们可是饿坏了。你把他们放下来，求你，你把他们放下来，让我去。来人，点香，你只有1炷香的时间，好好想想，你选择救谁。当然，若是时间到了，你还未选好的话，那我的小可爱们就可以饱餐一顿了。你要杀的人是我，为难无辜的人做什么？你做人还有没有底线？不就是为蛇吗？你有种就放我下去！胡林，你听我说，你必须救双儿。今日被囚落得如此地步，是我无能，也是我的命。但双儿是无辜的，她还小，还未嫁人。你身为双儿的哥哥，保护妹妹是你的责任，你必须保护好她。你明白吗？沈南星心里慌极了，他生怕胡双儿落得跟上一世一样的结局。双儿上一世已为救他死过1次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再死1次。胡林，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话？哥哥，你救南星姐姐吧。南星姐姐是北岳主将，是北岳救星。如今与东来国大战在即，北岳不能没有南星姐姐的。若是舍双儿一命，能让南星姐姐活着，双儿死得值。胡林，北岳国纵使没了我，还有9000岁在，还有一般优秀的将领在，生不了乱。北岳泱泱大国，北岳的安危从来都不是基于哪一个人身上的，更不需要靠一个女子牺牲得以保全。胡林，听命！仁兄，不要！我以陛下亲封骠骑大将军的身份命令你救胡双儿。胡林不应他，也不再看他，撑起身子，慢慢的一步一步爬到了鬼面男人面前。胡林这一世除了陛下和我胡家祖宗，从未跪过任何人，更未向任何人磕头。今日我求你放了沈将军和我妹妹，我这条命你可随意处置。哥哥，你别跪他！哥哥！胡林，起来！这是军令。胡林又磕了2个头，2只手抱住了鬼面男人的腿。求你！鬼面男人豁然睁开了双眼。时间到了，来人，把那2个女人。我选双儿。你说什么？我说，我选我妹妹，把我妹妹放下来。来人，把他妹妹放下来。不要，不要啊，哥哥！你怎么能选我？你怎么能选我？南星姐姐！但他终究是被放了下来，只是一落地便面色发白，直直晕厥了过去。沈南星欣慰地笑了，他闭上了眼睛。对不起，仁星。来人，将沈南星丢进池子。刷刷几道剑光闪过，束缚着沈南星双手双脚的几根铁链尽数崩断。就在这一瞬间，
原本跪坐在地上的胡林忽然一跃而起，一个猛扑，将即将坠落池中的女子一把抱在了怀里，接着迅速往后一仰倒，便将女子紧紧护在了怀中。变故陡然发生，鬼面男人本已朝胡林拍出的手猛地变了个方向，变成爪，往后一拉，就将即将坠入池中的男女拉回了地上。已准备好遭蛇群啃噬的二人摔在地上，骤然清醒过来。南星，你怎么样？有没有哪里受伤？你，他方才竟是要与他一同赴死。你没事就好。小子，原以为你是个负心汉，没想到竟是个痴情种。我这人生平最欣赏的就是你这般为了心爱之人愿豁出性命的人了。方才以为你是个负心汉，我险些失手将你打死。总该补偿你点什么才好。补偿点什么好呢？在下别无大求，只求前辈放了沈将军和我妹妹。至于在下，可任由前辈处置。不行，他说了，沈南星必须死，这可难办了。半晌后，他忽然一敲脑袋，有了，小子，你想娶她吗？我来安排，你们今日就成亲，今晚洞房，如何？不可！有何不可？你不是喜欢她吗？为了她连命都不要了？怎么？你是嫌她嫁过人？并非如此，沈将军是这世间最好的女子，在下怎会嫌弃她？只是成亲一事事关重大，没有3书6聘媒妁之言，在下不愿辱没了她，还请前辈理解。3书6聘，媒妁之言啊，这恐怕无法实现了。不妨告诉你，她的命我要定了。若是你想娶她，我倒是可以成全你，让你在她死之前得到她。若是不想，他站起了身子。来人，丢下去！两人立即动手，将沈南星往蛇池那边拖去。不要！放开他！我愿意娶她。哦，当真？是，我想娶她，请前辈成全。胡林，你胡说什么？南星，我心悦你，想娶你。可你不是说你只是……我那时只是不想让你为难，我心悦你已久。对不起，我不愿嫁你。你愿死，都不愿嫁给我。是，因为他是，他最爱吃醋，可难哄了。哎呀，怎么办呢？你爱的女人，她好像并不爱你呀。我要娶她，请前辈成全。两人最终还是换上了大红喜服，并排站在了一间被收拾干净的地牢里。开始吧！一拜天地。胡林深深躬了下去，余光却发现身旁一身大红嫁衣的女子仍旧端直站着。南星，咱们先前不是说好了吗？在拜堂之前已经与他说好了，今日成亲只是权宜之计，并不作数，他自然也不会碰他，只为了拖延些时间，或可觅得一线生机。对不起，他没有办法与旁人拜堂，哪怕明知是假的。南星，有什么话等会儿再说，咱们先拜堂好吗？对不起，胡林，我不能嫁给你。可我们不是……对不起。来人，按着他继续拜堂。前辈，他若是不愿意拜堂就算了，所有事些虚礼，在下并不在意，请前辈允许，让在下与沈将军直接洞房吧。果然是年轻小伙儿，这便等不及了。啊，也是，女人嘛，
把他睡了，他就死心塌地了。去，送入洞房。小子，好好享受今晚吧，不会有人打扰你们。沈南星被黑衣壮汉压着出了这间地牢，又走出了一段长长的甬道，随后又拐了好几个弯，最后被推入了一间光线昏暗的石室。石室不大，陈设十分简单，里面除了一张石床、一张石桌、2只石凳外，再无其他物事。南星，你也许久违休息了，去石床上睡一会儿吧。你不用担心我靠在那里休息一会儿便好。谢谢。便再未说什么，去了石床上，靠着石壁坐下。被绑来折腾了这一通，沈南星早就累极了，于是这一靠，很快他就眼皮沉沉的昏睡了过去。只是睡着睡着，感觉越来越热，口干舌燥。他恍恍惚惚看到石桌上的酒壶，踉跄着来到桌边，提起酒壶就往杯中倒酒。别喝，酒里别下了东西。行，酒里别下了药，你不能喝。蜡烛里也别下了药，你忍一忍。听话。胡林喊出这一句后，就强迫自己别开了眼。他双眼湿润，神色懵懂，对他有着致命的诱惑。他好想。意识到自己的龌龊心思，他将酒壶往地上狠命一砸，捡起一块碎片就迅速往自己腿上用力划了几刀。清脆的响声与刺目的红让沈南星彻底清醒了过来。你没事吧？别过来，一点皮外伤而已，我没事。但你别过来，我怕自己控制不住。说着，一步步摸索着退到了原来那个墙角，整个人缩成了一团。沈南星也察觉到自己情况不太好，他悄然蹲下身子，摸索着捡起了一块方才酒壶被摔碎时飞溅到他脚下的碎片，狠狠心在手腕上划了一刀。随着尖锐的疼痛袭来，他脑中又清明了许多。他靠在石壁上，手中紧紧攥着那块碎片，每当察觉自己快要失去理智，就给自己手臂上来一下。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沈南星终于还是坚持不住，昏睡了过去。暗色中，忽然一个身影猛兽般扑在了他身上，让他瞬间惊醒了过来。胡林，你醒醒，你别这样，我们不能这样。胡林，你放开！一边拼命挣扎，却无济于事。胡林，不可以，求你！男人的动作似乎顿了一下，但很快却更加疯狂起来。他护着胸口的手被强行拿开，按在一旁，胸前的衣襟被一把扯开，白皙的锁骨露出，一个硬物从衣领里掉了出来，是阴阳铜管，是傅九离给他的阴阳铜管。他用尽全身力气，将手从男人手中挣脱出来，迅速拿起铜管，朝着头顶的小天窗狠狠拔出了铜帽。方圆300里都已巡过了，所有可疑场所也全都找过了，可无论哪里都没有他的踪迹。他就好像从这世间凭空消失了一般，胸口仿佛破了个洞，冷风呼呼往里面灌着。都怪他，是他的错，是他乱生气躲着他，才害得他被抓走。今后他再也不会离开他半步，只要让他找到他。男人的额头抵在了地上，从来不信苍天不信神佛的男人低声祈求：求你们让我找到他。就在此时，嗡，他心口处一阵嗡鸣声骤然响起，一抬眼，天际一颗火红的星炸开，眨眼之间，男人一个闪身就已消失在原地。傅教练，你怎么才来啊？冷面煞神手一抬一挥，压在女子身上的男人就被掀飞了。男性别怕，对不起，是我来晚了。然后单手抱起他就往外走。路过趴在地上显然已昏迷不醒的男人时，傅九离左手一转，剑尖直指那个男人的咽喉。傅九离，别杀他！九千岁不要！一道娇小的身影从门外面扑了进来。九千岁，求您看在是我带您找到南香姐姐的份上，饶过我哥哥一命，行吗？我哥哥他不是故意的，他也是被人下了药。沈南星也轻轻拽了下男人袖口的衣裳，在男人的黑眸朝他看过来时，他果断将为胡林求情的话咽了回去。他有预感，他越是求情，胡林越是惨。
这狗男人从来就不是讲道理的人。于是他吸了吸鼻子，两只手臂搂住了男人的脖子，将脑袋埋在男人胸口。傅九离，我想回去了。傅九离心口一紧，将长剑抛给跟在身后的凤卫，又将女子往怀里紧了紧，抬脚就往外走。只是还未走出外面的甬道，就被人拦住了。你们当我这里是什么地方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话音刚落，猛地朝着二人拍出了一掌。傅九离，你快放我下来，这个人不能小觑，你抱着我打不过他。傅九离黑眸睨了怀中女子一眼。你不信我？不是，是他。话音未落，鬼面男人又是跟着一掌拍了过来。傅九离唇角溢出一丝冷笑，换成单手抱着女子，腾出一手豁然迎上了那一掌。可目光在落到那个男人脸上戴的青面獠牙的鬼面具时，他急急撤回了这一攻，抱着女子回旋一圈，落在了安全的角落。真是没想到啊，大名鼎鼎的9000岁竟是个孬种。说着话，又是一掌跟了过来。傅九离再次抱着沈南星躲了过去，循着空隙朝着鬼面男人大喊一声：师傅，师傅，你不认识我了？找死！他站在原地不躲不闪，一双黑眸只定定地看向鬼面男人。瞬息之间，那一掌天崩地裂般袭了过来，然后打偏了。一时间所有人都愣住了。鬼面男人看着自己的右手，神木！他抬手对着傅九离就是连续的几击。傅九离一直站在原地未动，可每一下都打偏了，竟未伤到他一分一毫。鬼面男人抱着头，仰天发出一声痛苦的嚎叫，跌跌撞撞地转身便走。师傅，你去哪儿啊？鬼面男人速度却更快了，但他却没能走掉。他的面前迎面走来了一个黑衣人。把人交出来！鬼面男人飞扑过去，两人便打在了一处。傅九离怀抱着沈南星，顷刻间便追了上来。别打了，人在这里。鬼面男人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动作一顿，寻着机会就想离开。可也就在他正愣的这一瞬间，被黑衣人找着了机会，一刀朝着他的面颊挥去。鬼面男人急急后退一步，躲过了这一刀，可鬼面具却被打落了。爹！迅速朝着黑衣人打出一掌，便立即飞身离开，瞬息之间便不见了踪影。傅九离抬脚想追，可怀中的女子已经显然不对劲儿了。乖，别乱动，我这就带你去找大夫。他这一看就是中了那种药啊，找大夫做什么？我在这附近有个庄子，地处隐秘，你们去那里，定不会有人打扰。你这是什么意思？给他解毒啊，你听不懂吗？你的意思是要找人玷污他？我怎么就是这个意思了？我是让你给他解毒。沈明，干嘛？你别以为我不敢杀你。撒爹，你难道敢杀我吗？傅九离不再说话，抱着沈南星就走。喂，你去哪儿？傅九离，一般的大夫可没有这个本事解毒。闭嘴！你上次在幽冥谷不是帮他解毒了吗？再解一次怎么了？我是说真的，一般的大夫真没法子。这里除了文香夫人，没人能。我这就去找文香夫人。她出远门了，不在家。你不喜欢她？傅九离，我难受。喜欢？怎会不喜欢？怀中的女人比他自己的命更重要。那就帮她解毒啊！你没看到她有多难受啊？我都不介意了，你还在犹豫什么？傅九离沉默了，半晌后下令：来人，去春风楼找个干净的男人来。你疯了？那你说怎么办？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吗？沈明怒极反笑。可你为何要随便找个男人来？我不信你不知道他喜欢你。傅九离，我不要别人，我只要你。听到了吗？我告诉你，今日有我在，你休想让别的男人碰南星一下。我就问你一句，你给不给他解毒？若是你不愿意，就把南星给我。说着伸手就要去抢妹妹。傅九离抱着女子一个后跃，便躲开了沈明的触碰。沈明深深叹了口气，上一世就是这样，明明他才是南星的亲哥哥，傅九离却不让他见他。这一世也是，连碰一下都不让，真是个小气的人。但一想到这人上一世为南星做到了那一步，沈明就连一丝责怪也不能有了。
沈明无奈地将自己肩上背着的包袱取下，在里头翻翻找找。这是闻香婶婶临走前给他的包袱，说是里面有许多药丸，兴许有解药也说不定。他就是想着万一南星受伤了能用得着，所以特意将这个包袱带着了。找到了，接住，这是解药，闻香夫人给的，快给南星服下。下去吧，这里没你什么事了。等一下，说是解药有效才退下。主子，属下有个法子，一定能救这位姑娘，而且非常快。说。主子，属下方才看到地牢里有个男人，他也中了那种药，若是让他与这位姑娘交合……只听砰的一声，跟着一声惨叫，风卫话都没说完就被一脚踹飞了。地牢里的那个男人是胡林吧？哎，我就不明白了，人胡林可是没有成妻，连小妾同房都没有的，算干净了吧？连春风楼的小官你都能接受，怎么就不能接受胡林为南星解毒呢？依我看啊，若是解药没用，就让胡林来吧。啊，一下子就能解了2个人的毒。你给我闭嘴！解药的药效来得很快，沈南星服用后脑子已经有些清醒了。傅九离，胡林也中了药，解药也给他一些。死不了。来人，找2个女人，给地牢里的男人送去。傅九离，你别这样，胡林他……你心疼他？对上男人的目光，沈南星未说完的话终究是卡在了嗓子里。他本想为胡林说几句好话，可这男人的眼神，他就看不得他失落。算了，这好话不说也罢。我只会心疼你。男人身体一僵，片刻后，眼底的无边墨色碎成了点点星光，唇角也不由牵起一抹弧度。累了吧？睡一会儿，我带你回军营。啊。好。男人小心地抱着女子，一步一步走得又稳又慢，就像抱着什么稀世珍宝一般。沈明见南星只用了一句话，就让这浑身是刺的男人瞬间柔软下来，而且向来板着脸的冷面男人竟然会笑，还笑得一副不值钱的样子。本想嘲笑他一番，但话到嘴边却是如何也说不出口了。上一世，那个在南星的坟前守了半生的那个满头白发的男人从未笑过，如今这般甚好。沈明默默跟在2人身后，只是走着走着，眉头越皱越紧。他快走几步，来到傅九离跟前，小声提醒：以你这速度，你明日都走不到军营，乌龟爬的都比你快。别吵。接着绕过挡路的沈明继续走得又慢又稳，可他却毫无办法，他也只能认命地跟在后面，以乌龟的速度。神木，神木！他双眸赤红。你不是死了吗？你不是说你心甘情愿把身体让给我，自己去死的吗？如今为何又出现了？你个不守信用的卑鄙小人，你给我出来！你出来！你出来啊！你出来给我说清楚！半晌，一声长长的叹息。若不是你执意要伤我徒儿，我永远不会出现。沈烨，是你先失约的。鬼面男人神色癫狂。谁让他要护着沈南星那个贱丫头的？他该死！南星怎么说也是你侄女儿，你为何就非要置她于死地呢？谁让他这般不懂事，碍了秋儿的眼？秋儿不想让他活着，那他就必须死。他的秋儿都已经病得快死了，唯一的愿望就是让沈南星去死，他又岂会违背了他的意愿？我一定会杀了沈南星，若你再要阻挠，我当年能抹杀你1次，如今就能抹杀你第2次。你旁的事我不会插手，但你若是再敢违背诺言伤我徒儿，我便与你鱼死网破。你别忘了，是你当初先答应了不伤我徒儿，我才会同意自毁。你骗我，你那晚根本就没有自毁。我没有骗你，我那晚真的。那你如今为什么还在？鬼面男人猛然想到什么。神木，那晚你碰了他，是不是？啊，你在说什么？那晚我醒来时，他已经在与我。神木，
我要杀了你！秋儿是我一个人的，沈墨你怎么敢碰她的？你怎么敢？那晚他与沈墨达成共识，沈墨自毁，但因身体消耗巨大，完事后非常虚弱，就晕倒在了荒野里。沈燕，他喜欢你吗？你觉得呢？我可是他的夫君，他不喜欢我，难道喜欢连身体都没有的你吗？既然你从未消散，应当也看到了我与他日日缠绵，他爱我爱到了骨子里，还为我育有一儿一女。别说了，沈燕，你闭嘴！我偏要说，你不要脸，竟日日偷窥我与秋儿鱼水之欢，你无耻！我没有。我自那晚自毁之后，再也没有苏醒过。直到今日，你要伤我徒儿，我才被唤醒。既然他喜欢你，那你好好待他。那个女孩曾数次与他巧遇，拦在他跟前，他总爱眯着眼，笑得跟个小狐狸似的。公子，好巧啊，咱们又遇见了。既然咱们这么有缘分，你便做我夫君如何？灰白的光影逐渐变得透明了。原来你叫秋儿啊，真好听。不要！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里，鎏金床上，一个美丽的妇人猛然坐起，额头上渗着一层冷汗。陛下，您这是又梦见皇夫了。冯嬷嬷，我好想他，我真的好想他。您说一个人好端端的，怎么变成另一个人呢？唉，陛下，老奴曾听老巫师说过，有的人会有2种完全迥异的性格，端看哪个性格占了主导，那个人便是那个性格。此话当真？老巫师在哪儿？我要见他。老巫师向来行踪不定，这段时日听说不在南疆。既然找不到老巫师，那我便去北岳寻皇夫，定要将皇夫找回来。可您若是离开了，南疆的诸多事务，芊芊如今已经这般大了，也该为身分忧了。女子说完，立刻下床走到书案旁，留下书信一封，交给老嬷嬷。冯嬷嬷，您将这封信交给芊芊，就说朕去找他爹了。话落，竟是一刻也被耽误，连夜收拾行装离开了南疆。傅九离抱着沈南星，身后跟着沈明，3人一路缓行，还真走了整整1晚，才回到了北岳大军所在的军营。看着傅九离将仍在熟睡的女子小心翼翼放在了床榻上，又轻轻为她掖好被角，沈明已经麻了。他都说了他在附近有个庄子，要不先去庄子休息1晚。傅九离不去，侍卫赶着马车来，让他们坐马车回军营，傅九离也拒绝了。4个轿夫弄了顶轿子来，让他们坐轿子，傅九离还是不答应，还将人给赶走了。就连他好意提出让他休息一下，自己替他抱一会儿，他也不干，反正就非要亲自抱着南星走回去。他这未来妹夫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固执啊。沈明摇了摇头，退出了营帐。不一会儿，傅九离也掀开帘子走了出来。他瞥了站在一旁的沈明一眼。有事？我是想问你，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妹妹？丞相该知道我的身份，我此生不会娶妻。既如此，那我为妹妹另择良婿，9000岁，该不会阻拦吧？自然不会。那便谢过9000岁了。无妨。沈明一甩袖子，扭头就走。装，他就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等一下。怎么，9000岁可是后悔了？方才那个戴鬼面具的男人，你认识他？我听到你叫他爹，他是沈渊？他长得和我爹一模一样，但他应当不是我爹。既然长得一样，你为何觉得那不是你爹？京城里，你爹近日可是失踪了。这是我从他身上薅下来的，你可认得此物？傅九离伸手接过，仔细端详片刻后道：这不是新月阁阁主的令牌吗？看来这人不是师傅，师傅是凤卫首领，就绝不可能是星月阁阁主。毕竟师傅与星月阁阁主曾数次交手，是同一人的可能性为0。但他为何戴着与师傅一样的面具呢？莫非与师傅有什么关联？既然他不是师傅，那师傅这些年又去哪里了呢？
还有，若他不是师傅，两人交手时，他为何故意多次出招打偏，不伤他？众所周知，新月阁阁主武艺极高，而我爹不通武艺，绝不可能是这个鬼面男人。至于他为何与我爹长得一样，我暂时还没有头绪。有没有可能，他戴了人皮面具？不可能，我这些年旁门左道接触不少，他若是戴了人皮面具，或者是易了容，我一眼就能认出来，绝不会出错。就比如你先前扮作小兵，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总之我可以确定，今天这个鬼面男人就长得和我爹一模一样，没有易容。或许那就是你爹，他这些年藏了拙。绝不可能，我爹那身子骨就不适合练武，脑袋也是真不聪明，绝对锁不了家。不信的话，你回京之后可以问问我祖父，可世上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我也是不信的。可我祖父祖母确实只有我爹一个儿子呀，难道是？女子干哑低沉的声音从营帐里传来，营帐外的两个男人一听到声音，立刻就冲进了营帐里。趁着傅九离倒水的功夫，沈明已经率先冲到了床榻旁。南星，你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你是？沈明一愣，眼眸中闪过一抹慌乱，立即抬手摸了摸脸，察觉到黑色面巾还好好的附在脸上，心才稍稍定了。喝水。沈南星并未与他客气，微微低头，很快就将一小杯水喝了个干净。还要吗？还喝吗？要喝多少我都给你倒。沈南星先看着傅九离摇了摇头，而后将目光移到站在一旁的沈明身上。你是谁啊？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傅九离冲着沈明挑了挑眉，说不说？沈明微微摇了摇头，不说。傅九离，他是谁？沈明心里一慌，急忙道：我是9000岁的暗卫。我怎么没见过你？9000岁暗卫众多，我比较不起眼。那你紧张什么？我天生胆小。沈明话一出口就想打嘴，生平头一遭，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才好。他是你的暗卫吗？不是。沈明都快疯了。好，傅九离这么整他是吧？既然他在妹妹面前没脸了，以后别指望他能轻易同意他们的婚事。那他是谁？他是沈。沈明再也无法无动于衷了。在听到那个沈字时，他动了，速度极快，落荒而逃。啊，他跑什么啊？怎么这么急？对了，你刚才说他叫什么？他是东来国丞相，沈明。沈明？沈南星身体顿时僵硬了，眸中划过一丝恨意。虽说上一世他被擒是谢廷玉一手策划，是北越军中出了内鬼所致，可与谢廷玉暗中勾结的正是这个沈明，是他与北越内鬼里应外合，才害得他惨死，害得他祖父惨死，甚至于后来北越被东来灭国，这个沈明也是背后最大的功臣。感受到女子的情绪波动，傅九离的手轻轻落在了她的肩膀上。两军对阵，各为其主，沈明为东来谋划也是正常。沈明此人最是阴险狡诈，定是有什么阴谋。他还有一个身份。管他什么身份呢，得先将他擒住，可不能让他跑了。他是你兄长，沈北岳。沈南星下他的动作进行到一半，卡在了那里。空气里安静了下来，男人也只静静地看着他。过了好半晌，沈南星才僵硬地转过了脑袋。你说什么？沈明，他是你的孪生兄长，沈北岳。他没死，当年跌下悬崖后，被文香夫人救下了。傅九离，我要见他，你让我见他。难怪他方才对他那般殷勤呢，原来是哥哥呀。别哭了，明日我便带他来见你。可不成想，不仅不管用，沈南星反而哭得更厉害了，抱着他的胳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傅九离没法子了，只得将人搂进了怀里，低声哄他：乖，不哭了。沈南星将脑袋埋在傅九离怀里，放声大哭了一场。哭好后，缓缓地抬起头来，一眼就看到了男人胸前的衣襟有一块是明显的湿漉漉的，好丢脸呐！可哭好了？若是没哭好，我再换身衣裳来。你
沈南星顿时恼怒地推了他一把，抬起头来瞪了他一眼，又将脑袋扭向了一边去。过了一会儿，他垂着头小声道：傅九离，你是如何知晓他是我兄长的？他鬼鬼祟祟出现在军营附近，被我擒住了。他那时收到东来屠城的消息，急着赶回去，想让我放了他，就自曝身份了。所以是因为他从中周旋，东来才没有继续屠城，对吗？对，是他周旋的。我就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他一定是有苦衷的。我该如何做？什么？怎么才能让你不哭？若是把沈明捉来让你打一顿，可能解气。他一个用力勾着男人的脖颈，将他拉向自己。在男人错愕的神色中，红唇贴在了他的唇上。你亲我，我便不哭了。你不在的这2日，军营发生了一些事情。乔大他们急着向你禀报，我还有事。说着急忙站起往外走，却踉跄了2步，险些跌倒。傅九离，何事？想走就走，你就是这般给人做贴身侍卫的吗？那你说，你还是不是我的贴身护卫？我可没吃你吃。是。那我没让你走，你便不许走。好。你一日是我的贴身护卫，你就要有身为贴身护卫的觉悟。白日不许离开我10丈以外，夜里你便要在营帐里陪我睡。我是说，这营帐够大，你睡在那里。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没想。直到出了营帐，风吹在脸上，傅九离才觉得身上的热意散了些。沈明一路快速奔袭，一直到一口气跑出100里地，这才脚步慢了下来。这会儿南星定然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了，该怎么解释他与他作对的事儿呢？虽说他已经尽力去补救了，但也确实是因为他的疏忽，才导致了东来屠城的事情。他会将这件事怪到他头上吗？幸好上一世的惨状还未发生。沈明正专注地想着这些事，忽然一个女子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抱住了他的腿。公子，求求你救救我哥哥吧！是你？你认识我？不认识。那你方才说认错人了，还不放开？胡双儿却抱得更紧了，又有眼泪唰地流下。公子，你帮我将我哥哥送到医馆可以吗？我不知道这是哪儿，我也背不动他。公子，求你了，我爹是当朝工部尚书胡安国，公子你若是帮了我，我会让我爹报答你的，就当我爹欠你一个人情，或者你想要银钱也可以，我爹在钱庄存了好多银子。这小姑娘还是和从钱里搬船，也不知是如何平安活到现在的。你哥哥怎么了？心里却暗暗惊讶，看胡林这样子，怕是就没碰他那未来妹夫派人送的2个女人呢。我哥哥他生病了。你不放开我，我怎么帮你送你哥哥去医馆？谢谢公子。沈明走到胡林旁边，蹲下身子，就看到胡林脸色惨白，整个人蜷缩在一起，不停地发抖，2只手臂还有大腿上衣裳破烂不堪，全是血迹。唉，傅九离不是送了他2个女人，你要了他们不就没事了？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惨？不行，你过来，别碰我。他若是脏了，就更配不上南星了。手里紧紧攥着的瓷片又狠狠在手臂上扎了一下，顿时又有鲜血涌出。哥，你别这样，别伤害自己。那2个女人已经被我赶走了，你别怕，她们不会碰你了。公子，你快帮帮我哥哥呀！求你了，我会报答你的。沈明从包袱里拿出解药塞到胡林嘴里，又一掌将人劈晕。解药已经给他吃下了，但他的外伤需要处理，我这就送他去医馆。为避免他不配合，我先将他劈晕，一会儿就能醒了。沈明将胡林背在背上，看了一眼脸上还挂着泪的胡双儿。别哭了，愁死了。你……可沈明并未理他，背着胡林大步往前走了。胡双儿眼泪都顾不得擦，匆匆抬脚跟上。沈明脚步很快，胡双儿得一路小跑着才能勉强跟上。当他被横在路上的一根枯树枝绊倒，摔在地上时，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了起来。摔倒了不知道爬起来吗？
就会趴在地上哭，哭有什么用？他抬脚走了回去，似乎是察觉到他靠近，小姑娘哭声骤然停了。我摔跤了，腿疼。能自己起来吗？胡双儿摇了摇头，疼。沈明没法子，只得将背上的胡林先放下来，然后扶着小姑娘坐起来，就看到小姑娘的裤腿处有一块布料已经被鲜血染红了。胡双儿咬了咬唇，湿润的双眼紧紧盯着男人的眉眼看着。怎么这般不小心，走个路也能摔了？你走得那么快，我追不上。沈明手一顿，很快又继续包扎，直到娴熟的打了个结。好了。你为何包扎伤口这般娴熟？这些年，你是不是吃了很多苦？小丫头想象力挺丰富。可以让我看看你的脸吗？举手之劳而已，不必报答了。公子这话说的不对，在我小时候，有个人跟我说过，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公子今日救了我，我便该当以身相许。你说是吗，北岳哥哥？沈明的身体一瞬间紧绷了，那句软软的北岳哥哥从他嘴里喊出来，仿佛是跨越时光而来，几乎是瞬间就叫他湿了眼眶。那是一次皇家狩猎，大臣可以带着家眷同住，因着妹妹贪玩，祖父便带着他和妹妹同去了。一群孩子玩捉迷藏时，他为了给妹妹追一只漂亮的小鹿跑远了，一时不察就迷了路，忽然听到了一阵细弱的断断续续的呜咽声。他好奇循着声音寻过去，就看到一个小姑娘独自一人坐在一个废弃的陷阱里哭。喂，你还好吗？哥哥，你能救救我吗？我好怕。你等一下，我去找根树枝把你拉上来。可他才刚走出一步，小姑娘就大声哭了起来。实在没法子了，眼看天也快黑了，他一咬牙，干脆也跳进了坑里。这下好了，我们两个都困在这里了。别哭了，愁死了。可他还哭，一直哭着，看他从腰上抽出一把匕首。他懒得理他，默默地用匕首在坑内挖土。待他终于将挖出的土堆成一个半人高的小土垛时，小姑娘已经靠在坑内睡着了。他将小姑娘抱着从坑内爬了出去，去附近找了一些枯树枝，生了火，才将小姑娘放下。他便是在这时候醒过来的，一双黑溜溜的眸子四处看，才发觉自己已经从坑内出来了。谢谢你救了我。那我救了你，你打算如何报答我？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是救命之恩。你说的谢我，该不会只是说说而已吧？当然不是啦。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沈北岳。哪家的？南阳侯府家的。怎么，你要派人往我家送谢礼啊？我告诉你啊，那些个金银俗物我可看不上。才不是金银俗物。那是什么？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等我结姬了去你家提亲。后来每回在京城的公子小姐们的各种宴会上见了他总会来到他面前，红着脸喊一声北岳哥哥。对旁人他就从来不喊哥哥，想来已经将他当未婚夫了。他只热衷于习武，本就不喜参加这种无聊的宴会，也每回都去，就为了听小姑娘喊他一声北岳哥哥。再后来他与母亲和妹妹一起去了华山寺祈福，就再未见过他了。如今意外再次相逢，可他姑娘是北岳国人吧？啊！胡双儿用手撑着地，艰难爬起。在下自小在东来过长大，从未见过姑娘，所以姑娘定是认错了人。原来你这些年是去东来过了，那你为何不回家？我还以为她这些年真是白长了，怎么还是这般爱哭？唉，别哭了，她不值得。不许胡说，你值得，你是这世上最好的人。姑娘，在下真不是你说的那个人，听你的意思，那人可是个负心汉。姑娘莫要平白污蔑了在下的清誉。见小姑娘一双泪眼紧紧盯着自己不说话，你就这般喜欢他？是，我喜欢他，这辈子非他不嫁。这世上好男人多的是，何必要吊死这一棵树上？你不妨换个人喜欢。好，既然你不是他，
那我以后喜欢你，你方才救了我，我该以身相许的。我救的是你兄长，不是你。都一样，我兄长是男子，自然不能对你以身相许了。我是他的妹妹，换我来正合适。走吧，先送我哥哥去医馆，然后我们就回京城去成亲。不是，姑娘。我叫胡双儿，你以后就唤我双儿吧，叫姑娘也太生分了。姑娘，在下。你看不上我？姑娘自是极好的，只是我已经……你方才已经与我有了肌肤之亲，你这是想始乱终弃？我与你何事？在胡双儿灼灼的目光下，沈明终于想起方才给他的腿上药时，确实看到了他的腿，也碰了。先送你兄长去医馆吧，他的伤需要处理，你腿不方便，我扶你。他搀着他，两人逆着光，一步一步走了很远。一路无话，将胡林安置在医馆。老大夫为他处理伤口时，两人在外面等着。你就这般不愿与我在一起，还是说你已有心悦之人？沈明沉默了一会儿，早已编好，在心里盘旋了许久的瞎话。我已有未婚妻了，他还在东来等我，等他及笄，我们就会成亲。既然你兄长已经没事了，我还有要事要处理，就先走了。说罢也不去看他，转身就走。你是要去见你的未婚妻吗？他加快了脚步，步履凌乱。他如今一条残命，能再与他并肩走这一段路，已经是天赐大恩，不能苛求。北越军中将军营帐内，乔大将这2日军营发生的大小事务事无巨细一一禀报给了沈南星。你是说，知道我失踪，东来不仅没有对咱们趁机下手，还为咱们区区一个千人队夜袭烧了粮草，咱们还一举夺回了衡水城？是，都是按照您的意思办的。我确实是安排了夜袭来着，可我那夜失踪，东来得到消息后该对我们下手才是，怎么他们不仅没对我们下手，反而被我们给烧了粮草？张副将这2日可有什么动静？主子，那个张副将果然不是个好的，他与东来勾结，趁着您不在，偷了咱们的布防图给东来人。然后呢？然后被东来人连人带图给送回来了，说两军对阵就该堂堂正正打，他们不屑于用这种阴险手段。可谁不知道东来人向来阴险狡诈，何时这般光明磊落了？咱们本就一直盯着张副将呢，他一举一动都在咱们的掌控之中，他偷的布防图就是个假的，本就对我军造不成威胁。本来打算对他来个人赃并获，可现在被东来人连人带图送回来，显得我军好像很无能一样。张副将人呢？哼，在地牢关着呢，老家伙肯定还有同党，现在还嘴硬不肯招，属下就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主子，9000岁如今来了军中，您可以让他去逼问张副将啊。9000岁最擅长干这事了，他手段可厉害了，只要他出马，就没有撬不开嘴的人。是吗？当然了，9000岁掌管东厂，8倍种刑法可残忍了，他又听您的话，您让他往东，他肯定不该往。当他的余光瞥到营帐门口那道浑身散发冷意的黑色人影时，顿时闭了嘴，双腿一软就跪了下去。完了，他定是被乔二影响了，否则他向来最是沉稳，何曾这般多嘴过？说完，你主子让本王往东，本王不敢往哪儿去？属下知错了，请9000岁责罚。9000岁可会责罚我的人？不会。话音刚落，一道风吹过门帘，乔大的身影已然消失。800种刑罚，手段残忍？假的，东厂只有183种刑罚，并非800种，并且只对罪大恶极之人才会使用，并非世人所说的会滥用刑法。你……他竟在认真与他解释，是怕他误会他。我信你。傅九离愣住了，半晌后抬手捂住了方才被他亲到的位置，他又亲他。怎么不让亲啊？不是你说的让我忍不住想亲人时你会替我分忧吗？这才过了几日便已经不作数了？傅九离沉默了下，并未答话，走到桌旁将食盒放下。饿了吧？先吃点东西。沈南星用余光悄悄瞥了他一眼，见他面色并无异常，心里踏实了不少。上回将他拉上了床榻，他可是好几日都没见他，他再缠他也还得徐徐图之才是。你先吃，我有事要处理。说着就往外走。
作数。啊？什么？男人却抿了抿唇，什么也没说，大步离开了。作数，作数，他是在回答他先前的问题。啊！他准他亲他，事后他想亲便能亲。沈南星兴奋了好一阵，待情绪稍稍平稳下来后，便将4个乔喊来议事，还是按照先前与胡林商议好的打法，兵分4路，一队人马抄小路，从东来军营后面突袭，2队人马从2边侧翼包围，还有一个最精锐的100人队提前埋伏，由沈南星亲自带队，趁乱去刺杀东来将领。4个乔对完作战的具体细节后，又说起了张副将。张副将还是不肯开口吗？他应当是有什么把柄在靖王手里，被打得遍体鳞伤了，还是不愿意供出靖王来。供不供出靖王倒还是次要的，我主要是担心他在军营里面还有同伙，若是真有同伙，咱们又没查出来，那可就麻烦了。他一定有同伙，这些事情他一个人定然完不成，还是必须得撬开他的嘴巴才行。一会儿我去看看。他依稀记得上一世张副将确实是有同伙的，好像是一个年轻小兵，但长什么模样他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哎，主子，9000岁如今不是在咱们军营吗？您可以让他去帮您审张副将啊，属下还没见过9000岁审不出来的人呢。是啊，主子，此事事关重大，你让9000岁去吧。对，9000岁一定能审出来。主子，你不必再劝了，我亲自去。谁在里面？回将军，是9000岁在里面。沈南星面色一白，抬脚快步往里面走。傅九离，你这个阉人，你不得好死！男人背对着他，暗色里那道黑色身影几乎要与上一世的那道血色身影重合。傅九离，男人身形显然僵住了，缓缓转过身来。傅九离，眼见女子越来越近，男人快走几步出了那间牢房，手背在身后，从旁边的木架上悄悄拿了一块抹布，用力擦拭手上的血迹。你怎么来了？这里脏，你先回去。傅九离，我身上脏。不脏。你先出去，听话。我要跟你一起出去。傅九离，你丧尽天良，残忍至极，日后必定不得。你再胡说八道，我杀了你！走，我们出去。这里黑，你不牵着我，我害怕。傅九离看着他那做贼心虚又故作镇定的模样，唇角微不可察地勾起一抹小小弧度。害怕就跟紧些。他牵着他一步一步离开黑暗，走向了明亮的出口。张铁柱已经跪在门口等了有一会儿了，这会儿一见到傅九离出来，立刻就扑过去抱住了傅九离的小腿。铁蛋儿，铁蛋儿，俺二叔就是一时糊涂，求你看在俺们往日的情分上饶他一命吧！只要你饶他一命，俺立刻带着他离开北岳，永远不再回来！求你了，铁蛋儿！别用你的脏手碰他，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他是铁蛋吗？先前没看到人，他还想不起来，可此刻一看到这人，便与他印象中张副将同伙的模样对上了，就是他，在偷布防图这件事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俺知道你不是铁蛋，你是刚刚才生的9000岁，可你当初扮作铁蛋时，俺是真心待你的呀。就看在这一点点的情分上，求你也放过俺二叔行吗？他已经受到惩罚了呀。俺思想父母双亡，是俺二叔独自一人将俺抚养长大，他是俺唯一的亲人了。能不能就看在他并未酿成大错的份上，饶他一命啊？9000岁，您要不就网开一面吧。张副将虽然有心做坏事，毕竟没做成不是？这张副将为人还挺不错的，估计也就是一时想差了，定然不是故意的。哎，铁柱平日里也帮了咱们不少忙呢。沈将军，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沈南星面色难看极了。这一世因为乔大他们提前防范，这2人确实并未酿成大错，但上一世他们可是得逞了。他正欲开口拒绝，就听到身边的男人开口了：来人，把张铁柱抓起来，与张洪胜关在一起，一并等候处决。待回到营帐，沈南星问：张洪胜他都交代清楚了？没交代完，此事大概率与靖王脱不了关系，可只要一提及靖王，张洪胜就一口咬定此事是他一人所为，与靖王无关，态度十分坚决。哪怕在他意志最薄弱的时候，他也只供出了他侄子张铁柱，绝口不提靖王。
张洪胜与靖王之间，怕是有什么特殊的内情，让张洪胜甘愿如此。具体是什么，目前没有头绪。那你暂且留着张洪胜，是为了引蛇出洞？是，我已经派人将张洪胜是内鬼，已被关押的消息传回京城了，预计3日内应当会有结果。若是查出此事却与靖王有关，通敌叛国，乃是死罪。你……他既有胆子勾结东来人，行谋逆之事，便注定该有一死。他自甘堕落，留他一命做什么？害人吗？你当真如此想？是。好，我知道了。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你去忙吧，记得夜里来陪我睡觉。男人脚步倏然一顿，险些跌倒。你既是我的贴身护卫，那你得来保护我呀，听到了吗？听到了。快走几步出了营帐，向来冷静自持的9000岁脚步错乱，落荒而逃。沈南星坐在桌旁，细细揣摩着明日出兵的一应安排。如无意外，明日便可一举夺回被东来抢走的剩下的2座城池，将东来人彻底赶出北越。就是不知会不会与兄长对上，若是对上，他会如上一世一般与他为敌吗？越想越乱，沈南星将杯中茶水一饮而尽，又听着营帐外面来来回回不断踱步的脚步声。别走来走去了，找我有什么事儿进来说。走。将军，属下站着就好。怎么，到我这儿罚站来了？是做错了事？没有，也算是那个张铁柱他为张铁柱求情来了。你跟他关系很好？张铁柱与张副将勾结东来人一同谋反，自然是罪该万死，属下断然不会为他求情。只是属下这段时日与张铁柱走得颇近，他的所作所为，属下竟一点未察觉。是属下失职，请将军责罚。起来，此事不怪你。要说与张铁柱走得近，铁蛋该是更近些。精明如傅九黎都没察觉出异常来，他又怎会因此事去责怪旁人？将军，那没别的事，属下就先下去了。等一下，可有军师的消息？他现下如何了？军师自从那日与您一块失踪，就未曾回来过，属下不曾听到他的消息。去查，要快。是。暗中查探，不要让人知道。话音刚落，石头忽然变了脸色。将军，有人在外面。2人迅速追出帐外，哪里还有半点人影？将军，这是个高手，他何时过来的？属下竟半分都未察觉到。我知道。整座军营能悄无声息靠近他的营帐，还能不被他发现的只有一人。方才的泄了半分气息，被他和石头察觉，定是因为听到了他让石头暗中查探胡林下落的话，生气了。沈南星头疼，这一下又要解释不清了。附近影影绰绰的树枝中，乔大，你看到了吗？我没瞎，我还以为我眼花了，我竟然没看错。9000岁他这是连人带被子被咱们主子赶出来了。有时候我真宁愿你也是个瞎子，最好这嘴也别要了。啊，乔大，你什么意思？有你这么诅咒人的吗？你是不是想打架？我平时是让着你，别以为我是怕了你啊！说的激动的挥着拳头蹦了起来，然后还没来得及动手，砰！哎呀，乔大！乔二呲牙咧嘴一抬头，恶狠狠的目光就对上了一双危险恐怖的眼。啊，9000岁，您什么时候来的？在你说本王连人带被子被你家主子赶出来的时候。乔二两眼一黑，晕了过去。乔大，出来。 9000岁有何吩咐？你说，如今正逢两军交战，会不会有人趁夜偷袭？回9000岁，属下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咱们前2日不是还趁夜偷袭了东来吗？你说的有道理。那将军一人独自，咱们军营安排了士兵12个时辰轮班值守呢。咱们这边地形也不利于东来偷袭，他们但一出现，全军就能迅速反应。再说了，咱们的士兵里还藏了不少东厂的高手。 完全不用担心。然而话音方才落点，乔大就察觉到9000岁的脸色怎么越来越难看了。他眨了眨眼，脑海里忽然回忆起了9000岁方才好像说到了主子，然后他刚才着急表现竟打断了9000岁的话。乔大脑袋飞速运转，顷刻间便明白了9000岁的用意。但是咱们军营虽然是不用担心，
但主子身为北越主将，他的安危是重中之重，光靠咱们士兵巡逻还是不足以保护他的。9000岁之前毕竟是主子的贴身护卫，属下觉得这种关键时刻，9000岁还是亲自守在主子身边贴身保护，放为上策。请9000岁明鉴。眼见9000岁面色缓和了许多，乔大才终于松了口气，看来这下他是说对了。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本王就去保护他一下吧。毕竟大战在即，他是北越主将，不容有失。说完就抱着被子，扭头又往将军营帐的方向去了。乔大带人走远，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然后站起身来，一脚踢在了乔二身上。叫你以后还乱说话，学着点儿。以前他都是直来直去的，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呢？现在有800个心眼子，说话还要别人猜。我劝你小点声。哦，应该没听到吧？都走那么远了。幸好他们被送给主子了。9000岁现在是越来越难处了。营帐中，石头离开后，沈南星寻思着还是得去哄哄某人。那个醋罐子，若是不哄他，定然又要一个人生闷气了。可没想到，才走出没2步，就远远地看到那道熟悉的黑衣黑发的身影朝着自己走来，怀里还抱着一床被子。这是来找他一块睡觉了。来不及多想，沈南星唇角扬起一抹灿烂的笑容，两手提起裙摆就朝他跑了过去。他也加快了步子，很快2人便迎面撞上了。你这是来……我以为很明显了。啊，对啊。我答应的事，向来便会作数。傅九离补充了一句，便绕过女子，率先往营帐里走。夜里，营帐里只有微弱的一盏烛火在桌上忽明忽暗。2个人，一个睡在床上，一个睡在角落铺着的被褥上。傅九离，傅九离，我只把胡林当军师，其他的什么也没有。我方才让人去查探胡林的消息了，只是因为他是随我一起来战场的，又是我军的军师，我总得确保他的安全啊。而且他爹是工部尚书，说是他出了什么事儿，我也不好向他爹交代。总之，我对他没有任何男女之间的想法，你可明白？沈南星一听还不高兴。我方才与石头说话，你听到了对吧？我知道你在外面定然是听到了。我承认，我将他暗中查探，确实就是为了瞒着你。但我那是怕你知道了多想，仅此而已。你看，你果然多想了吧？没有，胡林没事，沈明送他去医馆了，过2日便能回来。哎，你在救我回来的那个地牢里，有没有看到一把匕首啊？刀鞘是黑色的，刀身闪着金光。那把匕首是你的？你看到了？在哪里啊？胡林送你的？那把匕首不好，我回头送你一把好的。沈南星一愣，鬼刃可是天下名刃呐，是风玄大师耗时5年亲手打造，削铁如泥，这还不好？要知道这世上能比鬼刃更好的匕首就只有……但那把匕首更像是个传说，从来只闻其名，并未有人见过。沈南星这般想着，一时间没有答话。他送你的匕首，你就这般喜欢？没有，那把匕首是胡林借给我的，并非赠予我，因为要还的，所以不能弄丢。日后喜欢什么，可以与我说。一把匕首而已，至于要向人借？看来这胡林还真不怎么样，小气得很，的确是配不上他。好，日后我喜欢什么都告诉你。那胡林借给我的那把匕首，我昨日便已经派人还他了。昨日凤卫将这把匕首呈上时，他就认出是鬼刃了。当初工部尚书想送给他来着，他没要，所以猜到是胡林的，就让凤卫直接给胡林送去了。明日我做什么？他从头到尾什么事也没安排他。你就待在军营里，帮我守着大后方，可好？他见过他唯一一次上战场，便是上一世赶来救他。他提着血染长枪，双眸血红冰冷，一身黑衣被鲜血浸透，如同从地狱里爬出的恶鬼一般。他一人就收割了无数东来人的头颅。他很厉害，但他的那副模样，他永远也不想再看到。傅九离本能的就感受到了他心情的低落，他为何忽然就这般不开心了？他就这般想让他留守军营？好，早些睡吧，明日还要早起。好，你也早些睡。
营帐里没了声音，顿时安静了下来。沈南星睡不着，方才勾起了上一世的惨痛回忆，心底一时间平静不下来。一闭上眼，就是一身黑衣的男人孤寂的身影。他在他的坟墓前守了半生，最后惨死，好想抱抱他。听着男人的呼吸声逐渐平稳，他动了心思。他都睡着了，他去偷偷抱一下，没事的吧？沈南星眸子微亮，轻手轻脚下了床榻，又踮着脚尖轻轻挪到了他旁边，悄悄躺下。这男人长得还真是好看啊，睡着了都这般好看，真是个妖孽。他忍不住抬起手，轻轻抚上了他的眉骨，他的侧脸，最后忍不住轻轻俯身，在他侧脸上轻啄一口，然后才满意的在他旁边躺下。抱一会儿就抱一会儿，然后他就回到床上去，不知不觉竟沉沉睡去了，所以自然也就没看到，在他熟睡后，昏暗中男人睁开了眼，无奈的轻笑一声，惹了他倒是睡得香甜。第二日，时辰已到，大军集结。沈南星长发竖起，银甲披身，骑在马背上，立于大军之首。出发！随后马缰一抖，双腿一夹马腹，整个人便如流星般飞跃出去，身后大军也跟着隆隆开出。在即将靠近东来军时，大军迅速分割成4路，按照计划分头行动。沈南星则亲自带着一个最精锐的百人队，马阶衔枚裹提，悄无声息，专挑水边密林，急速前进。到得东来军营，百人队很快便锁定了东来主将乌蒙的营帐，众人悄声埋伏，直到夜幕时分，看到东边山头狼烟冒起，沈南星一个手势，百人队顿时凌空而动，迅速四散铺开。沈南星带着10名精锐，闪电般突然出现在乌蒙营帐前，几乎是一息之间，营帐前巡逻的几个士兵都被抹了脖子，悄声倒下了。随后几人闪身进了营帐，就见乌蒙已经全副甲胄穿戴完毕，一柄重剑朝着几人狠狠斩来。乌蒙乃天生大力，一跺脚，一声吼，一把100斤重剑被耍得火星四溅，但一碰到立即就会毙命。几个呼吸的功夫，沈南星的队伍已折2人。看着乌蒙硕大的眼睛里闪动着狂妄的笑，沈南星手中长枪一翻，心中的怒气几乎就要抑制不住倾泻而出。上一世祖父被万箭穿心，就是这个乌蒙下的令，当时他也是这般邪恶的笑容。乌蒙，拿命来！老子还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女娃娃呀！你祖父怎么没来？莫不是已经死了？沈南星一根银枪在手中舞得烈烈生风，灵活极刺，很快就将乌蒙逼出帐外。此时两军已经正面对上，因着东来军毫无准备，被突然袭来的北越军分块绞杀，一时间哭喊成片，血色连天。他面色铁青，大吼一声，提着重剑狠狠朝着沈南星劈去。沈南星长枪往地上一撑，转瞬间就躲过了这道致命攻击，又立刻从另一个方向刺出一枪，在乌蒙黝黑粗糙的大脸上划出一道粗大的血痕。趁着乌蒙失神的片刻，提起长枪对准乌蒙的胸口就狠狠扎了过去。可就在这时，乌蒙的重剑不知何时朝着他的左肩砸了下来，他面色猛地一变，若是此时后退，自是可以躲开这一击，可若是退了，今日定然是杀不了乌蒙了。乌蒙是东来国最厉害的将军之一，诡计多端，曾亲手斩杀北越军民无数，一旦放了他，后患无穷。今日乌蒙必须死。他眼神一凛，手中力道不减，狠狠将长枪送入了乌蒙心脏，随着噗的一声，长枪穿透肉体，只来得及说出一个字，口中吐出大量鲜血。乌蒙脑袋一歪，岿然倒地，绝了气息。他的左肩无视，身穿黑色甲胄的高大男人在他面前身体坠落，下一刻就要跪在地上。他长枪一松，双手颤抖着抱住了眼前的男人。你是不是傻？乌蒙已死，杀！北越将士们本就处于上风，此时见东来主将身死，顿时士气更是上涨，激烈的喊杀声震天，一个个朝着东来军就是猛烈冲杀。东来军纷纷丢盔弃甲，节节败退，丢下了遍地尸体。废物，一群废物！还有你，父皇还说你智多近妖，让姑多养正你，我呸！姑看你就是个智障。北约那个靖王都已经将布防图送到你手上了，你竟然都拿不到，要你何用？还有，北越大军偷袭，为何我军竟一点风声都未收到？派出的那些斥候都是干什么吃的？
沈明静静听着，默不作声。不妨图拿不到，自然是因为他没要。至于为何未收到北岳偷袭风声，当然是消息被他派人拦截了。来人，把沈明给我拖出去砍了！立刻从外部进来了一队甲士，将手中长剑直指沈明。可还未来得及动手，另一队黑衣皮甲的卫士从门外急速闪了进来，将先前那队甲士包围。好啊好啊，你就仗着有父皇给你的黑甲卫，觉得咕动不了你是吧？殿下可以试试。你且等着，姑这次回去定会将你做的蠢事如实向父皇说明。要是让父皇知道，就因为你的愚蠢，害死了他最倚重的乌蒙将军，姑就看你有几颗脑袋够砍的。哼，那臣就拭目以待了。哼，来人，传程肃。程肃很快赶来。太子殿下，丞相大人，你即刻拿姑的令牌，去景田大营调兵5万，火速前来支援。程肃却是略一迟疑，还未待说话。怎么，连你也想反抗姑？属下不敢。是属下方才收到密报，大皇子秘密调兵3万，驻扎在京都西郊30里地，不知所图为何。若是景田大营的兵马调去对战北岳，京都怕是……竟有此事，为何不早些来报？属下也是才刚刚收到消息，正要来报。锦衣男子看向一旁沈明，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你早就知道。自从此次出征，臣可是从未回过京都。殿下纵是太子，也不该如此冤枉臣下才是。锦衣男子沉默良久，终于下令：传令全军回援京都。陛下英明。此战持续了整整1夜，一直到次日清晨，沈南星才浑身浴血地回到了军营。一回到营帐，连甲胄都来不及换下，就匆匆来到了傅九黎所在的营帐中。你不是答应了我要留守后方的吗？你堂堂9000岁，竟说话不算话，丢不丢人？你不是武功很高的吗？怎么连个乌蒙都打不过了，还挨了他一剑，真丢人！怎么还流血了？怎么血都止不住啊？别流了，求求你别流血了！可他说了再多，床上的男人却丝毫反应也无。沈南星心里慌得厉害。军医呢？军医哪去了？救救他，他要不行了！他满身满脸鲜血，跪坐在地上，将守在远处的4个乔吓了一跳，连忙去找军医。白胡子老军医被从床上拽起来，急急忙忙拎着药箱奔过来，跑得气喘吁吁。怎么回事？9000岁伤势不是稳住了吗？可是伤情又恶化了。不知道啊，估计是恶化了，把沈将军都吓哭了。两人用了生平最快的速度，终于赶到了9000岁的营帐里。老军医喘着粗气，终于看到床上的人时，将药箱放在地上。将军，老朽为您看看吧。大夫，您别管我了，我身上都是东兰人的血，您快看看9000岁。将军别担心，9000岁已经无事了。他还在流血，怎么会没事呢？9000岁虽然看起来伤得重，但其实都是外伤，并未伤及要害。加之9000岁体质强健，休养几个月就能大好。至于血，乃是体内淤血，流出来并无害处。只是什么？只是他胸中积聚了一股淤血，若是长期积聚于胸，不能排出，只会导致气血不畅，不利于恢复。那要如何才能排出呢？这也是老朽觉得奇怪的地方。按理说，他在遇刺的时候，口中就会吐血，就会顺势将这股淤血吐出了。可不知何故，他当时应当是没有吐出，反倒像是强行憋回去了，才导致气血淤结于胸。遇刺的时候，沈南星想起了他在遇刺之后，他就抱住了他，那时候他的唇角有一缕血迹，难怪他是不想吐在他身上，所以才拼命忍着吗？他竟生生忍着。不过问题也不大，老朽煎几副活血化瘀的药，吃下去也会好起来的。乔大本想劝主子去沐浴换身衣裳，但看他那眼神粘在9000岁身上，一刻也离不开的样子，也便作罢。想来劝了也是白劝，便没有作声，默默将老军医带走了。沈南星又在营帐里守了一会儿，直到石头在外面叫他说有事情禀报，他才出了营帐。将军，属下有禀报的事不急，您不若先去洗漱一番，
属下稍后再与您细说。沈南星低头看看自己，血印都干在身上了，便未拒绝。待他梳洗完毕，换了身常服出来，看到守在外面的石头，想起什么，便问了一句：“你可有看到9000岁是如何受伤的？”属下看到了。怎么回事？9000岁武艺高强，怎会被乌蒙所伤？属下昨夜带兵突袭过来，刚一靠近军营，就发现9000岁了。他一直守在您100米左右，应当是不想您发现他。您与乌蒙对上时，先前处于上风，9000岁就只是远远的看着，并未靠近。后来您遇到危险，他才过去。至于为何他会被乌蒙所伤，您那时与乌蒙挨得极近，情况又很紧急，在9000岁的角度，若是出手，怕是会误伤了您。所以他就自己挨了那一剑。据属下判断，在当时的情境下，都无其他可能。知道了。你方才说有何事禀报？回将军，属下在清点伤亡时发现一具女尸。什么？带我去看看。沈南星在石头的带领下，很快就来到了一具已经被摆放整齐的女尸旁。虽女尸面色已被鲜血所污，沈南星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是小桃。她穿着宽大的士兵甲胄，胸口和腰腹均有剑伤，双眼紧闭，面目惨白，早已没了气息。将他好生掩埋吧，莫要声张。将事情处理好后，沈南星便又回到了傅九离的营帐。他坐在床边的矮凳上，静静地看着男人俊朗的眉眼。此时细细看来，男人虽面色苍白，其实呼吸平稳。他先前是关心则乱了。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啊？傅九离，东来不知何故忽然退兵了，我们轻而易举就夺回了先前被东来占领的2座城池。你说是我兄长做的吗？他这一次是不是站在我这边的？你还说要带他来见我呢，结果呢，你自己受伤昏迷了。你又食言了，你还说我怪会胡说八道，我看你才是怪会骗人。明明答应了我要守在后方的，结果又悄悄跟着我。你是不是以为你小心一些就不会被我知道？那你怎么这般不小心？你看，都被我发现了。你以后能不能别再受伤了？本就熬了一夜未睡，此刻说着哭着，终是倦意袭来。待他睡着后，男人长长的睫羽颤了颤，终是睁开了眼睛。他黑眸缱绻地看着他的侧脸，总是这般爱哭，叫他如何放心得下将他交给旁人。傅九离撑着身子下床，将他抱起，小心地放到床榻上，又为他盖好被子。主子，别吵。才刚说出2个字，门帘就被从里面掀起。傅九离轻轻将帘子放下，走出来，对着乔大招了下手，就率先朝一个方向走去。走出一段路程后，傅九离停下了脚步。什么事儿？说。属下不久前收到羽界密信，请您过目。傅九离接过打开，就见上面只一句话：东来内乱，大军回援京都，边境10城防守薄弱，可一鼓而下。密信来处不明，属下担心有诈，便派出数十名探子打探消息。如今探子带回来消息，情况与密信一致。可这密信来的实在诡异，若是我军消息，完全可以坦坦荡荡。是以属下担心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目的是为了引诱我军深入，然后一举灭之。密信可信，传令全军休整，4个时辰后攻入东来。9000岁，若是密信所言属实，大军休整2个时辰就可以出发，不用。话未说完，便在那道冷冽的目光中，声音越来越小。是。方才是他反应慢了，现下可是想明白了，2个时辰不够主子睡好，除此之外岂有他在？傅九离回到营帐，看了一眼床上的人，见他睡得正香，又为他掖了一次被角，然后便独自来到军营不远处的那片密林。出来吧。一阵凌空破音后，一道戴着半边黑色面具的人影出现在了他面前。你怎知我在此处？傅九离未回答他的话。他想见你。你告诉了他我的身份，不然你也指望我为你骗他？你骗他的事还少吗？你明明心里喜欢他要命，也不敢承认。大名鼎鼎的9000岁，实际上就是一个胆小鬼。本王不喜欢他。沈明看着他身上包扎的鼓鼓囊囊的绷带，抽了抽嘴角。他与乌蒙决斗时，以你的身手，只需用内力将2人震开就行了。
何至于自己去挡一剑，被伤成这样？你是一丁点都舍不得伤到他吧？哪怕一点点内伤，大概还存着想让他亲手杀了乌蒙报仇的心思。都为他考虑到这般了，还说不喜欢？那比有人明明弓箭在手，却冷眼旁观自己国家的大将被杀来的光明磊落吧？甚至差一点就要亲手射穿乌蒙了，连送个信也不敢堂堂正正送，人也不敢去见，又舍不得离开，只会躲在林子里偷看。原来东来国的丞相大人私下里竟是这般窝囊。两个男人之间剑拔弩张，几乎就要拔刀相向时，傅九离，沈明面色一变，纵身一跃，只听得树枝哗哗几声作响，便顿时不见了人影。沈南星小跑着过来，傅九离，你受伤了不好好休息，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对了，方才离开的那人是？哦，是沈明，他听到你的声音就跑了。沈南星眸子一亮，松开男人的手，就朝着树枝摇晃的方向追了出去。哥哥，是你吗？哥哥，你在哪儿啊？你快出来！沈北月，你别跑！傅九离看着自己被毫不犹豫松开的手，面色沉了沉，迈步跟在沈南星后面。远远的看到傅九离黑了脸，沈明得意的笑容才刚刚绽放，就猛然意识到沈南星已经快要接近他的藏身之地了。沈北月，你给我下来！沈明却溜得更快了，一转眼又不见了人影。他怕是做了亏心事，不敢见你。沈南星眸色深了几分，他确实是做了亏心事没错，但那是上一世的事了。那些最可怕的事，这一世还并未发生，也不会发生了，就当作不存在吧。哥哥逃走的动静已经越来越小，眼见着这一回又要见不着人了，沈南星咬了咬牙，狠狠在自己大腿上掐了一把。哥哥，你是不打算扔我了吗？哥哥，你出来，你别走！他这一生行事洒脱，唯独拿两个女人毫无办法。几个呼吸的功夫，沈明一鼓作气飞了回去，站在了抹着眼泪的妹妹跟前。别哭了，我回来了。沈南星看着眼前的人，他就站在距他咫尺之间，声音还是如小时候哄他一般温柔。你这些年为什么不回来？我们都以为你死了，你不在，他们都欺负我。对不起，是哥哥的错，谁欺负你了？告诉哥哥，哥哥给你报仇。谢廷玉欺负我，他喜欢上别人了，还想杀了我。爹也欺负我，还有他那个女儿沈之意，就是他跟谢廷玉无媒苟合。还有娘，他眼里只有爹，他还凶我。南星，是哥哥不好，你受委屈了。这一世尚且如此，上一世欺负他最狠的，甚至取了他性命的，正是自己呀。日后哥哥回来了，我就什么也不怕了。你会跟我回北岳吗？见沈明不说话，沈南星接着道：祖父也很想你。好，那你现在就跟我回军营，走。刚走出2步，就看见那个一身黑衣的男人，目光看着两人拉着的手，薄唇紧抿，显然是不高兴了。沈南星无语，这是他亲哥喂，这也能吃醋？走，你也跟我回去。沈南星一手一个将人牵回了他的营帐。你们坐。那你呢？我坐这里。两个男人目光又对上了。我和我妹妹有话要说，9千岁还不走？主人都没赶我走，你有资格赶我？这是我妹妹的营帐，我是沈将军的贴身护卫，理应寸步不离。主子要和家人说提几话，护卫硬要旁听。你见过这般不懂事的护卫？沈南星头疼地按了下太阳穴，目光从两个男人身上划过。哥，傅九离受伤了，你欺负他做什么？傅九离冲着沈明挑了挑眉，便利落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沈明失笑，这两人……哥，傅九离不是外人，他……不必解释，我知道。当年在华山寺后山，咱们跌落悬崖后，陛下派人在崖下搜寻了许久，都没有找到你。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是如何活下来的？既然活下来了，又为何不回家呢？我当年跌下悬崖后，正好掉进了河里，水流湍急，我被河水冲走了，所以你们才找不到我。后来我被冲到了一片河岸上，正巧遇到文香夫人出来采药，她见我还活着，就将我带了回去。但我不知是撞到了哪里伤了脑子，
我醒了之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文香夫人说我是得了失忆症，这个病症她也治不好，只能等我哪天自己恢复记忆，也有可能永远恢复不了。原来你是失忆了，难怪。这些天一直在心里解不开的结，一下子便解开了。既是失忆了，那他不怪他。那你后来是何时恢复记忆的？上一世，南星死后被傅九离带走。世人皆知傅九离有一软肋，便是被吊在城墙流血而死的北岳将军沈南星。他便瞅准时机，带兵深入，准备偷走尸体，以此为诱饵，诱傅九离入局而后取他性命。可他在看到女子尸身的那一刻，看到红衣女子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不会动也不会笑，而那女子长得与他一般模样。前些日子我去了一趟北岳京城，无意间看到了你，就想起来了。幸好记忆恢复的及时，险些就要与你为敌了。那当初在屋顶硬是不许我看沈渊洗澡的黑衣人是你吧？你难道该洗澡？沈南星无语，他将沈渊不是他爹的怀疑原原本本告知了二人。就是这样，爹当年为娘挡下一剑，右胸处留下了疤痕，可现在的沈渊，哥你亲眼所见，他右胸处也有剑伤留下的疤，证明他就是爹。可我就是觉得他不是爹，他武艺高强，眼里没有娘，怎么会是爹呢？听祖父和舅舅们的描述，爹虽资质平庸，但重情重义，待娘极好。可如今的沈渊，一心只有秋姨娘一个人，对娘没有半分情谊。对我们兄妹，以前外祖父活着的时候还说得过去，自从外祖父去世，便更是无所忌惮。可他身上又确实有与爹一样的伤，还与爹长得一模一样。抓走你的鬼面男人，就是现在的沈渊。那他……我也觉得他不是爹，我猜测，他是爹异母同胞的孪生兄弟。不可能，祖父祖母只有爹一个儿子，爹哪来的孪生兄弟？沈南星说完，见沈明芷静静看着他，忽然想到什么。你是说祖母她……在北岳，双生子乃不祥之兆，按照北岳律法，双生子只能留一个。或许祖母为了保护另一个孩子，刻意瞒下此事也未可知。别多想了，待我们回去便问问祖母，一切便可真相大白了。若真是如此，可那伤还有爹……唉，若是如此，他怕是早就开始筹谋取代了。至于爹，只怕是……傅九离一直未再开口，他的黑眸愈发幽深了。若是鬼面男人是师父，他杀了他爹？不可能，这人既是星月阁的阁主，便不可能是师父，绝对不是。忽然帐外传来乔二的声音：主子，有人要劫走张副将，已被我们的人擒住。沈南星眸子一亮，抬脚就往帐外走。走，去看看，鱼儿终于上钩了。放开他！放开他！可没有人搭理他。乔大举着烧红的烙铁，慢慢地逼近黑衣人。说，证据藏在哪里？黑衣人将头扭向一侧，不说话。乔大冷笑一声，毫不犹豫将烙铁狠狠摁在了黑衣人的脸上。我说，证据就藏在河……可话还未说完，张副将像一只暴烈的雄狮般一跃而起，狠狠将黑衣人撞翻，将他压在地上，狠狠撕咬。乔大面色铁青，狠狠一脚将张副将踹开。再去看黑衣人，脖颈处已是血肉模糊，被生生咬掉了一大块皮肉。为什么？沈南星三人匆匆赶到，正巧看到这一幕。是乔大疏忽，导致人证身死，请主子责罚。起来，张副将，你与谢廷玉是什么关系？你胡说什么？我区区一个军中副将，与靖王能有什么关系？说话客气点儿。沈南星瞥了一眼旁边地上的黑衣人尸体，轻笑一声：真是没想到啊，你为了维护谢廷玉，竟连自己的义子都舍得杀害。看来你跟谢廷玉关系匪浅啊。让我猜猜啊，难不成你们是……靖王乃天皇贵胄，身份尊贵，又心地善良，一心为国为民，岂是你个贱女人能随便污蔑的？一个通敌叛国的皇子，阶下囚还差不多，身份尊贵，他也配？若是你老实交代，
是如何与谢廷玉合谋，又是如何与东来人串通的，本将军便放了你侄子张铁柱，如何？张副将眸中闪过一抹挣扎，突然口中猛地吐出一口鲜血，双眼圆瞪，软软的倒了下去。铁柱只负责与军中将士打好关系，好叫他们放松警惕，除此之外，什么实际的行为都未做过，要紧信息也并未知会他。一旦自己身死，他们便不会用铁柱威胁自己，或许铁柱还能留得一命。且除了自己之外，唯一知道证据所在的义子也已经死了。如今只要他一死，便再无人能找到证据所在，便再无人可以威胁到靖王了。玉儿，便再度吐出一大口鲜血，不再动弹了。主子，他死了。傅九离看着他纠结的神色，眼中划过一抹笑意。不必如此麻烦，沈明身上想必有你要的东西，你找他要，他肯定给你。沈明无语，那可是他准备用来哄妹妹高兴的东西，谁要他多罪了？哥哥，给你，我与谢廷玉来往的证据都在上面了，每封信件上都有谢廷玉的私意，他否认不了。哥哥，谢谢你，有了这些证据，谢廷玉便只有死路一条了。沈明眼角眉梢都是笑意，能见到这般鲜活快乐的妹妹真好。4个时辰后，大军休整完毕，蓄势待发。哥，你看着他，不许他跟上来。这点小伤，我已经没事了。那么深的伤口，怎么就没事了？大夫都说了，叫你好好休息。就是，好好躺着吧你。南希，我让秦信看着他，我能不能？不能。除了沈明，整座军营还有谁能看得住傅九离了？他一个眼神扫过去，还不都得跪了？于是2个男人眼睁睁看着沈南星带着大军隆隆离开了。营帐里2人沉默无言，一炷香后，傅九离悠悠开口：东来军向来狡猾，也不知沈将军会不会一时不察，落入什么陷阱。不会，留下守城的几个将领都是酒囊饭袋，没有能成事的。8邑守城的孙大勇，古罗守城的吴丹，可不是酒囊饭袋。这不必担心，他们已经被我的人解决了。但沈将军向来勇猛有余，谋略不足，要是一不小心中了计……你这样说他缺点，就不怕被他知道？你不说，他不会知道。你怎知我不会告诉他？好不容易认回了妹妹，你舍得说他？东来人做事向来没什么底线，万一……沈明骤然想起上一世南星落入自己做的陷阱，顿时就坐不住了。你自己在这躺着，我去看看。话音未落，人已经火速出了营帐。傅九离迅速翻身下床，换了一身衣裳，也出了营帐。沈南星带着大军长驱直入，几乎未遇到什么阻碍，只用了1日功夫，就下了东来国与北越国接壤的10座城池。正欲继续向前时，东来派特使求和，2国激战。沈南星留下部分人马驻扎在新攻下的城池，接着便带着剩余兵马回到了营地。他一回到营地，便先去了傅九离养伤的营帐。一进去就见2个男人，一个老老实实躺在床上休息，还有一个坐在一旁的书案旁看兵书。2人见他进来，纷纷看了过来。妹妹，你可真厉害，已经拿下了东来10座城池。你回来了？你们这段时间没有离开军营吧？没有。沈南星无语，若不是看到地上隐隐沾着的红泥，他说不定就信了。这红泥可是东来国特有的。真是奇怪了，这次攻下的10座城池，其中有4座城池的守城将领都在前一日暴毙了，剩下的6座城池的守城将领都是草包。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是吗？那妹妹你的运气还挺……是沈明派人做了他们。妹妹，你不在时，傅九离他偷偷跑出去了。那哥哥你怎么没看着他？可是也跑出去了。沈明一时语塞，2个男人对视一眼，火花四溅。他们匆匆先他一步赶回来，还做了一场戏。这下好了，全白费了。入夜，傅九离抱着枕头来到了沈南星的营帐门口，忽然就有些不好意思进去，于是在门口徘徊了几步，在走到10几步时，营帐里伸出一只纤纤玉手，将人给拽了进去，一直拉到床边坐下。你今晚就睡床上吧。
我还是睡地上。夜里地上凉，你本来就受伤了，怎么能睡在地上？那你……我一个弱女子，你不会让我睡地上吧？若你非要让我睡在地上的话，那我……哎！身后男人喊了一声，沈南星嘴角溢出笑意，一个回旋就回到了床边。我就知道你不舍得我睡在地上，那我们一起睡床吧。如今还在军营，他还能借着贴身护卫的身份与他亲近些，一旦回京便再也不能了。明日就要班师回朝，便放纵一次吧，左右也不会有旁人知晓。你睡内侧还是外侧？傅九离张了张口，还未待开口回答。你睡内侧吧，若是睡在外侧，夜里不慎掉下去可就不好了。我睡在外侧保护你，上来吧。傅九离身体紧绷，弯腰脱了鞋就躺在了床上。他笑了笑，灭了烛火，也躺在了床上。躺在他旁边，沈南星是从未有过的心安。只是躺了没一会儿，外面就传来了声音：沈将军，胡林求见。他在医馆治疗，待身体略微好转，便与双儿星夜赶回了军营。战事已经结束，北越大胜，明日就要班师回朝。有些事他必须要亲自与他说明。他已经在营帐外守了许久，远远的便看见9000岁进了他的营帐。他便想着等9000岁出来，他再求见。可一直等到营帐中烛火熄灭，9000岁也未出来。我出去看看，很快就回来。你去吧。乖，等我回来。随后便穿鞋出了营帐。军师，你回来了。沈将军，可否借一步说话？我有些事情想要单独跟您说。好，就在这儿说吧。若是再走远的话，他床上那男人就听不到了，会多想，还会吃醋，解释起来怪麻烦的，不知道。好。你的身体没事了吧？谢过沈将军关心，我没事。那便好。你有何事要与我说？那行，对不起。是你救了我的命，我还会谢过你呢。你怎么还道上歉了？我那日险些轻薄了你。那日是情况特殊，怪不得你，你也别放在心上。毕竟你那时受药物影响，并不清醒。我愿意负责。南星，我那时虽被下药，但若说半分神智都没有，那是骗人的。我那时是有意识的，只是我心悦你，便一时没忍住，放纵了自己。你说我趁人之危也好，说我卑鄙我也认。我从小就心悦你，如今你跟靖王也不可能了，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我定会好好待你，我会爱你护你，终其一生也只会有你一人。胡林，别胡说。我没有胡说。南星，你看，这都是我自己划的，我没有碰见2个女人，我还是干净的，你别嫌弃我。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有心悦之人。可9000岁是太监，你总不能跟一个太监在一起。啪！清脆的巴掌声响起。南星，你无论他是不是太监，我此生只会认他一人。说你再说他一句，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说罢也不再停留，转身就走。沈南星回到营帐里，看到傅九离好好的躺在床上，心中的怒意才稍稍散了。他轻手轻脚脱鞋上床，又轻轻躺下。过了一会儿，他往他那边挪了一下，又挪了一下，又挪了一下，终于靠近了男人温热的身体。傅九离，抱我。女子软糯的声音从耳侧响起。傅九离手指轻轻捻了捻，未作声。傅九离，你是不是不愿抱我？没有。没有什么？没有不愿。那你抱我。傅九离的手终究是松开了垫子，微微侧过身子，将手松松地搭在了女子身上。傅九离，你亲我一下。睡觉。你亲我一下我就睡觉。傅九离无奈，他的唇缓缓靠近，亲吻了一下他的发顶，正欲退开，却不料怀中女子突然抬头，快速在他的唇上啄了一口。待他反应过来，那罪魁祸首已经将脸埋在他怀里，半点看不着了。北越皇宫，西月宫。玉儿，你今日怎的又来了？3日前母妃不是刚给了你300两银票吗？这般快就又用完了？母妃，儿臣今日不要银子，是有要事跟您说。说完，眼睛瞟了一眼侍奉端妃的2个丫鬟。你们先下去守住门口，不许任何人靠近。是。待2个丫鬟离开，殿中只剩下母子2人时，发生何事了？
张洪胜托不妨图给东来人，事情败露了。那他人呢？他怎么样了？就因为他失败了，沈南星不仅没死，还夺回了咱们被东来夺去的3座城池，又攻下了东来的10座城池，立下了大功。大军不日就会班师回朝，到时等他一回来，就会将和离书拿到官府盖章。到时不仅名为铁骑我拿不到，就连他的嫁妆我也一文都拿不到了。张洪胜就是个废物。你住口！他难道不是废物吗？当时那般信誓旦旦担保，说此事一定能成，我们那么信任他，可结果呢？一点小事都办不好。谢廷玉，我叫你住口，你聋了吗？谢廷玉一愣，剩下的话哽在了嗓子眼，再也说不出来了。母妃已经多少年来未连名带姓的叫他了。玉儿，告诉母妃，张洪胜他如何了？他被擒了，然后如何？算的还有点良心，为了帮我隐瞒证据，要杀自尽了。这样一来，这件事便牵扯不到我头上了。他正说着，就察觉到了母妃的异样。母妃您怎么了？此事不会查到我身上的，您不用担心。可端妃只看了他一眼，眼睛一眨，眼泪就大颗大颗落下。母妃您别哭啊，儿臣不会有事的，真的。玉儿，你想想办法把他的尸身带回来，行吗？谢廷玉便是再迟钝，此刻也察觉出不对劲了。张洪胜不过就是个低贱的下人而已，他因无能被擒，死了也是活该。我们为何要替他收尸？你与他是什么关系？值得你为他做到如此地步？玉儿，他是……够了！我的处境已经够艰难了，你能不能给我省点心？你与表舅不清不楚也就算了，如今怎么又出了一个野男人？你就这般耐不住寂寞吗？啊！他，端妃一抬手就狠狠甩了他一巴掌。母妃，您打我！您竟然为了一个野男人打我！玉儿，母妃不是有意要打你的，可你怎能这般说话？我怎么说话了？我那句话说错了吗？若不是您不守妇道，儿臣何至于落到如此地步？你知道我有多羡慕谢衡吗？他母妃死了，都能为他博一个好前程，就因为父皇喜欢他母妃，他便什么都不用做，就能深受父皇宠爱。可我呢？我都已经这么努力了，父皇却连多看我一眼都不愿。就是因为你不受宠，所以父皇才连带着也不喜欢我。您身为后妃，不争宠也便罢了，还成天想着外面的野男人。您自己说，您做的对吗？谢廷玉说完，狠狠一甩袖子，转身就逃也似的大步离去了。玉儿，你回来！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无力地捶打着地面。谢廷玉在酒楼喝得酩酊大醉，踉跄着脚步回到了靖王府。本想去新兰院，可走到半途，想到义儿想要的百花楼的胭脂，他还没给他买。今日去宫里找母妃，也是想说完事之后顺便再要一些银两，可未曾想竟落了个不欢而散。此时若是见了义儿，他空着手，他定要与他闹了。想到此，他脚步一转，就去了海棠院。王爷，妾身听说王妃姐姐又打了个大胜仗，再过2日就要回来了。您可是王妃姐姐喜欢什么？妾身想提前准备，到时候可不能让王妃姐姐觉得妾身不懂事。若是王妃姐姐因此讨厌了妾身，那可就不好了。你管她做什么？本王喜欢你还不够吗？王爷喜欢妾身，妾身自是心中欢喜。可王妃姐姐是王爷的正室夫人，靖王府的当家主母，妾身自然要与她处好关系了，否则不是让王爷难做吗？妾身可舍不得。谢廷玉神色一怔，随即便按住了女子的后脑勺，将浑身赤裸的女子压向自己，又亲上了她的唇。真是个小妖精。又大战了一个回合后，两人累极，便相拥着沉沉睡去了。梦里锣鼓喧天，十里红妆，满目喜庆的红。谢廷玉一身大红锦衣，意气风发地骑在扎着大红花的高头大马上，喜气洋洋地将他的新娘迎回了府邸。三拜天地后，他嘴角噙着笑，小心翼翼地牵着盖着红盖头的新娘入了洞房。他拿着喜秤，紧张的手心发汗，颤抖着手一点点挑开了大红的盖头，露出了新娘明艳漂亮的脸庞。夫君，娘子，
他终于娶到了他最爱的女子。他闭着眼，一点点靠近，循着她娇软水润的唇，可还未触碰到，倏忽画面一转，他一袭红色戎装，眼神冰冷，一杆长枪直指他的脖颈。谢廷玉，去死吧！星儿不要！谢廷玉猛地从床上坐起，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王爷，您怎么了？可是做噩梦了？谢廷玉浑身一震，一把将女子掀开，起身慌忙穿上衣裳，就急急跑了出去。若是让星儿知道他与别的女子待在一处，会不高兴的。对，星儿呢？他的星儿呢？谢廷玉双腿一软，跪在了冰冷的青石板上。他的脑海中一幕幕闪过了自从沈南星女子身份暴露之后，他待她的种种不耐。大婚之夜让他独守空房，为了另一个女人将她抛在身后，他还企图骗取她的嫁妆，还与旁人合谋设计取她性命。星儿，那是他的命啊，他怎会做出这些事情？星儿连他与旁的女子多说两句话都会生气不理他，如今他竟与旁的女子，他永远都不会原谅他了，也定然不会再要他了。不止如此，这些年他还与他最讨厌的庶妹成日厮混在一起，他怎么可以这般下贱？又骤然想起自己亲手写了和离书给他，一时间气血上涌，喉头腥甜，哇地吐出了一大口血来。玉哥哥！他面色巨变，提起裙角就要冲过去，可还未到近前，他就被一道女子手臂挡住了去路。让开！那可是我夫君，让你过去做什么？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就是个下贱的画舫侍女而已，你也配？说着一巴掌甩了过去。那又如何？至少我如今是夫君正经的姨娘，而你呢？你充其量只能算个外室，无名无分来在王府里住着，真不要脸。我没赶你走都是我仁慈。你！沈之意气得眼眶发红，他想说玉哥哥很快就会娶她做靖王妃，可如今沈南星打了胜场，即将班师回朝，就算明知沈南星一回来就会将和离书拿到官府盖章，可现在沈南星名义上还是靖王妃，若他今日说了这种话，一旦被传出去，后果恐怕不是他愿意看到的。你给我等着！然后抬脚就要往谢廷玉那边冲，却再次被挡住。你没看到他的吐血了吗？请大夫呀！芷柔愣住了，他方才看到谢廷玉冲出去，便急忙也穿上衣裳跟了出来，自然是看到他吐血了，只是他的模样好可怕，他便不敢过去。青枝，去请个大夫到海棠院来。是，姨娘。玉芝，随我将王爷扶回屋里。谢廷玉不知何时已经晕倒在地上，芷柔自然便不怕了。沈之意咬着唇，眼中的嫉恨几乎要溢出来。如今王府已经这般艰难，便是他都已经没了丫鬟伺候，凭什么这个下贱的画舫女竟还有2个丫鬟？他跟在两人身后，也朝着谢廷玉过去了。只见谢廷玉面色惨白，眼睛紧闭着，嘴角还挂着一丝血迹。玉哥哥，你怎么了？你醒醒啊！可才刚靠近，就被芷柔一脚踹开了。芷柔和玉芝两人将谢廷玉搀着就朝海棠院走去。沈之意此刻心里惦记着谢廷玉的伤，顾不得身上被踹疼了，爬起来就快步跟上。姨娘，他跟上来了，要不要奴婢去把他赶走？随他去吧。沈之意一路跟到了海棠院的厢房，他一眼就看到了凌乱的床榻，还有空气中熟悉的欢爱后的气味，不用动脑子都知道这里不久前才发生了什么。沈小姐，这是怎么了？我夫君又没死，你哭什么？沈小姐该不会是见不得我夫君与我云雨吧？沈之意面色清白一片，他牙关紧咬，心里恨极了，却拿这个低贱的画舫侍女一点办法也没有，打又打不过，他如今又没了丫鬟小厮，也没人能帮着他。前些日子他倒是回了一趟南阳侯府，可娘不知为何生了好严重的病，每日醒着的时间还不足2个时辰，且即便醒着，人也是浑浑噩噩的，一点都不清醒。爹也不知去了何处，已经许久没回侯府了。至于祖父，他连面都见不着。想到偌大的南阳侯府竟无一人可以帮衬他，沈之意委屈极了，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哟，这就委屈上了。你既做得出上赶着给人做外事的事儿，便是有多少委屈你也该低声下气受着。谁让你不要脸缠别人的男人呢？
不管你怎么说，我都是玉哥哥最爱的女人，玉哥哥是我的，不然为何我住在王府里最好的新兰苑，你却住在这偏远的海棠苑呢？是啊，既然你住的那般好又那般近，为何你的玉哥哥却舍近求远，专程来我这海棠苑与我欢好呢？说起来，王爷在房事上好生不知足，一个半天便要了人家4次呢。想来你这个外室，平日里是没能叫王爷满足的，大概是身子不惹王爷喜欢吧。你给我等着，等玉哥哥醒来，我定让他将你发卖了。这屋子的气味令人作呕，沈之意再也待不下去，捂着嘴跑了出去。但玉哥哥在这里，他到底没舍得离开，只寻了处偏殿待着，竖起耳朵，时刻注意着厢房的动静，只等玉哥哥醒过来为他出气。一想到玉哥哥如今跟那个贱女人共处一室，他的眼泪便忍不住一直往外涌。玉哥哥原先喜欢沈南星，他也就认了，毕竟两人自小便一起长大。上回在画舫上为沈南星下了药，不得已将这个画舫侍女睡了，他也认了。可如今为何玉哥哥回府了不去找他，宁愿跑这般远去找这个画舫侍女呢？他向来知道玉哥哥那方面的需求很大，他也一直在学习各种取悦男人的方法。除了跟娘学之外，他还偷偷花大笔银子向勾栏院的花魁学过，甚至不惜在别的男人身上练习，能让别的男人欲仙欲死的法子，他才会用在玉哥哥身上。玉哥哥一向很喜欢的，可最近他好像真的与他行房少了许多，难道他的身子真的对他没有吸引力了吗？玉哥哥，一儿日后便不能再陪着你了。沈南星不日就会凯旋归来，那何离书你就找他要回来吧，她本就是你的王妃，你们日后好好过日子。是一儿搅了你们的大婚，一儿让你与心上人分离，一儿这边拿这条命来陪你。沈之一咬牙，手一用力，匕首往胸口刺了进去，鲜血顺着刀身流出，一滴滴滴进了碗里。玉哥哥，你可曾真心喜欢过一儿，哪怕一丁点儿。谢廷玉被喂下血液后，面色肉眼可见地恢复了红润，心绪也随之逐渐平稳了。他缓缓地睁开眼睛，微微侧头，一眼就看见他心爱的女人正光裸着身子躺在他身旁。一儿可是想要了？谢廷玉笑着就要轻身附上去，可才刚刚动作，女子胸口处刺眼的血色映入眼帘。一儿！谢廷玉惊慌出声，摔下床去，而后跌跌撞撞奔了出去。来人，溥仪呢？溥仪！溥仪匆匆而来，谢廷玉屏住呼吸等待着，直到溥仪将把脉的手从沈之一的手腕上拿开，他才白着一张脸问：大夫，他如何了？沈小姐伤及心脉，怕是不成了。王爷节哀，准备后事吧。不可能！本王昨日见他还好好的，怎么会就不成了呢？你给本王治活他，若是救不活，你便给他陪葬。啊！放开老夫！有法子！有什么法子？快说！老夫可用血灵芝吊住沈小姐的命，然后王爷可去幽冥谷寻沈南强老神医。如此严重的伤势，这世间唯有老神医或可一试。好，晚些本王就派人去幽冥谷，你先给一儿用血灵芝。血灵芝长在天山顶上，极为难得。老夫还是20多年前机缘巧合得到半株。谢廷玉一听就懂了。要多少银子？溥仪颤颤巍巍伸出一只手。500两银子。黄金。谢廷玉一时半会儿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钱？但此刻一儿重伤，也顾不得这么多了。不就是500两黄金吗？你还怕本王赖你挣不成？快将血灵芝给他用，若是耽误了治疗，本王扒了你的皮。溥仪眼中闪过一丝欣喜，一路小跑回去取了血灵芝回来，当着谢廷玉的面将血灵芝切成小片磨碎，混入药丸里，给沈之意喂了下去。沈之意面色终于稍稍好了些。溥仪再次把了脉，确定暂无生命危险后，便拱了拱手。王爷，您也看到了，
血灵芝老夫已经给沈小姐服下了，您看这金子……本王的钱财都存在了钱庄，待过几日得空取了金子回来再给你。啊，王爷，这血灵芝是老夫珍藏了20多年的宝贝，如今王爷需要，便二话不说给了王爷。王爷说要过几日再给钱，老夫不敢有一点意见。但王爷您看，是否方便给老夫立个字据呢？谢廷玉面色阴沉，沉默片刻后，一把将溥仪手里的纸拿了过来，刷刷几笔写下了字据。谢谢王爷，老夫告退。谢廷玉心里堵得慌，吩咐了2个丫鬟好生照顾沈之意，便又进宫去了。母妃，儿臣错了。你当真知道错了？是，儿臣知错了，儿臣不该不听您解释，仅凭自己臆测就胡乱怪罪你。儿臣回去之后仔细想来，张副将之事定然另有隐情，或许他昔日对您有恩，又或许是其他。外祖家是书香门第，您自小就是大家闺秀，总之您与他决然不可能有什么不该有的牵扯。自是不会。母妃放心，儿臣立即便派人去为张副将收敛尸身。你能理解母妃就好。张副将他确实与母妃曾有些渊源，但那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如今他纵是有错，终是为你而死。母妃只是不愿他曝尸荒野罢了。母妃，是儿臣错怪您了，尚未弄清楚缘由就对您不敬，您莫要因此与儿臣置气才是。起来吧，母妃何曾当真与你生气过了？母妃，您能再给儿臣600两黄金吗？你说多少？600两？你要那么多银子做什么？母妃，再有3月就要科举了，如今许多学子赶来京城，各府的贵公子们都招来了不少他们看好的学子，儿臣有几个赏识的有才学子，可却拿不出银子。他一开口就要600两黄金，若是硬要拿，也不是拿不出来，可他日后在宫中各处也需打点，也要银子。见端妃只是蹙着眉不说话，谢廷玉的面色渐渐冷了下来。若是母妃实在不愿，儿臣再想其他法子就是。儿臣告退。玉儿，等一下！谢廷玉停住了脚步，身体却未转过来。母妃还有何事？端妃快步绕到了他面前。玉儿，你可是生母妃气了？没有。都这样了，还说没生气呢？锦心，去本宫司库里拿600两黄金来，全都下去。没本宫吩咐，不许任何人来打扰。很快，院子里就清静下来，只剩母子2人了。玉儿，你是母妃唯一的儿子，这些年来，但凡你提的要求，母妃有哪回拒绝你了？方才你端看母妃犹豫，便以为母妃不愿给你银子，就又这般误会母妃。母妃对不起，实在是儿臣确实遇到了难处。母妃知道，自从南星他……不提也罢。总之事情已经这般了。但你也知道，你外祖家是清贵人家，书香门第，说出去自是有面子，但家底确实不如世家那般丰厚。母妃也只有入宫时你外祖父给的些提己银子，还有你父皇这些年陆陆续续给的赏赐，加在一起虽不算少，但这些年也用了许多，再加上这段时日时常补贴你，实在已经所剩无几。若母妃为难，这600两，这次的600两黄金，母妃咬咬牙也还给得起。就是以后，若是再有要用银子的地方，你又要怎么办呢？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母妃的意思是，既然此次计划落败，南星已经打了胜仗，立下大功，这2日班师回朝，陛下定然重赏。再加上她嫁妆丰厚，不如……母妃您的意思是，儿臣不与她和离了？只要她是你的王妃，她的嫁妆和陛下赏赐自然也是靖王府的财产。如此一来，你就不必为银子发愁了。母妃看得出来，南星那丫头心里是有你的，只要你好好哄着她，还怕她将来不把明威铁骑给你吗？可先前闹成那样，儿臣已经给了她和离书，她一回来，定会立刻将和离书拿到官府盖章。
所以你才要抓紧时间呢。他回京那日，你就去京郊接他，备些重礼，道个歉，再说几句软话，定将他拿捏得死死的。端妃见儿子拧着眉不接话，想到了什么。你该不会还想着你那个外室吧？玉儿，如今可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南星马上就要凯旋归来，风头正盛。儿臣只问母妃一个问题，母妃须得跟儿臣说真话，不得隐瞒。好，你问。儿臣究竟是不是父皇的亲生血脉？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见儿子一双眼睛仍旧直直看着他，想什么呢？你当然是你父皇的亲生儿子。母妃没骗我。哎呀，母妃何曾骗过你？日后这种问题切莫再说了，听见没？是，母妃。那南星那边，儿臣今日便去准备礼物。谢廷玉带着600两黄金和端妃多给的100两银票出了宫。傅九离那个阉狗手里有母妃与表舅年少时来往的书信，还以此威胁他写下了和离书。他其实很害怕那个龌龊的可能性，担心此事真被父皇知道了，而自己若不是父皇的儿子，下场定然凄惨无比。去问母后吧，这种事叫他如何能问得出口？未曾想今日倒是阴差阳错问出了，幸好答案是他想要的。沈南星一身红色戎装，骑着通身雪白的踏雪，远远的就看到了祖父和2个舅舅的身影。马到近前，2只前蹄高高扬起，做人力状，一声长长的嘶鸣后，便稳稳地停在了人群前。2匹雄健的黑马随后而至，停在了踏雪两侧。沈南星利落地翻身下马，2个男人也几乎同时跳下了马背，一左一右，稍稍落后半步，跟在他身后。祖父。而后又笑着喊了2个舅舅，2个舅舅倒是笑着答应了，只有祖父抬头看天不看他。小老头还在生他气呢。沈南星无奈地笑了一下，抬脚就要朝着祖父走过去，未曾想才踏出一步就被从中拦截了。你来做什么？夫人凯旋归来，为夫自是来接夫人回家。靖王别忘了，在出征之前你已写下和离书。你我夫妻之间闹着玩，怎能当真？谢廷玉，你脑子怕不是进水了？你见过谁家夫妻闲着没事写和离书玩？南星，你看，这是为夫亲手为你做的银子，为夫这就帮你带上。都是我不好，你就别生我的气了，好不好？你看和离书又没有拿去官府盖章，做不得数的。处在一旁听了好半天的司礼监陈大人一脸纳闷，谁说和离书没有盖章啊？陈大人这一插嘴，2个当事人都愣住了，围观的众人也齐刷刷将目光聚集到了陈大人身上。怎么都看我做什么？和离书何时盖章了？此事事关本王与王妃生育，陈大人莫要胡说。您写给沈将军的和离书就是盖章了，还是老臣亲自经的手，老臣绝不会记错。靖王若是不信，可亲自到司礼监一查，老臣是不是胡说，到时自会见分晓。陈大人生平最讨厌别人质疑他说的话，尤其还是在这么多人面前。是以他说完这些话，就冷着脸一甩袖子，竟径直去了。沈南星很纳闷，他离京前分明和离书是没有盖章的，可陈大人按理来说也不会说假话。难道……他悄悄看了右后方的男人一眼，挑了挑眉，那意思分明是在问：是你干的？傅九离回了他一个眼神，什么也没说。但沈南星就是一眼看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他干的。谢廷玉本来听到和离书已经在官府盖章，话又是经陈大人说出口的，心底就已经信了8成。而此时又看到沈南星旁若无人的与傅九离眉来眼去。沈南星，你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勾引一个太监，你还要不要脸？你一个你字才刚刚出口，谢廷玉就感觉眼前一闪，紧接着胸口和腹部同时一痛，整个人就倒栽了出去，2道黑影落地，一左一右护在沈南星两侧。在谢廷玉吐出一口血后，正挣扎着要起来，许国公和许太傅悠然走过去，一人踩住他一边胳膊，脚下还使劲撵了几下。你们做什么？本王可是父皇的儿子，你们不想活了吗？啊！他不说还好，一说许国公和许太傅更用力了。靖王殿下是被9000岁打成这样的，是吧，大哥？对，
大家伙都看到了，是9千岁打的。那个沈将军已经迎到了，我等也该回去了。是，本官还有一堆事情要处理呢。一时间，官员走了个干净。开玩笑，许太傅那张嘴，谁敢得罪他呀？若是得罪了他，定是3天一折子，2天一弹劾，起码得做好被他追着骂1年的准备。哎呀，我早点弹忘了收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哎，糟了，这天瞧着要下雨了，我得回去收玉米嘞。我还得赶着给我娘抓药呢。没多大一会儿功夫，百姓也都轰然去了。当官的都跑了，他们还不跑，等什么？总之，除了5里外停下等候的大军外，近处就只剩下了沈南星3人，以及南阳侯府和镇国公府的人了。祖父，可走近过去，才发觉祖父并未看向自己，而是绕过他，看向了他的身后。北月打小就会护着妹妹，但凡若是妹妹受了欺负，他总是板着脸捏着拳，满眼怒气的将欺负妹妹的人打得哭爹喊娘。甭管谁对谁错，反正就是妹妹对。只要妹妹不高兴了，那一定就是对方的错，先揍了再说。就是这个眼神，一定就是他没错了。他张了张口，想要唤他的名字，又想到他既是戴着面纱，又是戴着面具的，定然是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身份。感受到那道宛如实质的视线，沈明下意识看了过去。祖父，竟已经这般老迈了。沈明狠狠皱眉，压住情绪，移开眼去，如同在观景一般。现在还不能相认，还要再等等。沈南星看了看祖父，又回头看了一眼兄长。祖父这是认出兄长了？兄长已经做这般打扮了，祖父竟还能一眼认出？祖父，哥哥还活着，但现在不能暴露身份。在陛下同意不追究兄长曾为敌国效命前，都不能暴露兄长的身份。听到自己的猜测被证实，沈老侯爷整个身子都忍不住晃了晃，老泪纵横。他忍不住又看了沈明一眼，又看了一眼，接连看了好几眼。您再看交露馅了。沈老侯爷一顿，强忍着自己不再往那边看，忍了一小会儿，又干脆背过了身子去。祖父，您别伤心了，我这不是平安回来了吗？众人本还在疑惑沈老侯爷怎么了，此刻一听沈南星如此说，立即就明白了，原来是担心孙女，便未再多想了。众人寒暄一番后，队伍继续启程了。远远的山岗上站着胡林和胡双儿兄妹俩。临近京城，他们便与大军分开了，准备直接回府。哥哥，既然南星姐姐已经心有所属，我们该祝福她。可她看上的是一个太监，太监能给她幸福吗？双儿，你说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了，让她宁愿喜欢一个太监，也不愿意喜欢我？喜欢哪里是由得人的，她就是不喜欢你，你不接受还能怎样啊？双儿，你没有喜欢过人，你不懂。胡双儿眼里闪过一抹痛楚，目光看向大军远去的方向，陷入了怔中。怎会不懂呢？北岳皇宫朝堂上，众位官员齐聚一堂，气氛极其热烈。5日前，东来国派遣使者前来求和，主动与北越国签订了2国休战条约，约定10年内绝不互相侵犯，并因屠城之事公开向北越道歉，割让城池5座，奉上黄金10000两，另有财帛牛羊无数，美女100人，以示心诚。好啊！南星此次又为我北越立下大功啊，不愧是女中豪杰，将门之后，当赏，当重赏。陛下，臣女不要赏赐，臣女另有请求，还望陛下恩准。哦，朕本欲封你为郡主的，倒是可惜了。说说看，你想求什么？若是合情合理，朕便允了你。陛下，臣女本次出征，无意间发现臣女的兄长还活着。当年与臣女一起坠崖时，所幸被人救下，但因摔伤了脑子，失忆了。后来阴差阳错，成了东来国丞相。话说到这里，殿中响起了一阵唏嘘声和窃窃私语的声音，北越帝的面色也立刻变得铁青了。原因无他，所有人都知道北越这些年对上东来吃了多少亏，而这一切皆因东来国有个多智近妖的丞相在出谋划策。沈南星早就猜到这事说出来会是现在这种情况，毕竟在知道沈明是兄长前，他也想杀了对方来着。
但没办法，兄长的身份他不可能瞒得住，只要陛下派人随意一打听，就能得知真相。但陈女的兄长自从前些日子恢复了记忆，便一直在努力弥补。此次咱们能一举拿下东来10座城池，陈女的兄长功不可没。陈女不要任何赏赐，只求陛下能看在陈女与兄长这次的战功上，饶过陈女的兄长一命。陈女的兄长也不会承袭南阳侯府的爵位，只求做个闲散庶人，求陛下恩准。沈将军的请求，众爱卿以为如何？陛下，老臣认为不妥。哦，怎么说？咱们与东来打过那么多场仗，折损在里头的北越将士不计其数，这其中大半原因就是出在这东来丞相身上。如此重大的罪孽，绝不是一次小小的胜利就能抵消的，望陛下明察。望陛下明察。一群官员齐声附和。沈老侯也很想站出来帮孙女说话，可依着他对当今陛下的了解，他如今若是站出来，只怕会将事情弄得更糟。于是便是心里再焦急，他也只能暂时静观其变了。南星，听到了，我北越国向来赏罚分明，此战你立下功劳不错，但你兄长却……陛下，一道声音从群臣首位响起，直接打断了北越帝的发言。傅爱卿想说什么？陛下，臣听闻沈明此人能力极强，在他的辅助下，东来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国力大涨，国土面积亦有大幅增加。臣认为他以前能帮助东来国强大至此，如今他恢复记忆回到北越，陛下当重用他才是。如此这般，假以时日，北越必定能成为超越其他3国的存在。他毕竟为东来效力这么多年，东来皇帝又一直重用他，万一……沈明此等大才，弃之可惜了。臣愿监督他，一旦发现他有不轨的苗头，必会将之一举拿下。如此，陛下可放心。陛下，刘御史刚刚开口，又想说些什么，就被一道淡漠的视线随意扫了一眼。刘御史本能的浑身颤了颤，牢牢闭上了嘴。刘御史可是要说什么？臣觉得9000岁说得对。要命了，方才一时嘴瓢，竟险些跟9000岁顶嘴去了。还好他醒悟得及时。众爱卿可有异议？群臣沉默。这哪里是有没有异议的问题？9000岁都这般说了，他们敢有异议吗？便是有，憋也得憋回去啊。9000岁此法甚好，臣无异议。于是全体朝臣一致通过。北越帝又沉思了下，若是有傅九黎看着，谅他沈明也翻不出什么风浪来。沈将军，你的请求朕准了，便饶你兄长一命。谢陛下。但你兄长毕竟曾为东来效力，朕欲给他一个机会戴罪立功，便封他为客卿如何？客卿者，无官无爵，亦无俸禄，虚衔而已。这是既要他兄长为国出谋划策，又不想给任何好处了。但如此已是最好的结果。臣女替兄长谢过陛下。你兄长如今在何处？可回了京城？回陛下，臣女的兄长已随臣女一起回了京城。好，沈爱卿，明日便将北越带到宫里给朕见见吧。朕也有许多年未见到这孩子了。朕记得这孩子少时就风采过人。是。老天有眼，如今北越还活着，又被陛下饶恕了罪行，可真是太好了。起来吧。沈南星却并未站起，豁然双手一拱，沉声道：陛下，臣女要状告靖王谢廷玉通敌叛国，意图谋反，证据确凿，还请陛下定夺。你说什么？此乃靖王谢廷玉与东来人私下往来的信件，请陛下过目。北越帝深呼吸几口气后，朝一侧略点了一下头，贵公公便走到沈南星面前，将他手里的信件拿过，呈到了御前。北越帝伸手拿过一封信，一眼就看到了落款处独属于谢廷玉的那方私印。畜生！来人，把那个畜生给朕抓过来！禁卫军正要听令出动，大殿门口的光影里就出现了3个人影。许国公、许太傅一人一边，将谢廷玉给搀了进来。一到堂下，两人手一松，谢廷玉就颓然地跌坐在地上，心如死灰。他方才在殿外已经什么都听到了。陛下，
反贼谢廷玉已带到，还请陛下发落。父皇，儿臣不是故意的，儿臣也是一时受了蛊惑。父皇，都是沈明的错，都是他故意陷害儿臣的。他引诱儿臣与他合谋杀死沈南星，然后……够了！北月帝双眼通红，吼了一声，谢廷玉顿时便不敢再说话了。来人，将谢廷玉拖出去，杖责100大板，剥夺靖王封号。话音刚落，2名禁卫军便上前来，要将谢廷玉拖下去。沈南星急了：“陛下！陛下，谢廷玉通敌叛国，当斩！”父皇不要！儿臣只是被人蛊惑了，儿臣不是故意的。父皇求您了，您别杀儿臣！父皇！北月帝瞥了一眼傅九离，虽说他向来倚重对方，也知对方说的是实话，却多少生了些许怨气。此事，众爱卿怎么看？刘御史此刻是心乱如麻，他自是看出了陛下不想杀靖王，可难就难在北越律法确实如此规定了，且被9000岁给指了出来。若是其他人说的这话，他也不是不能一争，可说这话的是9000岁，他不敢。于是将脑袋深深低着，就怕帝王点到自己。然而怕什么来什么。刘御史，你来说。陛下，臣以为……怎么办？陛下与9000岁，他一个都不敢得罪。父皇，都是沈明故意引诱儿臣犯错的。陛下，靖王犯了此等大错，按照北越律法，自是当斩。但念在靖王并未真的铸成大错，又是被沈明引诱犯错，臣以为，既然对沈明都可以网开一面，靖王也罪不至死，或可从轻发落。如此既未反驳9000岁的话，又顾全了陛下的心思，总可以了吧？爱卿请起。然而刘御史刚刚站起，许太傅就走了出来。陛下，臣以为刘御史此言差矣，靖王并非是沈明引诱犯罪。据臣所知，沈明恢复记忆后，便一心为着北越国，此番不过是使了一个计，便抓出了心怀不轨之人，只是这人恰好是靖王罢了。许太傅不悦地睨了刘御史一眼，他的外甥好不容易才找回来，就想往他外甥头上扣帽子，当他是死的吗？臣附议。才刚刚站起的刘御史心里一凉，糟了，怎么就忘了沈明是这2位的外甥了？这一下就得罪了2个。老臣附议。刘御史心里一咯噔，得罪3个了。陛下，此番若非靖王与东莱暗通款曲，东莱太子又怎会有机会屠尽我北越2成百姓？求陛下还2成百姓一个公道。说到2成无辜的百姓，朝中一些正直的臣子也大胆地走了出来。求陛下还2成百姓一个公道。一时间满朝大臣跪下去了大半，北越帝的心在这一瞬也彻底沉了下去，他这个儿子终究是保不住了。来人，将谢廷玉打入大牢，秋后问斩。陛下英明。谢廷玉跌坐在地上，双眼灰暗，彻底失了希望，如一条死鱼般任由禁卫军将他拖走。娘娘您不能进去，娘娘您别再走了，刀剑无眼。端妃不顾架在脖子上的刀，步步前进，如此这般，竟真叫端妃给闯进了朝堂。她一眼看到2个禁卫军拖着儿子，你们放手！你们弄疼他了！玉儿，娘的玉儿！端妃，住手！陛下，玉儿是您亲生儿子呀，糊涂还不识字，你怎能杀他？放肆！他通敌叛国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是朕的亲生儿子？带走！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没用了。如今处死靖王是众望所归，他纵然是皇帝，却也并不能为所欲为。玉儿，母妃，您救救儿臣，儿臣不想死，母妃。然而他很快就被拖出了大殿，哭喊声逐渐远去。陛下，玉儿是臣妾唯一的儿子，您这是要臣妾的命啊！来人，将端妃送回西月宫。贱人，都是你害了我的玉儿，我要打死你！南星小心！沈南星冷眼看着扑过来的端妃，虽不能还手，
但躲开一个疯女人的攻击而已，并非什么难事。然他才刚提气，一道黑影闪了过来，立在他跟前，毫不犹豫一脚踹出。朝臣们都惊呆了，这将端妃带下去。陛下，你身为一国皇帝，竟然怕一个阉人之词，难怪你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端妃娘娘，您儿子通敌叛国，害死北越数万百姓，本就该死。陛下明断，判您儿子秋后问斩，乃是众望所归。至于您，身为后妃，擅闯朝堂，干涉朝政，亦当重罚。尤其是您还意欲谋杀朝廷命官，若是成功，便是死罪。如今9000岁好心阻止您犯下死罪，您还血口喷人，甚至污蔑当今陛下，当真是猪狗不如。北越帝方才被端妃2句话气得变了颜色的脸色，此刻也恢复了些许。他看着端妃的眸子，再不复以往的温情，一甩袖子，将端妃押下去，杖责30大板。慢着，陛下，既然玉儿被判了秋后问斩，那沈南星身为靖王妃，理应连坐。请陛下将沈南星一并打入大牢。北越帝闻言面色难看了几分，许太傅和许国公还有沈老侯爷则是一点都不慌。别人不知道，他们可是知道，南星可是已经跟靖王和离了，怕什么？哼，你们什么意思？你们不是自诩清流吗？怎么，我儿犯了死罪，沈南星身为儿媳，难道不应连坐？你们惧怕9000岁，不敢得罪了他，所以才一个个不愿说句公道话，是吗？我偌大的北越国，竟被一个阉人把持，北越危矣！北越帝实在是忍不住了，亲自走下来，一脚踹在端妃的臀上，端妃便又一次跌在了地上。我说错了吗？不然你为何不处置沈南星啊？满嘴胡言！沈南星与靖王早已和离，连做什么？这次朝会在满朝大臣的唏嘘以及一脸绝望的端妃被拖走而宣告落幕。南星，你没事吧？南星，膝盖跪疼了吧？快起来！祖父、大舅舅、小舅舅，我没事。他口中说着话，眼睛却透过几人之间的缝隙落在某个一袭黑衣的男人身上。本以为那人也会过来关心一下自己，再不济也会等自己一起走，却没想到那人却连朝他这边看一眼也不曾，竟径直出了大殿。沈南星匆匆对几位长辈说了一句有急事，顾不得膝盖上残留的酸疼，就拔腿追了出去。你跑那么快做什么啊？我没跑。那你为何不等我？说不是我跑得快，险些就追不上你了。沈将军凯旋归来，又认回了兄长，该回侯府与家人团聚才是。几个意思啊？一回京就翻脸不认人了是吗？傅九离，我腿疼。沈将军腿疼，该去医馆才是。唇线紧抿，暗自想到，还能跑这么远都没事，方才也并未表现出痛苦模样，他定是装的，应当无事。你躲什么？怕我亲你啊？如今沈将军已与靖王和离，北越也与东莱签下了和平条约，国内无战事，沈将军也可寻一良人，相濡以沫，共度此生。沈南星惊愕地瞪大了眼，他以为在此次征战途中，两人已经互通心意，只待他回京与谢廷玉和离，两人便可名正言顺。可万万没想到，他一回来便要将他往外推。是我自作多情了。看到男人仍是一脸冷漠的模样，他用袖子一抹眼泪，转身就跑走了。傅九离看着女子离去的方向，轻扯了一下唇角。陛下的妃子说得对，他终究是个阉人。方才在朝堂上，那个妃子不过是说了一句南星与他有染，朝臣们看向南星的眼神就是那般不善，充满恶意。若是他真的不顾伦常与他在一起，不，他怎能为了一己之私就让他活在世人不堪的眼里？方才他对他说了那样的话，他该对他失望了吧？这样也好，就当这次征途是一场美梦吧。
如今梦醒了，自是不该再做不该有的期待。南阳侯府，暖安、暖宁和春杏都在大门口候着。与几个丫鬟寒暄一番后，沈南星径直也去了祖父的院子。沈南星调整好情绪，扬起灿烂的笑容走进去，一眼就看到祖父和兄长正坐在石桌两端对弈。祖父，哥哥。南星回来了。妹妹。笑着招呼妹妹一同坐下，又亲自给妹妹倒了一杯茶水。温度正好，可以直接入口。谢谢哥哥。一杯茶而已，谢什么？沈老侯爷看着兄妹俩的互动，心里郁贴极了。可惜你们爹不在，否则若是知晓北岳平安归来，不知得高兴成什么样。祖父，爹去哪儿了？在你带大军出征后没几天，你们爹就离开了，也没留下句话。若不是小厮说是他自己离开的，我还当他被谁掳走了呢。不过想来也没人会掳走他，他一向老实，也没什么本事，得罪不了什么人。兄妹俩对视一眼，他们这个爹本事可大了，但事情未真相大白之前，他们并不打算向祖父透露，否则除了惹祖父担心外，并没什么好处。不过我猜测他该是为他的妾室寻药去了。听说他那个妾室病了，还挺严重，府里大夫来了几波，连病因都未查出来。你们爹确实不是个东西，心里只想着他那个妾室，这些年对你们娘有多冷淡。真不知咱家怎么出了这么个东西，真是丢人。说到这些，兄妹两人还真不知该如何接话。祖父、祖母这些年一直没有回来吗？是啊，他除了没有削发为尼，每年还知道寄一封平安信回来，与那寺里修行的尼姑也没什么两样了。沈明和沈南星同时一怔，祖父这怨气都快要溢出来了。祖孙三人一说起话来就没完了，一直聊到了日落，几人腹中空空，才察觉到该用晚膳了。兄妹俩留在祖父这里用了晚膳之后，就一并同祖父告辞了。出了祖父的院子，沈南星看了看天色，哥哥，咱们去看看娘吧。这些年娘虽性子一直很偏执，但她心里是念着你的。好。兄妹俩便一起朝梅院走去。你没同祖父一起回来，是去见傅九离了？他不愿娶你？他叫我寻一良人嫁了。他大抵是嫌弃我是合离之身吧。这话你自己信吗？沈南星只低着头不说话。妹妹，你可别被傅九离那家伙给骗了。沈南星抬眼看他，眼眶还是红红的。傅九离那人就是个大粗缸，哥哥敢笃定他心里是有你的，他定然做不到眼睁睁看着你与别的男人在一起。见妹妹泪汪汪地看着自己，沈明道：若你不信，咱们一试便知，保管他上赶着来咱家提亲。看妹妹仍是一副不信的样子，沈明垂着头小声道：咱们就这般。声音很小，小到只有兄妹俩自己能听到。暗处的四个桥只能看到主子时而皱眉，时而点头。主子和他哥哥到底在谋划什么惊天大秘密？他们使劲竖起耳朵，也只听到了晚风刮过树枝的声音。我怎么觉得9000岁要倒霉了？你的感觉很敏锐，看来咱们有好戏看了。9000岁竟敢叫主子嫁给旁人，他自己要作孽，谁能救得了他？乔二听了乔大和乔三的话，忧心忡忡。咱们要不要给9000岁报个信儿，好叫他提前防备？笨呢！乔大和乔三看向乔二，异口同声：笨。乔二疑惑，什么东西？他又被排除在外了？在四人几乎静音的议论声中，兄妹俩继续往梅院去了。院子的门依旧是虚掩着的。沈南星心里五味杂陈，即使明知爹不在府里，娘始终日日给爹留着门，就盼着哪一日爹会突然过来。沈明利落地推开了院门，很快一个清瘦的女人赤着脚从屋里跑了出来。待看到站在门口的人时，许氏垂着眸，一句话未说，转身就要进屋。娘，哥哥还活着，他回来了。许氏转身的动作僵住了。与此同时，忽然砰的一声响，一个大大的花盆砸在地上，四分五裂，将几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怎么莽莽撞撞的？还不快些将碎片收拾了离开？老人啊啊的应着，用2只手快速抱起花盆的碎片往篮子里放，手被碎片戳流血了也不管，继续快速收拾碎片。沈南星不知为何心一提，下意识就想朝老人走过去。王妃，这是咱们院子里的老花匠，以前在外院干杂活的，这里有点问题。不用管他，他皮糙肉厚，不怕疼的。还不快点！老花匠哆嗦了一下，迅速将碎片收完，就抱着篮子离开了。南星已经与靖王和离，日后叫小姐就是。夏荷一愣，随即看向沈明，这是少爷，北岳少爷。夫人，是少爷回来了，小姐带着少爷一起回来了。北岳，娘叫你呢，快去。娘，儿子回来了。许氏眼里的泪忽的就落了下来，他轻轻抬手抚上儿子的脸。北岳，北岳，是娘的北岳，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脸怎么了？怎么戴上面具了？是不是受伤了？给娘看看。受了一点小伤，无事。娘，儿子不孝，回来晚了。他对不起妹妹，也对不起娘。上一世在妹妹死后，他无法接受自己亲手害死妹妹的事实，浑浑噩噩了许久，也就疏忽了还在北岳京城的娘。待他清醒过来，想起娘时，娘已经被爹的妾室一家摩搓致死。老天眷顾，如今重来一世，妹妹、祖父、娘都还活着，真的很好。男儿膝下有黄金，怎能轻易下跪？快起来！娘，儿子犯了杀头的大错，是妹妹打了胜仗，用军功救了儿子一命。许氏这才看向站在一旁的沈南星。南星，谢谢你救了北岳。我救我兄长本是应该，若是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妹妹。又扭头看许氏。娘，你怎么这么跟妹妹说话？他之前悄悄潜在府中时，就已经察觉到妹妹与娘关系不好，是以方才刻意提到是妹妹救了自己，可没想到娘竟对妹妹这般生分了。许氏未回答儿子的话。南星，你该向你爹道歉。为何道歉？你口口声声说是你爹害死了北岳，可北岳如今还好好活着，你冤枉了你爹，难道不该道歉吗？这事日夜折磨着他，让他这么多日没睡过一个好觉，却原来这一切根本就是南星杜撰的。哥哥还能活着，是哥哥命大，不代表爹就没有害人。说罢不再停留，挣他哥哥的手，抬脚就快步往外走。沈南星，你就非要给你爹扣这么大个帽子？他实至名归。夫人，您别生气，仔细气坏了身子。沈明担忧地看了看离去的妹妹，又看了一眼身边的娘，终究还是脚步一抬去追妹妹了。北岳，你留下用了晚膳再走啊！用过了。沈明很快就追上了气冲冲在前面走的妹妹。妹妹，你等等我。可沈南星不仅不等他，还加快了脚步。沈明无奈，妹妹这耍小脾气的倔强样子还跟小时候一模一样。妹妹，是哥哥错了，你别生气了好不好？要不哥哥给你打一套拳，这可是哥哥最近吸血的，可厉害了，以一敌百呢。或者哥哥给你讲个笑话怎么样？若不然给你买百花楼的胭脂可好？一直在前面暴走的沈南星听着听着眼睛就酸涩了，又想哭又想笑。他的哥哥回来了，自小就无条件宠着他，处处让着他，总是会逗他笑的哥哥，在死去了10年后真的回来了。对了，你不是最爱翠心斋的糕点和甜酒吗？哥哥请你吃怎么样？你想吃什么咱们就点什么，想吃多少咱们就买多少，哥哥保你吃个尽兴，如何？哥哥现在有的是银子，若是你喜欢，便是把铺子买下来也。话未尽，前面的女子忽然回过了头来。好。我就知道你好这一口。走，哥哥带你去吃宵夜。沈南星乖乖跟着走，然后走着走着便察觉出不对劲来。这，咱们怎么出去啊？当然是翻墙出去了，不然这么晚了，你还偷偷溜出去吃甜食，若是让祖父知晓了，定要骂你了。好，
咱们便翻墙出去。好。沈明高兴地应了一声，就蹲在了墙根下，冲他招手：“妹妹，快上来！”沈南星笑着走了过去，像小时候一样踩在了哥哥的肩膀上。武艺高强的兄妹俩携手合作，用狗爬的法子翻过了一堵并不高的墙。次日一早，沈老侯爷便带着沈明坐上了前往皇宫的马车，奉旨去见陛下。一会儿见了陛下，无论陛下问什么，你只管如实告知便是，切勿有所隐瞒，知道吗？当今陛下与先帝一样，向来宽厚。既然昨日在朝堂上已经宽恕了你，就断然不会再与你计较。沈老侯爷想了想道：陛下今日宣你进宫，大抵是想问问东莱国这些年的情况。你如今既已回了北越，立场便要明确。祖父说的是，孙儿记住了。北越帝宽厚，不过是未触及到他的利益罢了。些许小事，作为帝王，为了笼络臣子的心，不去计较而已。一旦触及到他的利益，他便是一头冷血的狼。若非如此，上一世他又如何会在明知外祖家是被冤枉的情况下，还坚持要将外祖一家76条人命满门抄斩？甚至连大舅舅拿出了先帝御赐的尚方宝剑，北越帝也能颠倒黑白，仗着无外人知晓，竟公然否认此事，导致大舅舅当场自刎。这一世铁山的事情是不会再发生了，但以北越帝对镇国公府的忌惮来看，保不齐还会有别的什么事发生，得想想法子提前规避才是。若是真有一日有什么苗头了，他便是弑君也要保住外祖一家的性命。哈哈哈，北越啊，你如今年岁也不小了，你的亲事也该提上日程了。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啊？告诉祖父，祖父托人帮你留意。昨夜祖孙三人畅谈一番，沈老侯爷已经知晓孙儿在东莱并未成亲，亦未定亲。如今孙儿回来了，儿子失踪了，儿媳又是那副德行，整日浑浑噩噩的。孙儿的亲事少不得要他这个老头子来操心。祖父，孙儿经历过生死，如今只想陪着您和妹妹，并无成婚的打算。那怎么行？你不成婚，是想让老沈家从你这里断了香火吗？妹妹以后若是生2个孩子，过继个到沈家便是。你妹妹刚与靖王和离，还生2个，和谁生去啊？一说起这个，沈老侯爷就来气。你也别指望你妹妹再嫁，你可知道看上了谁？你妹妹她看上了傅九离，还生2个呢，1个都生不出来。别以为他老眼昏花，昨日在朝堂他就看出来了，那个傅九离分明也觊觎他孙女。沈明心想，那肯定是生得出来的。看傅九离那高大强壮的模样，要不是真的太监，难道还会不行？妹妹生得那般冰雪漂亮，傅九离长得也还人模狗样的，日后2人生的孩子还不知会如何好看呢。看来得加快促成2人的进度了。若是运气好，他还能赶上小外甥出生，看上一眼。但傅九离不是太监这事儿事关重大，他此刻还不能说，于是便只能保持沉默了。沈老侯爷一看他那样，更生气了。你必须得成亲，你现在不想成亲，是还不知道成亲的好。祖父也不是要你3妻4妾，你只娶一个心意相通的女子就行。哎呀，咱家的男子向来都是只娶1个妻子的，一直都是夫妻琴瑟和鸣，家庭和睦。哎，直到了你爹这一辈就把我沈氏一族的门风都败光了。你不许学他，听见没？听见了，孙儿记住了。你只专心留意，只要看上了哪家的姑娘，任他家中门第如何，只要人家姑娘愿意，祖父都可以为你上门提亲。若是需要的话，去求陛下赐婚也行。只要我喜欢，娶谁都行。当然，祖父什么时候骗过你？你有喜欢的女子啦？哪家的？没有，我帮妹妹问的。想来祖父待我和妹妹是一视同仁的，不可能偏疼我这个孙儿些。那当然，祖父对你们都……傅九离不行。祖孙2人说着话，马车很快到了宫门口，2人又改成软轿，一路到了御书房门口。沈爱卿，你先出去吧，朕与北越单独聊一会儿。沈老侯爷不放心，还想说什么，沈明给他递了一个安心的眼神，沈老侯爷才出去了。只是在御书房门口越等越焦灼，站在外面什么也听不到，也不知陛下会跟孙儿说些什么，孙儿又能否应对得当。
虽说一路上有交代过，但孙儿头一次独自面对陛下，沈老侯爷终究是放不下心，在外边的小道上踱来踱去。忽然，远远的走过来一道人影，沈老侯爷认出那是许太傅，骤然眼睛一亮，就快步迎了上去。许太傅。许太傅脑袋高高仰着，看向远方，就跟没看到他一样，径直就要路过御书房了。沈老侯爷有些羞恼，但也知此时并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孙儿已经在御书房里待了这般久了，他实在是不放心。而如今在北越最深受陛下信任的官员就2个，一个是傅九黎，另一个就是这个许太傅了。这不是南阳侯吗？这好端端的拦在本太傅的前面做什么？沈老侯爷一噎，心中暗暗提醒自己不要与这酸腐文人计较，待今日这事了了，回头再与他吵不迟。北越被陛下留在御书房说话，这已经半个时辰过去了，还未出来，可否请许太傅进去看看？北越这孩子才回京，以往也未与陛下接触过，若是有什么不妥当的，还请太傅帮忙照拂一二。既然沈老侯爷都这般求本太傅了，那本太傅便进去瞧瞧吧。不过北越是本太傅的外甥，便是沈老侯爷不说，本太傅也当护着些。沈老侯爷一顿，怎么就忘了北越也是这家伙的外甥来着？这家伙定然是听说了此事，特地过来的。这姓许的心太黑了。远远的看到许太傅跟守在御书房外面的贵公公说了句什么，贵公公转身进了御书房，不一会儿又出来将许太傅请了进去。沈老侯爷虽生气，却也着实放心了不少。许太傅这人向来老奸巨猾，想来有他护着，北越定不会有事。于是沈老侯爷索性在不远处的亭子里坐了下来，才抿了一口宫女奉上的热茶。沈老侯爷就看到工部尚书胡安国朝着亭子里走来。沈老侯爷，好巧啊！沈老侯爷蹙眉，他与这胡尚书也就是点头之交，除了平日里在朝中遇上了，礼节性的互相点个头之外，并无其余来往。胡尚书何故对他如此热情？今日又不上朝，胡尚书一大早怎么也进宫了？这不是工部有事要向陛下禀报吗？听说陛下在御书房，便过来了。沈老侯爷呢？也是来见陛下的吗？沈老侯爷心里的纳闷更甚了。这胡尚书平日里不是不苟言笑的吗？素日里惯爱板着一张脸，跟谁欠了他银子不还一样，怎的今日见着自己一张老脸都笑出褶子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且等着胡尚书露出狐狸尾巴。陛下召见，本侯带孙儿进宫面圣。哎呦，说起您这孙儿北越，那可真是人中龙凤啊，长得也是一表人才。北越8岁跌落悬崖，虽万幸捡回了一条命，但伤了脸，左半边脸毁容了。男人嘛，容貌有什么要紧的？北越年纪轻轻就位极人臣，将来前程不可估量啊。北越那是做的敌国丞相，如今能保住这条命，已是陛下格外开恩，连侯府爵位都无法承袭，高官厚禄更是万万不敢奢求的。沈老侯爷看了一眼御书房的方向，莫非这胡尚书是奉陛下旨意来探听他口风的，担心他们侯府有不臣之心？胡尚书有什么话不妨直说。胡尚书的笑容僵在了脸上，自己都已经舔着一张老脸这般讨好了，这沈老侯爷怎么还生气了？若不是为了自己的爱女，他何苦这般低声下气？沈老侯爷，既然您让微臣直说，那微臣就直说了。果然，他早年跟着先皇打天下，就率兵东征西讨，戎马一生，保卫了北越国多少百姓，如今到头来竟落得这般被猜忌的境地，还真是让人心寒。说，北越可有定亲啊？沈老侯爷怔住了。就这？北越的亲事啊？没有，北越还没定亲。沈老侯爷这时候才算是明白了，感情这胡尚书方才一会儿说北越一表人才，一会儿又说北越位极人臣的，原来竟不是刻意讽刺，而是在真心夸奖。
就是这夸奖的方式，还真是一言难尽呐。微臣家中有一女，气质温婉，温柔贤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您看，2个孩子年龄也合适，咱们2家不妨结个亲，岂不是美事一桩啊？沈老侯爷下意识就想满口答应下来。胡家的女儿，他曾在皇家宴会上远远地看过一眼，倒是个漂亮伶俐的小丫头。但话到嘴边，他又想起了在来时的路上孙儿与他说的话。虽然眼下并无成婚的打算，若是自己贸然做主给他定下，怕是不好。但就这样拒绝的话，沈老侯爷又不甘心。胡尚书的意思，本侯知道了，但孩子们的亲事，总得先问过孩子们自己的意思。是，还是沈老侯爷您考虑的周到，微臣也会去问问小女的意思。胡尚书自是不用问的，他家闺女的意思已经再明显不过了。此生若是不能嫁给沈北岳，怕是再也难得开心了。是以胡尚书与沈老侯爷约好各自回家问过2个孩子的意思，至于能不能成的，过后再互相通个气。胡尚书喜滋滋地走了，这事儿有戏。因前一晚与兄长在外面玩晚了，沈南星早晨醒过来时已是日上3竿。沈南星想起自己的嫁妆还在靖王府，既然他已经与靖王和离，那嫁妆自然是要拿回来的。于是他吩咐暖安和4个乔一起去靖王府把嫁妆搬回来。至于他自己，他要去幽冥谷找老神医，问问兄长的脸是否还有法子救治。暖安领命正要离开，沈南星忽然想起了兄长昨日对他说的话。暖安，等等，小姐可是还有什么吩咐？沈南星冲着暖安招了招手，待暖安凑近时与他耳语了几句，暖安连连点头。大半日的功夫过去，沈南星的嫁妆整整装了8辆马车，浩浩荡荡从靖王府出发，往南阳侯府而去。途中路过离王府时，车队的速度不经意间慢了下来。车队缓缓驶过，路上遗落了一捆整整齐齐扎在一起的画卷。隐在暗处的冷月飞身而下，将画卷捡起，朝着车队掠去。很快便找到了车队中的暖安。东西掉了，给你。谢谢你啊，冷月，这可是9000岁之前为主子挑选的未来夫君的人选，幸好没弄丢了。如今主子的兄长回来了，说是要亲自为主子把关呢，定能为主子挑选一个顶顶好的夫君。哎，好了，不与你说了，天色也不早了，我还要赶着回去给主子整理这些嫁妆呢。有少爷把关呢，说不定很快主子就要嫁人了，嫁妆还是得快些好好收拾一番才是。说完便不再多话，指挥着车队继续行进了。随着车队离去，暖安心头暗想，先前与冷月合作那般愉快，相信这次冷月也不会让他失望才是。离王府后院，数月未见，陛下的棋艺还是一如既往，一点长进也没有。数月未见，离王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抱到美人归啊！听说有人都扮作小兵潜入军营了，唉，结果还是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回来。傅九离面色一沉，冷风，送客。冷风立刻出现了，熟练地朝着院门伸出一只手，恭敬道：“六皇子殿下，请。”离我，你！见傅九离不为所动，他又跺了跺脚，哼，不听本皇子言，吃亏在眼前。说罢，黑着脸甩袖离开。傅九离刚坐下，随手捏起了一颗黑色棋子。冷月来了，主子，南阳侯府准备给沈小姐奏序了，还专程派人回靖王府拿走了您给沈小姐选的金钟贵公子的画像。日后这些不重要的事，就不必来禀报了。是。下去吧。是。冷月疏忽消失不见，原地便只剩下了一个人，一盘乱棋。一袭黑衣的男人，指尖的黑棋越捏越紧，在棋子即将被捏碎时，他松了力道，轻轻地在棋盘上落下一子。尘埃落定，本该如此。你做什么？你为何要自作主张？我禀报主子关心的事，如何就叫自作主张了？主子都说了，那是不重要的事，叫你以后不必禀报了，你没听见吗？听见了，我以后不会再说。你能想清楚就好，主子根本就不喜欢那个女人。你看你每次给主子说她的消息，主子就没一次高兴的。冷月无语，有时候真想爆粗口。他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就走。哎，冷月，你等等我。冷月，
你怎么不理我？我又惹你生气了吗？我道歉还不行吗？我请你喝酒怎么样？就和你最喜欢的那家桃花酿。一个冷着脸在前面头也不回的走，还有一个死皮赖脸在后面跟着跑。南阳侯府，沈燕在外面藏了整整1夜，待沈南星也带着暖凝离府，府里只剩下普通的丫鬟小厮时，才悄然从后门潜了进去。他一路偷摸着来到秋堂院，正要推门进去，就听到里面传来瓷器花廊被摔碎的声音。没用的东西，真是没用的东西！走之前信誓旦旦的说要杀了沈南星，还让我放心，结果呢？沈南星不仅没死，还立了大功回来，还带回了沈北月，活着的沈北月。夫人，您怎么又咳血了？沈燕心里一痛，一把推开门就闯了进去。秋儿，屋内的2个丫鬟见老爷回来了，狠狠松了口气，逃命般赶紧退下了。沈燕冲上前去，将赤着脚站在地上的女子紧紧抱在怀里，任由她如何对她拳打脚踢，强硬地将人抱到床上放下。秋儿，都是为父没用，既请不到神医帮你治病，又没能杀掉沈南星。哎呀，对不起夫君，方才秋儿刚得知消息，一时气急，才骂了你。秋儿，你别这么说，为父不怪你，你也没说错，本就是为父做的不好，是为父没用。夫君别这么说，秋儿知自己命不久矣，能死在夫君怀里，此生足矣，不敢奢求其他。秋儿，别说了，别说了，你一定能长长久久活着。心底暗暗下定决心，沈南星他要杀，神医他也要请到，不惜一切代价。沈燕一下一下轻拍着女子的背，将她哄睡后，又在她的唇上轻轻印下一吻，吩咐丫鬟收拾屋子后就毅然离去了。万万没想到，他才刚出了南阳侯府的后门，就被一个衣着华美的女子给拦住了去路。你病都没好全，要去哪儿？我都说了我不认识你，你能不能别总是跟着我了？虽知晓此时掌控这具身体的人并不是他的爱人，可这人顶着这张脸对他一脸不耐烦的模样，仍是刺痛了他。印象里他的沈木永远都是风度翩翩，虽数次被他捉弄，对他很是无奈，可也从未对他冷过脸，更别提用这等不喜的目光看他。不过没关系，他一定会找到法子让他的沈木回来，让如今这个霸占他男人躯体的人彻底消失。但在这之前，他要守护好他的身体。我好不容易才救回你一条命，你就不能爱惜点身子吗？才刚刚好一点就乱跑。慕容嫣真是无比庆幸自己来北岳寻他了，否则前阵子他身受重伤，若不是恰好被自己遇见了，后果他简直不敢想象。你救了我，我很感激你，但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你就别跟着我了，行吗？我就要跟着你，你去哪我就去哪，你休想甩开我。虽是同一张脸，可他一眼就能认出这人不是他的沈木，那眼神、那表情还有细微的动作全都不一样。自己当年为何单看到他与别的女子在一起就负气回南疆了呢？若是当年不那般冲动离开，定能发现他的异样，也就能早些想到法子，而不是一错过就是这么多年独自抚养女儿长大。我早先便与你说过了，我已有家室，也没有纳妾的打算。我看你长得也不差，家世应当也不错，为何偏要缠着我呢？反正能伤还没好全，哪里也不许去。现在就跟我回去休息。你不可理喻。你先养好身子，若是需要做什么，我帮你去做便是，行吗？是不是等我身体恢复好了，你就不再缠着我了？是。除了给女儿留下保护她的人手外，他已经调动了南疆皇室所有暗探，在4国寻找老巫师的下落，想来应该过不了多久就能有消息。老巫师活了300余岁了，又向来见多识广，想必有法子将沈木换回来。幽冥谷，前辈，您在家吗？话音刚落，一道身影从屋里旋风般冲了出来，一把捂住他的嘴，紧张地左右看了看。嘘，怎么了这是？我把手拿开，你不许说话，听见没？
沈南星听话的点了点头。老神医将捂着沈南星嘴的手拿下来。哎呀，我说你这个女娃娃啊，没事来找老夫做什么？沈南星正要开口说话，老神医急了。也别说话。他右左右看了看。不管你找老夫有什么事儿，都以后再说。你现在赶紧走。老家伙，你在跟谁说话呢？老神医面色赫然一变，一手一个，迅速将沈南星主仆二人往屋里推。快躲起来，快点儿！老妇人的身影顷刻间到了眼前，在看到沈南星与暖宁的背影时，面色立刻就阴沉了下来。沈南强，你竟敢背着老娘勾搭女人，还一勾搭就是2个！自从这幽冥谷1月前来了这老妇人，往日里幽静的山谷里3、5不时便会传来这老妇人的河东狮吼。哎呀，不是的，老夫没有，是这2个女娃娃忽然就找上门来了，老夫根本提前就不知道。好你个沈南强，你当老娘很好骗是吧？若是没有你提前打招呼，你这谷里养了这么多武艺高强的护卫，怎会轻易放他们进来？哎呀，放手！有外人在呢。说，我不知道啊，他们自己就进来了，这真的。哼，你养的护卫你不知道？若是你不知道，那便说明他们常来，护卫根本就认识他们，所以才不拦他们的。他们就是你的相好，你认识不认？老夫不认。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老夫都要入土的年纪了，哪个小姑娘会看得上老夫？也就你，把老夫当个宝，怕别人抢。沈南强，你莫要当老娘是傻子。老娘当初进谷里，你那些个护卫一个个像山峦一样，把老娘拦得死死的不让进。如今这2个女人一来，她们连样子都没做一下。老娘今日就当着你的面杀了这2个女人。沈南星方才一时间被震惊了，也不知该不该插嘴，如何插嘴，好像也插不进去嘴。怎么一犹豫的功夫，火就烧到自个儿身上了？哎，你别冲动，不能杀呀！哼，怎么就心疼了？老娘今日非杀了他们不可！说着，招式愈发凌厉，直冲着沈南星的后脑勺就拍了过去。前辈，晚辈是来求药的，绝不是你想的那样。而老妇人在看到沈南星脸的那一瞬间就愣住了，攻势也停了下来。明小子，不对，你是谁？怎么与明小子长得一样？老神医见老妇人不打了，连忙趁机将她拉得远远的。方才可是把她急坏了，又想去阻止，又担心伤了老婆子。可不阻止也不行，说是眼前这女娃娃在他这有什么闪失，傅九离那家伙非得把他这把老骨头拆了不可。这女娃娃可是那小子心尖尖上的人。哎呀，他是沈南星啊，就是那个刚夺了东来10城的女将军。问你了吗？沈南星目光闪了闪，方才老妇人叫他明小子，明小子是对兄长的称呼吧？这老妇人既认识他兄长，又叫得这般亲昵，那么这老妇人的身份应当就是兄长的救命恩人文香夫人了。见过前辈，晚辈是南阳侯府沈南星，也是沈明的孪生妹妹，谢过文香夫人救了我兄长。文香夫人先是一愣，很快笑容就爬满了脸庞，她上前双手扶起沈南星。哎呦，好孩子，快起来！声音轻柔，那模样与先前的凶悍判若两人。你叫南星是吧？来，快到屋里坐。谢谢文香夫人。你既是明小子的胞妹，就与明小子一样，喊我一声婶婶吧。好的，婶婶。哎呀，老身见到明儿的时候，她浑身是伤，半边脸血肉模糊，都看不出本来样貌了。她昏迷了大半个月，后来好不容易醒了，又什么也不记得了，连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后来他问老身姓什么，说要跟老身姓，给自己起个名字，说出来不怕你笑话。老身这一辈子爱折腾毒，年轻时没少以身试毒，早已把身子给折腾坏了，一直也没有个孩子。当初遇见这孩子可怜，又忘了一切无处可去，便将他呀当亲儿子一样养在身边，不让他随了家父姓沈。说来也是巧了，这孩子竟原本也是姓沈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这孩子竟还能找到亲人，还有跟你这般漂亮聪慧的妹妹，
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哎呀，就是明儿阴差阳错做了东来丞相，与北越敌对多年，都是老身的错，你们别怪他。老身年轻时性子倔强，总爱以身试毒。家父为了此事多次与老身产生争执，在有一次老身试了一味剧毒，差点把自己毒死后，家父就决然不许老身再以身试毒了。老身当然不同意了，便与家父大吵了一架，放出狠话，自生与他老死不相往来。因此他在北越，老身干脆就住到了东来，与他远远的。是以明儿就跟老身在东来长大。明儿呢又天资聪颖，就这么一路做到了宰相的高位。若不是因为老身一时赌气，事情也不至于到如此地步。沈南星听了这些，笑着抹了抹泪。这怎么能怪您呢？您救了兄长的命，便是我们一家的大恩人。说是我们还纠结此等小事，那该是忘恩负义，要遭世人唾弃了。况且此事已经解决了，陛下不会再追究。此话当真？千真万确。此次北越与东来大战，多亏了兄长，我们才一举夺下东来10座城池，与东来签订了休战条约。此战兄长功不可没，陛下封了他做客卿，虽说无实质在身，但好在陛下也未追责。婶婶，兄长如今已经回了侯府，人就在京城。过2日得空，我便与兄长一道来看你。好，真是太好了。如今他与老东西和好了，搬回北越了，正好明儿也回了北越，又认回了亲人，真是再好不过了。我说丫头，你该不会还没把傅九黎那小子拿下吧？那若不然，他今日怎么没陪你一起来？沈南星一听，原本笑着的眉眼暗淡了下去。哎呀，真没用啊，半点比不上你婶婶。想你婶婶当年追老夫的时候啊，那可是……沈南强，你给我滚出去！文香夫人拍桌站起，一脚踹在了老神医的臀上，将人踹出了屋去。老神医在屋外踉跄了好几步，才站稳了身形。那群读书人说的果然没错，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老夫大度，不与你计较。说完，双手背在身后，雄赳赳气昂昂离开了。那个，婶婶在追男人方面呢，确实有些心得。沈南星在幽冥谷一直待到日头偏西，才和暖宁一道与老神医夫妇告辞离开。除了拿到了治疗兄长脸的药膏外，还有一大包老神医夫妇热情地塞给他的各种药丸跟药膏。这次来幽冥谷，本来是打算向老神医求药的，未曾想遇见了文香夫人。且听文香夫人说，她早已研制出了给兄长治脸的药膏，也给了兄长1瓶，就是不知兄长为何没有用。沈南星坐在回程的马车上，凝眉想着，忽然又想起了文香夫人与他说的那些追男人的心得，一时间脸色微红。文香夫人竟说男人都是贱骨头，还说对付傅九黎这种认不清自己内心的狗男人，就该虐他，狠狠的虐，虐完就老实了。还有许多话叫他哭笑不得，但细细想来却又不无道理。与兄长昨晚对他说的那些倒是有些相似。祖父，祖父，我回来啦！沈南星与往常一般，脚步轻快，刚一靠近院子就开始喊，却无人应他。他觉得奇怪，便加快了步子，一把推开了院门，然后一眼就看到祖父与兄长2人正面对面坐在院中的石桌两旁，互相都是冷着脸。啊，发生何事了？说出来，本小姐给你们评评理。臭小子，你自己跟你妹妹说。沈明却是撇过了头去，一副不愿说话的样子。哥哥，可是陛下为难你了？没有，陛下就问了我一些东来国的朝务政事，我都如实告知了。后来陛下又问到了一些宫廷秘事，牵扯到东来皇室秘密，本身我也不太清楚，倒是不便作答。但大舅舅正好来了，替我圆过去了。过几日朝臣休沐，到时大舅舅小舅舅都在家，咱们上门去看看他们吧。好。南星，你兄长他不肯娶妻。沈南星愣住了，怎么忽然就说到娶妻了？上一世传闻说东来丞相沈明性格阴质，不近女色，身边连个侍妾都没有，
近身伺候他的也都是各色美貌男子。这东来丞相好像是个断袖，那时候也不知道沈明就是他兄长。沈南星自是没在意这些传闻，可如今沈明既是自己兄长，他自是不能置之不理了。他一双眼直直看着沈明。你喜欢男人？胡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喜欢男人？只是还未遇到心仪的女子罢了。哼，你连见都不肯见，怎知人家姑娘就不是你喜欢的？见孙女疑惑的目光看了过来，沈老侯爷就将今日在御书房外遇到胡尚书的事情细致地与孙女说了一遍，说完又瞪了沈明一眼。我看这胡家小姑娘就不错，他这臭小子连见人家姑娘一面都不肯，就叫我去跟胡尚书说，拒了这门亲事。胡尚书的女儿，那不就是双儿吗？沈南星眼睛蓦然亮了，双儿这小姑娘好啊，可爱又善良，若是能骗回来，娶回来做她嫂嫂，那可真是再好不过了。兴奋之余，沈南星又想起刚重生回来的时候，在醉心斋遇见双儿，他好像就是将自己认成兄长了。他喊他北岳哥哥，还抱着他哭。莫非双儿心悦兄长？在想什么？这般高兴？哥，你先别急着拒绝这门亲事，你先见见胡姑娘好不好？为何？哥哥如今好不容易才回来，只想好好陪陪你和祖父，不想成亲。哎呀哥，你就先见见胡姑娘嘛，若是看对眼了也可以先定亲啊，就算定亲了离成亲也还早呢，准备都起码要半年时间的。见沈明只拧眉不说话，沈南星继续摇。哥哥，你就先见一见然后再做决定嘛，胡家姑娘真的是很好很好的，而且她对我有恩。什么恩？救命之恩。沈南星在心底默默道，反正就是有恩，你就说答不答应见她一面吧。若是见了面，我还是不想成亲呢。先见见再说，你肯定会喜欢的。说实在不喜欢的话，那也不能勉强。在沈南星的软磨硬泡下，沈明最终同意了，同意先与胡家姑娘见一面，但他有个条件，那便是要等他的脸好了之后。若是此生还能再见他一面，他想要以最好的模样去见他。祖孙三人又说了一会儿话，兄妹俩就一起离开了祖父的院子。待走出一段距离后，沈南星想起什么，忽然道：哥哥，你去我院子里一趟，我有东西给你。什么东西？去了你就知道了。于是沈明又跟着沈南星去了他的院子，在厅中等了片刻，就见他从卧房里捧出了一个精致的小木匣。给我的？那，打开看看。沈明好奇地将盖子揭开，就见小木匣里面赫然摆着整整齐齐的12个荷包，绣工非常精致，一看就是花了心思的。这是你一针一线专门给哥哥做的吧？哥哥记得你向来不爱摆弄这些，做这些荷包定然吃了不少苦头。一想到一向活泼好动只爱贪玩的妹妹一针一线给她缝制这些荷包，沈明就控制不住泪意上涌。这些不是我做的。我是说呢，你才没这个耐心折腾这些。只要是你送的便是买的，哥哥也喜欢。哥哥日后每日佩戴一个，可以12天不重样。哎呀哥，你再仔细看看，就看那荷包右下角用红色丝线绣的是什么字，每个荷包都有。你还绣了个字，让哥哥看看。然而一看之下就愣住了，是双字，那个小姑娘的手笔，只有她绣的双字，木字两边是朝两边翘起的。他曾捡过她一条帕子，上面的双就是这般的。他还给她时曾问过她缘由，小姑娘一脸天真与他解释，双要长脚才站得稳呢。这是……沈南星便将曾经自己扮作兄长时，每回打了胜仗回来路过长安大街，都有个小姑娘使劲给自己砸荷包的故事说给了兄长听。那个小姑娘就是胡尚书家的小女儿胡双儿，也是祖父想要给你定亲的对象。双儿真的是个特别可爱的姑娘，她这次还随我一起去战场了，帮了我不少忙呢。哥哥你见了她就知道了，一定会喜欢的。沈南星说起胡双儿来，笑意止都止不住，眸子晶亮。沈明不由也跟着笑了起来，若是自己娶了双儿，双儿定能与妹妹相处得很好，祖父也满意双儿这样的孙媳。
自己更是得偿所愿。既是人小姑娘送给你的，你就收好了，怎能转送给我呢？可他是把我当成你了才给我的，如今你回来了，当然要物归原主了。你若是不要，我明日就拿去还他，就说你不要。他说完就伸手去拿小木匣，却拿了个空。哎，罢了，人家都送给你了，哪里还有还回去的道理？既然你不想要了，那哥哥帮你收着就是。小姑娘本就爱哭，若是这一匣子荷包就这么被还回去了，还不知得哭成什么样子呢。沈南星目送兄长抱着那一匣子荷包离开，目光闪了闪，若有所思。他总觉得方才兄长看到荷包上绣的双字时，神色有些异样，就好像认识。哎，要不咱试着看看其他男子，这京中好男儿还真不止他傅九黎一人。他这些日子就发现了几个好的，可感受到妹妹冷下来的眼神，他的语气便渐渐弱了下来，直至进了声。过了一会儿，沈南星忽然开口：“暖安，暖宁。”候在门外的暖安、暖宁闻声便走了进来。乔大、乔二、乔三、乔四。下一刻，4个乔也闪了进来，齐齐站成一排。主子。沈南星看着眼前的6人，沉默了片刻，随后就将脖子上戴的阴阳铜管取了下来，又将手腕上的银镯退下。主子，您这是做什么？这2样物石是9000岁曾赠予我的，我可能要不了多久就要嫁人了，再留着他送的东西总归是不合适，帮我还给他吧。主子。暖宁的眼泪疏忽落了下来，不愿伸手去接。暖宁，听令。沈南星语气变得严肃，暖宁双腿一屈就跪了下来。是。你们6人也是9000岁赠予我。主子不要！随着砰的一声，4个乔和暖安齐齐跪了下去。主子，东西属下帮您还给9000岁，您不要赶我们走，求您了。沈南星却撇过了头，不去看他们，眉头紧蹙，死死忍住眼泪。9000岁先前派你们来我身边，是为护我，如今我也没有危险，你们本该回到他身边。主子，您赶轿夫们走就行了，让他们回去给9000岁抬轿子，您别赶属下和暖宁走啊，我们还能伺候您。4个乔唰地看向哭得泣不成声的暖安，欺负他们不会哭是吧？乔大、乔三、乔四对了一下眼神，忽然同时出手，暗中从不同方位用力掐了一把乔二身上的软肉。乔二疼得浑身一激灵，才刚反应过来，余光就瞥到他们又要来第2下，哇的一下哭出了声。现场一度非常混乱，哭成了一片。眼见妹妹也要哭了，沈明站起大声说了一句：“你们6个跟我出来，我有话与你们说。”说完率先走了出去。6人哭声止住，互相看了看彼此，终是一同起身跟了出去。沈明一路带着6人来到了僻静处，才停了下来，转身面对6人道：“你们必须回到9000岁身边。”话一出口，暖安、暖宁方才憋了一路的眼泪又落了下来。我们得留下来保护主子，那你们先打赢我。乔大一噎，再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们打不赢。4个乔都低下了头，谁不知道这人跟9000岁一般厉害，谁打得过他呀？你们连我都打不赢，有我在你们主子身边，还留你们在身边做什么？为了好看吗？4个乔默默摇了摇头，他们也不好看。所以有我在你们主子身边，你们就放心回厉王府吧。侯府有春杏照顾你们主子的日常起居，你们也可以放心。暖安、暖宁别过头去，不想理他。你们对我妹妹这般忠心，她当然不会真的不要你们了。 6人齐刷刷将目光聚到他身上。相信你们都看出来了，我妹妹与9000岁两情相悦，但傅九黎这个人欠收拾，不肯直视自己的内心，都如今这般情景了，他还是不肯结识我妹妹。你们说，咱们是不是该虐一虐他？既然你们也赞同，那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6人一怔，他们何时说了赞同了？沈明却只顾说自己的。所以，只要你们演好这场戏，等傅九黎那厮服软了，乖乖上门求娶我妹妹了，你们以后自然还是能跟着我妹妹。若不然，那你们就只能永远跟着傅九黎那个冷冰冰、不近人情的主子了。就这样，在袁东来大权臣半是诱哄、半是威逼的一席话下，次日一早，6个人听话的带着东西回到了黎王府。6人一字排开，低着头，神情落寞的站在黎王府门口。
这不是9000岁的4个轿夫吗？怎么这么久没看到？如今灰溜溜的回来了。还有这2个女子，看这打扮，应该是9000岁的暗卫才是。如今怎么光天化日站到离王府门口了？看他们这表情，是受委屈了。快进去通报，就说我们被沈小姐赶回来了。李老头的内心戏丰富极了，被乔大这么黑着脸一瞪，就立刻转身一溜烟往府内跑去通报。那4尊煞神也有今日，快哉！叫他们平日里总是眼睛长在天上，这下遭报应了吧？离王府后院书房里，傅九离一目十行地看完了一封信，面色难看。冷风，冷风应声出现。日后6皇子的信不必再呈上来。是。冷风领命离去。书房里只剩下了傅九离一人，他坐在书案后沉默了片刻，最终目光落在了一旁孤零零的信上。这已经是6皇子最近半月以来给他送的第13封信了，几乎是每日一封，每封信的内容几乎都是一样的，告诉他沈明又去参加了哪位贵公子举办的小宴，并细数那次宴会上都有哪些青年才俊参加了，还逐一罗列了其优点，有世代书香的，家中人员简单的，相貌英俊的，温柔和煦的，武艺高强的。每列完这些，信件的末尾总会指向一件事，那便是沈明在给他妹妹择婿，估计这次宴会就能有人入选，比如谁谁谁何等优秀，沈明与其交谈甚欢，想必很快南阳侯府就会有喜讯传出来。自那日后已有大半个月，他都未曾见过他，本以为只要不见就能遏制自己不该有的阴暗欲望，可他控制了自己不去见他，却控制不住自己思之如狂。每到夜里，女子或巧笑嫣然，或渲然欲泣，不断入梦。小侍卫，麻烦通传9000岁。9000岁以前的那4个轿夫被人赶回来了，如今正在大门外候着。傅九离猛地站起，书案上的折子掉了一地。让他们进来。是。李老头拱手作答，然后一溜烟就跑了。他气喘吁吁来到门口等候的6人面前。快进去！千万莫要让9000岁等急了，怪罪他传话慢。得到允准后，不过片刻功夫，6人就出现在了书房里，站成一排，低着头，谁也不敢看坐在书案后的9000岁。你们惹他生气了？回9000岁，并未。那他为何不要你们了？不是不要我们了。傅九离目光落在他身上，乔二一鼓作气，身边的乔三拉都没拉住。他是不要您了。一句话落，整个书房的气息不止冷了一点点，所有人眼观鼻，鼻观心，大气也不敢出。乔二终究是没扛住，身体一颤，跪下了。9000岁，属下知错，请9000岁责罚。你错在何处？他眼中含着一丝极轻微的希冀。乔二可是说谎了。属下不该说实话。乔二，别胡说。9000岁，您知道的，乔二向来不靠谱，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傅九离的一颗心直直坠落了下去，深不见底。乔二是不靠谱没错，但乔二从不说谎。他的目光在眼前6人身上扫过，最后落在跪在最边上的暖宁身上。你来说。主子说她要不了多久就要嫁人了，再留着您送的人不合适，所以就让我们回来了。还有，这也是您先前送给主子的物品，他也让属下一并还给您。您既要主子嫁人，他也听您的话准备嫁了。若是还留着您送的东西和人，本就与理不合，否则叫他未来夫君该如何想他，旁人又会如何看他？9000岁就是铁石心肠，就会惹主子伤心。主子兄长说的对，就该虐一虐他，叫他也伤心难过一回。他面色隐隐发白，顿了几个呼吸的功夫后，微垂眼眸，掩住了眸底寸寸冰封。东西呈上，人退下吧。暖宁咬着唇站起，双手微微颤抖着，将颈部包裹的东西轻轻放到书案上，又退回原处跪下。书房内又是一阵默然，直到傅九离再次开口：都退下吧，去找冷风安排。是主子。6人齐齐应声，同时也松了口气。9000岁并未赶他们离开，但也没惩罚他们。6人离开书房后，一个个低着头，安静地走出去了很远。
我今日是不是太过分了？我说话这般难听，是不是让主子伤心了？他还从未在主子身上看到过这般死寂的模样，压抑的他快要喘不过气来。他该重重罚我，可他没有。哎，你那时候就跟头犟驴一样，拉都拉不住，有什么办法？我就是想让主子认清楚他的心，他明明就那么喜欢沈小姐，沈小姐也喜欢他，这多好啊！可他偏偏就要推开沈小姐，不要沈小姐。我不想看他折磨自己，可主子现在好像更伤心了。我还是喜欢他扮作铁蛋儿的时候。那时候主子可没少打你。打我也喜欢。那时候主子每日与沈小姐在一起，他身边的风都是快乐的。乔大沉默了。是啊，那般鲜活的主子也是他从未见过的。那时候主子才活得像个正常人，有喜有怒。暖宁也伏在暖安的肩膀上哭了起来。他方才在书房里说的话与乔二比起来不遑多让，本该重罚，可却什么也没有。主子一直都清楚他自己的心，他也知道沈小姐的心意，之所以不选择与沈小姐在一起，不过是觉得自己不配。我们都在逼他。书房内，傅九离从白日坐到了黑夜，没有点灯。他一直愣怔地盯着书案上那个锦布包。他把他送的东西都还回来了，把他送的人也还回来了。他不愿再与他有半分瓜葛。夜半时分，不知几更，冷夜，一道极其轻微的破空声后，书房的门无声地开了又合上。去他身边，护他周全，莫要让他发现。冷夜懵了，原以为趁着夜半无人，主子暗中召唤自己是要与他商议大事，如何却竟让他堂堂一个暗卫首领去保护一个女人？主子莫不是喊错人了？其实是要喊冷风来着。主子，属下是冷夜。所以是。冷夜不敢再多言，一阵风过，人已消失不见。冷夜功夫极高，只隐在暗处的话，只要不靠得太近，就是沈明也发现不了，他与他未来夫君也都不会知道。等鬼面男人的事情解决了，他彻底安全了，他就将冷夜撤回来，也不再派人守着他。若不然，哪天他若是知晓了，该不高兴了。就是不知他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做夫君。傅九离眉头紧蹙，将京中的适龄贵公子挨个细数了一遍，这个不行，那个也不合适，就连他当初为他精挑细选的那几人，细细想来也还是或多或少有些毛病。至于谢恒信中所说沈明这些日子结交看好的那些人就更不行了，尤其是那个胡林，之前因为被下了药竟妄图染指他，这些人都配不上他。傅九离想着这些，不知不觉在书房坐了一整晚，直到天色破晓，阳光透过木质窗柩照了进来。跟你说了几遍了，主子吩咐过了，以后六皇子的戏不要再传给他，你怎么就是不听呢？我也说了几遍了，今日这封信对主子很重要，我必须要亲手交给他。你就那么喜欢挨罚，就非要受点伤你才满意是吗？见冷月无动于衷，还径直往前走，冷风干脆快走两步，两手一张就拦在了他跟前。我不许你去。我挨不挨罚是我的事，你若是再拦我，别怪我不客气。说罢一把推开他，就大步往前去了。你去，等你挨了罚，谁心疼谁是王八蛋。冷月并未理会他，三两步就来到了书房门口，正准备抬手敲门，门就被从里面拉开了。拿来。主子，这是冷柱亲自送来的信，说是10万火急，请您立刻过目。主子，六皇子的来信不再呈给您的事，属下还未来得及告知冷月，冷月并不知情，此事全因属下疏忽所致，请主子责罚。此事冷风已经多次告知属下，是属下一意孤行，若主子要处罚，属下甘愿受罚。退下。退下？是要让他退下，然后处罚冷月？主子，冷月他不是。回应他的是忽然合上的书房大门。冷月无语地睨了他一眼，傻子。书房内，傅九离捏着信怔怔地站了片刻。冷柱是他放在谢恒身边保护谢恒的，轻易不会离身，如今亲自前来送信，莫非真有什么要紧事？他不再犹豫，迅速将信拆开。胡家今日上门提亲，他要嫁给胡林了。
傅九离心里就像被堵了一团浸满了水的棉花，呼吸困难。难怪昨日他急着要把他送的人和东西都退回来，原来是要嫁人了，还是嫁给胡林。傅九离在书房里坐立不安了1刻钟之后，终是待不住了，从书房中的密道离开了。南阳侯府，沈南星昨日将4个乔和暖安暖宁打发回了离王府，又将傅九离送给自己的阴阳铜管和银镯还了回去，心中很是忐忑不安，整夜都在辗转反侧，忍不住不停地去想他的反应。他会在乎吗？会伤心难过吗？会来找他吗？春杏，我兄长在何处？侯爷和少爷在前厅呢。沈南星收拾妥当后，就匆匆往前厅去了，想叫他去帮他打听一下傅九离如今是何态度。未曾想路过花园时，一道黑影掠过，竟将他掳走了。被人掳走还如此配合的，本王倒是头一回见。青天白日强抢民女的9000岁，民女也是头一回见。都要嫁人了，沈小姐还抱着别的男人，似有不妥。嫁人？我何时要嫁人了？说话间，抱着男人腰身的手不仅未松，还更紧了几分。半月未见了，他很想他。胡林配不上你。又顿了片刻，你别嫁给他，好吗？他这是何意？他何时说过要嫁给胡林了？他怎么可能嫁给除了他以外别的男人？但既然他都如此说了，沈南星松开手，从他怀中退出，又后退了几步，与他隔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胡林很好啊，他长相英俊，聪慧过人，也没有妾室通房，还救过我的命。要说配不上，那也该是我配不上他。我一介合离之身，他都没嫌弃我，我有什么可嫌弃他的？他心底沉甸甸的，面上却仍是一派淡漠的模样。你现在成亲不妥，西宁那边不太平，南疆也一直蠢蠢欲动，陛下可能随时要你带兵出征。你西宁有吴将军在，不会出乱子。南疆近来也不会有大动作，且我兄长回来了，他武功比我好，怎么也不会再让我一个女子去冲锋陷阵。我祖父已经年迈了，我年龄也不小了，总归要嫁了人，我祖父才能安心。其实胡林已经很不错了，当初还是你为我精心挑选的，不是吗？反正你又不愿娶我，我嫁给谁不是嫁？若是嫁给他，你会快乐吗？不会。那你又何必？那你说怎么办？如今这世道对女子并不那么友好，我和离回娘家，时日一久，必然会遭受诸多非议。纵使我自己不在意，可我祖父和我兄长定会在意。我不想让他们身处流言之中，这是其一。其二，我祖父已经年迈，我一日不嫁人，他就一日放心不下我。我不想让他一把年纪了，还要为我操心这些事。而且胡林是你为我挑选的，我相信你的眼光。可他曾经……那次他是被下了药，我不怪他。9000岁若是没有其他事情，我就先回去了。说完转身就走，看起来毫不留恋，实则步伐很慢，心底在默默计数，1步、2步、3步，连光天化日之下入府抢人这种事情都做出来了，人都抢出来了，他才不信他会就这般容易放他离开。4步、5步、6步，身后依然静悄悄的。沈南星越走越没有自信，心底控制不住的忐忑起来，步子也越迈越小，就很生气，狗男人这般孬种的吗？若是他就是不叫住他，他该如何是好？总不能真的离开，他好不容易才见到他。7步、8步、9步。沈南星，他先是一怔，随后心中一喜，很快那股欣喜就蔓延到了全身，化作星光跳跃到了漂亮的眸中。沈南星，那道声音稍稍拔高，又喊了他一次。他立即转身，两只手提起裙角，像一只欢快的小鸟儿般，朝着远处那道魂牵梦萦的黑色身影飞奔了过去。他像一个火红的小太阳，扬起灿烂的笑脸，一头扎进了他怀里。他稳稳地接住了他。傅九离，傅九离，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啊。那你要如实回答，不许说谎。
你问，你是不是心悦我？傅九离下意识就想要否认，可对上他漆黑明媚的眼眸，那已迅速杜撰好的瞎话便哽在了喉中，如何也说不出来了。你其实根本就不喜欢我，是不是？所以你才一次又一次劝我嫁给别人，你就是嫌我烦，所以你这些时日在躲着我。你放心，我日后不会再烦你了。他抬手狠狠抹了一把泪，转身就要跑，却被人一把拽住手臂，一个旋身就被扯进一个结实冷硬的怀抱里。紧接着他的后脑勺被一只大手扣住，还未反应过来，男人的俊脸骤然在他眼前放大，下一瞬他的唇被一抹温热堵住了，双唇紧贴。沈南星含着泪的双眼睁大，满是错愕，但也只愣了一瞬，他的一双玉臂就攀上了男人的脖颈，主动回应起来。两人热烈地亲吻对方，似是要把心底压抑许久的思念全都倾泻出来。澄澈的碧空下，一对璧人吻了许久。傅九离，你就是个王八蛋！你不是让我嫁给别人吗？你这又是在做什么？你凭什么亲我？你又不喜欢我，你就会欺负我。看着女子眼眶通红，满脸泪水，他上前一把将人捞进怀里，不顾她的反抗，紧紧抱着。乖，别哭了。王八蛋！好，我是王八蛋。你就会欺负我，你又不喜欢我，你还亲我。我喜欢你。话落，天地间一瞬间就安静了下来，似乎连风都止住了脚步，想要偷听。你刚刚说什么？我没听清。他双手捧起她的脸，俯身在她水润的红唇上轻轻咽下一吻，一触即分。我心悦你，沈南星。沈南星刚刚忍住的泪，忽然不受控制又落了下来。怎么又哭了？你先前以为我不喜欢你，你也哭；如今我承认喜欢你了，你还哭，这般爱哭，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是你自己说喜欢我的，是也不是？是。那你不许反悔？不反悔。那我们拉钩。沈南星说着，朝他伸出了秀气的小指。拉钩上吊，100年不许骗，谁骗人谁是小狗。傅九离只低头看他，嘴角噙着一抹笑。待他念完，又配合着他将两人的大拇指合拢，这就算盖过章了，不能反悔。我们得赶紧回去。回去做什么？天都没黑，他还没与他待够呢。胡家今日去侯府提亲，得让老侯爷回了这门亲事。沈南星眸光流转间，又联想到他先前酸溜溜说他要嫁人的话，很快就想明白了其中关节，定是胡家今日上门了。至于提亲，应当是胡家为双儿向兄长提亲，虽不知为何会是女方上门提亲，但定是这般不会有错了。心里有了底，沈南星便想着逗一逗他。这门亲事挺好的呀，为何要回了？你觉得这门亲事很好？是啊，挺好的。你还要嫁给胡林？他一把握住女子手腕，将她拉到身前。那我算什么？你不想让我嫁给胡林，那我应该嫁给谁？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后，他终于憋出了那句话：你愿意嫁给我吗？沈南星眉眼一弯，唇角扬起，白净漂亮的脸庞倏然绽开了一抹笑容。我愿意嫁给你，傅九离。看着女子熠熠生光的璀璨笑脸，他荒芜黑暗的心底洒进了耀眼的阳光。他不自觉微微俯身，缓缓靠近她的脸庞，感受到她的气息弥近，他闭上了眼睛，长而浓密的睫羽轻轻颤动，他嫣红水润的唇近在咫尺。他终于克制不住，纵容着自己靠近，最后将那诱人的红唇擒住。原本轻柔而克制的吻，随着女子的回应逐渐加深，也逐渐疯狂。不知何时，也不知是谁先领的头，两人亲吻着倒在了干净柔软的草地上，气息急促，难舍难分，直到灼热的气息扑上了纤细的脖颈，
沈南星混沌的脑子才有了片刻清明。他双手撑住男人的胸膛，将他推开些许。南星，傅九离，声音又慈又郁。沈南星面色一僵，他再这么说话，他就要把持不住了呀。傅九离，你又轻薄我。傅九离一愣，很快就意识到了他们当下的模样有多不像话。广袤的草地上，以天为被，以地为席，他竟将他压在了身下。一向冷静自持的男人蓦然慌乱了，他连忙从他身上翻身下来，又将人抱起，手忙脚乱地为他整理头发和衣衫。南星，对不起，我不是……傅九离，我知道你心悦我，却没想到你竟如此急不可耐了，你还未去我家下聘呢。南星，你别解释了，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1个月后，我去侯府下聘。傅九离说完这句话，便没来由的有些紧张，静静地等着女子的回应。可他等了好一会儿，也没听到任何动静。你不愿意吗？不愿意。既然沈小姐不愿意，那我……怎奈话还未说完，他就被一道火红的身影猛地扑倒在草地上。我说你这人怎么喜怒无常的？方才还柔情蜜意的，这才多大一会儿就翻脸不认人了是吧？你还凶不凶我了？我何时凶你了？你刚才就凶我了，你冷冰冰的，你还叫我沈小姐，哪有你这样的？高兴喊南星，不高兴就喊沈小姐。是你说不愿意。我说不愿意，有什么问题吗？你就不能明日就去我家下聘吗？为何还要等1个月？1个月就是30日，为何还要等那么久啊？你明明都已那般急不可耐了。你说不愿意，事情1个月太久？那不然呢？聘礼还要时间准备，没那么快。你说1个月，是因为要准备聘礼？傅九离脸颊有些微微发烫，轻轻嗯了一声，算是认了。聘礼不用那么麻烦的，我不在意，你就随便拿点什么来，我都嫁。你明日就来下聘。可我在意。嫁给他已是委屈了他，他不愿在旁的地方再叫他受一丝委屈。30日也太久了，你要么10日？10日太短了，诸般筹备来不及。你是要去天上摘月亮吗？要买什么东西10日还不够？傅九离眼中划过一丝无奈，在心中重新和气了一下。20日，如何？再短的话就太仓促了，如何也来不及的。15日。南星。沈南星抽了抽嘴角，干脆别叫傅九离了，叫傅小狗好了。在他的这种小狗一样的求怜爱眼神下，沈南星败下了阵来。好，就20日。两人一番讨价还价，定下了下聘的日子后，才想起来是时候该回去了。我被人掳走这么久，祖父该着急了。是得回去了，得让沈老侯爷回了胡家的提亲才是。乖，你该叫他祖父。傅九离将沈南星送回了南阳侯府的后花园，先前将他掳走的地方。你先回去休息，我去找沈明，让他去周旋，退了胡家这门亲事。胡家是为双儿妹妹向我兄长提亲，你这么急着让我兄长退亲，莫非你也看上了双儿妹妹？不是胡家为胡林向你提亲吗？你听谁说的啊？我可没这么说过。怎么，你今日忽然跑来将我掳走，是以为胡家要向我提亲，怕我被胡林抢走了？你……傅九离此时此刻如何还不明白自己是会错意了，是自己关心则乱了。一方面羞恼于六皇子那封不明不白的信，一方面又觉得庆幸，若是没有今日这一遭，他与他也不会如此这般。你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说完逃也似的离开了。待原地只剩他一人，沈南星眉眼弯弯，勾着唇，心情极好的往前厅去了。不知兄长答应了与双儿妹妹这门亲事没有？藏在暗处的冷夜，先前没想明白的事情，这会儿也算是看明白了。主子这般安排，哪里是有什么深意，分明就是情意。还有主子那破了道口子的嘴唇。冷夜眸中闪过一丝兴奋，瞧他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小主子有望了。沈南星一路轻快地来到前厅外面，还没进去，
就看到一个白发人影鬼鬼祟祟的躲在窗沿边上，探头探脑的。他眉头一皱，稍稍运气，闪电般出现在了那道人影身后，一把按住了他的肩膀。你是谁？在这做什么？那道白发人影俨然吓了一大跳，身体猛地一抖，一只手冲他咿咿呀呀的比划着。沈南星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他前些日子在梅院看到过的老花匠。夏荷说他脑子有点问题，他上次被夏荷挡住，没看清他的脸，今日才看到他的脸，只是不知是受过怎样的伤，已经完全看不出本来面目了。老伯，你不是梅院的花匠吗？怎么到这来了？老人用手比划着，一会儿指指窗檐下，一会儿又指指外面，还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沈南星明白过来，这老人是个哑巴。老伯，我那里有治疗脸上疤痕的药，效果很好的，晚些我让人给你送过去。没想到老人却似乎有些着急，连连摆手，一会儿又指指自己的脸，指指自己的喉咙，啊啊的，不知道想要说什么。你是说你的脸不用治？老人冲着他连连点头，喉咙里发出咕噜声。你是觉得我的药太珍贵了，不值得吗？老人又是一阵点头。不用担心，这个药我那里还有好几瓶呢，你放心用就是。老人还在摆手，又摇头，似乎有些着急，啊啊的想要说什么，又说不出来。这时，沈南星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下意识回过头去看。妹妹，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怎么不再多睡一会儿？用过早膳没有？这还早啊，都快要到用午膳的时辰了。说话间，两人已到了他跟前。沈老侯爷问：来了怎么不进去？站在外面做什么？小心吹了风，染了风寒就不好了。我方才看到这位老伯。话到一半就止住了，他身后的老花匠不知何时已经不在了。沈老侯爷看向已经出现在远处的老花匠，皱了皱眉。哦，你说他呀，总是神神叨叨的，好像脑子有些问题。他养花很有一套，也没什么坏心眼儿，索性侯府也不缺这点银子，就养着他了。沈南星听后点了点头，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他伸长脖子往两人身后看了看。啊，胡家的人呢？他们不是来提亲的吗？这就已经走了？他不提还好，一提起这事，沈老侯爷因为见到孙女而摆出的和颜悦色的面容，顿时又冷了下去。沈北月，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跟你妹妹说。祖父竟喊兄长全名了。哥，你做了什么？怎么把祖父气成这样了？要知道，祖父平日里都是亲昵的喊他们北月和南星的，只有非常生气的时候才会喊他们全名。印象中，上一次祖父喊兄长全名，还是在许多年前的一次皇家狩猎中，兄长贪玩在林子里走丢了。哥，你做了什么？妹妹，这事你就别问了。哼，你妹妹怎么就不能问了？你还知道丢人呢？你可知道你这般做，胡家姑娘该如何接受？旁人又会如何说她？我本就没有同意娶她，谁让您擅自同意胡家来提亲了？我前些日子就与胡尚书说过了，等你的脸好了，再安排你与他闺女相看。他当着面答应的好好的，谁知道他怎么今日忽然就带人抬着礼上门了？他说他家闺女不看重男子的外貌，只要品行好就行了。这些你不是听到了吗？你不就是觉得自己脸没好，怕人家姑娘看不上你吗？人家姑娘都说了不嫌弃你的脸了，怎么你还不识好歹，嫌弃人家姑娘长得不好看？这事他不是这么看的。你什么你？不管怎么看，你今日当着胡尚书的面立誓，说你这辈子都不会成亲，他就是不对。你前面才答应了要与胡家姑娘相看，后面胡家来提亲了，你又说你不成亲，你这不是把人当猴耍吗？哪有你这样的？人胡家只会觉得你是看不上他们家姑娘，宁愿说出这种胡扯的瞎话，也要拒了这门亲事。胡家丫头长得水灵灵的，哪里差了？让你这般羞辱啊！啊！你让老夫日后怎么面对胡尚书，怎么面对同僚？看到祖父气得满面通红，直喘粗气，沈明一句话都不敢还嘴了，老老实实站在那里，低着头挨骂，生怕把老爷子气出个好歹来。沈南星一头雾水，听了半天，总算是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无语地看了沈明一眼，又好声好气将祖父哄回去休息。待祖父心情平复下来，他才又折回来找兄长。兄长已不在前厅，他在府中找了一圈，最后在池塘边把人找到了。你若是在位，这一池子的锦鲤今日都得撑死。妹妹，
你来了。不想笑就不笑，丑死了。叔叔，你为何要拒绝这门亲事？你不是答应了要与双儿妹妹相看的吗？这不还没相看吗？他只是想借着相看的机会，好好与她见上一面，如此便好。双儿妹妹长得很好看的，性子也软，你八成会喜欢。哦，对了，咱们小时候你不是见过她吗？她小时候就生得冰雪可爱，如今比小时候出落的又更好看了。没见过。见过的呀，好多次宴会上都有她，就是那个特别乖巧的小姑娘，总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没印象。尚书府，胡夫人坐在桌边，端起一杯热茶，看着已经在自己跟前来来回回走了不下100余趟的女儿，又是气又是笑。你可别再晃来晃去了，小心把娘的眼睛晃花了。赶明儿你与那沈北月大婚，娘可就不能亲手给你绣喜被了啊！娘，你胡说什么呢？娘，这都1个时辰过去了，你说爹怎么还没有回来呀？该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这才1个时辰，急什么？这也快要到用午膳的时候了。沈老侯爷向来礼数周到，定会留你爹用膳，哪有这么快回来？你日后可是要做当家主母的，还总这般沉不下气怎么行？眼见着女儿一张脸耷了下来，胡夫人话锋一转：哎，也是娘连累了你，女儿哪有不像娘的？娘年轻的时候也如你这般恨嫁呢。你别看娘如今总欺负你爹，当年也是对你爹一日不见如隔3秋，巴不得你爹一加官就立刻娶了我回去。那就跟你现在一个样。经过胡夫人一番开解，胡双儿焦虑的心绪算是平静了些。终于等到一个小厮过来禀报：夫人、小姐，老爷回来了。胡双儿面露惊喜，唰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一溜烟就跑远了。胡夫人扶额，自家女儿这德行简直没眼看。走，去门口接老爷。胡尚书吩咐小厮将马车从偏门赶进府里，再悄悄把礼物运到库房。看到小厮将马车赶走了，他才整了整衣冠，准备回府见夫人和女儿。先瞒着吧，能瞒几日瞒几日。他实在见不得宝贝女儿哭，也不想听夫人骂他没用。他深吸一口气，抬脚迈上台阶。万万没想到，他才迈第2步，就看到他的宝贝女儿正站在门口看着他，眼眶红红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双儿，你怎么出来了？外面风大，走，跟爹进去。爹，北月哥哥他是不是不要我？那怎么可能？爹的宝贝闺女，天下第1好，哪有人会舍得不要你啊？快别哭了啊！那他为何没有收下您带去的礼物？是嫌咱们准备的礼物不好吗？那里面还有他亲手为北月哥哥缝制的腰带和荷包，他这是没看上吗？胡夫人便是这时候来的，她只看了父女俩一眼，就猜想到了个中缘由。双儿，外面冷，先跟娘进去，娘慢慢跟你说。胡双儿怔怔的像失了魂，任由胡夫人将她搀了进去。胡尚书低着头，不远不近地跟在母女俩后面，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可即便如此，他还是看到夫人抽空扭过头来瞪了他一眼，那眼神分明是在说没用的东西。翌日天亮，尚书府的天塌了，胡双儿不见了。丫鬟小厮将整个尚书府找遍了，也没找着人，几个门房也都说没见到小姐出去，把胡尚书急得团团转，连早朝都告假了，没去上。胡夫人却是急了一阵之后冷静了下来。先别找了，那孩子8成是去找沈北月了。我这就去侯府接他回来。别去，让他自己与沈北月当面把话说清楚也好。夫人啊，你是没见过沈北月那嚣张样，他说话可难听了，可不能让双儿见他。不许去。为什么呀？沈北月那就不是个好东西，不能让双儿受欺负呀！我得去。去什么去？你老实在府里待着。胡夫人眼珠子一瞪，胡尚书的气势就弱了下去，一句不敢再犟了。双儿不会希望我们去打扰的，她也长大了，有些事情她必须要学会自己去面对。昨夜与女儿聊天，她把能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大道理也说得足够多。这世间唯独爱情一事是勉强不来的。她的双儿与她一般死心眼，但运气没有她好，她看上的男人正好也爱着她。胡夫人也心疼女儿，
可没法子，双儿这番苦头看来是非吃不可了。那戴着半边黑色面具的男人刚一走出府门，胡双儿就快速冲了过去，扬手一张就拦住了男人的去路。北月哥哥，好久不见。小姑娘，见到个男人就叫哥哥，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北月哥哥，我是双儿，你不记得我了吗？男人眉头紧蹙，状似认真想了想，忽然拍了下脑袋。是你呀？是我。走，有什么话我们到那边慢慢说。好。然后就乖乖跟着男人一路去到了巷子深处。北月哥哥，双儿妹妹，昨日就是你爹来侯府提亲是吗？你想嫁给我？原来北月哥哥昨日拒绝爹爹提亲，是没认出来那是他爹，今日见着他才想起来。听说北月哥哥当年是摔到脑子失忆了，那没认出他爹来也是正常的，但他今日一见他就记起他来了，那便说明他在他心里是特别的。可我还不想这么早成亲。胡双儿抬头想说他也不急，他们可以先定亲，可才一抬头就看到了男人眼里轻佻的笑意。不过你既这般想嫁给我，我倒是可以考虑先纳了你。你今日便跟我回府，如何？哥哥以前的那些女人可都没有你这般姿色，今夜哥哥就让你好好快活一番。他指尖挑起胡双儿的下巴，俯身就要亲上去。沈北月，你禽兽！怎么，你不是喜欢我吗？不让碰。沈北月，我讨厌你！小姑娘一双眼红得像只可怜的小兔子，抬起袖子掩面，呜呜哭着跑开了。男人目视她离开，抬手抚了下被她打过的脸颊，眼底的轻佻戏谑已全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暗沉。对不起，双儿。他时日不多了，他还有许多事必须要去做。暖安、暖宁，你们不是回厉王府了吗？怎么回来了？主子和9000岁都要成亲了，我们自然要回来了。不止我们，4个轿夫也回来了呢。还有9000岁送给我们小姐的银镯子，还有戴脖子上的铜管都回来了。沈明一愣，沈南星笑着对3个丫鬟道：“你们先出去，我与我兄长说说话。”是。 3个丫鬟笑吟吟地退了下去，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浓浓的喜意。哥哥，你快帮我看看哪个颜色最好看，我要做新衣裳。沈明看向桌上的几匹布料，缎面光滑，在灯下流光溢彩，色泽极好。他在东来为相多年，自是一眼就认出了这些布料是皇家专供的流光锦，价值连城，至少外面买不到。南阳侯府也是没这东西的。傅九黎送的。要与傅九黎成亲了。他可来下聘了，就这几匹布料就把你收买了。哎呦，不是的，他说准备聘礼20日，待20日之后就来咱们家下聘。这些布料他就随便送来的。祖父可同意了？哥哥。祖父还知道不知道是吧？沈南星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你胆子倒是大，瞒着祖父就敢与人私定终身了，连下聘的日子都偷偷定好了。若是我今日不来，你是不是打算连我也瞒着？那哪能啊！我本来准备昨日就告诉你的，可你昨日心不在焉的，我没找到机会说。沈明想起了昨日被自己喂多了鱼食撑死的那一池子锦鲤，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怎么回事？傅九黎来找你了？他终于肯直面自己的内心了。沈南星面色羞红，但还是一五一十将昨日发生的事情向兄长交代了，只掩去了两人之间些许亲密的举动。沈明听完后，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妹妹与傅九黎在一起了，他日后也能放心的离开。祖父那边，你就不用担心了，傅九黎他自己就能搞定。哥，就他那性子，倒是往祖父面前一站，说要娶我，我担心祖父气出个好歹来。祖父本来就不喜欢他。祖父不同意，那你就不嫁给他了？那可不行。哎呀，哥哥，别担心，你上次去幽冥谷不是带回来了许多补药吗？等傅九黎来下聘那日，你提前给祖父吃一些，到时候定不会让他气坏了身子。沈南星鼓着一张脸看他，
显然是对他的提议不满意。这事你就放心交给傅九黎吧，莫非你对他连这点信心都没有？沈南星确实没有信心，他之前在祖父跟前试探过好几次，没有哪一次祖父是松了口的。沈明见妹妹确实担心，收起了笑意。好了，若是傅九黎实在说服不了祖父，哥哥就暗中助他，这样行了吧？谢谢哥哥，就知道哥哥你对我最好了。他的兄长是什么人？那可是赫赫有名，传闻中智多近妖的东来丞相，有什么是他搞不定的？不用谢，毕竟他可没准备真的插手。若是傅九黎连这点困难都解决不了，也配娶他妹妹？哥，你这时候来找我，可是有什么事儿？如今京城这边已经无甚大事了，咱们这2日就去一趟寒山寺，见见祖母吧。你是说去问祖母关于爹的身世？鬼面男人前些日子被他自己反噬，身受重伤，这才没法来找咱们的茬。若是等他的伤恢复了，定然不会善罢甘休。在这之前，咱们得先弄清楚他的身份。还有，既然他不是爹，那爹如今又是否还活着？好，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明日便出发。这么着急吗？沈南星有些为难，他约了傅九黎明日去城外骑马。寒山寺路途遥远，咱们一来一回差不多得要半月10日，回来正好赶上傅九黎给你下批。司马，你时间不方便？我要跟傅九黎约会？哪有？你胡说！我时间方便，咱们就明日出发。好，那你提前准备行装，咱们明日一早就出发。说完就大步离开了。哼，还没成亲就想跟他妹妹约会，傅九黎想都别想。黎王府，管家正拿着一张长长的礼单，向9000岁逐一说明每一项的采买进度，以及每样物事大约什么时间可以入府。其实昨日才将各地采买的人手安排出去，这才过了1日，哪里就有进度了？可耐不住9000岁今日就要照他来问，他也只能挑那些在京城就能买到的已经办妥的说。说着说着，额上的汗水越来越多，着实进展太少，不值一提。礼单给我。管家战战兢兢地垂着头，双手捧着礼单奉上。傅九黎接过礼单，看到一长串的礼单上只有10余项后面划了勾。冷夜，出来。自4个轿夫与暖安、暖宁回了南阳侯府后，冷夜自然就回到了主子身边。礼单上的东西，务必在半月内备齐。冷夜一听，骤然瞪大了眼，懵了。他堂堂一个暗卫首领，何时做过这等采买的活？让凤卫去做，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是。无论是要办何事，只要主子愿意动用凤卫，那便是好事。冷夜眼眸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双手颤抖着接过了主子手中那张长长的单子。然而一眼看去，他就愣住了。锹珠、玲珑瓷瓶、翡翠玉石、绫罗绸缎，这都什么玩意儿？冷夜不死心的在单子上寻着，看有没有别的发现。终于，飞鱼双剑、绣弩、神弓，这不是兵器吗？冷夜兴奋地瞪大了眼，主子终于想通了。可在看到后面写的数量时，又觉得不对。既是要买兵器，只1、2件怎么行？哪里够凤卫用的？主子，这兵器数量是否太少了？少吗？好像是少了些。他素来喜爱舞刀弄枪的，他想了想道：那便再加1杆桃花枪，1根红缨鞭。此外，让凤卫多方寻觅，有适合女子用的上好兵器，都买回来。冷夜更猛了，凤卫都是男子啊，为何要买女子用的兵器？还有问题？主子，您这些东西买了是用来聘礼。冷夜惊了，他怎么就忘了主子昨日才把沈小姐掳走了一回？他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便心情极好的领命离开了。主子要娶妻，那很快就会有小主子，到那时主子假太监的身份就藏不住了。若是继续留在北岳，便是满门抄斩的欺君之罪。就算是为了保护夫人和小主子，主子也会选择回西宁继承皇位的。他们在北岳蛰伏多年，总算要有出头之日了。管家和冷夜都离开后，傅九黎坐在书案后，手指一下一下轻轻扣着书案，凝眉沉思着。他此次动用凤卫，除了看中凤卫的力量，为了能快些买齐礼单上的聘礼之外，实则还有另外一层用意。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
像他这般手握重权的权臣，大多最终没有好下场。他以前孤身一人倒是无所谓，能活多久以及结局如何，向来不在他所关心的事情之列。可如今不同了，他就要娶她为妻，他若要护她一世安稳，就必须站在权力之巅，否则总有被人掣肘的时候。太阳落山了，夜黑风高之际，书房的门被哗地推开了，随着风一并闯入的是一个笑容明媚的红衣女子。傅九离蓦然抬头，才刚看清女子灼热的笑脸，下一刻他已撞入了她怀中。怎么总是这般冒冒失失的？傅九离，怎么这时候来了？我想你了。沈南星俏皮一笑，捧着她的脸就在她的唇上亲了一口。你有没有想我？别闹，你这么晚出来，你祖父和兄长会担心的。我让冷月送你回去啊。那你有没有想我吗？你说想我了，我就回去，怎么样？过了好一会儿，他的喉咙里才溢出一个轻轻的字。我就知道你想我了，我也想你了，所以为了解你相思之苦，我就自己送上门了。时间不早了，你该回去了。好吧。沈南星从他身上下来。我今日来找你，不只是因为想你了，还有件事要与你说，说完我就走。我明日要与我兄长去一趟寒山寺，去找我祖母问一问我爹和那个鬼面男人的事。这一去就是半个月呢，咱们约好的明日要一起骑马的，只能延后了。好，我派些人与你们同去，护你们周全。他自然是想同去的，但他忙着筹备聘礼，还要讨好祖父，实在是抽不开身了。此次一别便是半月时间，1连半月你都见不着我，你一定会很想很想我的。所以你要不要亲亲我？沈南星双手捧着自己的脸，凑到傅九离跟前，还贴心地闭上了眼睛。傅九离的内心略微挣扎了下，他亲了上去，本想蜻蜓点水，可一碰上就被他缠住了。这一吻持续了许久，久到沈南星又快要憋死了，而男人却仿佛一点停下来的意思都没有。我要走了。暗处看到沈南星跑出来，冷风一脸苦涩。你看，这个女人被主子赶出来了吧？我就说要拦下她，先与主子通报再说。你偏不许拦，这下好了，主子定要怪罪我们玩忽职守了。哎，一会儿等主子怪罪下来，你就说你那时候去如厕了，是我一个人玩忽职守。毕竟府里的暗卫侍卫也都听我的，听见没？冷风说完未听到回应，扭头看向冷月，就见他双手抱在胸前，似笑非笑看着自己。你这是什么眼神啊？我刚说的你记住了没？就按我说的做。主子不会怪罪我们。你刚才没看见沈南星那个女人被赶出去了吗？你哪只眼睛看到她是被赶出来的？她明明就是被赶出来的，不然她跑什么？冷月摇了摇头，不与傻子论短长。那你看一会儿主子会不会罚我们？劝你对沈小姐客气些，否则……他抬手做了个抹脖的动作，潇洒离开了。蠢死了，主子唇角那么大个疤，一看就是被女子啃咬过的。冷月心情极好，离王府要有女主人了。次日一早，南阳侯府外，沈明与沈南星兄妹俩收拾好行装，就准备坐上马车出发了。沈老侯爷唠唠叨叨叮嘱了许多话，还是觉得不放心。要不祖父与你们一同去吧？您去凑什么热闹？若是遇上危险了，你又帮不上忙，还要给我们拖后腿。臭小子，有你这么说自己祖父的吗？祖父，您这身子骨哪里还经得住这么长时间的跋涉呀？您啊，就乖乖待在家里等我们回来啊。沈老侯爷想了想，也是。那你们在路上一定要小心为上，若是遇上贼人，保命要紧，知道吗？知道了，这句话您都说了8遍了。一旦遇到贼人，我们立刻把钱财丢给他们，拔腿就跑。这下您可以放心了吧？早晨风大，您快回去吧。你们先走，祖父看着你们走。兄妹俩劝了几句，劝不动，索性作罢，两人坐上了马车。然而马车夫才扯了一下缰绳，马车方才淋滑出，远处就有一个侍卫模样的人快速跑来了。那人小声对沈老侯爷说了句什么，沈老侯爷勃然大怒：南星啊，我可怜的孩子，谢廷玉这个畜生通敌叛国呀，他还欺你辱你，还差点害死你，
他这样的畜生竟然还能活着，天理何在呀？天理何在呀？沈南星一时间默然了。谢廷玉不是差点害死他，上一世他是真的害死了他，还有祖父春姓张伯。他的手指攥紧，指甲深深陷进肉里，手却被一只温暖的大手包裹。他一抬眼就对上了兄长担忧的眼眸。妹妹别担心，她不会有机会活着的。既然谢廷玉不愿体面的死去，那便千刀万剐好了。出了此事，兄妹俩要去寒山寺找祖母的行程也就暂时搁下了。沈老侯爷伤心地说了一通之后晕了过去，将沈老侯爷扶到床榻上安置妥当后，沈明将妹妹送回了他的院子。今日起早了，还没睡好吧？好好补个觉，睡一觉就什么都好了。哥，别做傻事。谢廷玉那么大的罪过，纵使死罪免了，活罪也是难逃的。咱们先等等。好，哥哥知道了，等陛下的处置下来再说。沈南星疲惫地点了点头，沈明才离去了。他并未听兄长的话去补觉，兀自坐在窗前发呆。郑凝眉思索着，他的头顶忽然被笼罩了一道暗影，遮挡住了窗外的阳光。下意识抬头，就对上了傅九离那双黝黑的眸子。你来了。在想什么？在想谢廷玉。我在想怎么才能取他狗命。端妃已死，留下遗书要以命换命，陛下既已同意，那这次要暗死谢廷玉是不可能的。然他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明日群臣就会联名上书陛下，建议将谢廷玉流放到极寒之地，到时让他死在流放路上并不难。如此处置，你可满意？群臣愿意听你的？不愿意。沈南星眼皮又垂了下去，懒得看他。但他们都有把柄在我手上。沈南星恍然，是啊，东厂人手遍布北越，甚至另外3国，手中密信只多不少，有朝臣们的把柄可太正常了。让他在流放之前再游个街，如何？与此同时，大理寺监狱，沈明躲在暗处捏碎了一颗药丸，守在监狱门口的一队狱卒悄无声息倒地了。他如鬼魅般一闪身就进了监狱甬道，一路上又劈晕了一队巡逻的狱卒后，他顺利找到了关押谢廷玉的牢房。你是谁？你要做什么？你别过来！他走了进去，抬手随意一挥，谢廷玉的右手食指就飞了下来，溅起了一片鲜血。谢廷玉面色扭曲，张嘴就要痛呼出声，却在张口的刹那被塞了一团破布堵住了嘴，只能从喉咙发出呵呵的声音。沈明眼神冰冷，第2次举起了长剑，这次对准的是他的右手中指。只未曾想，在他第2剑劈下时，竟被一把宽大的刀横在了剑下。公子住手，是我。沈明看清对方的模样后，抬手就是一掌，将谢廷玉给劈晕了。你是修罗？是。9000岁派你来的，为何阻止我杀他？主子已有妥当安排，公子莫要冒险，不值当。我已卸了他一根手指。公子但先离开便是，有修罗善后，保公子无事。若我非要杀他呢？公子若要一意孤行，修罗自是拦不住。但主子有言，若您要做什么，先想想您妹妹再做决定。哼！沈明一甩袖子，径自离开了牢房。第2日朝会上，刘御史率先上书。陛下，谢廷玉通敌叛国，险些酿成大错，纵有端妃以命相求，免其死罪，也该有合适的处罚，如此才能对北越百姓有个交代呀。北越帝的面色瞬间沉了下去，他昨日才失了爱妃，心情本就沉痛着。端妃唯一的遗愿就是玉儿能活着，是以他昨日就已下了口谕，免了玉儿死罪。那你说该如何处罚？刘御史身体狠狠颤了一下。北越朝风言论自由，他纵是惹了陛下不悦，最多挨一顿陛下的眼刀子，但若是惹了那位，不敢想。陛下，臣认为只有将谢廷玉流放到最北边的蛮荒之地，方可平息民怨。最北边，那可是极寒之地。请陛下下旨，将谢廷玉流放至蛮荒之地，以平民怨。北越帝一口气差点没上来，环视一圈，最后将目光落在唯一站着的傅九离身上。
傅爱卿，此事你怎么看？臣附议。半日后，有圣旨下到了牢狱，着谢廷玉流放至蛮荒之地，明日午时绕城1周后出发。谢廷玉是在极端的恐惧中晕过去的，再度醒来时是被一大盆冷水浇醒的。大胆，竟敢拿冷水浇本王，是不想活了吗？嘿嘿嘿，你们听到了吗？他竟敢自称本王！他身后跟着的几名狱卒也跟着大笑起来。你们笑什么？还不快拿衣服来给本王换上，否则等本王出去了，定要尔等小命！他还想要我们的命，笑死人了！别做梦了，还以为你是高高在上的王爷呢。你什么意思啊？谢廷玉的心顿时揪起，眼神也警惕起来。母妃前日夜里来见他，说了已经想到法子救他出去了，让他只安心等着便是。今日这又是什么光景？他还没想出个所以然，就见眼前的几个狱卒朝两边分开了，露出了身后满脸肃穆的贵公公。贵公公，贵公公，是不是我父皇让您来的？您来接我的是不是？父皇是要放我出去了是不是？他的双眼瞪得极大，眼中满是希冀，可贵公公却叹了一口长气。贵公公，谢廷玉的眼中逐渐漫上了恐慌。贵公公打开圣旨，本欲宣旨，想了想，又将圣旨合上了，递给谢廷玉。殿下自己看看吧。谢廷玉一颗心砰砰跳得极快，他颤抖着双手将圣旨接过来，然后缓慢打开，直至瞥了一眼圣旨的内容之后，整个人颓然瘫软在了地上。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不，父皇不会这么对我。贵公公，贵公公，是不是哪里搞错了？一定是哪里搞错了，这不是父皇的意思，对不对？对不对？我要见我母妃，我要见我母妃。贵公公，你去找我母妃来。贵公公却不发一言，任由他摇晃自己的双腿。贵公公，求你了，我要见我母妃，你帮我找我母妃来好不好？端妃她自尽了。叶儿，你怎么来了？你的病好了，是神老神医把你治好的？不是，没有什么神医来，是我听到丫鬟说你被流放，我努力醒过来的。你来这里做什么？你知不知道可能会牵连到你？芷柔呢？是不是还在府里？你赶紧带芷柔离开，走得远远的。芷柔那里还有100两黄金，应当够你们用了，永远别再回来。我不走，我要与你一起流放，我不要与你分开。不行，芷柔有孕了，你得带着她离开，照顾她。玉哥哥，你说什么？叶儿，别再耽误时间了，那是我第一个孩子。谢廷玉还想说什么，余光忽然瞥到不远处兵部侍郎石磊正朝这边走过来，连忙用力把沈之意往外一推。带芷柔走，快！他早就不在府里了，他丢下你跑了，府里所有人都走光了。正在此时，兵部侍郎石磊到了，他看了一眼谢廷玉，又睨了一眼地上的白衣女子。是你？你是谢廷玉养的外室？玉哥哥，你说呢？我是你养的外室吗？是。本官明白告诉你，你若是他的外室，此番他获罪与你无关；若是妻妾，则需一同流放。所以，你到底是他的什么？石大人，您父是谢廷玉的妾室，愿意承担罪责，与夫君一同流放。沈之意，你疯了！你知不知道蛮荒是什么地方？你当流放是什么好玩的事情吗？那里很冷很苦，你自小锦衣玉食，你受不了的。沈之意，你清醒一点可以吗？玉哥哥，依儿不怕苦，依儿只想跟你在一起。他说完，不再去看他的反应，回过头看向石磊。石大人，我与夫君夫妻一体，本该同担罪责，一同流放。给我带镣铐吧。石磊往一旁眼神示意了一下，
立刻就有侍卫拿来了手铐脚镣，并一个枷锁要给沈之一戴上。却在要套住他的手腕时，镣铐被一个力道打落在地，一男一女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史大人，我北越国女子婚配，向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此女乃下官家中庶女，下官从未将她许配给任何人。小女不懂事，只因年少时曾爱慕靖王，是以在此胡说八道。下官这就领她回去。小女今日打扰了史大人公务，下官改日定亲自登门谢罪。得到石磊颔首后，男人又来到沈之意面前，居高临下看着他。起来，跟爹回去。你娘本就病了，别让她再为你这些小事操心。爹，女儿与玉哥哥情投意合，势必是要与他在一起的。若是此生不得与玉哥哥相守，女儿也不活了。他忽然从袖中抽出了一把匕首，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男人面色骤变，正要发火，想了想，又忍住了脾气，看向身旁的女子。你向来主意多，你想想办法呀。可那女子并未看他，目光却是落在谢廷玉身上。这个流放犯人身上的味道，是他的血骨。嫣儿，帮个忙。慕容嫣蓦然怔住了，她扭头看向身旁的男人，一模一样的容颜，一模一样的声音，只是她知道他不是她的沈牧。好，我帮你。她看向沈之意，你一意孤行，非要跟着他一起流放，是不是以为他爱你？你什么意思？慕容嫣轻笑一声，走过去，一手拽起谢廷玉的手，另一只手抢过沈之意手中的匕首，就快速在谢廷玉手腕上划了一道。你干什么？慕容嫣没理他，转而又将匕首转了个方向，利落的在自己的手腕上也划了一道。取血骨。你是那个女人，不要！你做什么？沈燕脚一抬，就挡在了沈之意身前，不让他靠近慕容嫣。出来！在众人的惊愕目光下，一只通体金黄的、长相怪异的小虫子从谢廷玉手腕上的血线处缓缓爬了出来。那只小虫子整个身子刚一出来，就如一道金线般，嗖地没入了慕容嫣的袖口里，消失不见了。谢廷玉骤然睁大了眼眸，倏忽浑身脱力，软倒在了地上。他双手抱头，面色青一阵，红一阵，白一阵，头脑剧痛，剧烈喘息了几声后晕了过去。玉哥哥，玉哥哥，你怎么样了？玉哥哥，你醒醒啊！玉哥哥，你怀中的男人并无性命之忧，不过是接受不了现实，不愿醒来罢了。这是安神丸，给他服下就没事了。接受不了现实？是，他接受不了自己因为血骨的作用，忘却心中所爱这么多年，而被迫与不爱之人亲近。什么不爱之人？你胡说！玉哥哥是爱我的，他是爱我的，他是爱我的。玉哥哥，未曾想他怀中的人忽然暴起，下一刻就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沈之意，我要杀了你！男人一双眼血红，暴力凶狠，直像一头猛兽般，眼中是赤裸裸的杀意。小子，你找死！沈燕面色一变，飞身过去，一脚就将谢廷玉踹开了，又蹲下身子准备扶起女儿。我来。你什么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只能碰我一个女人。沈燕抽了抽嘴角，蛮不讲理的女人，她懒得与她计较，她才不会碰她，她心里只有秋儿一人。等再过几日，她的功力恢复的差不多了，她就立刻逃走去给秋儿请神医。沈之意被慕容嫣拎起来也毫不在意，他捂着脖子使劲咳嗽，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待能喘过气来之后，他看向刚刚爬起的谢廷玉。玉哥哥，你爱过我吗？爱你？你给我下蛊，让我忘了我最爱的人是南星，你害我背叛了南星，让我好不容易娶了她，又伤害她，还差点害死她。爱你？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是他最讨厌的人，你配吗？我恨你，纵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足以泄我心头之恨。谢廷玉脑海中快速闪过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一点一滴格外清晰。南星，南星啊！我是为了救你的命啊！那时候你快死了，若是没有这血骨，你根本活不下来。我愿意死在那时候。若是死在那时候，我不会做出这些混账事，我永远都是他最爱的玉哥哥。沈之意嘴唇抖了抖，
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你看，他不爱你，你还要跟着他一起去流放吗？沈之意宛若失了神，只坐在地上默默流泪。谢廷玉则是忽然想到了什么，眼睛在周遭的人群里搜索着。南星，南星你在哪里？南星，对不起，玉哥哥对不起你。街道边的一座不起眼的茶楼里，2楼窗边立着2人。去见他一面吧。谢廷玉找遍了四周他目之所及的所有人，都没找到他此刻思之如狂的那个人。是啊，他怎么会来呢？他对他已然失望至极，想必连来看他的笑话都是不屑的。他再也见不到他了。就在他已经绝望之时，他垂着的眼眸中忽然映出了一片红色的裙摆。他抬头看着他的脸，一刻也舍不得移开，张了张口，试了好几次，才从喉咙中发出一道低得几乎听不清的沙哑声音：南星。谢廷玉，你以前都是叫我玉哥哥的。你记错了，那是沈之意叫的。他怎么就忘了？他向来最是小气了。以前自己与旁的女子说2句话都会吃醋的人，如今又怎会原谅自己与旁的女子行过敦伦之礼？喉头一梗，他猛地扭过头，吐出一大口血来。他看着如少时一般穿着他最钟爱的红裙的女子，一双眼被水汽糊了眼睛。以往他哪怕受了点小伤，他都担惊受怕，大惊小怪的，一个小小的伤口也要亲手帮他包扎。可如今他哪怕吐血了，他的眼里也未为他泛起哪怕一丝波澜。他是真的不爱他了。南星，我是被下了蛊，否则便是让我死，我也绝不会伤你分毫。对不起，你能原谅我吗？这种问题你没必要问南星，你只需要问问你自己，若是以前的谢廷玉，可会同意让南星原谅你？谢廷玉颓然地跌坐在地上，目光恍惚。若是以前的谢廷玉，不会舍得他受一丝一毫的伤害，哪怕伤害他的那个人是自己。谢廷玉，你并不无辜，你被下了蛊，你的情谊固然受到蛊虫的影响，可你的良知没有。我作为为国出征的将军，你纵然不爱我，你也不该为了一己私欲与敌国勾结，要置我于死地。我不会原谅你，这次被东来屠杀的2城百姓也不会原谅你，你好自为之吧。说完这些，沈南星扭头看向沈明：“哥，我们走。”兄妹俩转身离去。你还爱我吗？我承认我罪大恶极，虽死不能赎罪，但我只想听你一句实话，你如今还爱我吗？沈南星停下了脚步，回过头来，隔着人海，街角一棵大树下，一道黑衣黑发的身影静静地矗立在那里。在看到他朝着那个穿着囚服的男人回过头去的那一刻，转身离开了。主子，不再看一会儿吗？还没听到夫人要说什么呢。主子并未搭理他，身形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冷夜并未多想，赶紧跟了上去。不爱？我不信！你怎么可能不爱我？你以前明明眼里只有我一人，你是爱我的，对不对？若是不爱我了，你今日怎会来看我？你分明就是放不下我，对不对？切，你别自作多情了。南星本来不想来，是我硬要拉着他来凑热闹罢了。而且，沈明伸手示意周遭无数的百姓，他们都来看你了，莫非他们都爱你？一个卖国贼阶下囚，咱们来看热闹而已，还爱他？他怎么那么大脸呢？若不是律法不许，老子定要带着菜刀来将这厮大卸8块不可。他害死那么多人，他死100次都不够，还妄想染指我们沈将军，他配吗？谢廷玉不管旁人如何说，他只一双眼死死盯着沈南星，仿佛抓着最后一线希望。南星，你是爱我的，对吗？我确有心悦之人，但不是你。沈将军，之前有传言说你喜欢9000岁，是不是真的呀？那不是流言，我心悦之人正是9000岁。这一刻，谢廷玉像一瞬间苍老了10岁，眸中灰暗一片，再无一丝亮色。任由衙役将他拖走，衙役们带着谢廷玉离开，沈之意被留在了原地，无人问津。喂，热闹看完了，
人我也帮你救下了，你是不是该跟我回去了？沈燕看了一眼坐在地上毫无形象、涕泗横流、俨然魂已经跟着那个囚犯飞走了的狼狈女儿，抽了抽嘴角。他这不是还好好活着吗？也没闹着要跟着去流放了。怎么，你还不满意啊？怎奈这话刚落，沈之意忽然疯了一般从地上爬起来，朝着流放队伍追了过去。玉哥哥，玉哥哥！啊，义儿，回来！却被人一把拽住了胳膊。慕容嫣，你能不能别闹了？他不能跟着去流放，他娘知道了要生气的。行，你去吧，但我保证，你的秋儿活不过今晚。嗨，他想去就去吧，关我屁事。走，嫣儿，咱们回家。好，我们回家。沈燕身形一滞，眼中划过一丝戾气。她开始厌恶除了秋儿以外其他女人的触碰的，可为何她不仅没有厌恶，反而心中微颤，还有一丝欣喜，还有一股微弱到她几乎察觉不到的不悦。一旁慕容嫣注意到了她神情的微小变化，一双妩媚的狐狸眼中荡起一丝喜意。沈木，你终究还是在意的吧？我之所以不让你去追那个沈之意，是为了他好。让他没名没分，跟这个犯下谋逆之罪的男人流放，是为他好。当然了，他一颗心全扑在那个男人身上，你不让他跟着去，还不如杀了他。这小姑娘虽说心思歹毒了些，又没脸没皮的，但对待爱情的这一腔真心，还是值得称赞的。沈燕定定地看着他的眼睛。那你呢？什么？你的心在谁身上？沈燕朝他逼近半步。你透过我在看谁？你说什么呢？莫非你以为我把你当成谁的替身了？有必要吗？我们南疆女子性子最是耿直，我若是看上别人了，我再去找别人，还来在你身边做什么？他玉手抚着他的脸，望着他的眸子里是满满的深情。你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好了，回家吧。是他想多了，一体双魂之事太过离奇，若不是他亲身经历，他绝不会相信世间还有这等事。再说了，经此次严重反噬，身受重伤，这些日子他在识海中并未感受到沈木的气息，沈木应当是永远的消失了。次日清晨，春杏一边给沈南星梳妆，一边交代：小姐，您爱吃的点心，奴婢都给您装好了。您路上馋了要记得吃啊。蓝色小包里装的是桂花糕，粉色小包里装的是酸梅，黄色小包里装的是最新摘的甜酒。知道了，知道了，念了多少遍了。小姐，您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放心吧，有我哥在呢，不会有事。时辰不早了，我们走吧。春杏和暖安、暖宁三人身上挂着大大小小的包袱10几个，沈南星哭笑不得，与几人一同往外走。走到后院假山处时，忽然从一旁伸出一只手，一把就将沈南星拽了进去。小姐！春杏急了，抬脚就要跟上去，却被暖安、暖宁一人一只胳膊拽了回来。你们干什么？快放开我！小姐被人抓走了！暖宁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句什么，春杏眨了眨眼睛，将迈出去的脚又收了回来。宽大的假山缝隙中，沈南星双手环在胸前，忍着笑意看着眼前的黑衣男人。9000岁这是舍不得我，又要把我掳走吗？怎么了？我只需半月就回来了，肯定能在你下聘前赶回来，我保证。男人眸子幽深，倒映着他俏皮的笑脸。他沉默了片刻后，还是问了出来：你不后悔吗？后悔什么？谢廷玉是因为中了蛊才负了你，他的心意不曾变过。若是你后悔了……沈南星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上前一步，将男人的身子抵在假山壁上。若是你想，我可以帮你救下他。然后呢？然后我再度嫁给他。傅九离，我是什么可以交易的物品吗？任你挥之即来，招之即去。你若是不想娶我，可以直说，大可不必来这一套。他说完扭头就要走。南星，傅九离在他转身的刹那，动作比脑子更快了一步，一把将他拉回，紧紧拥入了怀里。你别这样，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我没有不想娶你，我很想娶你。你也不是物品，我怕你。怕我什么？我是怕你后悔。你堂堂9000岁，位高权重，又貌比潘安，
怎么这般不自信啊？谢霆玉流放那时，你是不是也在？你单单听到了他是被下了蛊，可有听到我后面说了什么？你定是听到一半就跑了。若是听全了，今日又怎会来与我说这些胡话？你说了什么？不告诉你。沈南星又瞪了他一眼，抢过他手里的帕子，自己擦眼泪。擦着擦着，想到什么，你个大男人，怎会随身携带着女子用的手帕？还不是因为你爱哭。你才爱哭呢。扭头就走，走出2步又回过头来，小跑回去，踮起脚捧着他的脸，在他的唇上重重亲了一口。亲完后刚要退开，就被男人的大手扣住了腰身，加深了这个吻。缠绵悱恻许久，两人才分开。日后莫要再乱想了，还不赶紧回去准备聘礼去？好。沈明与沈南星兄妹日夜兼程，终于在5日后的傍晚抵达了寒山寺。哥，你驾车技术很不错嘛，本该7日的行程，咱们只用了5日就到了。这不是怕跑慢了，万一有人赶不上某人下聘了，哭鼻子了吗？这天没法聊了。兄妹俩进了寺里，向住持说明了来由后，由住持带路，顺利见到了两人的祖母贺老太太。他们还是很小的时候见过祖母，约莫在他们3、4岁的时候，祖母就以京城的气候不适宜养病为由，搬来了寒山寺静养。走的时候还带上了府里的庶长子沈衍，至今已有10多年。这一天还是来了。你们想问什么就问吧。燕儿，给你弟弟妹妹上茶，记住了，茶要煮久一些。他身旁立着的一个青年男子点了点头，出去了。屋内便只剩下了贺老太太与沈明、沈南星兄妹2人。祖母，我爹是否有孪生兄弟？贺老太太一双浑浊的老眼盯住了桌面，不动了。兄妹俩也不催，耐心等待着。过了许久，贺老太太干涩的声音缓缓响起。原来当年贺老太太还在孕期，就被大夫诊出了双胎，且极有可能是双生子。当时的沈老侯爷另有心悦之人，与贺老太太成亲完全是因为违背不了父母之命，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才成了这门亲事。这也是为何他躲在寒山寺多年，沈老侯爷从未试图接他回去的缘由了。本就没有感情，恐怕他不在府里，他还更加舒心些。洞房花烛夜那晚，在长辈的强制要求下，沈老侯爷统共与他圆了那么1次房。他也是运气好，就这么1次便怀上了。为了能够在侯府站稳脚跟，哪怕被诊出双胎视为不祥，他还是决定把孩子留下。因为他心里清楚，沈老侯爷绝对不会再碰他，这是他今生唯一1次生下孩子的机会了。他在赌，万一是龙凤胎呢？若是龙凤胎，他这一生有1双子女傍身，也可以安稳一世了。若是运气不好，真是双生子，他就再想办法。为了保险起见，他买通了大夫，告诉所有人他只怀了1个。到了生产那日，得知生出双生子的那一刹那，他的心腹丫鬟立刻偷偷带着其中1个孩子从早就准备好的密道离开。所以即使沈老侯爷就守在外面，他也不知那日他其实生了2个儿子。养在府里的那个孩子就是你们爹沈渊，养在外面的那个孩子他叫沈木，2个都是好孩子。祖母，您别急，慢慢说。祖母，后来呢？沈渊被养在沈老侯爷和贺老太太膝下，又多有名师悉心教诲，除了实在资质平庸外，自是什么都好。沈木却被养在郊外的一座庄子里，因这相貌与沈渊一模一样，为了他的安危着想，平日里是不许出门的。贺老太太一找着机会就会去庄子里看他。好在沈木乖巧听话，且天资聪颖，无论是读书还是习武，都胜过沈渊许多，可以说是云泥之别。那孩子那么乖，那么优秀，每次我去看他，他都特别开心，围在我身边叽叽喳喳的。他从来没问过我，为什么他不能与爹娘住在一起，为什么他只能一个人生活在庄子上，
还从不被允许出门。老太太说着说着，老泪纵横，大口喘息着，平息了好一阵子，才又接着道：若是我当初能再细心些，能早些发现庄子里的刁奴一直在虐待他，后来也不会叫他犯下如此滔天大错。他那时候还那么小，那么一丁点大，那么多大人欺负他一个，他该多害怕呀！他犯了什么大错？他自小所受待遇不公，纵然他做错了什么，那也是我的错。你们能不能留他一命？见兄妹二人一时没说话，竟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站了起来，身子一屈就要跪下去。沈明和沈南星急忙上前扶住了老太太。祖母，您这是何苦呢？算祖母求你们了，行吗？好，我们不会取他性命。但若是沈木真的杀了爹，他与兄长便是拼了这条命，也要让他生不如死。祖母知道这个要求让你们为难了，可他这般做也绝非自愿。接下来老太太讲述了一件极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再结合渊儿那几年忽然的变化，我当时就怀疑了。后来他派人暗中多方探查，以及对沈渊有意无意的试探，最后将真相拼凑了出来。木儿的情况，用方氏的话来说，叫一体双魂。方氏说，这种情况出现的因由是孩童年幼时因承受不住巨大的痛苦，身体为了自我保护，就生出了第二个意识，替他承受这一切。木儿便是自小被庄子里的刁奴虐待，在巨大的痛苦下才生出了第二个意识。这道意识有独立的想法，就如同另一个人。他还有个名字，叫沈燕。他给自己起这个名字，是觉得自己是遭人厌恶的，是他对自己的否认。所以现在府里的爹其实是沈燕，他杀了庄子里的所有人，是吗？是。沈燕与木儿不一样，他嫉恶如仇，有仇必报。他对庄子上那些人怀恨已久，所以他一直在暗暗蓄力，待自己足够强大，又有了合适的契机，他就杀了庄子上所有人。但他们本就该死，他们收了我那么多银钱，竟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趁我不在欺辱我的木儿。若不是他们，我的木儿又怎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还杀了我爹，是吗？他在我娘孕期时就已经杀了我爹，取而代之了，是不是？是。沈南星眸中泪水簌簌落下。我爹虽资质平庸，但他为人善良谦虚，忠厚老实，孝顺父母，对我娘也是真心的好。您就知道心疼沈木，觉得沈木可怜，不许我和兄长找他报仇。可我爹又做错了什么？他不是你的孩子吗？他就活该被沈木杀掉吗？是沈燕杀的，是沈燕杀了你爹，与木儿有什么关系？我的木儿最是乖巧，她懂事、聪明，又孝顺。这就是您离开侯府，来到寒山寺10几年不敢回京的原因吧？因为您不敢面对这一切。既然沈燕不是您儿子，那我这就去杀了沈燕，为我爹报仇。沈明也跟着站了起来。兄妹二人还没走到禅房门口，就听到身后咚的一声，两人一回头，就见老太太将拐杖扔到一边，直挺挺跪了下去。
您这是做什么？沈明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背，走过去将老太太扶了起来。您有什么话坐着说就是，您这么做不是折杀我们兄妹吗？南星、北月，你们长大了，祖母没有陪着你们长大，真的是很遗憾。这件事是祖母错了，祖母当年识人不清，将你们二叔送入了狼窝，才导致这一切的灾难。这些年怀揣着这么一个大秘密在心里，祖母每日寝食难安。你们爹是个好孩子，祖母对不起你们爹，也对不起你们二叔。祖母这一辈子为人妻不得你们祖父满意，为人母2个孩子都没照料好，后来做了祖母也没能照顾你们兄妹长大。祖母这一生真的很失败，但你们爹从小是在全家人的呵护下无忧无虑长大的，可你们二叔从小就孤苦伶仃，受人欺辱，就看在你们二叔苦了这么多年的份上，你们就饶了他这一命，算祖母求你们了，行吗？祖母愿意一命换一命。贺老太太忽然使力推开沈明，用尽全力，一头朝着禅房中央的立柱上撞了过去。祖母！就在这时，头顶忽然砸下来一个人，正好挡在了贺老太太与那根立柱之间，将贺老太太抱住了。是先前被祖母吩咐去煮茶的青年男子。沈明与沈南星狠狠松了口气。祖母晕过去了，回去喝点药歇息一晚就能大好，2位不必忧心。说完这席话，他顺着2人的视线也看向了头顶的那个方形大洞。抱歉，我不是有意偷听你们谈话，但祖母这些年已经寻死10多次了，今日你们前来，她情绪不对，我不得不提前准备。无事，谢谢你救了祖母。此事祖母也很痛苦，她从未原谅自己，在寺里进修10多年也未放下，隔一段时日就会寻死一回。祖母并未做错什么，你们以后别来了。说完，抱着贺老太太就要离开。等等，你是沈烨？是，我是沈燕的儿子，但我什么也没做。但沈燕杀了你们爹是事实，你们可以去找他报仇，要杀了他也行。祖母这里有我，不会有事。但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做，因为沈墨确实是无辜的，他是个很好的人。你的意思是，抹杀沈燕，让他彻底变成沈墨。据我所知，南疆女皇近日来了北越，她是为沈墨而来。若你们执意要杀了沈墨，南疆恐会举国来犯。沈南星兄妹俩只在寺里住了1晚，第2日就启程回京了。与来时一般，回去的路程也是用了5日时间便到了。沈明亲自扶着妹妹下了马车，看到她苦着一张脸，不由摸了摸她的脑袋。不是说好了，这几日先不想这件事了吗？再有几日，傅九离就要来咱们家下聘了，你高高兴兴的，咱们先将亲事定下。沈燕的事就交给哥哥。哥，我想知道爹的尸身在哪里。沈燕既然杀了爹，定不会给爹收敛尸身。我们要找到爹，给他好好下葬。也不知爹的尸身还完整吗？说着说着，声音又止不住的哽咽了。哥哥答应你，定会找到爹的尸身，给爹好好安葬。他垂下眸子，眼注眸中失意，话音一转，也不知这10多日过去了，傅九离搞定了祖父没有？若是祖父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怕是难了。沈南星知他是在刻意转移话题，自是不会戳穿他。你说你会帮他的，靠傅九离自己，就他那性子，能讨祖父喜欢？若是傅九离那家伙实在不中用，他还是得帮一把的。好了，我们快进去吧。沈明伸手轻轻抹去妹妹眼角的一抹湿润。来，笑一个，一会儿祖父该看出端倪了。兄妹2人调整好了情绪，便进了府里。才刚靠近祖父的院子，就听到祖父骂骂咧咧的，好像很生气，就是听不清是在骂谁。
傅九离该不会不仅没说服祖父，还当把祖父给惹生气了吧？祖父，兄妹二人出现在院子门口，两人异口同声唤了沈老侯爷一声。沈老侯爷正坐在石桌旁生闷气，一抬头看见是自己的一双孙子孙女回来了，皱起的眉头立刻就舒展开来。哦，哈哈，南星、北岳，你们回来了。祖父估摸着你们回来的再快，也还要4、5日功夫的，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啊，可见到你们祖母了？见到了。她，还好吗？祖母身体健了。她高兴吗？沈南星一愣，他心底的那抹异样的感觉更重了。沈明轻轻拍了下妹妹的肩，笑着接话：祖母见到我们很高兴。啊，那就好，那就好。来，快进来坐。快叫厨房准备晚膳，要丰盛些。今日少爷小姐在这里一起吃。是。丫鬟脚步匆匆离开了院子。几人坐下后，沈老侯爷又道：啊，所有家中近来也无甚要紧事，既然去了，怎么不在寺里多待些时日，陪陪你们祖母呢？这么多年没见，你们祖母定然想你们的紧。就是她那病，只能在寒山寺静养才能好些。兄妹两人对视了一眼，沈南星心里咯噔一下，距离傅九离来下聘也只有5日时间了，祖父竟然还什么都不知道，莫非这其中又有什么变故？祖父，这些日子9千岁可有与您说过什么？他话音刚落，沈老侯爷忽然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骤然的动作将沈南星都吓了一跳。怎么了？莫非傅九离已经跟祖父说了要娶她，被祖父严词拒绝了，还把祖父气成这样？你们说傅九离他什么意思啊？沈南星与沈明对视一眼，两人都是一脸懵。祖父，傅九离他也就是……老夫今日说要与他结为异姓兄弟，他竟然拒绝了。这怎么回事啊？您要与傅九离结为异姓兄弟？哼，结什么结？他根本就不领情。这还真不能怪人家傅九离，人家是要做你孙女婿，谁要做你兄弟了？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您不是不喜欢傅九离吗？怎么好端端的，忽然又要跟他结什么异姓兄弟了？在沈老侯爷骂骂咧咧的絮叨中，兄妹俩终于搞清楚了事情的始末，哭笑不得。这是能赖本侯吗？本侯明明与他说的是，等北岳连好了，再安排与他家闺女相看。他自己理解错了，硬要说北岳是因为脸伤了，担心他闺女嫌弃。既然他闺女都说不在意了，那这门亲事就当是成了。你们说说啊，他这说法能站得住吗？简直狗屁不通！他竟还有脸去陛下面前告状，还说什么啊？说北岳当街调戏良家女，这更是胡说八道。北岳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北岳，你说是不是？是。你看，我就说吧，明日本侯就去找胡安国说理去。北岳，你与祖父一起去，咱们就与他当面对质，看他还怎么冤枉你。祖父，我近日……沈南星眼见着话题越扯越偏，急得拉了拉沈老侯爷的袖子。祖父，可这事与您要和傅九离结为异姓兄弟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啊！本侯以前怎么没发现傅九离的小子还这么有眼力劲儿呢？哎，那日在朝堂上，本侯与那胡安国吵得不可开交，别的官员都不分青红皂白，就知道帮着胡安国说话。本侯一人吵他们一群人，眼看就要落了下风。你猜怎么着？傅九离这小子竟然破天荒地帮了本侯。哎，他一开口不说那帮搅屎棍了，就连胡安国自己都蔫了，一句话都不敢反驳的。他说了什么？哎呀，祖父不记得他说的什么了，这不重要。总之，别人都站在胡安国那边，只有他是帮祖父说话的，而且他一个人就能抵那一群搅屎棍。你猜最后怎么着？陛下把那胡安国那家伙斥责了一顿，叫他不要整日没事就惹是生非。哎呀，真是快哉快哉呀！就因为傅九离在朝堂上帮您说了句话，您就要与他结拜？你们可认得出这是什么？兄妹俩的视线放到了方才被他们忽视的白玉罐子上。这不就是个装棋子的普通罐子吗？哎，非也非也，你们再仔细看看。沈明小心地将盖子揭开，捻起一颗棋子，只看了一眼便了然道：
珠圆玉润，晶莹亮泽，触手生温。这可是齐圣毛公视若珍宝的滚玉旗。好眼光，这就是那幅闻名天下的滚玉旗。傅九离倒是大方，知道你爱旗，连这么好的旗都舍得送给你。可不是嘛，我们这是相见恨晚，是忘年交。自那日他在朝堂上帮了本侯之后，许是觉得跟本侯熟悉了些，日日都要抽空来与本侯下上几盘棋。左右本侯日日窝在府里也没什么事，你们兄妹又不在，那就下呗。一边下棋一边谈天说地，竟然发现在很多事情上他与本侯的观点出奇的一致。他刻意顺着你，可不就出奇的一致吗？今日他又送了本侯这副滚玉旗，本侯也高兴，不就提了要与他结为异姓兄弟吗？谁知道他竟然不领情，还说什么受不起。老夫都没嫌弃的年纪小，他受不起什么？沈南星抽了抽嘴角，哭笑不得了。傅九离怕是做梦也没想到，对祖父一通讨好，结果弄巧成拙了吧？臭小子，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本侯还没找你算账呢。那胡安国弹劾本侯，还不都是因为你？说起这事，本侯就生气。你好好的，你……祖父，我有话说。说。所以您现在是很感谢傅九离，又觉得与他投缘，想与他关系更亲近些，才提出的要与他结拜，是不是？哼，他不乐意。我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让他与您的关系比异姓兄弟还近，您觉得如何呀？什么办法？5日后您自会知晓。5日后，128台聘礼浩浩荡荡进了南阳侯府。沈老侯爷穿戴整齐赶到前院时，128台聘礼已经将前院摆得满满当当，几乎连下脚之处都没有了，只留下了中间一条过道。过道的末端站着那个衣冠禽兽。沈侯爷，晚辈傅九离今日以整座离王府为聘，求娶贵府千金沈南星，恳请沈侯爷应允。沈侯爷，这里是离王府名下所有庄子、铺子和酒楼的房契，以及所有存在钱庄的银票和库房钥匙，整座离王府所有财产全数作为给沈小姐的聘礼，归沈小姐一人独有。沈老侯爷面色黑青，一点也不想搭理离王府的人，更是一眼都不想去看那个衣冠禽兽。难怪前些日子又是在朝堂帮他说话，又是送他滚玉旗，还日日来他跟前献殷勤，陪他下棋，还与他一起臭骂胡安国那老小子。本以为自己与他性味相投，可谁知他竟想做他孙女婿。你们为何不拦着点儿，就让他这么堂而皇之的闯进来了？场面一度静了下来，傅九离还保持着拱手作礼的姿势未动。沈老侯爷看也不看他一眼，躲在屏风后偷看的沈南星急了，他提着裙角一路小跑着，很快来到了沈老侯爷身边，亲昵地抱住了他的胳膊。祖父，我想嫁给他。随后也不去管沈老侯爷是何反应，他看向了傅九离，眉眼一弯。傅九离，我愿意嫁给你。傅九离亦是看了一眼那红衣烈焰、笑容璀璨的女子，也弯起了嘴角回他一笑。沈侯爷，晚辈爱慕沈小姐已久，若有幸娶到她，必珍之重之，将她的安危与快乐置于晚辈性命之上，护她一世无忧，求沈老爷成全。您才收了人家的滚玉旗，这就翻脸不认人，不太好吧？沈老侯爷面色更难看了。咱家专出情种，妹妹就看上傅九离了，若是您硬不许她嫁，怕是她此生只有削发为尼了。沈老侯爷心中一叹，那个女人不就是如此吗？因未嫁得所爱之人，把自己困在寒山寺这么多年，从不愿回来。想到这些，沈老侯爷眼中的坚持缓缓释然了。南星，你当真想好了？祖父，我此生非他不嫁。好，记住你今日说的话，若是有朝一日你负了南星，请沈侯爷放心，若有此事，晚辈自刎谢罪。不许胡说！圣旨到。随着门外传来一道尖利洪亮的声音，贵公公手持一卷明黄的圣旨走了进来。在场众人只错愕了一瞬，来不及多想，就纷纷跪了下来听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南阳侯府嫡女沈南星温良贤淑，才貌双全，近日带兵出征，又大胜东来，堪称北越女子典范。朕虑其与黎王傅九黎两情相悦，特为二人赐婚，于3月后完婚，钦此。话落，一个脑袋从贵公公肩后探了出来。嘿嘿，南星姐姐，你快接旨呀！民女接旨，谢主隆恩。贵公公双手将圣旨放到沈南星手上，笑着道：“恭喜沈小姐得偿所愿。”是本王得偿所愿。是，奴才恭喜9000岁得偿所愿。冷月递出了一个鼓鼓囊囊的钱袋子，多谢贵公公。贵公公不敢接，不说银两，怎么？贵公公不是真心恭喜本王？哎呦，奴才当然是真心恭喜您的，恭喜9000岁与沈小姐喜结连理，祝愿您二位往后事事顺心，幸福美满，白头偕老。再给一个。冷月立刻又拿出一包银子递过去。哎呦，奴才谢9000岁赏赐。圣旨已带到，奴才这就回宫复命了。祖父，谁是你祖父？老夫可没有这能耐当你祖父。傅九黎白了一眼，站在一旁还没走。此刻正一脸懵的六皇子闻声解释：“祖父，小婿真的没有进宫求圣旨。”哼，狗屁的祖父！老头子是老了，不是老糊涂了。你分明就提前去求了陛下圣旨，若是今日老夫不答应，你就打算拿圣旨硬取。亏老夫还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还真打算把孙女托付给你。是老夫看走眼了，你是个狗屁的正人君子，分明是个阴险小人。你等着，老夫这就进宫去求陛下，哪怕摘了老夫这南阳侯的爵位，也要求得陛下收回这赐婚之意。沈老侯爷气得直喘气，抬脚就要往外走。祖父，您先听听他怎么说嘛，说不定这其中有误会呢。哼，这明摆着的事实能有什么误会？分明就是这小子去求了圣旨，若不然，陛下吃饱了撑的啊，给你跟他赐婚。祖父，您听我解释。傅九黎瞪了一眼一旁看热闹的六皇子。哼，你看六皇子做什么？你该不会是想说这都是六皇子干的吧？没想到你还是个只会推卸责任的胆小鬼，敢做不敢当，这点担当都没有。听了半天，谢恒才算是听明白了，他好心办了坏事。他是说这黎王好端端的不感谢他也就算了，怎么还瞪他呢？原来是这样。沈侯爷，这圣旨就是我向父皇求的，黎王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您别冤枉了他。傅九黎，你竟让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孩子给你背黑锅，还想娶我孙女儿，下辈子吧。谁毛都没长齐了？本皇子都13岁了，许太傅都说本皇子是大人了。还有，本皇子没有说谎，也没有给谁背黑锅。你别以为你是南阳侯就了。闭嘴！傅九黎低声呵斥了一句。谢恒气呼呼的，但终究是闭了嘴，却又忍不住瞪着眼睛看他。本皇子好心帮你，你还凶我。本皇子日后若是再帮你就是猪。小柱子，咱们走。带着小柱子气冲冲的离去了。祖父，小婿可以发誓，绝对没有进宫请旨赐婚。若是小婿今日有一句虚言，就让小婿不得好。傅九黎，沈南星跺了跺脚，一声娇喝。傅九黎便收了音，不敢再说下去。祖父，我相信他，他说不是他，就定然不是他。祖父，傅九黎这人虽然不怎么样，但他从不撒谎，也不会。行了，既然你们都为他说话，老夫信他一回就是了。小婿谢过祖父信任。沈老侯爷冷哼一声，不理他。小婿承认，确实有进宫求陛下下旨赐婚的想法，但前提是在得到您的同意之后，未曾想六皇子擅自做主。若是老夫不同意呢？那小婿便求到您同意为止。也罢，你日后切记别让南星受了委屈。请祖父放心，小婿宁愿便是自己受委屈，也不敢让南星受了委屈。沈老侯爷身子一顿，懒得再看他，甩手离去了。黎王府和南阳侯府紧锣密鼓忙碌了3个月后，终于迎来了2人的大婚。这一日，全城百姓倾巢出动了，迎亲的道路两旁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人人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队伍最前头，向来一袭黑衣的男人，今日破天荒穿了一身大红喜袍，骑在扎着大红花的雄健骏马上。
平日里总是冷冰冰的面上，头一次弥漫着压都压不住的喜意。南阳侯府，沈南星一身大红嫁衣，坐在铜镜前，任由丫鬟们为他戴上满头珠翠。沈明从门外走了进来，他的脸经过这段时日的休养，已经完全好了。妹妹，哥，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了。娘不是不愿意送你出嫁，她是……我知道的，她是心疼我。有你送我出嫁，我没有遗憾。哥哥，娘如今的状态，若是让她送妹妹出嫁，恐怕会出乱子，所以她派人守在了梅院门口，待今日过后再让她出来。谁在那里？兄妹俩的目光几乎同时看向了窗户那一边。沈明率先走了出去。你在这里做什么？半晌未听到回音，沈南星有些好奇，提起裙角也走了出来，一眼就看到那个毁了容貌的老花匠正佝偻着背，一脸慌张地站在沈明面前比划着什么，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老伯，您怎么来这了？老花匠朝他看了过来，浑浊的眼里隐隐有着诗意。老伯，您是来找我的？老花匠啊啊地点了2下头，眼中诗意好像更重了些，又摆了摆手，喉咙里咕噜着。不管你是来做什么的，我妹妹今日出嫁，你还是赶紧离开吧。这个红封给你，拿去买点好吃的。老花匠似乎有些着急，没有接红封，也不走，2只手在空中胡乱比划着。来人，把这位老伯带回美院。不远处有小厮靠近过来，老花匠连连摆手，眼中竟流出了泪来，一双浑浊的老眼死死盯住沈南星，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沈南星心里忽然感到一股刺痛，他抬手制止了小厮的动作。老伯，您是怕我出嫁后过得不好？老花匠连着快速地点了5、6下头。老伯，我这次要嫁的人是傅九离，也就是大家口中的9000岁，也是当今陛下亲封的离王。我很喜欢他，非常非常喜欢，我也很愿意嫁给他，他也很喜欢我，我们会很幸福的。老花匠的眼泪又流了出来，他好像很急，胡乱挥舞着手，喉中急切地发出沙哑的啊啊呜呜声。小姐，花轿来了，9000岁接您来了。老伯，我要出去了，您回美院去吧。嘿！老花匠伸手想抓住他，却被沈明挡住了。别闹了，赶紧回美院去。然后对小厮使了个眼神，小厮就快速过来，强行将老花匠拉着走了。走，哥哥背你上花轿。好。沈明亲手为妹妹盖上红盖头，又将她稳稳地背在背上，一步一步往外走，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待看到门口同样一身大红喜服、长身玉立站在花轿前焦急等待的傅九离时，沈明心头终于有了重生以来第一次的踏实感。他成功复活了妹妹，也成功将她交到了有能力护她一生的男人手上，他可以放心了。我今日就正式将妹妹交给你了，请你务必护她一世无虞。请兄长放心，若日后本王待夫人有任何不妥，任凭兄长处置。好，我信你。拜别祖父后，花轿便出发了。花轿后跟着的是长长的嫁妆，跟了好长好长，直到花轿已经进了离王府，还有嫁妆没出南阳侯府的门。百姓们眼睛都看直了，惊叹声不绝于耳。这场面竟是比皇室公主出嫁还要盛大许多。坐在花轿里，沈南星看着眼前晃悠的红盖头，听着外头的锣鼓喧嚣与嘈杂的热闹声，蓦然有些恍惚，自己重生一世竟真的如愿嫁给了他，心底不禁漫上丝丝缕缕的甜，直像泡在了蜜罐子里一般。一直到他被牵引着完成了全部的繁缛仪式，与他拜完堂，又被送入了洞房，他上扬的嘴角都没有一刻放下去过。他坐在洞房里的大红床榻上，一想到如今他已成了他的妻，再过不久他就要来掀起他头上的红盖头，然后想到些许可能的画面，他的手指不由微微蜷起，捏紧了身侧的裙摆，脸颊上也染上了一层薄薄的热意。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似乎过去了很久，又好像没过多久。他听到了门吱呀打开的声音，随后也是沙沙的脚步声响起，让他的心不由跟着那脚步声提了起来。半晌后，
一双红色的靴子出现在了他的视线里。可沈南星屏息等了许久，那双靴子也停在他跟前许久，却始终未见下一步动作。9000岁，这是打算让你的新婚妻子顶着这红盖头到地老天荒吗？面前的红靴子似有些无措，胡乱地动了几下。紧接着，沈南星就看到一杆喜秤出现在了视线里，眼前的红盖头被缓缓挑开，视线也渐渐变得开阔。他略一抬头，就看见了那张微红的俊脸。他今日可真俊呐！见美人一双乌溜溜的黑眸总盯着自己看，傅九离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了。你看我做什么？我原先以为我就喜欢穿黑衣服的男人，如今才知。什么？他们说成亲该当穿红色，吉利。你若喜欢黑色，我明是。今日才知，原来我不是喜欢黑衣服，我是喜欢你。你穿什么颜色，我便喜欢什么颜色。傅九离脸更热了，被眼前美人炽热的目光灼的，他目光四处躲闪，手脚无处安放。沈南星站起身来，踮起脚尖，双手捧住他的脸。今日洞房花烛，你不看我，我哪里看呢？这么一来，女子白皙漂亮的脸孔顿时清晰地入了他的眼帘，那张饱满水润的红唇一开一合，分外诱人。傅九离顿觉口干舌燥，身上也涌起一股无法言说的燥热感。你饿了吧？等一下。怎么？你方才是想亲我吗？我可以亲，夫君，可以亲。就像这样。美人红唇娇软，他很快就迷失在了这一吻里。两人之间的气息逐渐升温，让具火热的躯体越贴越近。李王，你给南星姐姐送个吃的，怎么送了这么久啊？宾客们还嚷嚷着要跟你喝酒呢。门外六皇子洪亮的声音由远及近的传了来，房内两人措手不及的分开，一时间兵荒马乱。宾客还在啊？啊，他们还在外面，我怕你饿着，就先来给你送点吃的。那陛下呢？也还在。沈南星一惊，这男人竟把陛下和满堂宾客撇下，就为了给他送一口吃的。离王府那么多下人，是没长手吗？他有些抓狂，快步将男人推着往外走。哎呀，你快走，快去陪宾客。男人回头，一双黑眸定定地看着他，不说话。你怎么还不去啊？你刚刚叫我什么？再叫一遍。离王府前院，觥筹交错，宾客们推杯换盏，好不热闹。尤其是陛下带着贵公公离开后，现场的氛围更是热闹，众人都闹腾着要与新郎官不醉不归。毕竟今日9000岁是前所未有的好说话，无论谁与他说什么，他都是和颜悦色的，偶尔还会笑谈两句，与平日里的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只是判若两人。有这难得的好机会，百官谁不想与他攀好关系呢？排在末位不起眼的一桌上，其余宾客都端着酒杯，或结交权贵，或相互寒暄去了。一时之间，这桌便只剩下了胡林与胡双儿兄妹二人。胡林一杯接着一杯往嘴里灌酒，胡双儿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在他又一次将酒水当水一样往嘴里倒时，劈手将酒杯给夺了下来。双儿啊，别闹，把酒杯给我，给我。哥，南星姐姐已经成亲了，她如今已是离王妃，你该放下了。放下？凭什么是我放下？我好歹是个正常男人，傅九离他不过是个……胡双儿连忙伸手死死捂住兄长的嘴，又警惕地四处看了看。你说是想害死我们全家，你就再大点声。胡林却一把拍开胡双儿的手，从桌面上拿过酒壶，干脆用壶嘴直接往嘴里倒酒。我叫你别喝了，你能不能清醒一点？胡林手中酒壶被夺，嘴巴接了个空，顿时气血上涌。他重重地拍了下桌子，发出一声大响，引得许多宾客都看了过来。抱歉，我兄长喝多了，请各位多多包涵。你喝醉了，走，跟我回家去。你让我放下，那你自己呢？你放下沈北月了吗？
你若是放下了，为何燕鼎一直粘在他身上？你自己都没有放下，有什么资格劝我放下啊？胡尚书在胡林拍桌子时就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朝这边走来，没曾想刚靠近过来，就听见了这一番话。怎么跟你妹妹说话呢？快跟你妹妹道歉！说完就担忧地看向宝贝女儿。这些日子他连沈姓人名、北边、月亮这种字眼都不敢在女儿面前提，更别说沈北月的名字了。胡夫人匆匆赶来，摸了摸儿子刚刚被打的脑袋。好啊，胡安国，你个老东西，你竟敢打我儿子！你儿子刚才质问咱闺女有没有放下沈北月，可凶了。胡夫人脸色骤然变了。你疯了吗？你明知道你妹妹……话说到一半又停了下来。胡夫人担忧的目光看向女儿。双儿，你……胡林的脑袋被爹娘的2个巴掌一盖，立刻就清醒了，也瞬间意识到了自己方才说了什么蠢话。双儿，对不起。双儿。胡双儿抬眼远远地看了一眼，此刻正与三公主说着什么，看起来笑得很是开心的沈明。像他这种品德败坏就会沾花惹草的男人，我有什么放不下的？离王府的这场宴席持续了很久，直到深夜方散。待送走最后一位宾客，冷夜和冷风扶着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傅九离往洞房的方向走。哪知还未走到一半，傅九离便止住了脚步，怎么也不肯再往前走了。主子，去书房。主子，今日可是您大婚，洞房花烛夜，夫人她……醉了，不吵她。主子，可……你是主子，还是我是主子？冷风冷夜顿时语塞，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喝醉的主子，未曾想竟这般不讲道理。两人没法子，只得将人送到了书房。为了醒酒汤，将主子安顿好，两人才离开了书房。一出书房门，冷夜就皱眉道：“你也不劝着点儿，怎么让主子喝这么多酒？你行，你怎么不劝呀？哎，这还没喝交杯酒呢，主子都已经醉成这样了，只能委屈夫人了。”随着两人走远，声音也越来越小了，但这句只能委屈夫人了，却让书房里的男人听得清清楚楚。傅九离本在闭眼强迫自己入睡，可那2句话却如魔音贯耳，不断在他脑中反复回旋。委屈？不喝交杯酒会让他觉得委屈吗？他本就爱哭，若是觉得委屈了，还不知会哭成什么样子。他该不会此刻正在偷偷的哭吧？短短的半刻钟，傅九离辗转反侧了10多次，终于还是掀开被褥下了榻。他刻意避开府里的暗卫，自己一个人轻手轻脚摸到洞房门口时，先是侧耳听了听，竟未听到丝毫动静。南星，他心里一慌，一把将门推开，就见女子迷迷糊糊抬起了脑袋。夫君，你回来了。傅九离见女子安好，心里提着的一口气才松懈下来，继而又有些哭笑不得。他竟会以为他在偷偷的哭，结果他睡得比谁都香。怎么趴在桌子上就睡了？沈南星嘿嘿笑着，撑着桌子站了起来，朝他张开了双手。夫君，爸。他又叫他夫君，还叫了2次。怀中女子香香软软的，独属于他的馨香让他忍不住的沉醉，一时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了。恍惚了好一会儿，他想起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南星，我们叫我夫人，听见没？夫人。对谁喊夫人呢？谁是你夫人？傅九离没法子了，只得将脸转回来，眼里包裹着女子的惊世容颜，低低唤了一声夫人。沈南星羞红了脸，迅速将脑袋一扎，就把脑袋埋进了他怀里。看着他的脑瓜顶，傅九离低低的笑出了声，感受到男人胸腔传出来的闷笑声。你笑什么啊？有什么好笑的？不许笑。好，我不笑了。夫人别气了，为夫不笑了。哼，你方才想与我说什么？说吧。我们是不是该喝交杯酒了？是该喝了。两人不约而同地看向对方，也都在对方的眼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夫君。夫人。两人端着酒杯的手绕过对方的手臂，对视一眼后，低头饮下了那杯寓意着爱的合卺酒。酒杯放下后，沈南星笑吟吟地看着他，
夫君，我们去睡觉吧。傅九离笑容僵在了脸上，仿佛方才压下的醉意朦朦胧胧又漫了上来，引得他脑子里一阵眩晕。啊，你怎么了？没事，晚上喝得多了点儿，休息一晚就好了。我今晚去书房睡，你也早些休息。说完也不等沈南星答复，回头就准备开门出去。今日洞房花烛夜，你是要让我独守空房吗？你要走就走吧，反正明日京城里流言四起，也不会说你9000岁哪里做的不对，只会说我不受宠。左右我也已经习惯了，你走吧。并不大的空间里，两人背对着背沉默了许久。最终傅九离转过身子，轻声来到沈南星旁边，搂住他的肩膀。若是夫人不嫌弃，那就一起睡吧。就是为父醉酒，就得麻烦夫人照看了。沈南星冷哼一声，拉着男人的手就将人拽上了床榻。几个呼吸间，男人就已被他压在了身下。夫君什么酒量？莫非以为妾身一无所知？9000岁可是被称为千杯不醉。那什么千杯不醉的名声，都是他们杜撰的。事实上，根本无人敢给本王灌酒，如何能醉啊？嘴还挺硬。继续编，妾身听着呢。今日本王高兴，对他们脸色好了点儿，他们就一个个都来敬酒。本王来者不拒，确实喝了不少。好，你今日为何高兴？我嫁给你，我也很高兴。话音未落，他已将男人胸口的衣襟扒开，手探了进去。沈南星眸子里溢出难言的兴奋，正要进一步行动，左乱的手却被男人的大手抓住了。怎么，都成亲了还不许碰啊？没想到一抬头，就见男人另一只手按着脑袋，眉头紧蹙，一副极其难受的模样。傅九离，你怎么了？沈南星杏眼圆瞪，手探上他的额头。没发烧啊？夫人，我真的喝多了，头疼，好疼。我去让人给你煮醒酒汤，我怕他们听到不该听的，就把人都给支走了。你等着，我这就去找春杏给你煮醒酒汤。等等，我已经喝过醒酒汤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真的？真的，夫人，你来陪我一起睡会儿，明早定然就好了。暗夜中一丝轻微的声响，沈南星迅速睁开了眼，手腕上的银镯同时迅速化身轻巧匕首握于手中。他一跃而起，护在床前，凌厉地盯着忽然闯进来的女人。你是谁？夜闯离王府想干什么？女人却陡然出招袭了过来，招式凌厉，招招致命。沈南星皱眉，几个来回间便已将人引至门外。在空旷的场地里，两人出招越来越快，招式也越发狠厉。你不是北越人，你来北越意欲何为？女人却只盯着沈南星手中的匕首，直接袖子一甩，飞速使出了几枚雪花形状的暗器。去死吧！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迅即闪过，徒手将几枚暗器尽数接下。找死！傅九离周身散发着寒气，下一刻就朝那女人攻了过去。那女人只接了不到3招，便吐血倒地了。傅九离面露寒霜，一步一步朝着那女人走去。在傅九离走近时，那女人却骤然睁大了双眼。你是小九吗？傅九离并不理他，直接抬起了手。夫君，别杀他！傅九离犹豫了片刻，抬起的手才缓缓放下，回过头来看向夫人时，凌厉的眉眼已变得温柔。他险些杀了你。沈南星冲他扬起一抹安抚的笑。你刚刚为何一直看着我的匕首？这匕首你认识？那女人却看都不看他，只死死盯着傅九离。小九，你不认识小姨了吗？我孤身一人，并没有什么小姨。我夫人问你话，没听到？我认错了，我以为这是我姐姐留给我侄儿的遗物，看到它在你手上，我以为是你杀害了我侄儿，是也才对你下杀手，原来是认错了，这不是我姐姐那把匕首，对不起，姐姐，妹妹手到小九了，她还活着，还娶了媳妇儿，这是小九的入侵。但无论怎么样，活着就好。这时暗卫们从天而降，齐齐跪下。属下重来迟，请主子责罚。没事，一场误会而已，将人送出去吧。是。
然后整齐利落地站了起来，在一众跪着没动也没出声的暗卫中格外显眼。乔大、乔二、乔三、乔四，赏黄金100两，自去账房领赏。是。其他暗卫各罚20鞭，自去领罚。其余暗卫懵住了。是。主子，这是为何？傅九离扫了一眼在场所有暗卫。日后，王妃的话就是本王的意思。若有人再敢忤逆王妃，加重处罚。是。暗卫的声音整齐划一，终于明白了自己错在哪里。唯有冷风问道：若是您与王妃意见不一致呢？听王妃的，冷风再加20鞭。冷风瞪大了眼，虽不情不愿，也只得领命。是。众暗卫离开后，乔二撞了撞冷风的肩膀。知道为何主子多罚你20鞭不？为何？因为你蠢呗。乔二说完，一溜烟就飞走了。幸亏乔四早就与他说过，以后一切都要以夫人为重，因为主子自己都得听夫人的。他们做暗卫的能不听夫人的？乔四这人能处，帮他挣了100两黄金呢。人都走光后，院中就只剩下了傅九离与沈南星2人。沈南星嘴角噙着一抹冷笑，朝着傅九离一步一步靠近。夫人，装睡，装醉。夫人，你听我说。好，你说。夫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什么事啊？比我们洞房花烛夜还重要？沈南星一手抄起他的手，就往床榻那边走。转瞬间，傅九离又被自家夫人按在了床榻上。夫人，凤太，夫人，名为铁骑。沈南星听到这几个字，忙碌的手终于停了下来。名为铁骑怎么了？傅九离稍稍松了口气。你当初把名为铁骑的兵符交给我，是担心被谢廷玉抢走，如今已无此威胁，兵符也该物归原主了。如今北越刚升了东来，又夺了东来10城，国内安稳，只要陛下能励精图治，持续富民强兵，名为铁骑便没有复出的必要了。名为铁骑毕竟是不被皇室允许的存在，如今内无忧外无患，若是复出反倒多有麻烦。我前阵子也去查探了，他们除了暗中训练外，身居各行各业，如今日子过得很安稳，不必去打扰了。你觉得呢？名为铁骑本就是你外祖父留给你的，如何处置自是你说了算。无论你如何决定，我支持你。谢谢你。你我之间不必言谢，去把兵符好好收起来吧。无论用不用得上，总归是你外祖父留给你的纪念。好。沈南星起身去了隔壁的耳房，将名为铁骑的兵符仔细地锁在了一个隐秘的小箱子里。我放好了。他笑着走出来时，却发现床上已空无一人。原先傅九离睡着的地方留下了一张字条：为父有要事需立即处理，夫人先睡，勿念。有要事有要事，满京城谁不知道你今日成亲？莫非天要塌了，非得你去顶上？他对着纸团发了一通脾气后，想了想，还是没去找他，自己先歇息了。一来今日忙了这么一天，也确实累了；二来嘛，他与他来日方长。慕容嫣被请出离王府后，又哭又笑的，笑的是侄儿找到了，活着还娶了媳妇；哭的是他聪明乖巧的侄儿怎么就做了太监，这还怎么回西宁夺回属于他的那个位置？正悲喜交加，心情复杂时，心腹找到他，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慕容嫣火速赶回住所，就看见沈牧满身鲜血站在院子里，双眼无神，一副失了魂的模样。他连忙走过去扶住他，一脸担忧：别人成个亲，我带你去观礼而已，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了？我把秋儿杀了。没事儿，不就杀个人吗？不怕啊。乖，我带你去沐浴。娘，我现在才知道，只有你才是真心爱我的。王夏秋那个贱人就是个荡妇，他这么多年都把我当替身，他心里一直爱着的人是沈渊。沈燕几近崩溃，在慕容嫣亲自伺候他沐浴时，卸下心防的他红着眼睛痛苦地述说了事情的经过。对不起燕儿，我不该瞒着你偷偷去见她，那个恶毒的女人骗了我，我已经把她杀了，我以后就好好的待在你身边，哪里也不去了。
我以后只有你了，燕儿。他坐在浴桶里，苍白的唇胡乱往慕容嫣身上亲，错过了女人眼底的森森冷意。亲着亲着，自觉不够，他伸手想将女人拉进浴桶，却被女人抬手挥开。沈燕愣住了。燕儿，你生气了是不是？是我不对，我被王夏秋那个贱女人骗了。慕容嫣一枚银针下去，沈燕的脑袋立时歪在了浴桶边上，沉沉睡去了。吩咐了侍女照顾好男人休息，慕容嫣来到了院外。出来。他对着虚空唤了一声，随即落下了一道黑影，恭敬地半跪在他跟前。他现在的模样可以进行下一步了。是。按照老巫师的说法，如今他已经全身心只信赖您一人，便可以进行下一步，彻底摧毁他的信念，如此他体内的另一个魂魄方才有望醒来。那个女人死了？本来没死，属下补了一刀，如今死透了。委身于他了。是，属下的眉眼与沈渊有7分相似，那女人又十分热衷于情事，以身诱之是最快的方法。委屈你了。能为陛下分忧，属下万死不辞，区区男色不足挂齿。下去吧。是。慕容嫣守在沈燕的房中，地上摆了满满一地的酒坛子，从天黑等到次日天黑，沈燕方才悠悠转醒，睁开了眼睛。来，我陪你喝酒，咱们一醉方休。沈燕看着女人温暖的神色，原本神伤的心顿时熨帖。好，一醉方休。两人从屋内喝到了屋外，又喝到了屋顶。随着夜色渐深，远处有鸡鸣声传来时，两人都慢慢的有些神志不清了。你喜欢我吗？喜欢。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早在你救了我，胡搅蛮缠不许我离开的时候，就喜欢了。只是那时我不断告诫自己，我已经有秋儿了，我不能背叛她，所以不敢正视自己对你的感情。燕儿，我爱你。可我不喜欢你，沈燕，我恨你。燕儿，你别开玩笑了。我没开玩笑，我讨厌你，尤其是每每看到你的眼睛，都让我心生厌烦，恨不得将你杀之而后快。不可能，不可能！若你对我无意，当初又怎会耗费那么大的心神救我，还有了那么多珍贵的药材，你细心照顾我，守着我寸步不离。那是因为我深爱着你这副皮囊。你恶毒、执拗、自私，相濡以沫半辈子的女人说杀就杀，像你这种小人，凭什么活在这个世上？你凭什么抢走她的皮囊？凭什么？你爱的人是他。是，我爱的人叫沈牧，他温柔善良，为人谦逊，待人谦和有礼，绝不会为了一己私欲抢夺他人性命。我爱他，他也爱我，可就因为你夺了他的身体，害得我们分离这么多年，你该死！女人，你们女人都是骗子！沈牧，沈牧他哪有你说的那么好？他根本就是一个伪君子。当年要不是靠我，他沈牧早就死了。这是沈牧欠我的，这是沈牧欠我的。还有你又是什么好东西？为了救回一个早就不存在的人，欺骗我的感情，你跟王夏秋又有什么区别？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谁不存在了？你说谁不存在了？我说沈牧，他已经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彻底消失了，你永远也别想找回他。神色癫狂间，一脚踩空，从屋顶上跌了下去。不要！慕容嫣瞳孔骤然收缩，一个纵身就跟着他跳了下去。好在男人被他的侍卫接住，慕容嫣猛然松了口气，极度紧张之下昏厥了过去。黑衣男人飘了出来，稳稳当当的将她接住，抱在怀中，稳稳的落在地上。过了小半个时辰，慕容嫣才悠悠转醒，
他怎么样？大夫看过了，皇甫并无生命危险，但陷入了重度昏迷。他何时能醒来？大夫说，皇甫受了巨大的刺激，不能确定何时能醒来，但若是找到他在意的东西，再度刺激一次，或可醒来。那他再次醒过来时，若刺激对症，醒过来的有可能是皇甫。离王府，沈南星一大早打着哈欠从屋里走出来，任由春杏帮他穿衣梳妆。傅九离呢？9000岁已经去东厂处理公务了，先前来看过您，见您没醒，就吩咐奴婢不要喊您。他来看过我呀？是呢，9000岁寅时就来过了。寅时天都还没亮，他在那时候来看他，就是不希望他醒着吧。左右的现在已经嫁给他了，日日都能见着他，也没什么好心急的。他晚上总归要回来休息的。想通后，他就与一干丫鬟奴仆忙着整理昨日送来的大笔的嫁妆，这一忙就忙了一天。夜里他用过晚膳后，就在卧房的桌旁坐着等他。谁曾想等着等着，竟等睡着了。再度醒来，又是天光大亮，已经是第2天了。沈南星人是躺在床上的，被褥是盖得好好的，就很气。春杏，春杏急急忙忙跑了进来。王妃您醒了，奴婢伺候您起身。傅九离昨晚回来了？是啊，可是那时候您睡着了，9000岁不许奴婢叫您。今日白天，沈南星特意睡了个长长的午觉，睡饱了。到了晚上，他神采奕奕地坐在卧房里等他，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今日无论他多晚回来，他一定要等到他不可。太阳尽完了最后一丝直色之后，消失在了天际，天色也彻底暗了下来。卧房里亮起了烛火，外面响起了由远及近的脚步声。沈南星面上一喜，站了起来，却在看清来人的模样时，脸上的笑容疏忽消失了。你是谁？怎么进来的？在下姓唐，名孟泽，家世清白，身心干净。9000岁命在下今晚来服侍您。隐在暗处的男人，他的目光紧紧盯着卧房的门，已经2个时辰未曾挪动一步了。那个男人进去了，未曾被赶出来。烛火熄了，他接受了他。床榻轻微的摇晃声不断碾磨着他的耳朵。冷夜陪着他站了许久，也沉默了许久。此时看到烛火灭了，里面还传来那种声音：主子，成了。他能看出来主子是喜欢夫人的，但是就是不知为何在这种事情上，主子竟让他去寻一个替身来。纵然这唐孟泽眉眼与主子有3分相似，又刻意学了主子的打扮，也穿了一身黑，可这种事情怎么能替呢？冷夜想不通，看到主子还这般自虐地守在外面，就更想不通了。主子，走吧。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既然已经做了决定，而现下事情也已经如愿成了，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呢？他会怪我吗？冷夜沉默了片刻。您要听真话还是假话？真话。会。傅九离并未再说话，只合了合眼皮，将目光从卧房的方向收回。他知道他可能会怪他，可他别无他法。洞房花烛夜那晚，他就看出他很想，可他不能将她娶回家成为他的妻子，已是委屈了他。他这方面既有需求，他便该满足他。走吧。冷夜无声地跟在他后面。忽然一道女子的娇吟从卧房里清晰地传来，随之而来的还有男人的闷哼声。冷夜一怔，下意识抬头看前面的主子，却眼前一闪，眼前的主子不见了。冷夜迅速循着声响看过去，主子正站在卧房的门前，而卧房的门塌了。床榻上只有他夫人一人，且衣衫完好的穿在身上，连鞋也没脱。此时正端正的坐在床边，一双灵动的眼似笑非笑的看着他。傅九离看着眼前被自己弄出来的一地狼藉，微微垂下了眸子，有些不敢看他。沈南星本已经到嘴边的那一堆又质问的话，在看到他这副可怜模样时，尽数咽了回去。他站起身，朝着男人小跑几步，一头扎进了他怀里。夫君，有坏人，就是这个人，他入室抢劫。他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就看到先前进来的那个男人被五花大绑捆得结结实实的塞在床底下。9000岁，我没有，是您让。我夫人从不说谎。冷夜，将这个抢劫犯送官。
听到主子吩咐，冷夜来不及捋清思路，忙不迭将唐梦泽一把提起，扛在肩上，大步往外走。大人，明明是你让我闭嘴！你就是入室抢劫，跟我去见官。大人，扫明月。夫君，你今日怎么回来的这般晚？今日事情多，便耽搁了点时间。绝口不提自己在外面吹了2个时辰冷风的事。咱们今晚……傅九离顺着他的目光也看向了被自己一脚踹塌了的门，抿了抿唇。今晚去西厢房睡吧，等这里修缮好了再搬回来。好。分外乖巧的被他牵着手，一路步行着去了西厢房。2个人安安静静的各自沐浴完，穿着中衣并排躺在了床上，只是2人中间就跟隔着天堑一般，相距甚远。沈南星将手伸到最长，才够到男人的手。睡不着吗？傅九离，今日那人不是抢劫犯。对不起。我不怪你，但你能不能别再把我推给别人了？夫人的哽咽声，通红的眼眶刺得傅九离心里一疼，他长臂一伸，就将人捞到了怀里。对不起，对不起，南星，是我没用，我乃无根之人，身体残缺，本该孤独一生，不该招惹你。可我卑劣自私，娶了你回来，却又没法履行为人夫的责任，让你受委屈。沈南星越听越不对劲，陷入悲伤中的情绪都暂停了。虽然他此刻有点可怜，但他竟然好像自己误会了什么。若是这般，那今日发生的一切就说得通了。傻不傻？也罢，难得听他说一回心里话，先听他说完。可就算是这样，我也没办法做到看你与别的男人亲近。那一刻，我想毁了这世界，想将那男人挫骨扬灰。虽然，你可不可以？可以。傅九离，你听好了，首先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与你身体是否有缺并无关系，无论你是什么样子，我都十分乐意嫁给你。其次，你是我的夫君，你不用问我可不可以，就算是死，我也不会与除你之外的其他男人有任何亲密的行为。最后，你是不是以为你不行？沈南星从床上坐起身来。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给你看个东西。他出去了半晌，回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本画册，双手递给他，脸颊微红。你仔细看看，学习一下。在他接过画册后，他就背过了身去，这也太难为情了。傅九离一眼就看到了书封上的几个字：春宫图。愣了片刻后，他将画册翻开，只看了第1页，就看到没穿衣服的男女抱在一起，姿势……南星，这书……仔细看，看懂了再与我说话。在夫人旁边看这种书，可夫人要求了，他只得将目光又移回了书上，眉头紧锁。夫人到底要他看懂什么？没有头绪，只得忍着脸热，一点一点将画面的每一处都认认真真看一遍。忽然他愣住了，这不与他之前在梦中对夫人做的一样吗？这里面的男人也是用那处，好像除了比他的小一些，并无什么区别。傅九离眸中全是难以置信，怔怔地将整本册子来来回回翻了3、4遍才停下来。沈南星虽背对着他，总归能感受到他的坐立不安，给自己做了好几次心理建设后，他才回过了身来。看懂了？太监是没有那东西的。当猜测得到了证实，傅九离心底蔓延出巨大的无法言说的喜悦。当年我乳娘带我逃难来到北城，后来遇到灾荒，活不下去了，是我乳娘给我净的身。我一觉醒来就进了宫，也是我孤陋寡闻，只听人说起晋升后不能娶妻不能人道，并不知各种细节。他大腿根有一道极深的伤疤，流了很多的血，休养了很长时间才能正常走路。乳娘也是用心良苦。他的眸子湿润了，在许多次对心爱之人求而不得的苦苦挣扎时，他曾怨过他，却原来他从未真的让他成为太监。那你原本是哪国人？西宁。那这些事日后再说，当下有更重要的事。什么？红唇被温热覆上，
没说完的话自是忘得无影无踪了。顷刻间，两人衣衫尽碎，赤裸相对，自是干柴烈火。当剧烈的疼痛传来时，沈南星脸色发白，一口狠狠咬在了男人的肩膀上。对不起，夫人，我不动了。沈南星闭着眼睛深呼吸几口气，稍稍平复后，可以了，你继续。可以吗？沈南星多少有些难为情，见他还追问，将头扭向了一边。你到底行不行？那夫人您忍着点，我看书上说一开始疼，后面就好了。少废话。沈南星已经完全不记得自己是何时睡去的，只隐约记得外面鸡鸣声响起的时候，某人还在忙。他醒过来时，天又已经黑了，他却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一下。某人身体力行地告诉了他，他很行。脑中闪过昨夜两人对对方身体的疯狂贴近与探索，他的脸颊不禁燥热起来。暗中怒骂几句后，他用力撑着身子起来，打算先穿件衣裳，再叫人进来伺候，好歹遮一遮。这时外面有沉稳的脚步声快速踱了进来，是傅九离。夫人，你醒了，饿不饿？沈南星将脸扭向床那一侧，此刻一点也不想理他，尤其是男人显然步履稳健，声音轻快，他就更不想理他了。同样是累了一夜，凭什么他就能跟个没事人一样？为夫伺候你起身吃点东西可好？膳食一直给你温着在，你起来就能吃。沈南星不理他。对不起，夫人，昨夜为夫是第一次，太激动了，以致失了分寸，让夫人累着了。下次为夫一定注意，夫人就原谅为夫这一次，好吗？这让他怎么接？其实仔细想想，昨夜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错。抿了抿唇，他将脑袋转了回来，只是眼睛还是不好意思看他。春心呢？我让他们都出去了，省得吵到你休息。为夫伺候你起身，可好？好。男人的大手抚上了他光裸的脊背，稍稍用力就将他扶得坐起了身。被他的手碰到的皮肤滚烫，眼睛又看到男人看他的眼神陡然幽深，一看便是又不正经了。傅九离，夫人，再来一次啊！傅九离，可以吗，夫人？我饿了。那用完晚膳再来一次，好吗，夫人？在男人如影随形的滚烫视线和从未有过的可怜巴巴的祈求下，沈南星终究没有坚守住阵地，投降了。那说好了，就一次。好的，夫人，为夫这就伺候你穿衣。傅九离利落地为夫人穿衣梳头，将放着餐食的桌子都搬到了床边，好让夫人不用下床就能用膳。在夫人的言辞拒绝下，才没有亲自为夫人用膳，却也没有离开，而是坐在她旁边寸步不离地守着。沈南星向来喜爱美食，像这般吃完了都不记得自己到底吃了些什么的，这还是头一遭。食不知味，纵有刻意拖延，也很快便饱了。几乎是才刚一放下碗筷，他就被男人轻轻地放倒在床榻上，随之而来的便是男人健硕有力的身体。傅九离，夫人别怕，为夫轻轻的。你是想太监的事，一旦被人知晓，便是欺君之罪。你可有想过要如何应对？夫人放心，府中护卫一向严密，此事短时间内不会被人知晓。至于以后，我会安排好，夫人不必担忧，为夫定会护你周全。沈南星还是不放心，以上一世的经验来看，北岳帝并非善茬。别想那么多，凡事有我。你还是早些休息，明日可要回门了。明日便要回门了？不是3日才……说着说着就进了声，他在床上就过了一日了。想起这个，他眉心蹙起。可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啊。夫人放心睡吧，为夫都准备好了。夫人若是还不想睡，不如我们再……沈南星面色陡然一变，迅速拉过被褥蒙过头顶。我睡着了。他这是真当他是禽兽了。他便是再想，也还是明事理的，总不可能让夫人顶着一脸倦累的模样回侯府吧。北岳皇宫御书房，北岳帝的书案对面约莫3尺处，悄无声息地放出了一个浑身包裹着黑衣、头戴黑色斗笠的人。他成亲后的日子如何啊？心情可有好些？他有可能不是太监。你说什么？北岳帝面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整个人从书案后猛地站起。他有可能不是太监。此事可有证据？没有证据，但有90%把握。次日一早，傅九离陪夫人回门，回门礼是早就备好的，装了足足6辆马车，一路上惹得百姓们再次惊叹了一番。毕竟谁家回个门带这么多礼的？2辆马车都很罕见了，离王府竟准备了6辆马车。你的情况当真不会泄露出去吗？万一陛下知道了。傅九离直勾勾地看着今日盛装打扮的夫人，明眸皓齿，瓷白如玉，让他分毫移不开眼。他的夫人真是天下第一美人。好在我之前因泡了寒池，身体受损，不会有孕，否则更是难以遮掩。喂，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夫人怎样都好看。傅九离，我在跟你说正事呢。夫人，此事只有你我知晓，下人们都被我遣走了，他们并不知情。冷夜、冷风和轿夫们的耳力好，最多他们可能会有所察觉，但即便如此，他们都是值得信任的人，不会泄露出去。你是说他们听到了？也不一定，他们隔得远。沈南星沉默了，一时间心情颇为复杂。暗卫隔得远，可他们动静不小啊。夫人啊！沈南星忽然回神，下意识扭头看向声音的来源处，这一动，脸颊就被一抹温热扫过，2个人都怔住了。沈南星咽了下口水，脸好烫，尤其是被他唇蹭过的地方，瞬间就勾起了他昨夜的记忆。他的唇几乎走遍了他的全身，处处点火。夫人，沈南星的目光直愣愣地盯着马车的车壁，就是不敢看向近在咫尺，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对方呼吸的男人。夫人，可以吗？你疯了是不是？这是在马车上，外面那么多人。夫人，我忍不住了。沈南星瞪大了眼，可还未等他说什么，整个人就被男人箍进了怀里，紧接着他的唇精准找到了他的，双唇紧贴，逐渐深入。沈南星的身子不由瘫软了，只觉浑身的力气都在这一吻里神奇地消失了。他抽空用余光扫了一眼随着马车行进悠悠晃动的车帘，也罢，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的。就在他以为男人会有下一步动作时，他竟放开了他，将他扶正坐在了软榻上。沈南星一愣，怎么了？是为夫方才没让夫人满意？辛苦夫人再忍忍，等今晚为夫再……话未说完，脑袋上猝不及防挨了一下打。原来被夫人揍是这种感觉呀！谁让你骗我的？该打！是，为夫该打。我骗你什么了？你我什么？你问我可以吗？还说你忍不住了，结果你又……哼！我方才是问你可以亲你吗？我忍不住想亲你了。沈南星这时才知晓是自己误会了他的意思，脸上滚烫滚烫的，红得像天边的火烧云，却无论如何不愿再看他一眼了。夫人，为夫刚才撒谎了，为夫就是想要你了，无时无刻都在想，因为担心夫人笑话，我才说谎了。夫人能原谅我一夫吗？他的声音又慈又郁，气息喷洒在耳边，沈南星连耳根都红透了。那你刚刚怎么不……夫人在我心里是最最珍贵的珍宝，在马车这种地方，怎能真的轻薄了你？一直以来都是沈南星追，傅九离逃，万万没想到，他一旦发现了自己不是太监，女人那点招数跟他比起来，简直不够看的。马车到了南阳侯府门前，刚一停稳，傅九离就率先下了马车。傅九离亲自撩起车帘，夫人，下来吧。沈南星一抬眼就看到了侯府门口等待的众人，祖父和兄长都在看着呢，顿时有些不好意思。我自己下来。可男人却跟没听到一样，仍旧伸手等着他。他瞪了傅九离一眼，这才妥协地将手放在他的手心。可没想到手才刚落在他的手心，他就拉着他的手往前一拽，他整个人便猝不及防地朝着他跌了过去，被他牢牢接住，抱了个满怀。夫人怎么这般不小心？幸好为夫及时接住了你。快放我下来！他的夫人真是这世上最可爱的女子，但见夫人懊恼，他好歹是将人放了下来，
转身对沈老侯爷行礼。祖父，兄长。沈老侯爷冷哼一声，看都懒得看他一眼。哎，妹夫来了。哦，南星回来了，快进屋去。对孙女婿是只字不提。傅九离也不介意，与沈明一块跟在祖孙俩后面走。老爷子的态度你别介意，毕竟是你先拐走了他最疼爱的宝贝孙女。我不介意。祖父没把他关在门外，就证明是认他这个孙女婿的。他都已经娶到最好的夫人了，被祖父冷落一下又有什么要紧的？一家人热热闹闹用完膳后，沈老侯爷困了，便回了院子午睡。沈南星夫妇与沈明一起散步消食时，一起来到了沈明的院子。沈明知道妹妹想问什么，给妹妹妹夫面前奉上热茶后，刚一坐下便道：谢廷玉流放那日，给谢廷玉取出体内蛊虫的就是南疆女皇慕容嫣。他的眸中闪过担忧，若是沈燕已经被抹杀，那他爹的下落岂不是永远也无人知晓了？至少谢廷玉流放那日他还是沈燕，不过如今是什么情形就不好说了。那我们赶紧去找他们，说是晚了我怕。可我的探子查了这些时日，只查到他们住在城北，具体位置还没有探查清楚。但你别急，我的人日夜在查，应该不出10日就能有结果。他们总归要出门不是？妹夫啊，东厂人手渗透事情，你看能不能？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要找南疆女皇？与沈墨有什么关系？沈南星看了他一眼，被细江前阵子去寒山寺祖母说的话与傅九离转述了一遍。我本想早些与你说的，可一直没找到机会。傅九离神色一正，知晓了夫人的意思。此刻回想起来也是懊恼不已。若是早知自己是个正常男人，他又怎会刻意躲着夫人，还干出那等事？夫人放心，3日之内，为夫必定找到南疆女皇的住处。三人这一说就说了许久。待从沈明的院子里出来时，太阳已经西斜了。沈明顺着妹妹的视线看过去，叹了口气：唉，你也许久没有见过娘了，去看看她吧。不了，她不会想见到我的。在与傅九离成亲之前，娘便总是说些难听的话，不堪入耳。如今若是将她带到娘跟前，还不知娘会如何咒骂她。她不愿她的夫君受到任何委屈。对了，老花匠最近还好吗？他不见了。什么？我成亲那日他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会不见了？你成亲那日我从离王府回来，就再没有见过他了。我问了夏荷，夏荷说……他说什么？他说老花匠本就疯疯癫癫的，也不知是从哪里跑来的，娘见得可怜才收留了他，如今不见了也不奇怪，可能又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吧。沈南星有些失神，心里总觉得有些不舒服。他那个样子，一个人走丢了可怎么活下去啊？夫君，夫人别急，为夫回去就发动东厂所有力量帮你找人啊。次日清晨，离王府，傅九离醒过来时，夫人还睡得正香。他一只手撑起身子，凝望着安静地躺在身侧睡着的夫人。他微微俯身，克制地在她的额上、唇上各自印下轻轻一吻，才轻手轻脚起身穿衣。他昨晚未忍住，一不小心又把夫人给折腾狠了。夫人这一觉至少要睡到中午，他出去一趟，快些回来，还能赶上与夫人一起用膳。骑马疾行半个时辰后，傅九离来到了城北一座极其隐蔽的庭院，站在门口伸手叩门。才叩到第2下，大门就被从里面拉开了。小九，小九，快进来！小姨就知道你会来，你自小就聪明，定是认出小姨了。傅九离走了进去。沈燕是不是在你这里？你……我是来找沈燕的，她杀了我岳父。小九，沈燕她不……我不会伤害她。我今日来，只是想知道我岳父的尸身下落。你当真不会伤害他？沈木是我师父。你师父？是。我入宫后半年，他找到了我，是他教我功夫。所以，你现在在做的事，也是我想做的。沈燕才是凶手，沈木不是。他提心吊胆，暗中查探许久，幸好杀了岳父的不是师父。只要彻底抹杀掉沈燕，让沈木回来，就算是为岳父报仇了。慕容嫣这才松了口气，同时又很感慨造化弄人。他当年没找到侄儿，
却没想到阴差阳错，皇夫竟是侄儿的师傅。他将傅九离带到了后院最大的那间厢房，床榻上，男人沉沉地睡着。怎么回事啊？想起这些日子自己的做法，慕容嫣颇有些不好意思，尤其是面对自己的侄儿，就更说不出口了。但既然小九问了，慕容嫣还是忍着羞赧，原本将事情说给了他听，只是将各种细节一概略过了。也就是说，现在还不确定他是沈燕还是沈木，有可能沈燕已经消失了。是，但若是你要为了问出沈渊的下落，一定要换回沈燕的话，我不同意。傅九离没说话。小九，小姨知道你爱夫人，想帮她找到你岳父的尸身，可小九你知道吗？小姨余生唯一的愿望就是找回沈木。我与她还有个女儿，她从未见过父亲。小九，算小姨求你了，不要阻止沈木回来，好吗？我何时说了要阻止他回来了？他不只是你皇夫，他还是我师父。你按你的计划来吧，我不会打扰。至于我岳父的下落，我会再去查。说完转身迈步离开。小九，还有事吗？他还要赶回家陪夫人用膳呢。慕容嫣快走几步来到他跟前。你是怎么打算的？若是侄儿没净身，他肯定是要劝他回西宁夺回属于他的位置的。若是侄儿没净身，他肯定是要劝他回西宁夺回属于他的位置的。可如今他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等这阵子打点好了，我准备向陛下辞官，然后回西宁。真的？可你是太监啊。后面几个字话到嘴边，慕容嫣也没能说得出口。我已经部署好了，1个月之后就辞官离开。我的事不用你操心，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将你的皇夫唤醒吧。我得走了，有消息记得给我传信。话音未落，人已脚步匆匆出了院外。慕容嫣反应过来追出去时，侄儿早已策马离去，只能远远地看到一人一马奔腾的背影。他笑着摇了摇头，他这侄儿啊，定是急着回去见夫人了。太阳将落未落之时，慕容嫣派人找工匠定制的安装有马车轮的椅子送到了。他试过确保没问题后，小心地将床上躺着的男人扶起，又亲自将他抱起，轻轻放在了椅子上。夫君，今日夕阳甚美，我推你出去走走可好？他笑了笑，便直起身，推着男人缓缓出了院子，顺着一条少有人烟的小道上慢慢走着。慕容嫣一边走一边与他诉说着这些年他一个人是如何又做女帝又亲手将女儿拉扯到这么大的。说到高兴处便腾出一只手来比划，说到难过处，一双狐狸眼便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水汽。椅子底下的轮子碾过道路上的枯叶，眼见着已经快要到那条早已安排好的小巷。他抓着椅背的手不由握紧。夫君，我好想你，求你回来。慕容嫣推着男人步入了那条阴暗的小巷。行至半途，从天而降数十个黑衣人封锁住了巷子两端，将慕容嫣二人堵死在了巷子里面。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小娘子长得这么漂亮，你说我要干什么？简直找死！慕容嫣唰的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根柔韧的软鞭，一鞭子就朝着那帮黑衣人抽了过去。那帮黑衣人举剑迎了上来，慕容嫣一人与他们缠斗在一起，一根鞭子力道极大，舞得密不透风，数十个黑衣人竟进不得他的身。打椅子上那个小白脸儿，往死里打！数十个黑衣人几乎是同时举剑朝着椅子上坐着的男人刺了过去。不要！慕容嫣一声惊呼，冲过去拼命将靠近椅子的黑衣人赶开。奈何对方人数众多，他逐渐力不从心，身上被豁开了好几道口子，鲜血瞬间浸透了他雪白的衣裙。小娘子，只要你乖乖从了我就饶了那个小白脸一命，如何？你做梦！体力逐渐不支，支撑了大半个时辰，杀死了半数的黑衣人之后，慕容嫣最终还是被擒住了。他被两个黑衣人压着跪下。哎呦，小娘子还挺凶，不过我喜欢，够劲爆。那个小白脸是你男人？关你屁事！他都半死不活的了，还能满足你吗？不如跟了哥哥如何？
只要你把哥哥伺候好了，哥哥保你后半生荣华富贵享之不尽。黑衣人的手乍然被咬了一口，他气得一巴掌扇在了女人脸上。敬酒不吃吃罚酒，给老子把这女人扒光，老子现在就要办了她。几个黑衣人听令，立刻就去扒慕容烟的衣服。慕容烟看着不远处椅子上坐着的男人，仍旧昏迷不醒的样子，眼泪流了出来。夫君救我，夫君！可男人仍旧闭着眼，平和安静，无动于衷。尽管慕容烟用尽全力剧烈挣扎着，他的外衫还是被4分5裂的脱掉了，若是再脱一件，就只剩下肚兜了。师母救我，你醒醒，求你回来。到这时候了，我劝你乖乖听话，还能少受点苦楚。你看看那个小白脸儿，他都自身难保了，你指望他救你？你就是在他跟前被老子办了，他都只能乖乖看着。啊，不对，他是快死了吧？一直没醒过。你死了，他都不会死。为首的黑衣人也不生气，摇了摇头。不信啊，老子现在就办了你，就当着他的面给他看。来，把他手脚按着，老子自己来脱。巷子外面不远处，一队黑衣劲装的人手整齐肃立着，每个人的手都按在了剑鞘上，时刻准备着动作。老大，还不动手吗？还未收到陛下指令。可这情势……再等等。巷子里为首的黑衣人手已经碰到了慕容烟的中衣，那巨大的力道袭来，他能感受到，只要一瞬，他的中衣就会破碎。慕容烟绝望地看向椅子上依旧安静地靠在椅背上的男人，他闭上了眼，2滴泪顺着眼角滑落，他是真的不在意他。就在此时，中衣要破碎，信号要打出的一瞬间，一股庞大的内力不知从何处而来，禁锢慕容烟的几个黑衣人全都飞了出去。与此同时，一件男子的衣袍稳稳落在了慕容烟身上，将他的身子遮得严严实实。慕容烟蓦然睁眼，就看到椅子上的男人不知何时已经站了起来，此刻正朝他的方向而来。沈燕如今的内力还没恢复，能有这般强悍实力的，自当是他的沈木无疑了。男人到了他跟前，先是蹲下身子查看他的伤势，看到他身上那一道道伤痕，眼底涌出了浓厚的戾气。检查完伤势后，确保都是些皮外伤，并未伤及根骨，这才抬眼看他。你出门怎可不带护卫？你可知这些人是……然话音未落，两人身后传来刷刷的破空声，一队训练有素的黑衣护卫整齐地出现在巷口。属下救驾来迟，请主子责罚。谁让你们来的？下去。是。这些杀手是你请来的？嗯。你疯了吗？这些人可是星月阁的8星杀手，你怎么能确保你的护卫一定是他们的对手？要是我刚才没有及时醒来，后果有多严重，你知不知道？为何要这么做？你为何要这么做？没人比他更清楚星月阁8星杀手的实力，便是他要同时面对数十个8星杀手，都有些吃力。因为我想让你回来，沈木，我好想你。女人的话如一兜冰水从天而降，男人整个身子僵硬了，心底渗出的凉意几乎将他冰封。将这几日的事前后串联起来，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只是要将他抹杀，让沈木回来，甚至为了刺激沈木回来，他不惜以身犯险，让自己陷入这般危险的境地。可惜让你失望了，燕儿，我不是与你说了吗？你的沈木早就死了，永远也不可能再出现了。你怎么就是不信呢？这具身体只可能是我沈燕的，无论生死。说完，连一眼都不再看此刻愣怔在原地的女人，毫不留恋地大步离去。只是还未走出巷口，就忽然呕出一大口鲜血，直直栽倒在了地上，不省人事了。沈燕再次醒来时，看到慕容烟正趴在床边睡着了，她的发丝凌乱，眼睛微肿，应当是哭过了。她下意识抬手，想要将她的一缕发丝捋到耳后，就在还未碰到她的头发时，手顿在了半空中。她守着她是因为沈木，哭也是因为沈木，与她并无半点干系。她收回了手，想翻身背对着他，却发现自己身体虚弱的厉害，竟连简单的翻个身都做不到了。眸中闪过震惊，自己明明……还未等他想明白，
他方才的动静已经惊醒了一直守着他的慕容烟。慕容烟坐直身子，关切地看向他：“你终于醒了，要喝水吗？”“别白费功夫了，我不是他。”“我知道你不是他，你要喝水吗？”“你既知道我不是他，还管我做什么？”“不管怎么样，你救了我，没让我在外人面前失了名节，谢谢你。”“哼，你不过是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罢了，说的这么冠冕堂皇做什么？又骗不了我。”慕容烟深呼吸了一口气，不愿再与他争执。“你喝不喝？不喝就算了。”“我身体动不了，你喂我。”慕容烟最终还是小心地将人扶着坐起，亲手将那杯水给他喂了下去，然后又将人扶着躺下，盖好被褥。两人没再说一句话。这些做完后，慕容烟起身要走，在要推开门的那一刻，沈燕开口了：“他的身体你也不管了？”“我还有事，一会儿会有2个丫鬟过来伺候你，你先醒了，有什么事就吩咐他们。”说完，不等沈燕说话，他便径直开门离去了。又是夜幕降临，慕容烟独自一人爬到了屋顶上坐着，望着天上的繁星发呆。他现在的身体比之他刚救下他时亏空更甚，应当是前日在巷子里他强行醒来救他，又过度用了内力所致。他努力了这么久，情况反而更糟了。沈木没回来，这具身体也更差了。就是因为担心作息骗不到他，他才动了真格的，真正的请了星月阁的8星杀手来玷污自己，企图在自己遇险的最紧急时刻能将他唤醒。可为什么醒来的还是沈燕？沈木，你是真的消失了吗？还是说因为不在意，所以不愿醒来？接下来的日子，慕容烟每日都会去看看沈燕，有时候是在她床边坐上几个时辰，有时候会用那把装有马车轮的椅子推她出去走一走。只是两人每日见面，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的，谁也不与谁说话，便是偶尔说上2句，也总是围绕着用膳吃药以及身体的恢复情况，其余一概事宜两人都有意识的不去提及。这日从外面散步归来，慕容烟如往常一般将沈燕从椅子上抱起，仔细将她放在床榻上躺好，正打算离开之际，慕容烟。慕容烟身子微僵，这还是沈燕第一次叫她全名。何事？许久没见你笑过了，你笑起来很好看。没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说完又是扭头欲走。我可以告诉你怎么让他回来。怎么做？怎么样才能他回来？话音刚落，四目相对，两人都沉默了。沈燕很快垂下了眸子，掩住了眸底的落寞与寂然。果然只有在提到沈墨的时候，他那双漂亮的狐狸眼才是灵动鲜活的。自从那日在巷子里醒过来的是他就再也没看到他笑过了，喜怒哀乐都没有，有的只是一脸的木然，仿佛他对这世间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照顾他也只是出于对他这具身体的在意。你笑一个，笑一个我就告诉你。我还有事，先走了。不笑啊？那我给你笑一个。慕容烟已经走向门口，闻言并未回头，只顿了顿脚步，就抬手将门拉开。沈木最在意他的徒儿傅九离，你只需设计暗杀傅九离，让他有性命之危，沈木自然会醒来。慕容烟却仍旧出了门，甚至脚步加快，颇有些落荒而逃的意味，连门都忘了关。沈燕的目光收了回来，闭上了眼，静静聆听外面的动静。他果然又去屋顶了。沈燕闭眼冥想，意念逐渐聚焦自己的识海，却始终感受不到体内属于沈墨的那道意识。但即便如此，他仍旧十分确定沈墨还在，虽然不知又躲到哪里去了。沈墨，那日在巷子里，他险些遭人玷污，我知道你醒了，以你的实力，分明可以将我取而代之，救他于水火。你为何不出现？一片寂静，无人应声。沈燕无声地笑了，他这些年活得就像个笑话。沈墨，秋儿爱的是沈渊，燕儿爱的是你。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得到了这世上最真挚的爱情，
为了这所谓的爱情，我不惜违背道德做了很多错事，却原来这世上无人爱我。沈木，我不想活着了。你小时候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是我帮了你，我替你扛了过去，你一直对我心怀愧疚，所以你愿意将身体让给我，甚至将你爱的女人也让给我，是吗？依旧无人回应。可是燕儿的心里只有你一人，若是你坚持不醒来，她终其一生再也不会开心了，你当真忍心吗？次日，沈燕躺在床上等了许久，一直到天将暮色，还是没有等到慕容烟。他人呢？今日怎么没有过来？奴婢不知。沈燕不再追问，只耐心等着。怎奈又是3日一晃而过，他连慕容烟的影子都没见到。到了第4日太阳将落之时，沈燕看了一眼毫无动静的门，终于将身上藏着的一块暗黑的小圆玉佩捏碎了。1个时辰后，漆黑的夜色中，一道黑影偷摸潜入了沈燕所在的卧房。阁主，朕星在此。将我接走，带着我，你和战月一起刺杀傅九离。慕容烟已经有5日没去见沈燕了，那个顶着他皇夫的脸，实则又不是皇夫的那个人。他这几日茶饭不思，夜夜失眠，脑中不断跳出沈燕对他说的话。正心乱如麻之时，屋外忽然乱成了一片。慕容烟心中一跳，快步走到门前，打开了门。陛下，皇夫不见了。你说什么？谁不见了？沈燕不见了。慕容烟忽然一把将他推开，就跌跌撞撞往沈燕这些日子住的卧房跑。卧房的门此时大开着，里面空间不大，没有任何可以藏匿人的地方，只需一眼就能确定屋内确实已经空无一人了。何时发现他不见的？方才丫鬟给他送早膳，就发现人已经不在屋里了。昨晚还在，他应该是昨日夜里被人劫走了。昨夜护卫队巡逻未发现异常，是属下之过，请陛下责罚。错不在你，昨夜我也没察觉，劫走他的人必定是高手中的高手了。若是3日后还是没有消息，就明示身份，进宫向北岳帝要人吧。届时北岳帝就是将整个北岳掘地3尺，也得给朕把皇夫找出来，否则就别怪我南疆兵戎相见。是。好在并未用到1日的功夫，慕容烟就收到了侄儿传来的消息，说人在他那里。离王府，2个男人对坐在石桌两边，两人对视了良久。师父，是我。师父，您这具身体你都知道了。傅九离看着他，点了下头。这具身体我早已决意让给他了，若不是他执意刺杀你，我这次不知怎么回事，在感应到徒儿有性命之危，强行出手救下徒儿后，他竟直接主导了这具身体。且任他如何要沉睡过去，想把身体的控制权还给沈燕，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了。任他怎么暗中呼唤沈燕的名字，也无人搭理他了。但他这次好像不是为了杀我，很奇怪的感觉，好像是……回想了一下1个时辰前两方交战的场景，就好像是他故意要引你出来。啊，你说什么？我也只是猜测。不管怎么样，你如今既然醒来了，还打算消失吗？你如今已经能独当一面了，我也放心了。至于这具身体，是我欠他的。那您欠南疆女皇的呢？您打算如何还她？什么？他来了。沈木的目光顺着傅九离的视线看过去，就看到一个熟悉到了骨子里的美貌女子，疾步匆匆正朝他们这边跑过来。他就像被什么烫到了一般，立刻从石凳上跳了起来，转身就想跑。你站住！沈木只顿了一瞬，就又动了，速度快得跟闪电一般，一溜烟就没了影。待慕容烟终于跑过来时，石桌旁已经只剩下傅九离一人了。如你所见，人被你吓跑了。他如今是沈木，你的皇夫。若是我没猜错的话，他彻底醒过来了。他现在还一心想着将身体送给沈燕，
但一时半会儿应该是没找到让沈燕回来的办法。但他好像很怕你，你对他做了什么？还是说他对你做了什么？慕容嫣最后还是如愿见到了沈牧，在他流着泪将与沈牧的种种过往，以及在南疆与女儿相依为命的可怜经历悉数讲给傅九离听了之后，傅九离亲自带着他来到了离王府的一处密室，与他说明了密室的门如何打开后，傅九离就先行离开了。傅九离离开密室后，就径直回到了与夫人的住处。院子里几个丫鬟在忙碌着，不见夫人的人影。夫人呢？回9千岁，夫人正午睡呢。您若是有事，奴婢这就去叫醒夫人。别吵她，都别忙活了，回去歇着。说罢，一路几乎脚不沾地，未发出一丝声响，轻手轻脚来到了卧房里。一眼就看到他貌美如花的夫人躺在床榻上睡得正香。傅九离眸中染上笑意，来到了床榻边，也不叫他，就坐在矮凳上盯着夫人看，在心里暗自描画着夫人清丽的睡颜。夫人睡着了，竟也这般好看，怎么都看不够。沈南星近来总是爱犯困，今日更是还没到50就困得不行了。此番睡饱了，睁开眼睛，竟一眼撞入了男人凝望着他的眼眸里。夫君，抱。这一声夫君叫得傅九离心都酥了，又麻又痒。夫人的话岂有不从之理？他从善如流，将夫人扶起，又将夫人搂入怀中，抱得紧紧的，心里是说不出的满足。尤其是夫人忽然在他怀中抬起脸来，在他下巴上亲了一口后，他便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本想与夫人说说沈牧与南疆女皇的事，可也罢，又不急在这一时。傅九离眼眸幽深，低头精准地吻上了夫人娇软的红唇。夫人双手勾住他的脖颈，热烈回应。吻着吻着，他便抱着夫人滚入了床榻中。帘子打下，再度掀开时，已是1个时辰之后了。夫人累极，又睡了过去。没用的东西，还偏偏爱闹。密室的门被打开后，慕容嫣一眼就看见那个男人在里头。他前脚踏进去，后脚就利落地反手按动机关，关了密室的门，将沈牧堵在了密室里。只需看他一眼，无需其他任何证明，他就能够确定这就是他的沈牧。你躲呀，你怎么不躲了？本想坚强些，可一开口却是止不住的哽咽。这些年他独自咽下的那些委屈，本没觉得有什么，方才在侄儿面前哭也不过是做戏，为的是让侄儿带他找到沈牧。可此刻一看到他忽然就觉得自己这些年受了好多委屈，委屈到眼泪无论如何也止不住，不停地往下掉。你别哭啊！可他不安慰还好，这句安慰的话一说，慕容嫣不仅没好些，反而抱住他放声大哭起来。你怎么了？可是有人欺负你了？谁欺负我了？你不知道吗？沈牧心里咯噔一下，脸色瞬间白了。难不成他已经知道他与沈燕的秘密了？也是，徒儿都知道了，他知道也不奇怪。那他如今哭成这样，莫非是知道了此刻他抢走了沈燕的身体，又或者发现了那日是他无耻的占有了他？对不起，我的确不是他，但你别急，我会想办法尽快将身体还给他。还有那一次，对不起。你在说什么？我是沈牧，如今占了沈燕的身体，对不起，秋儿。他记得沈燕说过，他的名字叫秋儿。你叫我什么？我不知你的全名，只知沈燕唤你秋儿，是以在这般叫你，是我唐突了。若是你不高兴，那我不叫了。姑娘，慕容嫣气笑了，眼底隐约有了猜测。她忽然双手捧住了男人的脸庞，迫使他看向自己。沈牧，看着我。然沈牧的目光仍旧倔强地看向别处。你若是不看我，那我可要亲你了。沈牧的心狠狠跳了一下，慌忙拉回视线看他，却未曾想在低头的那一瞬，正巧遇上他踮起脚尖扬起脸来。你看清楚我是谁，我不是沈燕，我知道你是沈牧。你知道你还……
我亲的就是沈木，我爱的人自始至终都是你，也只有你，沈木。可这些年与你相处的都是他，你还为他生了一双儿女，你也许……为沈燕生了一双儿女的人是你口中的秋儿。啊，可你不就是……我不是。你当初但凡问问我的名字呢？那你……我叫慕容嫣，来自南疆。当年我是为了寻找失踪的侄儿来到北岳，有幸认识了你。那这些日子你和他……密室的门再次打开时，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去，两人相拥而眠，都睡不着。前几日我遇刺，险些被人玷污，你都不出现。傅九离遇有危险，你倒是出现得快。那让我出现了，只是我答应过沈燕，除非傅九离有生命危险，否则我绝不会出现。再就是我那时候以为你与他，所以才没现身，但我一身功力都加持在了沈燕身上了。你是怎么成了傅九离的师傅的？为何他的安危对你这般重要？我的身份想来你已经知道了，我生在南阳侯府，与沈渊是双生子，在北岳这样是不祥的。母亲为了保护我，将我送到了庄子上，但我许是运气不好，遇上了一群恶奴。后来的事你大抵也知道了，我胆小怯懦，于是沈燕出现了，她替我扛下了一切，若是没有她，我想必早就死在了庄子上，所以她对我有救命之恩。后来我长大了，有一次趁着庄子里的人不注意，逃出了庄子。可我也知道，我顶着这样一副与沈渊一样的容貌，在北岳是待不成的，所以我逃去了西宁。好不容易辗转到了西宁，我身上的钱财早已用光，只能乞讨为生。但我不知道，乞讨也是划地盘的，因占了别的乞丐的地盘，就被他们群殴，险些被打死。就在我奄奄一息，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西宁皇后的车驾路过，她救了我，让我在她身边做个小侍卫，还让她身边最厉害的凤卫首领收我为徒，教我武功。然后呢？没事了，都过去了。后来西宁皇后遭到陷害被处死，那群人连她年仅4岁的孩儿都不放过，要一把火烧死他们。皇后在危难关头让几个心腹带着孩子先从密道逃了，我与凤卫拼死突围，想要救出皇后，可她说她不想活了，她自刎了。临终前她叮嘱我师父一定要找到那个孩子，护他一生，也不许告诉那个孩子真相，他只想让孩子过自由的生活。师父带着我一路逃跑，却最终被那群人追上了。我们虽然拼死逃出了，可师父身受重伤，临死前将一身功力尽数传给了我，让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孩子。傅九离就是那个孩子。一番话藏在心底，从未与任何人说过，此番倾吐出来，竟神奇地舒坦了许多。这时他竟发现怀中的女子早已泪流满面，自己胸前的衣襟也早已被泪水如湿。我都没哭呢，你哭什么？你可知道西宁皇后叫什么名字？啊，慕容兰若。话音刚落，他惊愕地看向慕容嫣。她与你？她是我姐姐，我唯一的亲姐姐。傅九离是我侄儿，是我姐姐在这世间唯一的血脉。对不起，我找到他时，他已经入宫了。若我再早半年找到他，他也不至于。但如今他已是这般，手握重权，在北岳又深得北岳帝信任，留在北岳也算是最好的选择了。如今也已经娶亲，就是没法颜面后嗣了。自从成亲后，他就没处理过公务了，全部丢给了冷夜，冷夜自会安排妥当。处理公务哪有陪着夫人好？
男人的手又不老实了，钻进了她的衣服里，所过之处引起一阵战栗。傅九离，夫人，我在。手拿出去。沈南星气鼓鼓地瞪着他，这人自从第一次圆房后，就跟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成日黏在他身边，随时随地耍流氓。哦。傅九离听话地将手拿了出来，只是一双深邃的黑眸中透着委屈，就那样委屈巴巴地看着夫人。沈南星无奈，就是这种眼神，只要他拿这种眼神一看他，他每次都败给他。你今日公务都忙完了？忙完了。你何时做的？我怎么不知道？你睡觉的时候。沈南星无语，他一天天的睡那么多觉，在床上的时间比在床下的时间还多，到底是谁害的呀？晚膳时，傅九离亲自给夫人布菜，看着夫人吃饱喝足后，这才将沈牧与沈燕还有南疆女皇之间的事一一对夫人道来。也就是说，沈燕已经消失了，如今那人是沈牧。是，但他似乎还想着要将身体还给沈燕，但如今他应当已经与南疆女皇相认，沈燕怕是没机会回来了。眼见着夫人面上露出急色，傅九离安慰道：夫人别急，岳父的消息也有些眉目了，遇害之地已经找到，我的人还在查探，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能找到他的遗体。沈南星轻轻嗯了一声，情绪低落下来。夫人别难过，日后无论发生何事，为父会一直陪着你。夫人，南阳侯府的老花匠找到了。在哪儿？幽冥谷。他如何会去了幽冥谷？是咱们成亲那日，老神医夫妇在府外遇上了他，见他身上旧伤严重，又不会说话，就将他带回幽冥谷了。老神医夫妇医术高明，或许能治好他身上的陈年旧伤。你若是不放心，咱明日就去看看他。次日一早，两人用过早膳后，就径直去了幽冥谷。文香夫人提前接到信，早早就在门口等着了。原来那个毁容了的老头是你家的花匠啊，想必你平日里待他很好吧？难怪你成亲那日，他躲在离王府外鬼鬼祟祟的，想来是舍不得你出嫁。沈南星抿了抿唇，想起出嫁那日老花匠专程来找他，兄长却让人强行将他送回梅院了，没想到他又偷溜到离王府看他。婶婶，他现在在哪里？客服带我去见见他。你别急，婶婶这就带你去见他啊。正好这段时日，他一直想着法子要逃走，我们又怕他这副模样出去了活不下来，就没让他走。你来了也好，劝劝他就安心留在谷里治伤，等伤好了再回去呀。说起他这伤啊，可真是叫人心疼，脸被毁了，喉咙被烫坏了，体内还有数十种毒素，他曾经恐怕遭受过难以想象的折磨。沈南星听着这些，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哎呦，闺女，你别哭呀，好在他运气好，遇到了我们，他的伤和毒都能治啊。真的吗？哎呦，婶婶是什么人呐？不是婶婶吹牛，这天底下呀，就没有婶婶我治不好的病。老神医和傅九离跟在两人后面走着。你个老婆子就会吹牛，明明那个老花匠身上有一味毒，你就不会解。文香夫人捏了捏拳头，深呼吸一口气，不理他。闺女，你别听他胡说，你放心，那味毒已经解了啊。哎呀，那味毒明明是老……我劝你闭嘴。闭什么嘴？明明那味毒就是老夫解的，老婆子她根本就不会。你想再把文香夫人气走？你可还记得，你为何给自己取名沈南强？我……沈老神医说不出话来了。他当初与聂文香在医道上不打不相识，聂文香总是一副看不上他的样子，他那时候就立誓一定要把聂文香追到手，给他做媳妇，故这个名字取的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之意。后来他死皮赖脸追了好久，好不容易两人成亲，结果还没过几天舒坦日子，两人就频繁吵架，然后他就一气之下一走了之了。你若是要真相，你就去跟他争个你死我活；你若是要媳妇儿，那味毒药就是他解的。哎，臭小子，谢了。哎，老婆子，你等等我啊！我想起来了，那味毒确实是你解的，老头子根本就不会。
闻香夫人带着沈南星一路边走边说，最后来到了后院的一间房前。哎呀，不锁着他就要逃跑，只好出此下策了。一边说着，从腰间取下钥匙开锁，门刚一打开，里面立刻冲出一个蓬头垢面的白发老人，嘴里啊啊的喊着什么，疯疯癫癫就要往外跑。老伯！白发老人猛然止住了脚步，随后慢慢的回过身来，一见到那个熟悉的红衣女子，立刻就激动起来。他忽然快速跑到沈南星身边，老伯别怕，这里是幽冥谷，沈老神医和闻香夫人都是好人，他们这段时日在给你治病呢。我们不用跑，沈老神医夫妇不是坏人，不怕啊。老人警惕地看了看周围另外的3个人，在沈南星的眼神示意下，沈老神医夫妇和傅九离都分别对老人露出了一个友好的笑脸，老人这才渐渐安静下来。老伯，这是我夫君傅九离，他没有恶意的。哼，我就说我是好心给你治病吧，你偏偏不信，还非要逃走。现在能留下来好好治病了吗？老伯，沈老神医和闻香夫人医术特别高明，你乖乖留在这里把病治好，然后我们再来接你回去，可好？老人下意识点了点头，却又忽然拍打自己的脸，疯狂摇头，2只手也在跟前乱摆。你是不想治病？你的意思是愿意治病，但不想治脸，是吗？老人连连点头。难怪这些时日里，我们让他泡药浴和吃药，他都还算配合，唯独要他用药膏敷脸，他就拼命挣扎，硬是不许。所以他体内的毒素都解得差不多了，烫坏的嗓子再过半个月也能好得差不多，唯独他这张脸至今还没能上过药。老伯，你若是肯乖乖服药，假以时日，脸必定能恢复如初。咱们把脸也治好，好吗？没想到这句话一说，老人竟再度变得疯狂起来。他跑回屋里，拿出一个瓷碗往墙上一摔，就将手中剩下的一块碎瓷片抵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老伯，你做什么？你快把瓷片放下！可他靠近一步，老人就把碎瓷片往肉里刺入一分，鲜红的血瞬间流了下来。你别激动，我不过来了。你不想治脸，咱们就不治了，不治了啊！你快把瓷片放下来，太危险了。老人手中未松，又警惕地看了一眼闻香夫人。哎呀，不治了，不治了，我保证绝对不碰你的脸，可以了吧？想想就生气，多少人求着他去治病，如今却是他上赶着给人治病，人还以死威胁，这都什么事儿啊？老人总算是把碎瓷片从脖子上拿了下来。老伯，你就安心在这里治病，等嗓子和毒素都治好了，我就来接你回去。对了，我现在嫁到离王府了，如今住在离王府，你愿意跟我一起去离王府生活吗？老人立即摇头又摆手。那你还是想回南阳侯府，去我娘的院子里照顾花草吗？老人点头。好，那我到时候还是来接你回南阳侯府。回去的路上，沈南星若有所思。我总觉得老伯有点奇怪，还有他为何那般抗拒治脸呢？他的脸都伤成那样了。一个好端端的人被人毁容了，不会不想把脸治好，除非他有什么苦衷。你兄长之前不是也毁容了，不愿治疗吗？他说是恢复记忆后，闻香夫人才研制出的药膏，那时候他急着找我，没顾上。而且老伯也太奇怪了，怎么会有人宁愿死也不愿把毁容的脸治好呢？说是有苦衷，能有什么苦衷呢？难道他是不想让人认出他的身份不能让人知道？别想了，若是想知道缘由，不妨亲自问他，左右他的嗓子，半个月后就能大好。城北庭院里，沈木与慕容嫣过了数日如胶似漆的日子，夜夜缠绵。每当慕容嫣在他怀中沉沉睡去，沈木就会刻意进入冥想状态，在识海中寻找沈燕的存在。但无论他如何努力寻找，终是没有丝毫结果。他在体内竟感受不到任何有关沈燕的气息，就仿佛沈燕此人从未出现过。这些年就像是他一场神奇的梦境一般。嫣儿，你要我做什么？谁让你不专心？你是不是嫌弃我年岁大了，不如年轻女子那般惹人怜爱了？怎么会呢？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美好的女子，任谁也无法比拟。那你这几日怎么总是走神？嫣儿，
身体，我早晚得还给沈燕。你又不要我了是吗？沈木，你又要抛下我是不是？燕儿，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沈木，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凭什么？以前就是这样，你欺负了我之后说都不说一声，就擅自将身体让给了沈燕，让我眼睁睁看着你跟别的女人亲热。你知道我那时候有多痛苦吗？我痛得恨不得死去。若不是身边整个南疆，我早就死了。燕儿，我不是故意的，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可你现在知道。燕儿，你别这样。所以，当初你抛下了我，如今你又要抛下我和我们的女儿是吗？女儿？是啊，我们有个女儿，她叫芊芊，已经快10岁了，还从未见过她的父亲。她自小就被人嘲笑，同龄的孩子都不跟她玩，说她是个没有父亲的野种，所以她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玩。这次我来北岳找你，她以那般小的年岁独自管理整个南疆，她说她能行，南疆有她在，叫我放心去找她爹，叮嘱我一定要将她爹找回去。看来她又要失望了，她爹根本不想要她，她注定这一辈子都是个没爹的孩子了。芊芊，燕儿，对不起。娘都是胡说八道的，这都是权宜之下，一切都是为了把你爹拐回南疆去。等男人哭得差不多了，慕容嫣拍了拍他的肩：“别哭了，这事儿也不是无解，或许沈燕她自己不想回来了呢。”沈木一愣，呆呆地看着他：“你看这几日她不是都没出现吗？你感受一下，体内还有她的气息吗？”没有。那不就得了，她肯定就是自己不想回来了。不会，她对这具身体执念很深的，一直很想独掌这具身体，怎么可能自己不想回来？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徒儿对他说的那句话。徒儿说这次沈燕刺杀他是刻意为了引自己出来，怎会如此？听说他最爱的女人背叛了他，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秋儿。怎么会？他们不是很恩爱吗？他还为了他……听说那个秋儿心里真正喜欢的人是沈渊，这么多年都是把他当替身的。他许是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不想活了吧？你刚说他还为他做什么了？沈木顿了下，不知该不该说。他为了那个秋儿杀了沈渊，对不对？啊，你怎么知道？不止我，小九也知道啊，还有南阳侯府的人全都知道了。哦，不对，南阳侯应该不知道，小辈们定然还瞒着他。你可知沈渊的遗体在什么地方？小九在四处找呢，想来是南阳侯府知道真相了，想给他正式立碑祭拜。见沈木不说话，慕容嫣有些着急：“你快说呀！你若是知道的话，也算是帮了小九大忙了。”他没死。你说什么？沈渊没死，我救了他。沈燕杀沈渊的时候，或许是因为血脉影响，我醒了。那时候沈燕为了让那个女人过上好日子，决意冒充沈渊进入南阳侯府。他担心杀死沈渊后尸体被认出，就用刀划花了他的脸，又用烙铁将他的脸烙得面目全非，还强迫他吞了烧红的炭，烫坏了嗓子，又给他下了数十种各式各样的毒药。我能感受到沈燕的怨气，他觉得他这些年的苦难都是沈渊造成的，所以刻意折磨他。我当时很痛苦，很纠结，但我最终没有出手，只是旁观了这一切。因为我答应了沈燕，这具身体给了他，我就该永远的沉睡下去，我不能出尔反尔。然后呢？然后在沈燕最后要一刀将沈渊割喉时，他收到了星月阁的紧急讯号，匆忙离开了，只在临走前一脚将沈渊踹进了悬崖。后来等到深夜，沈渊睡着之后，我偷偷醒来，去悬崖下找到了沈渊。沈渊没死，那真是太好了，我明日就传信给小九。哦，对了，你还记得那户农家位置所在吗？记得很清楚。沈木点了点头，将当年托付沈渊的那户农家的地址详细告诉了慕容嫣。燕儿，若是沈燕还是想回来，我们南疆有个活了几百年的老巫师，你这种情况他曾见过，有一定的了解。他现在已经在往我们这里来了，大概3日之内可达，到时候让老巫师给你看看再说。
或许两全其美之法也未可知。这几日别多想了，好好做你自己，好吗？好。燕儿，咱们的女儿是什么样的？长得像你还是像我？她可有喜欢的东西？咱们的女儿啊，结合了我们两人的优点，是南疆最美的小姑娘，眼睛像我，鼻子和嘴巴像你。她平日里最喜欢与朋友们一起踢球、踢毽子，还喜欢外出狩猎。沈墨想象着女儿的模样，唇角忍不住的勾起，但听着听着又觉有些不对劲。你不是说女儿没有朋友，都是自己一个人玩吗？怎么，见不得你女儿好是吧？你巴不得没人跟她玩是吧？沈墨一愣，慕容嫣又道：“你知道错了没有？”燕儿，我错了。次日，傅九离收到消息之后，立即亲自去了一趟慕容嫣心中所说的地址。未曾想，那户人家早已搬走。村子里的人倒是知道一点消息，说那个毁了容的丑八怪只在村子里待了一晚，第二日醒来就失踪了。那户人家怕有人来要回银子，连夜举家搬走了，一无所获。打马回城的路上，傅九离脑海中疏忽闪过了南阳侯府老花匠的脸。那个老花匠不也是脸毁容了，嗓子哑了吗？文香夫人说他体内有数十种毒素，他心中一跳，这不都对上了吗？想到此，傅九离一抖马缰，加快速度赶回离王府，带着夫人又叫上沈明一起，三人一同赶去了幽冥谷。哥，你说那个老花匠会是爹吗？我认为有很大的可能，毁容、生哑、中毒，除了这3样全对上了以外，夏荷说过，他是自己跑进侯府，去到娘身边的。再结合你说的，他明明很关心你，却不愿去离王府生活，还要回到梅院。但实际上，娘对他也只是当个普通的下人，他为何还要守在梅院？除了他是爹，对娘情根深重以外，我想不出其他的解释。倘若他真的是爹，他这些年受了多少苦啊，还要眼睁睁看着娘为了一个冒牌货憔悴成那样，看着娘与我们兄妹局域，他又还说不出话来。他的手是好的，可以写字，但他并未向我们任何一个人传递任何信息，足以说明他是自愿隐藏身份的。可能是因为他被毁了容貌和声音自卑，也可能是为了保护沈烨，又或者两者都有。是为了保护沈烨，爹的脸明明可以治好，可他宁死也不愿治脸。不是为了帮沈烨隐藏身份，又是什么？还不能确认老花匠就是爹。等到了幽冥谷，他就是爹。我第一次在梅院见到他，就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原来他是我爹。很快就会好起来。南疆女皇这次定会把沈墨带回南疆，以后岳父便可以恢复身份，堂堂正正活着了。三人一并来到幽冥谷时，文香夫人高兴坏了，眼角眉梢都是笑意。快快进去，你们今日怎么有空一起来看我老婆子了？哎呦，明小子，你的脸真是彻底好了呀！婶婶就说嘛，我们明小子一旦脸好了，那必定是名动天下的美男子。瞧瞧这眉毛，这眼睛，真俊呐！沈明眼见着沈老神医一张老脸几乎黑透，连忙咳嗽2声。婶婶，我们今日来是找老花匠的，比较急，您能现在就带我们去找他吗？哎呦，好，婶婶现在就带你们过去啊！一边走一边絮絮叨叨。他这几日啊，终于肯配合治疗了，身子骨眼看着就健朗了许多，嗓子虽未好全，但已经能说几句简单的字词了。就是他这个脸呢，不让碰，若是肯治，保管他恢复的与原来无甚差别。可他偏偏就是不肯。一行人来到了后院门口，文香夫人才止住了话头。喏，瞧，那不就是那老花匠吗？他如今身子骨好些了，就去侍弄花草了。沈南星看着那正端着一盆绿植的白发老人，眼眶顿时热了。爹！白发老人显然怔住了，看见来人后，他神色慌乱，急忙放下绿植，连连摆手。不！沈南星再也忍不住了，冲过去一把就抱住了老人。爹！老花匠2只手张着搁在空中，慌得没办法，却任由沈南星抱住自己，又急得在喉咙里啊啊地叫着。
傅九离走上前来，扶住沈南星的肩。夫人别急，慢慢来，你先放开他，别把人吓着了。沈南星这才放开了紧紧抱着老花匠的手。傅九离将夫人抱进怀里轻吼，抽空看了一眼沈明，意思是你来。老伯，我和舍妹有些话想单独跟您说，咱们进屋去好吗？白发老人怔了下，眼中闪过犹豫，又看了一眼哭得泣不成声的沈南星，终是点了点头。沈明扶着老花匠进了屋，傅九离将沈南星送到门口。进去吧，别着急，慢慢说，我在外面等你。沈南星看了他一眼，微微点了点头，也跟了进去。沈南星与兄长对视一眼后，沈明便看着老花匠率先开口道：老伯，我给您讲个故事吧。老花匠一怔，喉咙里啊了一声，便不再作声。从前有一对兄妹，他们出生于显贵之家，锦衣玉食，生活富足，一切都很好。唯一的遗憾就是他们的父亲不爱他们，也不爱他们的母亲。他们一直听话乖巧，很努力地读书习武，以为只要自己表现得足够优秀，就能得到父亲的疼爱。可没想到，无论他们如何努力，父亲仍旧对他们很冷漠，甚至他们的母亲因为得不到父亲的爱，日渐消瘦，性子也变得易暴易怒，渐渐也对他们不喜了。直到后来，他们的父亲带回了一个女人和2个孩子，兄妹俩才明白父亲一直以来不喜欢他们的缘由何在。自此，兄妹俩只能日日看着父亲在他的另一个家里享受天伦之乐，而他们只能躲在一旁偷偷看着，偷偷哭泣。后来，父亲的小家容不下兄妹俩的存在了，便设计要杀了兄妹俩。幸好那兄妹俩命大，都活了下来。只是一个被迫女扮男装，驰骋沙场多年，一个失忆毁容，10年后才恢复记忆，得以回家。而兄妹俩的母亲经过这些年的郁闷搓磨，如今行孝鼓励，早已失去了自我。幸也不幸之事，那兄妹俩发现了自己叫了多年的父亲，原来并非他们的生父。老婆，您说，若是他们的亲生父亲，还会如此对待他们吗？老花匠早已泪流满面，此刻衣袖遮面，肩膀不停地颤抖着，喉咙中发出嘶哑的呜咽。那兄妹俩没有享受过一天亲生父亲带来的温暖，余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找到他们的亲生父亲。他们的父亲名唤沈渊，是南阳侯府沈老侯爷最爱的儿子，也是侯府主母许鸾的命，也是那兄妹俩的信仰和执念。老伯，你说那兄妹俩的亲生父亲是不是不想要他们了，所以才这么多年迟迟不肯出现？老花匠一颗雪白的头颅连连摇晃着，沟壑纵横的老脸上渗着浑浊的泪痕，喉咙里发出浑沦又沙哑的咕噜声，情绪看着很是激动。你是说他们的父亲不会不要他们，是吗？老花匠重重的点头，眼中又有泪花沁出。沈南星再也忍不住了，他扑过去一把抱住老花匠。爹，你是我爹吗？老花匠浑身僵硬了，他颤颤巍巍抬起枯瘦的右手，下意识想放在沈南星的背上轻拍。爹。然话音刚落，老花匠忽然站起身，用力推开了沈南星。爹，您干什么？老花匠却疯了一般，操起桌上的茶壶茶杯，一股脑往兄妹2人身上摔，眼神凶狠，喉咙里不时地发出听不清的狂躁之声。沈明搂着妹妹东躲西藏，才没被那些东西砸到身上。待桌上的东西摔完，老花匠手中没东西可摔时，兄妹俩才堪堪停下了躲藏的步伐。我是爹。你就是老伯，你别生气，是我们兄妹俩认错人了，抱歉。说完就强行带着妹妹离开了这间屋子。到了门外，沈明才放开了妹妹。他就是爹，他就是爹，我们没有认错。傅九离见此，忙上前将沈南星抱在怀里安抚。夫人别急，先听听兄长怎么说。老头子，你进去看看。沈老神医神色凝重，见此情景立即进了屋。这些时日，老头子跟他还能说上几句话，里面有老头子在，你们不用担心。
沈明冲文香夫人点了点头，又看向沈南星。我们换个地方说。几人很快换到了前院的僻静处。我们没认错，他确实是爹，但你先冷静一下，听我说。从后院过来的这一路，沈南星情绪已经稍稍平复了一些。此时听到兄长如此说，便红着眼点了点头。他是爹，这从他方才的反应就已经可以完全确定了。且他对我们并非不在意，而是他又不能承认身份的苦衷。是因为沈燕？是的，但我们刚刚证实他是爹，太过激动了，忽视了这一点。爹隐藏在侯府多年，宁愿做个花匠，在美院打理花草，也不愿意承认身份。他的心结不除，是不会承认他的真实身份的。祖父说过，爹向来心地善良，爹一定是知道了沈燕的存在后，觉得是自己的存在让沈燕受了这么多苦，他觉得自己愧对于他，所以哪怕被沈燕害成这样，他也不愿承认自己的身份。他想让沈燕堂堂正正的活着，所以宁愿自己受委屈，可他又放心不下我们，所以潜入侯府做个花匠，偷偷关心着我们，却又不能相认。这番话说完，众人都沉默了。沈燕已然消失了，现下唯一的办法是让沈牧亲自来与岳父说。只要沈牧愿意跟南疆女皇回南疆，岳父自可以恢复身份。只是这是什么？没什么，此时我去周旋，定要将沈牧带到幽冥谷来。几人来的本就不算早，这一番折腾后，夕阳已然卧在了山头，天快黑了。我去找沈牧，你与兄长不妨在此住上2天。好，我与妹妹守在这里，以防有什么变故。祖父那边我给他传信即可。商议妥当后，傅九离当即将骏马从马车上卸下，快马加鞭离开了幽冥谷。2日后的午时，傅九离带着沈牧与慕容嫣回到了幽冥谷。在沈老神医的安排下，沈牧独自与老花匠见了面。2人在屋子里关了许久，那道门彻夜没有打开。在此期间，慕容嫣也与沈南星兄妹俩背细说了这2日发生的事。先是老巫师来了，仔细探查过沈牧的身体数次，告诉他们沈牧的身体里已经没有第2道意识了。究其根本来说，沈燕的存在其实是沈牧本体的一个执念，执念一旦没了，那道意识自然也就彻底消散了。沈牧本来不信，但没过多久，沈牧收到了星月阁的9星杀手占星送来的一封信。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是星月阁的阁主。那个叫占星的9星杀手说，阁主交给他了一封信，让他7日之后返还给阁主。所以其实那封信是沈燕专程写给沈牧的，信中写了什么他没告诉我，我也没问。但可以确定的是那封信让他释怀了。他看过信以后，同意跟我回南疆与女儿团聚，所以以后沈渊可以拿回属于他的身份，不用再顾忌什么了。一体双魂之事确实匪夷所思，他曾对你们家造成了伤害，我替他道歉，故在此与你们一诺。日后你们若有任何需要我南疆帮助的地方，我南疆绝无推辞。女皇客气了，此事责任不全在他，侯府也有责任。你们能如此想，乃皇父之幸。屋内，沈牧与沈渊彻夜长谈后，2人都是热泪盈眶了。其实沈燕本性不坏的，我们从小就羡慕你，还偷偷去看过你几次。我们后来有实力了，创建了星月阁。你知道为什么叫星月阁吗？为什么？因为偷听到你有一次说，若是此生有幸娶到了鸾儿，你与他日后生的孩子，若是男孩就叫月，若是女孩就叫星，取的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明月星辰之意。你可还记得？沈渊今夜数不清多少次热泪盈眶了。是我对不起你。要说对不起，那也是我对不起你。那时候我与沈烨约定，星月阁日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南阳侯府所有人，让你们都好好的。可自从沈烨被王夏秋那个女人蒙骗，他就彻底变了，为了那个女人什么事都做得出，甚至把你……我不怪他。其实沈烨也是我呀，是我无法承受庄子上那些恶仆无端加诸在我身上的痛苦，这才分化出了沈烨，把坏情绪都给了他，
让他替我承受一切。从他出现的那一刻起，感受到的就都是恶意，从来没有人爱过他。他太缺爱了，所以王夏秋那个女人对他表露了一点点虚情假意，就把他拿捏得死死的，让他什么都愿意为他做。这份虚情假意也是他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当这份虚情假意收回了，他没了信念，也就彻底消散了。我看到了他留给我的信后，昨夜我接收到了属于他的全部记忆，所以其实他也是我们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所以沈木看着沈渊那被毁得彻底，已经完全看不出本来面目的脸。你身上那些伤害都是我造成的。除此之外，我曾为了那个虚情假意的女人险些杀了你的一双儿女，还有你夫人，你曾经做梦都想娶回家的女人。她以为我是你，这些年受了很大的伤害，如今郁郁寡欢。还有你父亲，我占了你的身份，却从未替你尽过一丝孝道，一直在气他，败坏侯府门风，让他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对不起，大哥。我不管你，是我害了你，小弟。听到这声小弟，沈木猛地抱住了沈渊，两人抱头痛哭。大哭一场后，待情绪慢慢平静下来，沈木抹了抹泪，将沈渊扶起。这一切都是造化弄人，如今再去追究谁对谁错，已然没有了意义。大哥，今日与我一同来的那个女人，你看到了吗？她叫慕容嫣，是南疆的女皇，也是我心爱之人。她还为我生了个女儿，叫芊芊。她们母女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已决意要随她回南疆了，日后应当都不会再回北岳。大哥，你也该回侯府了，用你自己的身份。父亲。大哥，父亲若是知道了我的存在，必然也会知道你和我这些年的遭遇。父亲已经年迈了，何必再让他遭受着无端的刺激？且我与他也相处了这么些年了，从未让他高兴过，还是不见了。要见。小弟也是父亲的血脉，父亲该当知晓。大哥，我意已决。大哥，我若回去见了父亲，此事难免不透露。且侯府双生子之事，一旦让心怀不轨之人知晓，侯府即刻就会面临灭顶之灾。你想想南星和北岳，这两个孩子受了不少苦，你忍心让他们再无端受到牵连吗？沈渊眼中滚出浑浊的泪。大哥，我现在很好，你也该回侯府了。嫂子还有两个孩子都等你许多年了。我听说文香夫人可以治好你脸上的伤痕，九黎都跟我说了，你之前不愿治脸是为了我吧？日后你就安心待在幽冥谷，把脸治好，别让两个孩子再为你操心了，好吗？沈墨苦口婆心劝了许久，沈渊终于点了头。一直到次日4时，门才从里面被打开。门一开，院中4双眼睛立即齐刷刷看了过去。夫君。沈墨反握住他的手，轻点了点头，表示一切都好。接着就拉着慕容嫣出去了，将空间留给了沈渊和沈南星兄妹几人。沈南星眼中闪烁着泪光，却不敢再如昨日那般莽撞，只有被傅九黎紧紧握在手心的手微微颤抖着。星，过来。沈南星蓄在眼中的泪水疏忽砸下，立即松开了傅九黎的手，就朝沈渊冲了过去，一头扎进了老人怀中。爹，爹，岳父。沈渊冷着脸不理他，连眼神都没给他一个。傅九黎也不恼，只安静地守在父子3人身旁。待父子3人说了许久的话，激动的情绪渐渐平息下来，他才插嘴道：岳父，你也许久未进食了，幽冥谷在正厅备好了午膳，咱们过去吧。然沈渊不仅没搭理他，甚至还将脑袋往另一侧偏了偏。夫人，
爹。沈渊神色微微松动，但还是没看傅九离一眼。走。明儿、南星，快扶你们爹坐下。沈渊此时已经知晓，正是眼前的文香夫人救了自己的宝贝儿子。谢谢。文香夫人一听便知沈渊谢的是何事，顿时眉开眼笑。沈大人不必言谢，明儿这孩子乖巧又孝顺，老身当年捡到他呀，是老身的福气。你的嗓子呀，基本已经恢复了，只是太久不说话，有些生疏罢了。只要勤加练习，再过些时日，就能与常人无异了。多谢夫人。哎呀，不用谢，日后让明儿和南星无事时多来看看我老婆子，就算是谢了。老身可真稀罕这2个孩子。见沈渊又要说话，哎呀，听你说话听得着急，快坐下，先用膳吧，大家伙都饿了。沈渊这才没再说什么，在儿女的搀扶下入了座。他入座以后，众人也都纷纷落了座。饭桌上，众人一边用膳，一边谈论着这些年发生的一桩桩事，感慨唏嘘不断。沈见识齐了，代代出双胎，沈木和沈渊是这样，南星和北岳也是这样。好在南星和北岳是龙凤胎，不是双生子。不过我祖父那代倒是只有我祖父一人，我曾祖父只有我祖父一个儿子。那倒是，就是不知道后面怎么忽然就变了。大家伙儿多吃点菜啊，这些青菜都是老身自己种的，肉菜呢都是老头子亲自养的，新鲜着呢。尤其是这鱼，那可是老头子亲手做的鱼食，味大的，肉质鲜嫩，快尝尝看。夫人，这道鱼是为夫亲自从幽冥谷的池子里打捞的，味道鲜美，夫人尝尝。沈南星笑着冲他点了下头，心情愉悦地将这块鱼夹起就要往嘴里喂，可没想到才刚靠近唇边，闻到那个气味，胃里顿时翻江倒海起来。他立刻放下筷子，捂住嘴，站起身来就往外跑。夫人，傅九离神色一变，急忙起身跟了出去。南星，南星你怎么了？沈明也跟了出去。文香夫人，请您替我夫人看看，她好端端的怎么忽然就吐了呢？文香夫人急忙走了过来，伸手给沈南星把脉。她凝神把了片刻，面上先是一喜，而后又变得复杂起来，看了一眼傅九离，没说话。我夫人这是怎么了？这……文香夫人，我夫人是得了什么疑难杂症吗？很难治吗？夫君，你别急，我没事，我现在没有哪里不舒服。沈明看着妹妹，心底大概有了猜测，只是若真是如此，此事便事关重大，当下该如何应对才最好？行，你……文香夫人，您快说呀，我夫人到底怎么了？无论需要什么药材，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给你找来，只求您治好她。沈老神医见老婆子支支吾吾的，就是不说清楚，顿时也着急了，3两步抢步来到沈南星身边，将2指搭上了他另一只手腕。哎，南星这是有孕了。老婆子，你医术退步了呀？怎么连这么简单的喜脉都拔不出来啦？话落，沈老神医才发现众人都沉默了。沈南星虽有所预感，可这会儿得到确认，还是震惊的瞪大了双眸。我不是泡了寒池，然后……你还记得你上回来谷里，我和老婆子给你的那一包药吗？里面的补药你可吃了？吃了。难道……哎，那是老婆子研制的补药，对女子有大补功效。你吃了之后，之前泡寒池的毛病自然就没了。沈南星此刻心中又惊又喜，又有担忧。他下意识抬眸看向傅九离，沈渊忽然闯了过来，一脚迈进夫妇俩中间。合理。爹，您在说什么呀？岳父可是担忧南星的处境。不瞒岳父，小婿迎娶南星后，就已计划辞官，这段时日都在部署相关的安排，目前已经基本安排妥当。本来计划10日后再与陛下说及此事，但如今南星有孕，小婿打算将计划提前，明日一早就进宫辞官，带南星离开。南星的安危，还请岳父放心，小婿会拿命护他。只要小婿还活着，就绝不会让他受到一丁点伤害。至于合理，岳父，此事绝无可能。孩子，我爹以为孩子不是你的，怕你欺负我妹妹，所以才让你们合离。爹，是吗？沈渊一怔，点了点头。傅九离，你自己解释吧。傅九离沉默了片刻，目光扫了一眼众人后，还是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说了出来。只是说辞中
只说是娘给他净的身，并未提及乳娘一说。毕竟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他西宁二皇子的身份还不宜暴露。小九，你说的可是真的？是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旦傅九离的假换身份暴露，北岳帝绝不会放过他，南星也必定会被牵连。纵使辞官，他们又能逃到哪儿去呢？小九，去南疆如何？少兴了南疆劲敌，那北岳帝便是知道了真相，也无法奈何你们。慕容嫣对傅九离的亲昵，众人只当是因为傅九离是沈墨徒儿的缘故，并未多想。毕竟沈墨早先便说了，自己早些年与傅九离一见如故，便收了他为徒。大哥，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到了南疆，有我和嫣儿在，你女儿女婿还有小外孙，我们定给你照顾得好好的。是啊，大哥，你以后若是想他们了，也能来南疆看他们，或者干脆你们全家一起迁到南疆好了。我们南疆除了天气没北岳干爽舒适，比北岳也不差了。去了南疆，我给你们封公爵。沈渊目光沉了沉，一颗雪白的头颅摇了摇，拒绝了。没人比他更清楚，他的父亲沈老侯爷守护北岳多年，对北岳以及北岳的百姓有多么强烈的感情。带他走。小婿在此，谢过岳父。沈渊却连看都懒得再看他一眼，目光移到了沈明身上。北岳，爹，你去。爹，你放心，此番我会与妹妹妹夫同去，确保他们的安全。沈渊又扫了一眼众人，目光分外凝重。大哥您放心，小九的秘密我们绝不会往外透露半个字。大哥您放心，我与嫣儿必定严守秘密。沈渊的目光又落在沈老神医夫妇身上。你看老头子做什么？这事老头子早就知道，何曾对外说过？早就知道？老头子当然早就知道了，老头子当年第一次救你就知道了。嘿，你小子不会自己不知道吧？看傅九离的表情一怔，沈老神医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大秘密。哦，怪不得你当初带南星丫头来我这儿，要让她逃。我自是知道。好了，九离明日要辞官，今日定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我们就先回去了。沈渊决定留在幽冥谷治好了脸，再回南阳侯府。与他告别后，沈南星夫妇与沈明还有沈木与慕容嫣一并回了京城。在回离王府的马车上，傅九离将夫人搂在怀中，夫人已经累极，沉沉睡去了。一路上，他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落在夫人小腹，那里还是平平的，一点都看不出来怀孕了。这里面竟然藏着他与夫人的孩子。想到那个小家伙日后会叫他爹，喊夫人娘，傅九离眸光柔和，唇角勾起笑意。就是不知会是个臭小子，还是和夫人一般乖巧漂亮的宝贝闺女。马车停在了离王府大门口，傅九离将睡得正香的夫人打横抱起，稳稳地走了进去。冷风。随着一道破空声，冷月半跪在地上。主子。冷风呢？冷风先前说有急事要处理，申时就离开了。下去吧。然后抱着夫人继续往卧房里去。难怪夫人这段时日总爱犯困，原来是有了她的孩子，她竟还那般折腾她。夫人，辛苦了。安顿好夫人后，傅九离来到书房，提笔在一张空白宣纸上写了起来。辞官书，里面背细列明了所有重要的未尽事宜的当下进度以及后续安排，最后又说明了自己一心只想与夫人过闲云野鹤的生活，故请求辞官归隐，恳请陛下同意。仔细检查过后，傅九离搁下了笔。这些年承蒙陛下与六皇子看重，赋予重权，给予信任，他虽早知自己西宁二皇子的身份，也未曾想过要离开北岳。一来北岳是他所在所葬之地，他舍不得离开；二来他之前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太监，然时也是也，他不能让夫人承受哪怕一丁点风险，更何况他们如今又还有了孩子，北岳就更不能留了。冷夜，主子，在京城的凤卫已经全数聚齐，由修罗统领，在城外10里山岗随时等候号令，暗卫也已全部召回。所有暗卫均在府中吗？是，属下已清点3次，所有暗卫都在府中，除了冷风还没有回来。冷月说他去处理要事了，这个时候想必也快回来了。他是申时离开的，那时我与夫人在何处？在去京郊庭院的路上。
冷夜的额头上顿时渗出了冷汗。不会的，主子，这定然是个巧合，冷风都不可能。他手上并无要紧急物，当得他在守卫之时擅自离开。提前行动。是。夜半，城内街道上除了打更的人一片沉寂。忽然长街上响起了沉雷般的脚步声，一队长长的部族手持火把照亮了京城的半边天。在队伍最前方领队的是兵部侍郎石磊。在距离离王府还有3里路时，石磊抬手示意队伍停了下来。一会儿到了离王府，就立即将整个府邸全部包围，连只苍蝇都不许放出去，明白吗？明白。石磊再次抬手往前一挥，部族再度整齐地跑动起来。兵部侍郎石磊奉命缉拿当朝离王傅九黎，开门。府中全然没有动静，石磊又叩了一次门，将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却依旧无人应声。石大人，直接破门吧。依属下看，这傅九黎定是已知罪孽深重，在劫难逃，早已吓破了胆了，不敢开门。休得胡言！陛下还未定罪，岂容你等在此胡说八道，构陷当朝王爷？石大人说的对，是属下一时失言。石磊并未理会他，凝神听了片刻，府中确实毫无动静。破门！他身后的百人队立刻冲了上来，用蛮力将大门破开。走！皇宫，谢恒睡得正香，被小柱子喊醒，不耐烦地坐起身来。哎，小柱子，你能不能别吵？有什么事等本皇子睡醒了再说，不行吗？哎呦，我的小主子，出了天大的事了！最好是天大的事，否则本皇子定要罚你站，知道吗？许太傅都说了，本皇子还在长身体，要保证充足的睡眠。9千岁出事了！什么？谢恒一跃而起，睡意全无。狄王怎么会出事呢？他那么厉害，在北越除了父皇，谁能欺负得了他呀？向来都只有他欺负别人的份儿。你是不是在骗我呢？这种事可不行开玩笑啊！哎，正是陛下要杀他呀！此刻怕是大军已经将离王府包围了。为何？父皇为何要杀他？他为北越做了那么多贡献，父皇是老糊涂了吗？9千岁他不是太监。什么？那多好的事啊！那他就可以和南星姐姐生小宝宝了。哎呀，9千岁犯了欺君之罪。谢恒兴奋的神色顿时愣住了。是啊，离王不是宦官，却做到了宦官的最高位置，手握重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欺君之罪姑且不论，以父皇那般重的猜忌心，离王只怕是凶多吉少。走，去找父皇。御书房内灯火通明，谢恒被贵公公抬臂挡在了门外。陛下正在处理国事，吩咐了不见任何人。六皇子请回吧。谢恒用力将贵公公推开，强行就要往里闯。拦下他2名甲士从天而降，电光火石间2把剑架在了谢恒的脖子上。放肆！我可是当今六皇子，你们竟敢如此对我！六皇子得罪了。你个狗奴才！父皇，儿臣找您有急事，您的奴才不让我进去。父皇，父皇，儿臣有事跟您说。父皇！御书房内的北越帝不堪其扰，让他进来。是陛下。贵公公应了一声，又俯身对谢恒道：“六皇子，陛下请您进去。”谢恒冷哼一声，对着贵公公翻了个白眼，抬脚就往里走。父皇，儿臣听说您要杀李我，是真的吗？哼，你听谁说的？这不重要。父皇，您能不能不要杀李我？您若是生气他骗了你，您可以罚他的俸禄啊，或者撤职也行。您就别杀他了，行吗？北越帝没说话，抬手就向谢恒抛出一物。你自己看。谢恒将东西接过，仔细一看，是兵部侍郎石磊传来的密信。待看清上面写的内容后，他顿时惊愕了。李王的逃走了。哼，朕还没拿他怎么着，他就已经畏罪潜逃了。他对朕可曾有一丝信任？你还替他求情？父皇，若是他没逃走，您会放过他吗？北越帝没有说话。谢恒皱了皱眉，眼眶渐渐红了。李王就是因为了解您，知道您绝对不会放过他，所以他才逃跑的。他一直在利用我们父子俩，一步步走到如今的高位，朕难道该放过他吗？可他当初根本不知道自己不是太监，怎么可能是在利用我们？谢恒，你真相信有人那么蠢？谢恒嘴唇颤了颤，终是没有发出声音。他想为离王辩解，可这实在是太牵强了。傅九黎从入宫开始就在步步为营，
他如今在北越能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滔天。父皇之所以给他这么大的权力，都是基于他是一个阉人的基础上。恒儿，你可知，若是父皇没有发现他的这个秘密，他又拥有这般大的权势，一旦父皇老去，他哪怕有一丝歹心，我北越极有可能就要覆灭，你懂吗？可他入宫10年，从未做过一件对不起我们的事，他还救了儿臣的命，他对北越有功无过。父皇，他如今既已逃了，咱们就放他一马，行吗？恒儿，作为一国帝王，执掌国家公器，绝不可心慈手软，尤其是这种关乎国家存亡的威胁，必须要斩草除根。可是父皇，他没有做过任何谋逆之事，他这些年做的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恒儿，你以后长大了就会明白，大人不仁。父皇，谢恒还想说什么，北越帝疲惫地摆了摆手，回去吧。谢恒不想走，北越帝换来2个小内侍，将6皇子带回去好好休息，这段时日就安心读书吧。这就是要禁足的意思了。看着儿子被架走，北越帝又叹了口气，在原地站了片刻后，他回到了书案后坐下。冷风，屏风后一道黑影闪出，立于案前。接着说。他们本来计划逃去南疆，但傅九离一向聪明，既然已经连夜逃走，便说明他已经知晓了属下出卖了他，那他们就很可能会改变路线，不去南疆了。按你的推测，他们有可能改道去哪里？东来他们应当不会去，虽说沈明曾在东来为相，深受东来皇帝信任，但沈明也帮着北越夺了东来10座城池，东来吃了这么大的闷亏，他们若是去了东来，不是羊入虎口吗？而西宁自从在北越丢了2皇子，就一直对北越存有敌意。傅九离作为北越权倾朝野的9000岁，一旦去了他们的地盘，很难不受牵连，所以他们去南疆是最好的选择。但计划既已败露，保支原计划是傻瓜行为，傅九离肯定不会干，那么他只能在东来和西宁选一个去，端看他如何考虑了。你分析了半天，就说了这么一堆废话。属下愚钝，请陛下恕罪。还有什么情报？傅九离的暗卫在营地统一受过严酷的训练，考核合格之后才能出营，能力十分强悍。若是仅凭10大人带的2000护卫军，奈何不了他们。属下清楚所有暗卫核心成员的弱点，请陛下派给属下2000黑甲卫，旬日内，属下定将傅九离和沈南星缉拿归案。朕给你5000黑甲卫，若是你任务失败，诛9族。1个时辰后，冷风才从御书房出来，趁着夜色，一个闪身就消失在了绵延的屋顶中。一路疾行，还未出宫，前方却被一道黑影截住了路。冷风，竟然真的是你！你为何要背叛主子？让开！不让！你不说清楚，休想离开！我本就是陛下的人，谈何背叛？好啊，我真是看错你了。原来你一直都是陛下派来主子身边的奸细。什么奸细？若是他傅九离不是谋逆之心，一辈子忠心事主，我又怎会背叛他？你一直跟在主子身边，你难道不知道主子何时有谋逆之心了？分明是陛下容不下他。他若是没有谋逆之心，他当初进宫就该规规矩矩的净身，以一介男人之身做的宦官之首。你说他没有谋逆之心？主子他不知道。你瞧瞧你自己在说什么？未必他傅九离就是个蠢货啊，连自己是不是个男人都不知道。你污言秽语，以下犯上，我今日非带主子教训你不可。冷风也拔出了剑，两人身形碰撞，瞬间对上。两人本就实力不相上下，100余个回合后，仍是未分出胜负来。你有空在这里跟我周旋，还不如趁着陛下还未想起你是傅九离的人，赶紧离开。一旦陛下腾出手来，你必是死无葬身之地。我奉命保护6皇子安危，便是身死又有何惧？倒是你背叛主子，罪该万死！蠢货！他急着带黑甲卫去追击傅九离，见一时半会儿脱不开身，眼神一灵，袖口瞬间射出一根银针，冷住眼瞳一缩，急忙躲开，却迟了一步，有3根银针没入了他的左胳膊。冷风，你卑鄙！冷风却根本不理他，眨眼间身形便消失在了宫墙外。城外，4匹雄健骏马拉着一辆马车急速奔跑着，尘土飞扬。数百名黑衣劲装的骑士骑着马围绕在马车前后，将马车严严实实地护在中间。马车内尽管铺了厚厚的地毡和软垫，窝在傅九离怀里睡着的沈南星还是被这颠簸闹醒了。
夫人，可是有哪里不舒服？沈南星目光一扫周围，立即挣扎着坐了起来。怎么回事？不是说好天亮就去辞官吗？如何就连夜？冷风叛变，陛下提前知道了我不识太监的事，才不得已出此下策，连累夫人受苦了。我无事，就是冷风他不是你的心腹吗？怎会忽然叛变呢？他叛变的原因还不清楚，但目前当务之急是先脱离陛下的追捕，抵达安全的地界。那我们现在还按原计划去南疆吗？冷风既然叛变，陛下定然已经知晓了我们的计划，说是还去南疆。不去南疆了，去西宁。可西宁因曾在北越丢了二皇子，对北越一直骚扰不断，说是我们去西宁。夫人，对不起，为父有一事瞒了你。什么？我就是西宁丢了的那个二皇子。那个，因为夫人，你跟西宁有仇，为父怕我迁怒你。你会吗？结结巴巴的声音里不难听出紧张。沈南星从未见过他如此模样，心里觉得好笑，便故意板着脸不说话。夫人，为父知道西宁那个叫姚章的将领伤过你，等为父回西宁之后，定给夫人报仇。沈南星还是不说话，也不看他。夫人，沈南星终于绷不住笑了出来。夫人，你不生我气了？战场相逢，堂堂正正，各为其主而已。姚章是个人物，也是个很好的对手，我还挺敬佩他的。不行，不管怎么说，他伤了我夫人，就该付出代价。沈南星无语，他与这醋罐子没法说。主子，前方有人拦路。有多少人？1人。胡林一人立于道路中央，道旁停着一辆空马车。傅九离的马队簇拥着马车缓缓停了下来。乔大下马来到胡林跟前。你今日到此，所谓何事？我要见沈小姐。你一个外男，见我们夫人做什么？我要见沈小姐。你小子，我说话你听不懂是不是？我们夫人不会见你的，你走吧。胡林却岿然不动，仍旧死死盯着马车的方向。任星，你在吗？我是胡林，我有话与你说。马车内，沈南星刚看了一眼傅九离，还没来得及说话。不许去。沈南星无语地看着他。他一看就不安好心，你明明是我夫人，他还唤你闺蜜。说着说着，声音低了下去。说是夫人一定要去的话，为父陪你同去，可以吗？好。傅九离小心地将夫人抱下马车，又一路将夫人抱到了胡林跟前3尺处，才将人放下。胡林看着这一幕，垂在身侧的手几乎要将衣袍绞烂。南星，可否借一步说话？胡公子，我如今的身份是傅九离之妻，于情于理，你当叫我一声傅夫人。你若是找我有事，就快说吧，我们还急着赶路呢。可否借一步说话？那句傅夫人，他无论如何也叫不出口。不必了，我与夫君之间没有秘密，无论何事都可以当着他的面说。若是真同意胡林借一步说话了，他身边的醋罐子被炸了。傅九离如今是朝廷通缉犯，你愿意跟我走吗？痴心妄想！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要南星跟着你受苦吗？我的夫人，我自会护着。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过问？就凭我能保护他？南星，你跟我回去，我……胡林，我记得我曾与你说过，我此生只会认傅九离一人。可他如今犯了死罪，他没法再护着你了。我不在乎，我与他夫妻一体，本就该同甘共苦。他活我活，他死我随，而且我还有了他的孩子，我们一家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分开。胡林，你走吧，这世上好女子千千万，总有一日你会遇到你的良人。不，南星，你跟我走，他活不了多久了，我一定能护着你。你的孩子我也会当做亲生。我……傅九离实在忍不了了，骤然一掌将胡林掀翻在地上。你3番2次觊觎我夫人，如今还敢觊觎我的孩儿，你当我是死的吗？你就不怕我向陛下告密？随便。傅九离气得要命，动作却很轻柔。他将夫人再次抱起，一步一步稳稳地往回走。带回到马车上，将夫人扶着坐好。傅九离的脸色仍旧不太好。好了，别生气了，我夫君大人有大量，怎么不跟他一般见识啊？我不是大人，也没有大量，我就是小妾。任谁觊觎我夫人，我都想把他大卸8块。
好，我是你一人的，永远都是。不知暗卫们又跟胡林说了什么，或是做了什么，反正没过一会儿，马车又急速奔跑了起来。胡林在原地趴了许久，待觉得自己稍好些，便强撑着身子站了起来，准备驾车回去。他正要爬上车辕，就听到了一阵隆隆的脚步声。定睛一看，是兵部侍郎石磊带着2000护卫军赶到了。胡公子，你可曾看见傅九黎的人马经过此处？看见了。那你可知他们往哪边走了？胡林的视线也跟着看向那个岔路口，手一抬，指向右边的路口。他们往那个方向去了。追！带着2000护卫军朝着右边的路疾步追了过去。胡林看着护卫军走远，心里终究是松了口气。他狠狠地一甩马缰，马儿突兀，人力嘶鸣，前蹄落地，骤然朝着来时路飞奔了出去。然还未走出多远，迎面远远的就遇上了滚滚飞扬的烟尘。随着马队逐渐靠近，迎风呼啸的大囊旗猎猎抖动，上面一个大大的谢字分外显眼。陛下这是要派黑甲卫去缉拿傅九黎？黑甲卫统共8000人，是北越军中百里挑一最强悍的一支，是傅九黎亲自训练的，只听命于陛下一人。冷风看见马队的为首之人时，胡林惊愕地失声叫了出来。冷风不是傅九黎的心腹吗？可如今冷风怎会带着陛下的黑甲卫追击傅九黎？莫非冷风就是黎王府的那个奸细？胡林，你在此做什么？胡林愣了下，还未想到如何措辞。冷风睨了一眼他身后空空如也的马车。怎么来追沈南星啊？你还不死心啊？哼，无论在下因何在此，都与你这个叛徒无关。虽然他也不喜欢傅九黎，但对这种被主的叛徒更是不耻。前面有个岔路口，胡公子可知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无可奉告。是吗？你知情不报，就不怕我回去之后向陛下告状？如此一来，傅九黎犯下如此谋逆之罪，尚书府定是同伙了。胡说八道！我尚书府世代忠君爱国，如何做得出这种事情？这样啊，好，那我便再给胡公子一个机会，说吧，他们往哪边走了？我可以给你指路，但若是抓到了傅九黎，可不可以？可以。沈小姐刚嫁入黎王府没多久，对此事自是不可能提前知道，且她曾对北越有战功无数，只要她愿意打掉腹中孽种，我便可求陛下饶她一命。如何？冷大人可以说话算数？那是自然。他们往右边走了。走，左边，追。随着冷风的号令，马队飓风般朝着岔路口左边的方向隆隆卷去。看着黑甲卫行去的方向，胡林面色猛地一变，立刻解下车厢，急速朝着京城的方向疾驰而去。大人，胡公子方才说你贼从右边走，我们为何要走左边？你是否刻意阳奉阴违？那是因为胡林说谎了，咱们若是听他的，便是追到天边也追不到傅九黎。你如何得知他说谎了？哼，本帅下令何须向你解释？若是走左边没有追上傅九黎，全部罪责由本帅一人承担。主子，是黑甲卫。有多少人？5000人。传信给修罗，让凤卫即刻支援。是。主子，你与夫人先走，暗卫与凤卫断后。好，莫要恋战。是。暗卫死死拦住后面的黑甲卫，马车速度未减，继续往前快速奔去。我们有胜算吗？没有，暗卫共有384人，说是平日里以他们平均战力，对上黑甲卫可以以一敌10，再加上凤卫1000人队，即便对上5000黑甲卫，也不足为惧。怨故出在冷风身上。是，冷风清楚所有暗卫核心成员的弱点，若是黑甲卫有他统领，暗卫的战力便只能发挥出5成。冷风以前毕竟是你的人，陛下怎会让他统领黑甲卫来追我们？说不定不是他呢。冷夜方才也没提。正是因为冷夜未提是谁带队，所以带队的一定是冷风。那凤卫呢？凤卫的战力如何？凤卫的战力与黑甲卫差不多。夫人，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才让你陷入这般险境。没关系，我们今日便拼力一搏，说是败了也没事。无论如何，咱们生同寝，死同穴。好，生同亲，死同穴。冷风眼看着马车迅速远去，厉声下令：全体黑甲卫听令，全力突围，
活捉傅九离者，赏黄金1万两，禁绝3级；取其首级者，赏黄金5000两，禁绝1级。是。一众黑甲卫顿时一个个拼了命的往前冲，奋力突围。记住本帅先前跟你们说的那些人的弱点，带着他们的弱点猛攻。冷风，你无耻！冷夜手执长剑朝冷风逼了过去，却瞬间被一排黑甲卫拦住。冷夜顿时被缠住，似乎人人都知道他的弱点在下盘，人人逮住机会就攻他下盘，他立即自顾不暇了。哼，今日5000黑甲卫在此，你们注定不是我的对手。傅九离大逆不道，犯下欺君与谋逆之罪，罪不可赦。念在往日情谊，若是你们愿意归降，日后同我一起为陛下效力，我愿求陛下饶你们一命。众暗卫都在拼尽全力死战，无一人搭理他。冷风，受死吧！听到这道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冷硬女声，冷风下意识看过去，就看到冷月从他斜后方举着一把长枪狠狠掷了过来。冷月，几个黑甲卫同时扑了过来，挡在他面前，一个用力，那根长枪便被打偏，掷在了地上。长枪被打偏，冷月又亮出一把匕首，迅即朝他扑了过来。匕首对着的目标，分明正是他的喉咙。月月，这把匕首是他送给他的定情之物。冷月却像没听到一般，一双眸子是他惯常的冰冷，匕首狠狠朝他刺了过去。大人小心！大人！数十名黑甲卫瞬间包围了冷月，从四面八方向他发动了攻击。大人好像漏了这个女暗卫的弱点没说，但也没关系，全方位无死角的攻击总是没问题的。住手！同时手中长剑翻转，铿锵几下就将冷月四周的黑甲卫挑飞了出去。大人！被挑翻的黑甲卫面露不解，冷风却来不及解释，因为冷月的匕首已经逼近了他的喉咙。他展开轻弓，步步后退，冷月手持匕首，步步紧逼。冷风一边退一边喝退想要过来帮他的黑甲卫。收手吧，你不是我的对手。冷月却毫无反应，匕首转了个方向，又朝着他的左胸处狠狠刺了过去。冷风一把截住了冷月的手腕。冷月，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冷月拼命挣扎，却如何也挣脱不开他的桎梏。他忽然眼神一冷，左手忽然抽出腰间软剑，就朝着自己右手腕狠狠砍了下去。冷月，你疯了！急忙一掌将他手中的软剑打落，将他紧紧抱在了怀里。月月，你听我说，傅九离他犯了死罪，陛下不会放过他的。你跟我回去，听话。今日你我不死不休。冷风没法子了，只得迎了上去，却是只守不攻，也不许黑甲卫过来帮忙。冷月，你到底明不明白？是傅九离先背叛了北岳，你难道也要跟着他一起叛国吗？只要你现在跟我回去，我定能求陛下赦免你，然后我们就成亲。日后我们便退隐山林，长相厮守，再也不用过这种刀尖舔血的日子了，这不好吗？我不是你。冷月眸子冰冷，招招致命，毫不留情。哪怕为他而死，你也不愿跟我回去吗？这是我身为暗卫的使命，死又何惜？说话间，冷月找着突破口，手中软剑寻着机会，立即朝着冷风的胸口狠狠划去。月月，你！然冷月只是眼眸一眯，就手持软剑再次刺了过去。大人，大人！附近的数名黑甲卫注意到这边的情况，立即停下手中杀戮，相机脱身围了过来。冷月，走！就在这时，冷夜忽然飞身过来，拉住冷月，就迅速挣脱了包围圈，向主子马车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冷月，站住！逃走的两人却连头也没回，迅即飞身离开。冷风这才看向战局，却发现不知何时加入了一队陌生人马，他们此刻已然掩护着傅九离的那些暗卫们逃跑了。后来的这队人马是什么来路？来路不明。来路不明？大人，他们都蒙着面，身上又没有特殊的标识，只知是个黝黑健壮的男人领兵，其余的短时间内确实没有头绪。黑甲卫还有多少人？黑甲卫几乎折了一半，还剩大约2500人。叛贼那边的情况如何？叛贼那边的暗卫约莫折损了8成左右，后来的那队人马折损了至少7成。不管后来的人马是何来路，叛贼已经不足为惧。他心里十分清楚，哪怕此次黑甲卫全军覆没，只要最终能生擒傅九离夫妇，他在陛下面前就是大功。以如此大功换冷月一命，定然没问题。傅九离也是强弩之末，给我追！前方马车中，沈南星撩开车帘看了一眼后面。夫君，我们弃车骑马吧。不行，我知道你担心孩子，可若是继续坐马车，黑甲卫很快就会追上来。再等等，
不到万不得已，不可拿孩子冒险。可……等会儿到了鸿蒙山脉，咱们就分两路走，那里地势复杂，我来把黑甲卫引开。不行，夫人，孩子年幼，还没有本事保护自己，若是我们做父母的也不护着些，那就太可怜了。沈南星想反驳，可他才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话。夫人，你感受到他了吗？他在里面玩，还在喊爹。夫人。沈南星无语，他感受到个锤子。夫人，撒娇也没用，我不同意。你相信我，我能脱身。不信。他们还剩几个人，当他心里没点数吗？一旦对上后面穷追不舍的2000多黑甲卫，他们这几个人连渣都剩不下。夫人，你能不能讲讲道理啊？只有兵分两路，我们才有一线生机，你何不……什么我们？是我和孩子才有一线生机吧？我告诉你傅九离，你若是敢用自己的命换我和孩子的命，到时候剩我一个人，你休想我给你养孩子。到时候我就带着你的孩子再嫁个男人，让你孩子叫别人爹，任由别人打骂，还被同龄的小孩欺负，喊他野孩子。听见没？听见了。还敢不敢打这种主意了？不敢了。虽然傅九离答应了他不再考虑这个兵分两路的法子，然而在马车进入鸿蒙山脉的那一刻，沈南星还是打起了十足的精神，眼睛睁得大大的，连瞌睡都不敢打一下。任由傅九离如何劝说也不管用，他已经打定了主意，他是绝不会闭眼的。你不愿睡觉，那吃点东西总行吧？不吃，不饿。夫人，孩子饿了，你都2个时辰没吃东西了。孩子不饿。在这关键时刻，他才不吃他给的东西，里面指不定就被下了什么迷药了。夫人，孩子不经饿。孩子在我肚子里还是在你肚子里？我是他娘还是你是他娘？我说他不饿，他就是不饿。夫人是怕为夫给你下毒？沈南星不说话，算是默认了。夫人如今对为夫，竟是连这点信任都没有了吗？说着，他拿起干粮，掰下一小块放进自己口中，嚼了几下就吞了下去。夫人，你看，没毒，现在可以吃了吗？沈南星撇了撇嘴，颇有些不好意思，将干粮接了过来，小口小口吃了起来。没一会儿就吃完了，他确实是饿了。夫人喝水。沈南星不喝。夫人这是又怕为夫在水里下毒？沈南星沉默了下，没说话。是的，他就是怕他在水里下毒。傅九离将水囊递到自己唇边，喝了一口。现在呢？可以喝了吗？沈南星接过水囊，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抱歉，我不是故意要怀疑你的。没关系。然后没过1刻钟，沈南星就不自觉闭上了眼睛，靠在傅九离身上沉沉地睡了过去。沈南星再度醒过来时，目之所及没看见傅九离，他立即一个机灵就坐了起来，这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先前的马车中，而是在一顶朴素的轿子里。他心中一慌，立刻将轿帘掀开，果然就看到是4个乔在抬着轿子。乔大，主子，乔大在。傅九离呢？他在哪儿？属下，他们都已经与9000岁分开了大半日了，如今9000岁那边是何情形，他又如何能知道？停下！沈南星厉喝一声，轿子立即缓缓地平稳落地了。沈南星走出来往四周一看，就发现自己身在密林的小道上，前后簇拥的都是星月阁的杀手，而傅九离的暗卫和凤卫除了4个乔以外，一个都没看见。好，傅九离，你可真是好样的。走啊，怎么停下了？沈南星冷冷地看向声音来处，前方小道尽头很快就出现了沈明的身影。沈明在看到妹妹的一刹那，身子僵了一瞬，随后扬起笑脸迎了上去。南星，你醒了呀？再有3日，咱们就能抵达南疆了，到那时我们就安全了。哥，傅九离呢？哦，他呀，他去引开黑甲卫了，是不是？是。可是哥，傅九离没剩几个人，他会死的。沈南星双腿一屈就跪了下来。哥，我要去找他，我求你了，你带我去找他行吗？我答应了傅九离，要护着你去南疆，我不能。可是哥，你要让我的孩子从一出生就没有父亲吗？南星，你别这样，傅九离功力深厚，定能逃脱。他功力再深，也打不过2000黑甲卫啊。他说他会拼尽全力活下来，到时候他……哥，南星，别过来！南星，有话好好说，
你先把匕首放下。我要去找傅九离。这一世他一定要与他在一起的，无论生死。沈明狠狠瞪了一眼在一旁排站的4个乔，4个乔都默默低下了头。他们只拿走了主子身上携带的武器，可谁能想到主子手腕上的银镯还能变匕首呢？沈明无奈只得同意了带妹妹去找傅九离，只是要求他不许骑马，必须坐轿子。沈南星没有坚持，老老实实坐上了轿子。哥，有一条小道，先直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峡谷，里面有一个洞口可以穿过去。在沈明不断刻意放慢速度和沈南星不断的催促下，一行人终于还是追上了。前方的山原上已是浮尸遍野，血流成河。冷风，你一定要赶尽杀绝吗？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些死去的暗卫可都是你的兄弟。哼，这能怪我吗？我没给过他们机会吗？是他们自己不要命，非要跟着傅九离一起与朝廷作对。还有你，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过来。既然你执迷不悟，我言尽于此。执迷不悟的是你们，是你。你们可都是9000岁亲手训练出来的，你们确定要恩将仇报吗？9000岁，您对黑甲卫有大恩，我们铭记于心。可您让每一个黑甲卫都立过誓言，此生只听命于陛下一人，若违此事，天诛地灭。你们是陛下的黑甲卫，当之如此，实也是也。来吧。冷风看向牢牢护在傅九离面前的冷月，月月，过来。冷月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活捉傅九离，上！谁都不许动那个女人，否则军法处置。黑甲卫立即朝着包围圈中的几人扑了上去，但全都默契地对冷月只守不攻。只因冷大人对他们的处置可先斩后奏。与此同时，星月阁的100余名杀手迅即加入了战阵，直直在黑甲卫中杀出一条血路来，护着沈南星进去。包围圈内人人自顾不暇，自是没注意到外面的变化。冷风站在高处，瞅准时机后抬起手按下秀弩的机关，一支冷箭快速朝着傅九离的要害处射了过去。正要靠近的沈南星眼角余光刚好注意到了这支冷箭，千钧一发之际根本来不及多想，沈南星张开双手朝着傅九离扑了过去，将自己的背部完全暴露在了那支冷箭之下。南星！电光火石间，傅九离听到声音回头，眼瞳骤然一缩，一把接住夫人的同时转了个圈，将夫人护在怀中。如此一来，他的背就暴露在了冷箭之下。傅九离！沈南星骤然睁大双眸，尖叫一声后晕了过去。他最后看到的是傅九离温柔的一笑和扑哧一声，是冷箭入体的声音。然而傅九离并未中箭。待看清眼前一切后，所有人都短暂的愣住了。冷月，你怎么样？月月！冷风穿过人群飞驰过来，一把推开冷月，将冷月抢到了自己怀里。月月，你怎么样了？你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冷月染着鲜血的手死死抓着他的衣摆，眼睛也死死盯着他，一开口就有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月月，你别说话，别说话，我带你去找大夫。对了，冷言呢？冷言会医术。冷言，叫冷言来，叫他来救月月，快！冷言他死了，死在黑甲卫手中。死了。冷风，月月，你想说什么？你说。放了主子。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冷月口中又涌出了大量的鲜血，胸前大片大片的红染红了冷风的眼眸。放，每说一个字，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冷月费劲地抬头看他，挤出一抹温暖的笑。下一刻，他揪着他衣襟的手忽然就松开了，无力地垂落下来，再没了声息。冷风双目血红，仰头痛苦地长嘶一声。傅九离抱着夫人，一双冷眸黝黑，将脑袋别向了一旁。半晌后，冷风抱着冷月站了起来。放了他们。方才一直没说话的副将却忽然大声道：黑甲卫听令，上！定要生擒傅九离夫妇。聋了吗？我说放了他们。冷大人，陛下有令，若是您中途倒戈，黑甲卫便交给本将号令。
副将却不再理会他，而是看向傅九离的方向。9千岁，得罪了。说罢，手一挥，上！众多黑甲卫立刻朝着傅九离等人扑了上去，与星月阁的杀手们陷入了激战中。可纵然星月阁的杀手个个武力非凡，但对上数量是自身数10倍的黑甲卫，仍旧是力不从心了。随着一个个的杀手倒下，黑甲卫步步逼近，包围圈越来越小，圈中的人也越来越少。带南星走，我一会儿向东南方杀出一条路，掩护你们。少废话，要走一起走。要不是没有前车之鉴，他就是把妹妹带走了。只要傅九离死了，他妹妹也只有一死。没法一起走，那就一起死。在推搡中，沈南星皱了皱眉，醒来了，一眼看清眼前形势，见傅九离还活着，他心中一喜，然却来不及多问，他手握银蛇笔，3两下就从一个黑甲卫手里抢过一把剑，加入了战斗。可黑甲卫人数实在太多，没过多久就将他们的人推迟得所剩无几了。傅九离的右臂和腹部都受了伤，沈明的左腿中了箭，冷夜也是身上多处受伤。南星，跟兄长走。我不走，不要任性，给孩子一条出路。我的孩子我了解，他不会愿意丢下父亲独自逃生的。傅九离，我们那日说好了，生同气，死同血，你又忘了？傅九离没说话，却忽然一个手刀朝着沈南星的后脖梗劈过去，却被沈南星重重一拳隔开。傅九离，你若是再偷袭我现在就死给你看。傅九离没法子了，可眼看根本支撑不了多久，他看向黑甲卫外围的副将。我跟你走，但此事与我夫人和兄长无关，放了他们。回9千岁的话，陛下的意思是要带回你与夫人，缺一不可。那就从我的尸首上踏过去。傅九离眉眼冰冷，出招愈发凌厉，一剑划过，便有7、8个黑甲卫倏然倒地。然一波倒地，第二波立即补上。傅九离内力耗费多了之后，体力逐渐不支。沈南星一把拉过他，将他护在自己身后。保护好自己，让我来。保护你们母子是我的责任。少废话，提起。好。可并未撑持多久，眼看就要落败。旁边的山腰上忽然冲出了一群黑衣裹身、黑巾遮面，浑身上下只露出2只眼睛的黑衣人，挥舞着大刀冲入了战阵中。帮手来了。什么人？看不出来。这些人身上没有任何标志，完全认不出来自何方势力，但显然是帮他们的。这些黑衣人一加入，局面顿时缓解。快走，我们多碰。是你？快走！沈南星顺着黑衣人手指的方向一看，只见东南方向正被2队黑衣人劈开了一条突破口。那你们？我们打先锋，大部队在后面，赶紧走！话未落，又与偷袭的黑甲卫打在了一起。沈南星与傅九离、沈明3人对视一眼，迅即朝着东南方向的突破口逃了过去。别让他们逃了，追！黑甲卫立刻就想摆脱纠缠追上去，可黑衣人穷追不放，死死咬住他们不让走。黑甲卫想追，黑衣人拼死不放，眼见拦不住了，黑衣人便死死抱住黑甲卫的腿，哪怕被砍上5、6刀，只要没断气就死死扛着。沈南星等人没日没夜的赶路，片刻不敢停歇，终于在第2日的黄昏遇上了前来接应的西宁凤卫，他们安全了。那对黑衣人是什么身份？名为铁骑。先前与他说话的那个黑衣人是石头，他也是后来暗中查访才知道，石头原来是名为铁骑的一员。石头的父亲去世后，他便接替父亲入了名为铁骑。之所以会在国公府守门，其实也是为了等他。名为铁骑这些年从未中断过训练，即使大部队来了，战胜那些黑甲卫自是不在话下。但若是让北越帝知晓是名为铁骑救了我们，此事怕是不能善了。但只要黑甲卫不留活口，北越帝就不会知晓了。傅九离顿了片刻，忽然道：全体奉卫听令，即刻回援。回援？不会有大部队。若果真是名为铁骑大部队，出关不可能不惊动朝廷，北越帝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你的意思，根本没有那所谓的大部队，他们就只有那100余人？不可能！若是只有那么一点人，黑甲卫怎么可能到现在都没追上来？去看看就知道了。于是一行人只简单包扎了伤口，就带着原在西宁驻守的3000凤卫，朝着来路飞驰回去。在
在行了一半路程后，路途中就开始渐渐出现黑甲卫和黑衣人的尸体。沈南星面色惨白，跌跌撞撞的，一个个扒开这些黑衣人的黑色面巾。这是怎样的一张脸呢？脸上已经没了皮，只有粉红狰狞的血肉像面团一般挤在一起。若不是下面连着脖子，甚至认不出这是一张人脸，面目全非。一连扒开了10来个黑衣人的面巾，人人如此，显然是人为故意为之。他们是怀了必死之心，又不想累及家人，所以自毁灭容。南星，这儿个活口。沈南星连滚带爬过去，只见一个同样是面目全非的黑衣人半睁着眼睛。没事，就好。沈南星在他说出第一个字时，就已经认出了他的身份。你不是说你们打先锋，大部队在后面吗？怎么只有你们几个人？你们为何要这么做？你是名为铁骑的主人，该救。名为铁骑是保护国家的，不是保护主人的，你们傻不傻？大部队没来，不算过。话音刚落，石头脑袋一歪，就躺在沈南星的胳膊上断了气，脸上还挂着一丝笑意。再往前看看，兴许还有活口。沈南星神色恍惚，任由傅九离将他扶上马车，不动也不说话，只静静地靠在马车壁上。傅九离吩咐了凤卫中的女医贴身照顾他，又命一部分凤卫留下仔细收敛黑衣人的尸身，便带着剩下的凤卫继续快速前行。一路疾驰，又走了约莫1个时辰，才遇上已经踏上回城路的黑甲卫。名为铁骑的100人队已经全部阵亡了，黑甲卫此刻只余数百人，顷刻间就被追来的凤卫严密包围起来。黑甲卫败了，要杀要剐，任凭9000岁处置。你们也是听命行事，你们走吧。傅九离一抬手，凤卫立即朝两边闪开，让出了一条道。副将愣怔片刻后，低着头带着余下的黑甲卫灰溜溜地走了。冷风呢？冷月的尸身何在？主子，冷月已经下葬，冷风他自裁了。将他们俩葬在一处吧。若不是出了此事，本来是要给他们办婚事的。是。将此番牺牲的暗卫凤卫，还有名为铁骑的100人队的安葬事宜全部完成，已经是半月以后了。傅九离夫妇和沈明对着这硕大的千人墓碑，恭恭敬敬地鞠了3躬。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拿回属于我的东西。几乎是话音刚落，冷夜小跑过来禀报：主子，宫里来人了，说是要接2皇子回宫。傅九离点了点头，抬手摸了下夫人的脑袋，然后大步离去了。西宁皇宫，一座立于皇宫最高处的亭子里，傅九离被内侍引着到来时，只见一个身形佝偻、头发花白的老人正背对着他站着。陛下，2皇子来了。听到声音，老人转过了身子。你就是离儿吧？我是傅九离。好啊！一晃就是10多年过去，你都长这么大了，长得像你母后。都是父皇不好，这么些年一直没找着你，让你吃了不少苦。回来就好，坐吧。两人坐下说话。离儿，父皇知道你因为你母后的事还在埋怨父皇，可那都是因为什么？你母后当年盗取皇室机密，朕还没对她怎么着呢，她竟畏罪自杀了。她那一把火一点，朕还以为你也被……好在有中仆带着你逃走。这些年，朕一直派人四处寻找你的下落，后来只知你流落到了北越，之后就再也没了消息。正好那段时日北越闹旱灾，朕还以为你已经不在了。西宁帝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丢失了10几年的儿子，当年那个小小的孩子，如今已经长这般大了。当年的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如今你既回来了，朕打算……时至今日，您还觉得当年是我母后盗取了皇室机密，还认为我母后是畏罪自杀？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哼，我母后在嫁给您以前是堂堂南疆女皇，便是要盗取机密，她何须自己亲自出手，又何须将自己嫁给您？你说什么？你母后是南疆女皇？她明明是个普通女子啊！您若是不信，尽管去查便是。待您证实了此事，就会知道，本是欲加之罪，畏罪自杀，更是狗屁不通。我母后这么多年都没等来您为她报仇，那日后她的仇便由我来报。傅九离说完这2句，起身就要离开。等等，你母后的事儿，朕会去查清楚。现在来先说说你的事儿。您说，你是先皇后所出，朕这些年也一直位在立后，所以你是朕唯一的嫡子。如今你既然已经回来，朕打算传位于你。但这些年朕身体疲弱，无心处理国事，如今国事基本上都是你三皇叔代为处理的。这些年你三皇叔劳苦功高，在朝中根基极深，你三皇叔膝下有一养女，视若亲生。我要你立你三皇叔的养女为后，继位大典与封后大典一并举办。如此一来，借着你三皇叔的力，你纵是刚回来，也能站稳脚跟。我也有妻室，不可能再娶旁的女子。朕知道你欲娶妻，但你日后可是皇帝，3妻4妾再正常不过。你可以封你原来的妻子为贵妃，位分仅次于皇后。我的妻子，我不会让她屈居任何人之下。那让你三皇叔的女儿做贵妃，只怕你三皇叔不会同意。哎，罢了，朕先帮你去探探他的口风。我方才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我此生只会有一个女人，那就是我的妻子沈南星。寻常人家尚且3妻4妾，你即将成为一国皇帝，当为西宁开枝散叶，后宫怎可只有一个女人？如今南疆女皇慕容嫣也只有一个男人，只生了一个女儿。怎么，南疆亡了？你倒是朝三暮四，后宫佳丽众多，但我母后她宁愿死也不愿与你在一起。你这些年可过得快乐？离儿，对不起。我母后身为南疆女皇，本可以纳无数男人进后宫，但她放弃了皇位，只身入了西宁，嫁给了你，专心侍奉你一人。可你是如何对她的？你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母后。自从知晓自己的身份后，纵然没有回西宁的想法，他也还是派人查探了他这位亲生父亲的。他这位亲生父亲自从母后死去，便一夜之间憔悴了，无心国事，只一心找寻母后那个丢失的孩儿，连国家都被旁人染指了。若不是他暗中谋划，拉拢了西宁的众多权臣，坚决支持他这位父皇，西宁的皇位早就被那个所谓的三皇叔篡了去。就连自己的消息，若非他主动给他这个父皇去信，他这个父皇这辈子都不可能找到他。是我对不起你母后。我母后当年并非畏罪自杀，而是因为您不信任她，再就是不愿与他人共侍一夫。还有，我夫人也有身孕，经不得刺激，我劝你不要在她面前说让我另娶他人之事，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有孕了，朕有皇长孙了。不管是孙子还是孙女，你都得高高兴兴的接受。是，不管是男是女，都是我西宁的宝贝。还有，明日上朝，您直接退位吧。啊？您不想传位于我？当然不是，只是这是不是太快了？快吗？您都多久不理国事了？如今我回来了，您还要让那个心怀不轨的三皇叔继续代理国事不成？心怀不轨？难道说你母后当初就是被他陷害的？不是，是您二皇弟。你是我，他的全家，我派人灭的。知道了母后是被人所害的那一刻，他立即就出手了。没道理害死母后的人还能好好活着。我不像您，
这么多年过去了，连个真相都查不出来。若是母后指望您为他报仇，怕是等您去与他团聚了，他都等不到。所以明日朝会，您会主动传位于我吗？朕也想传位于你，可你三皇叔摄政多年，你又不同意娶你三皇叔的女儿，这事儿得慢慢来呀。明日朝会上，您只需宣布传位于我即可，其余的您不必操心。说完，他再懒得看一眼自己这个废物父亲，转身离去了。夫人和孩儿还在家等着他呢。第二日朝会上，傅九离携夫人拜见西宁帝，还没跪下去，傅九离一个眼神，西宁帝连忙摆手：“不必跪了，赐座。”待儿子儿媳坐好，西宁帝首先宣布了两人的身份，这是他丢失多年的嫡子和儿媳，如今找回来了。第二件事便是宣布退位，将皇位传给嫡子傅九离。陛下，您多日不上朝，如今一上朝便宣布退位，是否过于草率了？他就知道他这个皇帝会发难，他皱了皱眉，正要开口说话。陛下圣明。西宁帝和摄政王都是一脸疑惑。陛下，二皇子素来才能卓绝，在北越就做出了许多功绩，日后定能带领西宁更上一层楼。臣附议。群臣立即应和。摄政王死死盯着平日里百般拥护自己的那些大臣，可此时那些大臣竟无一人理他。陛下，如今二皇子继位，乃众望所归，怎么皇帝不乐意？臣不敢。只是二皇子继位，还需有一位才情俱佳的国母把持后宫。臣的养女云英自幼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秀外慧中，堪为国母。据臣所知，二皇子已有发妻，如今二皇子继位，其发妻理所应当为我西宁国母。臣附议。一场朝会在摄政王一人的黑脸中结束。傅九离牵着夫人的手从朝堂走出，到来到宫门外，已经是半个时辰之后了。两人刚准备上马车，就被一个年轻女子给拦住了路。离哥哥，你不记得云英了吗？你小时候说过长大了要娶云英为妻的，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夫人，我不认识她。离哥哥，你怎能这般对云英呢？姑娘，众人皆知，我夫君离开西宁时才刚刚4岁。你是说4岁不到的小屁孩承诺你，长大之后要娶你？夫人，我从没说过这种话，他诓你。离哥哥！傅云英上前一步，想要抓傅九离的手。傅九离连忙带着夫人后退一步。姑娘请自重啊，我傅九离此生只会娶一人，那就是我夫人。你若这么想嫁人，待我10日后登基，为你赐婚便是。离哥哥！傅云英跺了跺脚，哭着掩面跑走了。沈南星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离哥哥，我傅九离发誓，此生若负了夫人，就叫我不得。好了，我信你便是。可是夫人你不高兴了？我不喜欢他那般叫你。那他下次再这么叫，我就命人打他板子。夫人可满意？10日后，傅九离登基为帝，沈南星为后。西宁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和立后大典，举国同庆。傅九离登基后第一件事，便是命大理寺重新彻查先皇后盗取皇室机密一案，还了先皇后清白，宣告朝野。第二件事，必审明为相，同时将朝堂中的各色官员按照功劳贡献以及才能进行了重新划分，能者上，庸者下。第三件事，减赋税，大兴利民政策，举国夸赞。一应事务处理完毕，夜里，傅九离与夫人相拥而眠时，夫人可是想家了？我们逃了，不知北越帝会不会为难侯府和国公府？北越帝不是不讲理的人，此番这般对我，也是担心我权势太大，威胁到他的位置。此事无涉侯府与国公府，他不当为难，并且就算他想做点什么，也得有个由头才行。可若夫人实在担心，明日就让兄长回北越看看可好？若是方便，便设法邀请侯府与国公府的人来西宁住一段时日。夫人觉得如何？好。我北越泱泱大国，当真没一个可以带兵出战的人了吗？啊，说呀！你们平日里不是很会说吗？为何西宁和南疆会同时派兵攻打我们？还是50万大军？我们今年是夺了东来10城，但何时得罪了西宁和南疆了？他们是为了什么才要攻打我们？到底有没有人知道？
若是你们再不说话，朕就把你们都砍了。陛下，自古以来，邦国之间的战争无非求财或求地。他们有50万大军，咱们是无论如何也打不过的。不如问问他们想要什么？要钱财，咱们就给金银；要地，咱们就割地。当真只能如此了吗？父皇，西宁和南疆此番不为求财，也不为求地，他们是要北越亡国。你说什么？父皇，您知道，您只知西宁新帝登基了，可您知道西宁的新帝是谁吗？不是他们新找回的二皇子吗？是啊，可西宁新找回去的二皇子，您可知他是谁？谢恒，你到底想说什么？西宁刚刚登基的新帝，就是被父皇您一路追杀，逃到西宁的傅九黎。他登基了，也没有立即出兵北越，而是在南阳侯府爵位被夺，镇国公府被污蔑谋反之后，他才联合南疆出兵。父皇，是咱们做的太过了。休得胡言乱语！谢恒，这些事若是真的，你又如何得知？父皇，您还记得儿臣身边的小柱子吗？他本是离王的暗卫，昨日不辞而别了。这是他留给儿臣的信。谢恒双手呈上一封信，魏公公立即接过信，打开，递给了北越帝。父皇，离王走了，南星姐姐走了，许太傅走了，沈老侯爷也走了，北越已经没有能为您出征的将领，北越也没有能抵挡50万大军的兵力，您好自为之吧。说完，不去看北越帝，也不再管朝堂重臣的反应，谢恒径直与语离去了。2个月后，西宁南疆联军势如破竹，兵临北越皇宫。军令严格，大军并未伤害一个百姓，对北越投降的士兵也未赶尽杀绝，而只是遣返回家。傅九黎带着一队甲士来到内殿时，只看到了背着他逆光而战的谢恒。黎王，好久不见。谢清凉在何处？黎王，你还记得吗？以前我们俩一起发现了一条皇宫通往外面的密道，我们还约定了不能告诉别人。我毁约了，我将密道告诉了我的父皇，他从密道逃走了。追！等等，黎王，是我对不起你，我没有劝住父皇不要追杀你和南星姐姐，也没有劝住父皇放过南阳侯府和镇国公府，我还曾被父皇的话蒙蔽，以为除掉你是对的。谢恒说着话，嘴角忽然留下了一缕血迹，少年身板摇摇欲坠。谢恒，你怎么了？傅九黎一个闪身过去，稳稳接住了少年。黎王，我服了毒药，已经要死了，求你放过我父皇一命，我用我的命替他，好吗？好吗？好。少年葱白的手垂落下去，失去了生机。傅九黎抱着他许久，才吩咐道：“将他葬在他母妃旁边吧，放火烧了这座宫殿，北越帝自焚谢罪，从此再无北越。”战后，南疆女皇携皇夫和女儿来了西宁，西宁皇室举行了隆重的宫宴，歌舞乐器，推杯换盏，好不热闹，一直到月上中天方散。次日午后，傅九黎夫妇、沈明及慕容嫣夫妇聚在正殿谈论政事。此次北越是西宁和南疆2国共同出兵灭亡，原属北越的地界儿，我分成了东西2块，南疆可任选其一。小九，北越是你亲自带兵打下来的，3权属归西宁所有。小姨，这是国事，切不可冲动行事。可不是冲动行事，除此之外啊，我与你姨父商议过了，南疆我也打算交给你一并治理。小姨并无治国天赋，自从小姨从你母亲手里接过南疆这个摊子，就成日忙着国事，没睡过一天好觉。以前没有皇夫也就罢了，可如今有了皇夫，小姨便更没有时间处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小姨已经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多少年？余生啊，小姨唯一的愿望便是陪着你姨父游山玩水，过过悠闲日子。况且你本就是我南疆的血脉，南疆给你可是名正言顺呢。那芊芊呢？她可以继承皇位。芊芊那个孩子呀，皮得很，成天只想着上树摸鸟，下河捉鱼。总之，她不合适。
九离，你就收了南疆吧。为师了解你，你是有大才之人，况且天下四分五裂，各国战争频繁，受苦的始终是老百姓。你看这次两军对峙，咱们又死了多少士兵？若是能天下一统，百姓才能真正的安居乐业呀。陛下，臣昨日收到东来陛下的来信，说是几个皇子为了争那个位置，争得头破血流，甚至他险些被皇子们暗杀。前些日子咱们攻打北越，东来之所以没出兵，也是因为陷入了严重的内乱，如今才看看处理好了。东来陛下说，想听听臣的意见，东来以后该如何往下走。那你，既然天下一统是必然趋势，臣会劝说东来陛下将东来也一并交给您治理，这样您就能兵不血刃，直接拿下南疆和东来两国，统一四国，成为千古一帝了。他能同意？他恐怕也没法不同意。臣打算先礼后兵，若是他不同意，就告诉他，如今天下二分，他一个弱国对上您这样的强国，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众人听完后笑作了一团，好一个先礼后兵，沈明这招可真损呐。3个月后，傅九离一统天下，成为千古一帝，四方来贺，收到的贡品中奇珍异宝数不胜数。傅九离一挥手，就全部运到了皇后的司库中。沈南星抚着已经高高隆起的孕肚，眉眼弯弯，笑得见牙不见眼。然而正数着那一箱箱的珍宝乐不可支时，他忽然感觉到身下一阵控制不住的湿热。夫人，你怎么了？夫君，我要生了。夫人，你要生了？那我快去叫稳婆，皇后娘娘要生了！陛下，快带娘娘去产房。在这一番吵闹中，傅九离总算脑子清明了些，连忙将夫人打横抱起，往早就准备好的产房而去。4个稳婆本就时刻准备着，此时已经完全就位，一应丫鬟奴仆随时待命。可见陛下将皇后娘娘放在榻上后，仍牵着娘娘的手不放，甚至坐了下来，一点没有要出去的样子。陛下，娘娘生产，你能回避呀？我夫人都疼成这样了，我怎能离开？休要聒噪，忙你们的。哦，是。既然陛下都如此说了，稳婆自是不敢再多言，连忙一应吩咐下去，就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傅九离看着夫人疼得脸色泛白，额头上汗珠不断滚落，眉头紧紧皱在一起，他只觉心里像有利刃在戳一般，疼得眼眶发红。尤其是夫人实在疼得受不了了，痛呼出声时，傅九离的眼泪猝不及防就砸了下来，落在夫人的手背上。你哭了？夫人，再也不生了，怎么再也不生了？多大人了还哭，丢不丢人？不丢人。傅九离从未如此后悔过，为了一个都不认识的小孩，让夫人疼成这样，都是他的错。不管你是男孩还是女孩，朕命令你赶紧出来，说是再敢折腾你娘，朕就治你罪。不知是不是来自父亲的威胁起了作用，竟是未再过1个时辰，小家伙就咕咕坠地了。沈南星听到孩子的哭声，终于卸下了一直挺着的那股劲儿，心神一松，就昏睡了过去。夫人你怎么了？太医呢？快宣太医！妹妹，我妹妹怎么样了？陛下别急，产子疲惫，娘娘只是睡着了。皇后娘娘无事，丞相大人可以放心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恭喜陛下，恭喜皇后娘娘，是一位小皇子。然而这话说完，却未得到回应。傅九离只专注地给夫人擦去脸上的汗水，连眼神都没给孩子一个。稳婆一时愣怔在了原地。他低头看了一眼孩子，这么好看的小娃娃，身份又如此尊贵，竟是个不受宠的。沈南星这一觉昏睡了许久，他睁开眼睛时，外面阳光正盛，透过窗柩洒进了屋内，暖洋洋的。男人眼底隐隐透着压青，胡茬都冒了一些出来，一看便知是一直守在他身边，未曾离去。沈南星心底莫名柔软，他抬手轻抚了一下他的胡茬。傅九离顿时就睁开了眼睛。夫人，你醒了？我们的孩子呢？孩子，我去找找。我们的孩子是个小皇子还是小公主？夫人，你不知道？我忘了咱们有孩子了，我这就去把孩子找来给夫人看。
说完，片刻不敢停留，一溜烟跑了。不一会儿，傅九离又回来了，身后跟着个丫鬟，丫鬟手里抱着个襁褓。他小心地将夫人扶着坐起，讨好地看着夫人。夫人是个男孩，还不快把孩子抱给皇后娘娘？丫鬟应了一声，忙抱着孩子上前递给沈南星。说也奇了，沈南星一接过孩子抱在怀里，小家伙竟咧嘴笑了，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咕噜噜的直盯着娘亲看。傅九离见夫人只盯着孩子看，连一眼都不看自己了，顿时有些不是滋味。他好看吗？好看。他好看还是我好看？这酸溜溜的语气，你跟孩子也能吃醋？那你喜欢他还是喜欢我？简直不可理喻。沈南星无语。傅九离见夫人不理自己，便也将目光移到小家伙身上。只见小家伙正对着他夫人卖萌，又是眨眼睛又是挥小手的，还咿咿呀呀喊着，口水糊了一脸。我告诉你，你娘是我的，你别不识好歹。你要撒娇找你夫人去，缠着我夫人做什么？小家伙似乎愣了一下，下一刻就忽然张大嘴巴哇哇哭了起来。傅九离，你跟我出去！傅九离就这样不情不愿地被灰溜溜地赶了出去。他在门外徘徊了许久，迟迟不愿离去。听着夫人温言软语跟臭小子说话，他只觉十分不得劲儿。臭小子笨得很，又听不懂人话，夫人与他说那么多做什么？不累吗？臭小子就会折腾他夫人。傅九离想来想去，立即派人去接了宁国公府和安国公府的亲眷入宫，请他们来看孩子。本来还想请沈明一起来的，可丞相府传信回来说丞相病了，他便只能派了太医前往。因为是特许马车直入宫门，所以梁府的一众人等很快就到了。傅九离领着众人进门，大家伙都特别稀罕小家伙，都抢着抱小家伙，你抱一会儿我抱一会儿，沈南星都没机会着手了。傅九离如愿坐到了夫人身旁。夫人你看，臭小子见一个爱一个，朝三暮四，一点都比不得我，我就只喜欢你一个。可他才说完这话没多久，小家伙收完所有人的礼物之后，就朝着沈南星张开了两只小胖手，咿呀呀。小皇子这是要他娘抱呢。沈南星冲他张开双手，小家伙顿时眉开眼笑，很快就被送回了娘亲的怀抱里。小家伙把两只戴满小金镯的手在娘亲眼前晃悠，嘴里还叽叽咕咕说着什么。皇儿是要将这些送给娘吗？小家伙眉眼弯弯，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弯成了月牙形，嘴里咿咿呀呀的。娘的皇儿真孝顺，这么小就知道给娘送礼物啦。傅九离无奈，他送了夫人满满一座宝库，夫人都没高兴地亲他一口。臭小子有种！天色渐晚，众人依依不舍地离开后，小家伙也打了个哈欠睡着了，被乳娘带走哄睡。卧房里便只剩下了傅九离与夫人二人。傅九离心满意足地将夫人揽入了怀中，心中不免有些得意。瞧，笑到最后的人还是他。啊，今日大家都来了，为何独独兄长没来？是不是你又欺负兄长，故意不叫他？在夫人心里，为父就是这种人。是。这段时间他与兄长乱吃的那些飞醋还少吗？我专程派人去丞相府请他了，但他病了，所以才没来。派去的太医回禀说，去脉象看并无大碍，应当是这段时日事情太多，累着了。你就不能给兄长少派点活吗？夫人，他如今手上那些事情都是他自己要揽的。见夫人面色不好，他又补了一句：那我以后不让他揽那么多事情了，他若是再主动要揽，我就不给。夫人你说好不好？沈南星仍旧皱着眉，很是担忧。夫人，你如今的身子还不能出门，待过几日兄长身体好些了，我叫他来看你，好不好？沈南星微微点了下头，只是心头总是萦绕着一层不安。哦，对了，夫人，孩子还没有名字呢，你给他起一个吧。说到此事，沈南星果然来了兴致。他想了想，这孩子是在我盘点钱财的时候发动的，可见是个小财迷。要不就叫他钱钱吧。夫人说的是，臭小子的名字就叫傅钱钱？怎么，不好听吗？没有，夫人起名自然是臭小子的荣幸，只是只要一想到未来的天子名叫傅钱钱，夫人对不住，实在有点好笑。
沈南星也忍不住笑了，这场面确实有些滑稽。不过，你这就已经决定让钱钱做储君了，万一他不合适？怎么会不合适啊？再说了，他是我们唯一的孩子，储君除了他也没别的人选了。那万一以后我们还生？不生了，不生了，生孩子那么疼，以后说什么都不生了。每每想起夫人那日痛楚的模样，他这心里都还后怕。况且再生个小孩出来做什么？跟他抢夫人吗？笑话，他又不傻。那钱钱就当做孩子的小名吧，大名还得另取一个。兄长向来博学多才，孩子的大名就让兄长来取，如何？可以。3日后，沈明进宫了，特地来看看妹妹和小外甥。见兄长一副如往常一般的温润模样，沈南星终于心下稍安。哥，听说你前些日子病了，如今可大好了？小病而已，如今已经痊愈了。我小外甥呢？那便好，把小皇子抱来给丞相看看。丫鬟不一会儿就抱着小皇子过来了，小心翼翼交到沈明手上。只是小皇子此刻睡得正香，小嘴里还吐着泡泡。孩子可取名了？我只给他取了个小名，叫钱钱，大名还要拜托我们的丞相大人。我听说陛下准备立小皇子为储君，让孩子就叫傅斯年吧。于万斯年，受天之孤，寓意天赐鸿福，基业长达千万年。好名字，就叫傅斯年。沈明抱了一会儿孩子，就将孩子交给丫鬟，让丫鬟带小皇子去睡觉。兄妹俩又聊了一会儿家常。哥，你看我孩子都生了，你还是孤家寡人一个，你可有中意的女子？我叫傅九离给你赐婚。没有。或者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西宁闺女中也有不少不错的，我帮你留意可好？不了，如今天下一统，还有许多事务需要我这个丞相来操持，我暂时无心婚事，等过2年再说吧。其实双儿就很不错，小姑娘又喜欢你，偏偏你对她无意。沈明只笑了笑，没有接话。待从宫里离开，回到府邸，沈明静静地在池子旁站了许久，看着池中锦鲤悠闲地游来游去。那个小姑娘如今应当很讨厌他吧？虽说北越已亡，但陛下派了亲信过去治理那方疆土。北越原来的一般忠心耿耿的老臣，如今仍领了与原来差不多的官职，待遇大体不差。只是因远离皇权中心，实际事务却是变少了。如此一来，他爹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他娘和兄长又都那般疼他，定会为他找一个如意郎君。没有了他，他的余生只会过得很好很好。沈明默然矗立良久，一股熟悉的眩晕感又袭了上来，他的头脑又不甚清晰了，腿脚发软，他任由自己瘫软了下去，视线逐渐模糊。然在软倒在地的那一刻，他竟看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小姑娘从池畔朝自己跑了过来。又做梦了，沈明自嘲地笑笑。北月哥哥，你怎么又在外面就睡着了？走，我扶你回卧房睡。双儿，你怎么又来梦里看我了？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定是你想我了，是也不是？我好想你。女子面颊忽然羞红，水润的红唇一张一合。她在说什么？沈明忽然觉得自己听不清了，但好想亲。所幸是在梦中，沈明忽然就不想拘着自己了。他顺着自己的心意，两只手捧起女子的脸颊，对着她那诱人的红唇亲了下去。女子水汪汪的眼眸赫然睁大，未说完的话就这样被堵在了口中，热意从脸颊直奔四肢百骸，她浑身都没了力气。扑通一声，男人壮硕的身躯压着娇小的女子，两人倒在了草地里。女子只愣了一瞬，便开始生疏地回应起他来，而那一点回应宛如一点火星，瞬间燎原。沈明踏破心底的禁忌，大手贪婪地在女子滑嫩的肌肤上游走，一直游到了一处高地。他的神经猛地一颤，迅速将手收了回来，往旁边就地一滚，便与女子分开了。怎么了？怎么不继续了？沈明闭上了眼，不说话。他那样好的女子，便是在梦中也不该轻薄了她。沈明啊，沈明，
你骨子里竟是如此一个无耻之友。你4小学的礼义廉耻，就是这般教你的吗？他强令自己别想，不许再想他了。他日后会嫁作他人妇，这般冰清玉洁的女子，怎可被他如此亵渎？他再听不到外界任何声音，渐渐便没了意识。沈明再次醒来时，是在自己的卧房里，躺在自己的床上。昨晚的梦那般荒唐，却又清晰地呈现在脑中。他又梦到他了，许是命不久矣，老天眷顾，让他能在梦中再看看他。只是他竟如此控制不住自己，欲对他行那等龌龊之事。好在只是个梦而已。沈明试着活动了一下胳膊和腿，还好，虽有些僵硬，还能自行起身。眼睛看东西虽有些模糊，但大体还能看得清，听力也还行，还能隐隐听到外边树上的蝉鸣。等等，蝉鸣？他起身站在窗前，往外看了一眼日头，已快到正午了，又忘了上早朝了。长阳，大人，您终于醒了。你说话大声点儿，那么小声给谁听呢？大人，您终于醒了。就该声音大些。我不是叫你每日叫我起床上朝吗？你今日怎么没叫我？叫了，叫不醒。说了叫你大声点说话，你听不见吗？长阳眼眶立即红了，他大声道：大人，咱们再请太医来给您看看吧。请什么太医？我是问你怎么没叫我起床，你说什么太医？你是不是……话说到一半，沈明忽然消了音。是不是叫了，没把我叫醒？大人，咱们再请太医给您看看吧。沈明笑了下，转身去到屋角的箱子里，拿出一把匕首递给长阳。明日若是再叫不醒我，就用匕首划我大腿。大人，咱们找太医来看看吧。太医治不好的，他们上次不也没有诊出问题吗？那便求陛下广发告示，为您寻世外名医。您是当朝宰相，又是皇后娘娘的嫡亲兄长，陛下必不会坐视不理的。长阳，这是命令，你若是不能做，就换人来。长阳再不敢多言，哭着接过了匕首。还有，此事不许让任何人知道，若是泄露，你就离开丞相府吧。是。长阳哽咽着应了声，颤抖着肩膀出去了。远远的暗处，胡双儿看到长阳抹着眼泪离开。这个姓常的到底会不会做事儿？能被北岳哥哥骂哭，那定然是犯了很大的错误。不过北岳哥哥今日怎么又没去上朝？一转眼傅斯年满月了，皇宫举行了盛大的满月宴。也是在这日，傅九黎正式下旨册封小皇子傅斯年为当朝太子，待其加官便立即登基。宫宴十分热闹，沈南星却有些心不在焉。夫人可是乏了，要不先回去歇着？夫君，你看到兄长了吗？兄长好像没来。夫人别急，兄长许是有事耽搁了，为夫这就命人去丞相府看看。不，我要亲自去。我了解他，这种日子他不会迟到的，定是出事了。好，我陪你一起。沈南星和傅九黎二人很快来到了丞相府，未曾想丞相府的小厮竟禀报说，丞相此时正在睡觉，今日还未起身。还未起身？可这都快50了呀！丞相昨夜可是睡得很晚？这什么这？你不是贴身伺候丞相的吗？怎么连丞相昨夜何时入睡的都不知道？长阳见皇后娘娘生气，扑通跪了下去。娘娘，丞相大人他病了，他生了怪病。什么？沈南星面色一变，提起裙角就往府内跑。丞相病了，为何不早说？丞相不让说呀！傅九黎眼见夫人走远，不再与这小厮计较，急急忙忙追了上去。夫人你慢点，小心脚下。一边快步走着，一边命人将太医院的太医全部请过来。片刻之后，帝后二人就来到了沈明的卧房。只见沈明静静地躺在床榻上，面色隐隐泛着苍白。二人进来的动静并不算小，可沈明却丝毫没有要醒来的迹象。哥，你醒醒啊！我是南星，我来看你了。话音落下，床上的人毫无动静。兄长，醒一醒。依然毫无动静。陛下娘娘叫不醒的，丞相大人如今愈发嗜睡，听力也已经很差了。那这些时日，丞相是如何按时上早朝的？
丞相大人让小的每日若是叫不醒他，便用匕首划他大腿。今日划了3下，丞相还是不醒，小的实在是下不去手了呀。沈南星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手指颤抖着探上兄长大腿处，触之所及分明是包裹着厚厚的纱布。哥你怎么了？你醒一醒，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大胆，竟敢对丞相动手！陛下，小的该死。不关他的事，他一向忠心，必定是兄长逼迫他的。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开始的？常阳自知瞒不住了，一五一十将事情交代了出来。原来从半年前开始，丞相的身体就慢慢的开始出现问题了。一开始是嗜睡，总也睡不醒，后来渐渐的每日睡的时间越来越长，再就是听力、视力、嗅觉、味觉、五感都在逐渐衰弱。如今丞相大人每日醒着的时间只有不到2个时辰了。沈南星整个身子都在微微的发颤，他看着床上躺着的兄长，连心尖都在发疼。哥哥，冷夜，立即去请沈老沈一夫妇，请他们立即来丞相府，要快。是。夫人别怕，老沈一夫妇医术向来高明，他们定会有办法的。若是他们能有办法，兄长就不会一直拖到现在了。定是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兄长瞒着我们。我要等兄长醒来，亲自问他。好，我陪你一起等。常阳默默退出去了，帝后二人在床边安静地坐着。途中太医来过又走了，所有太医会诊只知丞相大人的身体衰弱是油尽灯枯之象，但病因却无一人说得出来，都表示束手无策。1个时辰后，沈明手指动了动，接着就睁开了双眼，却只是怔怔地看着床顶，也不说话。哥，你醒了？沈明却毫无反应，仍是看着床顶，就像没听到一般。沈南星一愣，随即想起常阳的话，用了很大的嗓门又说了一次：哥，你醒了？沈明扭过头来，先是诧异，随后笑着道：南星，你怎么大半夜的过来丞相府了？明日可是前的满月宴呢。沈南星一张脸顿时变得煞白，毫无血色。此时窗外阳光刺眼，在兄长的眼里竟是黑夜了。沈南星调整了好一会儿，才控制着自己用平常的声音道：哥，我听说你病了，就连夜来看你了。你到底怎么了？说着说着，仍是忍不住带了哭腔。南星，你别听别人瞎说，我没事。可目光对着的却是傅九离的方向。沈南星眸中泪水无声落下，他无助地看向傅九离。兄长，刚太医来诊过脉了，说你是油尽灯枯之象，但又查不出病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说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陛下，人吃五谷杂粮，总有生老病死的，臣只是大限到了。南星别哭，日后哥哥不在了，有陛下照顾你，哥哥也能放心。我不要，我不要，哥，我不要你死，你一定要好好活着，求你了。明儿，怎么回事啊？文香夫人喘着气从门外匆匆跑了进来，后面跟着同样气喘吁吁的沈老神医。夫人乖，让文香夫人看看。沈南星挪开位置，文香夫人立即上前给沈明看诊，只是越看面色就越难看。老头子，你来看看。沈老神医见老婆子如此模样，面色也凝重了起来，二话不说上前把脉。1刻钟后，老神医夫妇俩对视一眼。九离，南星，我们夫妇无能为力。沈明虽说看不太清，也听不太清了，但从方才2次为自己把脉看诊的动静，他很容易就猜出是老神医夫妇来了。珊珊，沈老，不用白费力气了，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已经无力回天。活到现在，我能亲眼看到南星成婚，陛下登基，天下一统，钱出生，我也成为了大一统国家宰相。祖父和外祖一家安好，沈氏和沈老也重新在一起，得以颐养天年，我没有遗憾了。你们也都别伤心。
我这一世，我很满足。一口气说完这么多话，沈明疲惫地闭了闭眼。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遗憾，那个小姑娘，她终究是负了的。我有些话想单独与兄长说。傅九离和老神医夫妇对视一眼，安静地退了出去，并将门关上了。哥，我这一世的重生，是不是因为你？什么重生？南星，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果然是你，你用自己的寿命换来了让我重活一世，是吗？所以你的身体才会无缘无故的衰弱，到如今油尽灯枯。没有，你别瞎猜。你别否认了，到现在你还想骗我吗？难怪这一世什么都不一样了。是说世间哪里会有这般便宜的事，竟让他能够重活一遍。原来这一切都是哥哥拿命换来的。南星，上一世是哥哥对不起你，如今这一切能够弥补，你不知道哥哥有多高兴。哥哥，别哭，南星，哥哥只想看你高高兴兴的。话音未落，一个年轻女子双眸赤红，一步一步走了进来。双儿。胡双儿笑着喊了一声南星姐姐，然后一步一步地来到了床榻跟前。沈北月，这就是你不愿意娶我的原因吗？你想多了，我只是不喜欢你。你不喜欢我？那你这些日子想的是谁？亲的是谁？抱的又是谁？你如何知晓？那都是……话说到一半便收了音。他既人在此，那岂不是说明……你现在可是知道了，你以为的那些以你的梦都是真的。沈明沉默了。皇后娘娘，求您为民女与沈北月赐婚。我都说了不喜欢你，你听不懂是吗？我不同意。你若是不同意，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不可理喻。刀往内一抵，一抹血色顿时出现在白皙的脖颈。双儿不可！沈南星惊呼一声，可胡双儿无动于衷，只一双眼死死盯着床上的沈明。哥，你若是不答应，双儿真的会死的。沈北月，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到底答不答应娶我？答应。10日后，由帝后亲自主婚，丞相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宴，沈明与胡双儿完婚。之后，胡双儿便寸步不离，时刻与沈明在一起。3个月时间，傅九离陪着沈南星几乎找遍了天下所有有名的道观寺庙，均是无功而返，无人知晓如何逆天改命。广发全国的告示也未收到一丝有用的信息。问沈明，那更是天方夜谭，他是半分都不透露。一日，宫门口有一个老头求见，说是能解答陛下与皇后娘娘的问题。内侍禀报后，傅九离与沈南星立刻便去见了这个老头。曾有一人跪上万级阶梯，求得以半生寿命换一女子重生一世；另有一人本是地星命格，为一女子放弃一切，蹉跎半生，让这世间因守了明君陷入无尽疾苦。道长，能不能请您救救我兄长？我愿付出任何代价。一切皆是命，强行逆转一次已是极限，若再想逆天改命，则天道崩塌，生灵涂炭。如今地形归位，百姓康宁，万物生无妄之念。话音落点，白发老头已然消失不见，仿佛未曾来过。双儿，这桂花味好香啊，为父有些馋桂花糕了。好，我这就去给你做。在胡双儿离开后，沈明立即吩咐常阳，拿纸笔来。他方才闻到了桂花香，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听力与视力今日似有所好转，当是回光返照。沈明提笔郑重地在纸上写下和离书。双儿还是完璧之身，如今有了这和离书，日后再有妹妹帮忙操持，定能再为双儿寻一个好夫婿。他将和离书卷起，正要拿去放着，可一抬头却见双儿正站在门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沈明忽然就慌了，他急忙要把和离书往身后藏，却被双儿抢了去。
紧接着，那纸和离书在他手里被展开，又在他手里被撕成了碎片，散落屋内，洋洋洒洒。他被他按在了床榻上，又被他凶狠地亲了上来。以他如今的身体，他无力抵抗。双儿，你要做什么？你我是夫妻，你说我要做什么？双儿不可。有何不可？你之前总说等你身体好些了，我们再圆房。我是被猪油蒙了心了，才会信你的鬼话。胡双儿说完，便利落地将自己的衣服全脱了下来。双儿，你听话，把衣服穿上，不值得。有什么值不值得的？我只知道，我胡双儿生是你沈北月的人，死是你沈北月的鬼。想要和离，下辈子吧。他说完，便将他的衣裳也都剥了个精光，可他仍旧闭着眼不肯睁开。沈北月，我是你名为正娶的夫人，你怎么就连看我一眼都不愿呢？双儿，我对不起你。你爱我吗，北月哥哥？爱，从小就爱。我也爱你，从你救我出陷阱的时候就爱上了。我比你更早，从见你的第一眼。北月哥哥，只要你爱我，我这辈子就值了。鸳鸯交颈，红浪翻滚，一世温情。5年后，御花园，2个粉雕玉琢的小孩在嬉戏玩闹。小男孩抓住了一只蓝色的蝴蝶，2只小手捧着递给小女孩。爷爷妹妹送给你。哇，好漂亮！谢谢钱钱哥哥。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叫傅斯年，才不叫傅钱钱，你怎么总记不住？对不起，我又忘记了。哎呦，算了算了，懒得跟你计较。对了，你准备怎么谢我呀？我娘说了，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虽然钱钱哥哥没有救我的命，可钱钱哥哥送了我好多东西，我都好喜欢。所以我决定也要以身相许。等我长大了，我就嫁给钱钱哥哥。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啦。但是你以后只能娶我一个人，不然我就不嫁给你了。好好好，答应你。不远处亭子里，沈南星与胡双儿相视一笑。看来我们以后要结一门亲情了。